小少爷，你不可以再乱跑了。这个人贩子叔叔好奇怪啊！我饿了。故技重施，还好我早有准备。这难道是断头台前最后一顿饭吗？我好热啊！我想嘘嘘。要不，主子。小莫从来不敢以这么放肆的眼神看自己。唉，我知道你还在生气，小莫，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近你是不怀好意的。你还小，没有什么人生阅历，很多事情你不懂。小莫是谁？他们认错了人啊！你是谁啊？你真的非要跟我置气是吧？臭小子，你连你亲爹都不肯认了。亲爹？小少爷，主子真的是为了你好。小少爷，你可不能再任性了。你说我是你的儿子，你凭什么证明你是我爹？唉，好了，小莫，爹爹之前的方式的确不对。这样，爹爹带你出去逛街，你喜欢什么，爹爹都给你买，如何？真的吗？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买什么。当然，本座从来不骗人。那好，我要出去采买，要给娘亲买好多礼物。看来那个女人的话好像也没说错，小孩子估计真的不能硬碰硬的。那我们走吧。有点奇怪啊，小少爷之前出去的时候好像穿的不是这一身衣服。从前你一直待在家里不出来，也不需要这个珠子，如今看来是需要的。哇，这玩意儿竟然是一个圣器，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高品空间圣器，你把一滴血滴上去，就会跟你契约，就可以把随身带的东西都丢进去了。现在的人贩子都这么高级了吗？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怎么变成鲜红色了？因为你是我的儿子，龙家的血脉能够将这个圣器浸染成鲜红色的。还真的是越演越真了。怎么样，还要买其他的吗？嘿，不用了，已经够了。我的儿子有虎牙了。看来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好好关心自己的儿子。你要跟我说什么？你是不是还在怨爹爹？没有。那你今天回来之后就没有喊我爹爹了？他还演戏演上瘾了，难道真的把我当儿子了？爹爹，这还是头一次儿子跟自己这么亲密。爹爹，今晚我陪你睡吧。好。你怎么了？睡不着吗？有点。睡不着啊。这样吧，我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吧。今天小莫的性格也太不一样了吧。你不想听，不喜欢吗？那我就不讲了。听。娘亲，怎么办？我明天就要跟那贱人比试了，我若是输了，从此以后就会沦为整个南离国的笑柄。我早就跟你说了，那个丹药有异常，你不信。我也没想到那个贱人竟然故意这么诓我。行了，你下次做事情的时候要长点脑子。娘亲，我明天该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当然要去比，而且要赢得疯狂。这是软骨散，明日要比试之前，你趁机撒在他的身上，这个软骨散只要碰到皮肤，当场见效。真的有这么神奇？不错，你注意点使用，不要伤及自己。等他毫无招架之力之后，你想怎么揍就怎么揍他。谢谢娘亲，明天我一定狠狠地教训一通那个贱人。娘亲，你要出去吗？今天娘亲要去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娘亲，我也要去。不行，不能被人发现你的存在。那我自己过去，我戴上面具，不让任何人看到我，得知我的身份。好吧，那就这样，你先过去，娘亲一会儿再到，你路上小心。太子哥哥，芳菲，你胡闹！太子哥哥，今日我一定可以胜过那个贱人的。确定？当然，太子哥哥你放心啦，娘亲已经教给我方法了，今日一定要让岳清晨在全城丢脸。太子哥哥，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萧天蓝其实不是来接他，而是来劝阻岳芳菲。萧天蓝到嘴的话全改了。那是自然，上来吧，我们一同前去。啊，呸！不要脸，还敢勾引太子哥哥！岳芳菲可得小心了，要是残废了，就不能学着狗叫在全城跑一圈了。让你现在这么嚣张，一会儿倒是要看看，到底你还能不能嚣张得起来。糟了，爹爹来了，我得先躲起来，不能让爹爹找到我。爹爹，我们现在去哪里呀？你不是喜欢你那个美人姐姐吗？上次我听到她说要跟另外一个人比试，就在今天。是吗？应该会很精彩的。我那天听他们说，输了的人要学狗叫绕城跑。小少爷，我觉得你的美人姐姐今天要惨了。无所谓，我已经打听过了，你那个美人姐姐5年前是岳家一直赫有名的草包。5年前的岳家草包，难道今天要参加比试的是娘亲？哎，看来这一次他又会输得好惨。胡说什么？娘亲才不会输。我忘记了，小少爷最喜欢那个女人了，我不该说那个女人的坏话的。今天又要看到娘亲了。
龙七叔叔，方才你说娘亲会输是不是？是啊，那咱们来赌一把，怎么样？也好，你要赌什么？如果我输了，龙七叔叔，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但是你输了的话，爹爹，龙七叔叔，你们要给我1刻钟的自由时间。可以。岳清晨，你和你这只猫今天惨了，我要打趴下你。还有你这只臭猫，我要扒了它的皮。那得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敢扒他的皮？好，很好。好啊，那就试试。岳芳菲怎么敢这么嚣张呢？原来是有这一手。也好，既然想玩，就陪他好好玩玩吧。娘亲的药果然有效，这么快就见效了。岳芳菲，你好端端的拿刀子划自己的脸做什么？岳清晨，你毁了我的脸！胡说什么？明明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脸啊！岳清晨，我要杀了你！这是什么情况？岳芳菲都还没碰到他，就被一掌拍飞了。岳芳菲怎么说也在黄阶6级，这实力算不得差，竟然被秒杀了。比试还没正式开始，胜负结果就已经分出来了。嘿嘿，娘亲好帅，好飒！龙七叔叔，你输了。那日见岳芳菲那么信誓旦旦，还以为岳芳菲很有实力，没想到只是个纸老虎。那龙七叔叔，爹爹，我可以先离开一会儿吗？去吧。看完这场比试，他们就该离开了。龙思觉不想对儿子那么残忍，让儿子跟那个女人最后一面都不给他们见。我已经用了娘亲给我的毒药了呀，为什么还会这样？我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岳芳菲，是你自己要向我挑战的，还记得输了的人要做什么吧？输了的人要绕着全城学狗叫。你敢？我可是岳家的3小姐，我的2姐是岳清欢。知道了，你2姐是岳清欢，怎么着？是想让岳清欢来替你学狗叫吗？岳清晨，你这个贱人，你好大的胆子！敢！我2姐如今可在龙都，你敢侮辱龙都之人，不会输给你的，不会输给你这样一个没用的贱人废物。尤其是你还怀过一个野种，你这个不洁的贱人，敢说小叶野种，谁若敢辱我儿者，找死！岳清晨，你这个贱人！这一鞭子还了你4年之前毁我容貌之仇。这鞭子落在了岳芳菲的身上，这一鞭子是还了当年的剖腹之痛。好狠的女子！岳芳菲，你真蠢！明明技不如人，非要来这里找月。从今日这一刻起，绝不能再接近岳芳菲了，否则我自己将会跟岳芳菲一起成为整个南离国的笑话。这个女人曾经被毁过容，还被别人剖开过肚子。她是岳家的人，是岳清欢的姐妹。4年之前被人剖开肚子，时间之上如此巧合，难不成……你输了，学狗叫吧！现在绕着全城去跑一圈。岳清晨，父亲不会饶过你的，2姐也不会饶过你的。哼，等2姐回来，你和你街上的这个小畜生必死无疑了。岳清晨，你们就等着被扒层皮吧！白虎大人，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让你要扒老子和主人的皮，现在老子先扒了你的皮再说。岳清晨，你好歹毒！这个愚蠢的女，从此以后便与她再没有任何关系。多看她一眼，我都觉得恶心。这就算歹毒，那以后我还有更毒的。我跟岳芳菲的赌约在那，输了的人学狗叫绕全城。至于学狗叫，本姑娘仁慈，就给她免了。算了，看来还是让我自己来吧。美人姐姐赢了，美人姐姐好厉害！虽然爹爹易了容，故意隐藏了气息，可我还是看到了，是爹爹和龙七叔叔。爹爹怎么正在看台上的美人姐姐？而且龙七叔叔好像正东张西望的找着什么啊！爹爹，这么快就回来了？爹爹，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出走了，主要是我太喜欢美人姐姐了。小莫好像换了身衣裳。爹爹肯定已经生气到极致了，毕竟我消失了将近2天，若是换做从前，只怕爹爹早就已经大发雷霆了。爹爹，我们什么时候回龙都啊？不回了。主子不回了吗？有些事情本尊必须得弄清楚。吓死我了，总算逃离魔爪了。虽然那2个叔叔很有钱，看着也不像害我的样子，可是他们毕竟是精神病啊，要是一直把我当成儿子，那还得了。从这个岳芳菲的毒药10分力，那个药一旦沾上，便会全身无力。今日岳芳菲一定会赢。夫人，大
小姐此刻正拖着三小姐绕着全城，大小姐知道了您给三小姐毒药的事情了。不可能！夫人，您快去看看吧，他们已经快绕到岳家了。老爷，马车上的是芳菲，驾着马车的是岳清晨。岳清晨，你到底在做什么？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将岳清晨牵走了。岳家主，难道你眼神不好吗？我正在拖着岳芳菲还城呢。你怎可如此歹毒？她可是你亲妹妹呀！她是我的亲妹妹，我现在就得放了她吗？今日可是我与岳芳菲的赌约啊！岳芳菲如今输了，就必须要遵守约定，绕全城一圈。只是一个戏言罢了，你又何必较真？岳家主，这个赌约可是你的好女儿自己提出来的，怪不得我是她自取其辱，还烦请您让一让。哎，清晨呐，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怨恨，那也是因为我们以为你已经死了呀。如今你回来了，我承诺你会将岳家最好的一切资源都给你。我不稀罕。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如果你能保证岳清欢下次回来的时候会跪在我跟前磕3个小头，或许现在我可以放了岳芳菲。狂也太狂了，要岳清欢给他磕头？你放肆！清欢不会饶了你的。那就让他放马过来吧。岳家主，现在你可以滚了。你说什么？你竟想让岳清欢跪下朝你磕头？云清大师，那是岳清欢5年之前的师傅，也是大陆之上顶尖的5品炼丹师与驯兽师。云清大师，我是岳家家主岳战野，是岳清欢的父亲啊。哦，好漂亮的女人，可是你方才竟敢出言侮辱岳清欢！老色鬼，我说的是个事实。你好大的狗胆，那可是我的爱徒，你侮辱她，等同于在侮辱我。哦，那请问你是哪位？你不认识本大师？我应该认识你吗？放肆！不可对云清大师无礼。岳家主，她是我的女儿，5年之前失踪的岳清晨。原来就是当年那个赫赫有名的草包，5年不见竟变得这般嚣张。云清大师，这个逆女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敢对您无礼，您随意教训她，我绝对不会插手。哈哈哈哈！岳清晨，听说你5年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贞洁，不过本大师不嫌弃你，只要你答应做本大师的侍妾，便可答应免了你今天的无礼。这云清大师的确是个老色鬼，这么多年来不知糟蹋了多少人家的姑娘，可偏生他是南离国难得的炼丹师乃至驯兽师，如此没人敢与他作对。云清大师，这放心，只要这个丫头做了我的侍妾，大师不会亏待你的。本大师手上正好有一颗5品丹药，在未来的1年之间，只要你们岳家的人能够寻到灵兽，本大师免费替你们驯服契约，如何？好，云清大师，这个逆女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岳家主，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吗？是啊，岳家主这么做跟卖女儿又有什么差别呢？你这个逆女得罪了云清大师，就该接受应该的惩罚。如今云清大师没有要杀了你，反而看上，那是你的荣幸。当然。看上我？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老爷爷，看你年纪没有70也有68了吧？你确定你能行？你眼下乌青，脚步虚浮，想起来是纵欲过度，肾不好了吧？都这个情况了，还不知道收敛收敛？我是炼丹师啊，我有丹药。早在20多年前，我只靠着自己的丹药坚挺住了。如今这臭丫头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揭我老底，好放肆的丫头！至今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过话。本大师可是5品丹药师，又能驯兽，黄毛小儿，你竟如此大胆！5品丹师很厉害，能驯兽又很了不起吗？哈，我说你怎么敢这么狂傲？也是，你只是一个草包罢了，哪里知道5品丹师是什么概念？无知者无畏，难怪岳清晨竟如此不知死活。岳清晨，只要你乖乖的顺从于我，我非但饶你一命，更能替你驯服你手中的这只猫。这应当是一只还没契约的灵兽吧？竟然是灵兽！岳清晨的运气也太好了吧！灵兽，瞎了眼了！看清楚，老子是神兽，是神兽！滚！区一个5品丹药师，你也好意思在此大言不惭？真不要老脸！这岳清晨莫不是脑子不好使？ 5品丹师，放眼整个南离国也找不到几个。
岳清晨，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啊，你现在赶紧给大师跪下道歉，再跟他走，否则今天就完了。见识浅薄，就不用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臭丫头，给你脸你不要脸，还恼羞成怒了，自己技不如人，还不让人说了。就现在场上，我都能找出另外一个五品丹师出来。哼哼，你若能现在找出第二个五品丹师，我立马跟你道歉。哼，是吗？那你现在就道歉吧。那你说的丹师呢？所在何处？我，哈哈，岳清晨，大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如若真的是五品丹师，我现在就喊你一声祖奶奶。哎，清晨啊，听话啊，好好跟云清大师道歉，放芳菲吧。今日这件事情，为父可以既往不咎。瞪大眼睛看好了。前世的岳清晨作为玄门世家的门主，玄术炼药无一不精。来到这里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自己随随便便炼制出的丹药，竟堪比这里的7品丹师所炼制的。这个岳清晨竟然在当场炼丹。岳清晨现在好像真的不一样了。哇，你闻到香味了吗？天哪，好香啊！这是丹药的香甜之味。他好像真的是在炼丹啊，而且闻着这丹药的味道，好像丹药的品阶真的不低啊。你瞧瞧，我这丹药是几品？不可能，怎么可能？丹房内1天1夜，而1天1夜的时间，最多只能炼制出3颗丹药。可眼前的女子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炼出了6颗。没想到岳清晨竟然真的会炼丹。岳清晨，你的确是会炼丹没错，可是你也不能用低品阶的丹药来糊弄云清大师啊！你懂什么？个肤浅的人，这就是5品丹药啊！5品丹药，现在信我了，你这个5品丹师没什么含金量。18岁的5品丹师，自己在他的跟前简直就是个渣。你师从何人？能告知我吗？叫祖奶奶吧，我等着。祖奶奶，真的是5品丹药，货真价实的5品丹药。也就是说，岳清晨真的是5品丹师，甚至更高。5品丹师，岳清晨竟然是5品，这怎么可能？祖奶奶，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师从何人了吧？你是岳清欢的师傅，现在你叫我一声祖奶奶，那我岂不是岳清欢的太祖奶奶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儿。那行，给岳清欢当个太祖奶奶，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应了吧。对，你说的没错，祖奶奶。你既然喊我一声祖奶奶，是不是得帮我做点事？你说。接下来由你带着岳芳菲去环城去。她长得这么丑，我可以拒绝吗？我累了，随你怎么弄。哎，那行吧，本大师就勉为其难，替祖奶奶你带着这个丑八怪绕城一圈吧。云清大师，你不是要这丫头做你的侍妾的吗？滚开！你这个卖女求荣的老王八！本大师不屑与你这种人说话，跟你说话会降低了本大师的档次。这云清大师脸变得可真快。云清大师竟然是个逗逼一痴，为了炼丹的事情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好，找个跟班的倒也还算轻松了。云清大师，辱骂清欢等同于在辱骂您啊！还有托板后头的芳菲，那可是清欢的亲妹妹呀，清欢最疼爱她了。我的徒儿又怎能跟祖奶奶相比？哎呦，我既喊了她一声祖奶奶，她教训我也是无可厚非，能被祖奶奶训斥，算是我的荣幸。3个时辰过去，绕城终于结束了，岳芳菲也终于丢回到了岳家。施月林，你是说你的师傅是世月老人？难怪啊，难怪你这么厉害，原来是拜了世月老人为师。我最崇拜的便是世月老人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么个美貌的少女，竟然会被人生生的传为了一个老人。祖奶奶，下次你什么时候能见到世月老人了？不知道，他云游四海，我不经常见到他。那下次你若是能见到太祖大人，一定要来喊我。太祖，哈哈哈哈！我的祖奶奶竟是世月老人的徒弟，那我也变成世月老人的徒孙了，实在是太威风了。18岁的5品丹师，而且5年前还只是一个废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岳芳菲这一战算是彻底的被毁了容。娘，你不是说我可以战胜那个贱人吗？为什么会这样？芳菲，我也没想到岳清晨竟然是5品丹师。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5品丹师？我也不相信，但是你爹说他亲眼看到岳清晨炼制出了丹药，肯定只是障眼法罢了。娘，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要弄死他。对，不在这一朝一夕。那我去找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一定会替我做主。哎，
稍安勿躁，太子殿下已经喊了你爹过去了，说是有事情相商，等你爹回来再说吧。一定是太子殿下跟爹爹商议我们的婚事了。娘，太好了，我终于要变成太子妃了。娘亲都好几天没有见到我了呢，等娘亲看到我一定会很惊喜。娘亲，我好想你哦。臭小子，我就知道你自己先回来了。咦，娘亲没有怪我偷偷从世月林跑过来？岳清晨哪里知道自己怀中的孩子早已经变了一个。早上的时候怀中的是小阡陌，而现在怀中的变成岳小叶了。娘亲去给你下碗面，你最喜欢吃了。啊，我好怕娘亲的魔鬼面，我可以不吃吗？儿子，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吃的吗？原来你都在敷衍我。我哪里喜欢吃了？我就说娘亲怎么对我偷偷跑过来，态度还这么好，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换回来了，又换回来了，怎么又变成小主人了？好奇怪，太奇怪了。小猫，过来，我好想你，过来给我薅毛毛。不要，还是之前那个家的小主人可爱。另外一边，主子，真没想到啊，那个姑娘竟然会那么狠毒。对了，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岳清晨。岳清晨，这个名字可真熟悉，跟岳清欢的有点像啊，就差一个字。是很像，所以我得前去弄清楚一些事情。看好他，不允许让他再去见那个女人，否则本尊休了你。岳清晨，岳清欢，5年前失去贞洁，4年前被剖腹取子，他会是小莫的娘亲吗？他会是那个丢掉小莫的人吗？自己必须得去弄清楚这一切。儿子，吃面了。娘亲，我还不饿，我不吃。不行，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必须得吃。乖，娘亲给你多加了几片牛肉。娘亲做的面太难吃，不想吃怎么办？坐等。儿子，先进屋子，不要出来，有人来了，而且还是实力很强的人，竟然能够破了我的结界。怎么会是他？龙阡陌的那个残暴的父亲。是你？有什么事情竟然让阁下擅闯入这里？我记得我没招惹他呀，就连小莫我也就只见了一面之后再也不曾见过。可跟前的人表情肃然，目光躲躲，那眼神，那架势，那模样，就好像要杀了我一般。你要做什么？是你拖还是我帮你？原来是个登徒子，实在是可惜了。小莫那么一个可爱的孩子，竟然有你这样一个父亲。一定要确定一下，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5年之前的那个人？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抛弃小莫的人？5年之前那混乱的一夜，我虽然没有看清楚那个女人的脸，可是却看到她后背2个蝴蝶骨那儿有2个红色的胎记，红色的胎记恰巧在蝴蝶骨身后，就好像是要长出翅膀一样。自己对那个女人仅有的记忆便是这一点，而想要确定她到底是不是，也只有靠这一点。狗男人，亏得我之前还以为他只是脾气暴躁了点，但总归是个好人吧，却没想到竟然禽兽不如。等龙思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世月鞭已经死死地将他捆绑住。他下意识地想要动手，想毁掉这个鞭子，但他竟然发现这个邪乎的鞭子竟连他的内力都毫无办法。这个女人竟有如此本事，她到底是谁？臭流氓，我看你还敢不敢对我无礼？你是不是曾经怀过一个孩子，并且生了出来？你究竟是谁？想做什么？这个男人一来就问孩子，并且如此盛怒，像是要杀人一般。难道他知道小叶的存在？他想对小叶做些什么？他如何得知？是或不是？狗男人，谁告诉你我生过孩子的？姑娘，我依旧貌美如花，18亿枝花。我上次就说过了，最好我们不要再见，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下次要是再敢乱碰我，剁了你的手。再度睁眼时，大胆的女人，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打过自己。这个女人竟然敢！登徒子，敢调戏我，就该付出代价。这是最后一次。小莫那么可爱，真不知道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念在你是小莫的父亲份上，我今天不跟你再计较。若是再有下一次，我定饶不了你。放心，儿子，有娘亲在，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娘亲，那个叔叔，其实我之前见过，那个叔叔应该是来抓我的。什么？我在来找娘亲的路上被他抓了，后来我跑了。难怪他会来这里找小叶，果真是意图不轨。小叶，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你的存在。我知道，不过娘亲，那个叔叔好像特别有钱的样子。只可惜长得太丑了，不然做我的爹爹倒也不错。可惜啊，长得不好看，脑子也不好使。我好像应该要把从那个叔叔那里拿来的东西都还过去，不然他会不会继续来纠缠我和娘亲啊？
我一定要弄清楚一切。如果她真的是当年那个女人，绝对不能让她再接近小莫，否则若是继续对小莫下毒手怎么办？主子，你的脸被人打了。谁这么大胆子，竟然敢打主子你？属下去帮你修理了他。主子，该不会是月……闭嘴！难道主子真的看上了岳星辰呢？也是，小少爷难得喜欢一个女人，想让岳星辰做他娘亲，主子肯定会上心的。只是主子也太惨了，竟然被打成了这样。我知道了，主子，你之所以被打，肯定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样子太丑。主子，下次要不你试试用自己原本的模样去见岳清晨，保证他不会把你打跑了。原本的模样？天啊，这下手可还真狠！难得主子突然对一个女人感兴趣了，我必须得鼓励她，不能让主子灰心。哎呀，主子，肯定是那岳姑娘没有看到你的真实模样，如果看到你的真实样貌，肯定也会跟别的女人一样往你身上扑的。主子，你要相信自己的魅力。肤浅。岳家，恭喜岳家主呀！您的女儿一跃而上成为太子妃，您日后便是国丈大人呀，实在是让我等钦佩不已呀！多谢公公，多谢公公呀。我美吗？当然美。可是我脸上的疤可怎么办？没事，等圣旨下了影，你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太子殿下一定会帮你去找侍月老人的，一定能除掉你的疤。再不行就等上些时日，你姐姐应该会从龙都回来，她应该会有法子的。娘亲说的没错。夫人，三小姐，老爷回来了，宫里的人也一并来了。公公辛苦了。这位是岳三小姐吧？是的，公公，多谢公公前来替我宣旨，日后我一定不会忘了公公的。今日这圣旨与他有什么关系？哎，大小姐人呢？公公也知道她回来了吗？当然啦，咱家也有所听闻，大小姐与三小姐的一番比试可谓是精彩至极呀！比试让他使诈，不然我才不会输。公公，赶紧宣旨吧，我的时间可宝贵着，要是耽搁了，你担待得起吗？既然三小姐这么着急，那就先去忙你的事情。反正今日这圣旨与你也没什么关系。我是未来的太子妃，怎么会与我没有关系？岳三小姐，您这是打哪儿得来的消息？今日来传旨的对象还真不是你。怎么可能？不是我，那会是谁？原来是清晨啊！公公等着，我马上派人去喊清晨。小白，你距离娘亲远一点。才不，这是我的主人，就要靠着主人睡觉。算了，小白，你既然要抱着娘亲睡，那就抱吧。正好我这2天又炼制了一批新的丹药，正想找人试药呢。嘿嘿，不，我才不要给他试药，每次试药都好痛苦啊。好吧，就把主人让给你吧。嘿嘿，蠢猫，不战而败。儿子，你是娘亲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小白也是娘亲最重要的朋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娘亲都不会抛弃你，知道吗？我知道，娘亲也是小叶最爱的人。哇哦，主人真好。大小姐，你赶紧去前厅吧。不去。可是宫里来人传旨的，好像是给您和太子赐婚呢，或许您就是未来的太子妃了。萧天蓝可真是人渣中的战斗机啊！娘亲，太子妃是什么？连小白的一坨粑粑都比不上的。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的粑粑对比？我可是神兽。罢了，我出去看看。小叶，你跟小白在这里先待着。小白，你过来。不要。放心，我今天不让你吃药了。我只是觉得那个什么太子竟然想娶娘亲，竟然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要给他一点教训。是该给点教训。那我们走吧。不行，我们不可以出去，不然回来之后肯定会被主人惩罚的。小白，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留着给我试药吧。行吧。竟真的敢勾引太子哥哥！我还以为今日你被打成那样，会回家好好休息几天的。今天的教训还不够，我今天好心免了你的狗叫声，好像不该免的。这就是这几天在整个京城闹出一番腥风血雨的岳清晨吗？果然，似乎有些不一样了。这就是大小姐吧？岳清晨还不跪下接旨？公公有什么事情就说吧。岳清晨，你好大的胆子，竟然不跪下！你这是蔑视圣上，圣上定马上弄死你！我蔑不蔑视圣上暂且不说，倒是你妄自揣摩圣意，替圣上做主，你能代替圣上做决定？听闻岳大小姐是五品丹师，南离国早有规矩，5品及以上的丹师可在皇上面前免去一切跪拜之礼，大小姐自然是不用下跪。岳清晨怎么可能是5
品，那个障眼法竟然这么厉害，骗过了所有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鉴于岳清晨幼时曾与太子萧天蓝有婚约，如今二人年岁已满，择日将履行约定，完成婚约。太子妃原本该是我的，现在竟然被岳清晨抢走了。岳芳菲，你看，当年你们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到最后结果还是如此，真是讽刺啊！是你使了手段，太子殿下爱慕的明明是我。哦，是吗？公公，你也瞧见了，我妹妹跟太子殿下才是两情相悦的，麻烦公公告诉圣上，我不能夺人所爱，所以这圣旨我就不接，也劳烦公公转告太子殿下一声，我祝他与妹妹幸福美满，长长久久。公公啊，岳家主，您这大小姐还是真特别呀！嘿，如此，那咱家就回去如实回禀了圣上与殿下。那公公，我是不是还可以当太子妃？这岳家呀，真的是要翻了天覆了地喽！这小家伙可真是调皮呀，竟然去了太子府。不过也不担心，小叶自己本身的实力就不低，又练得一手好毒，如今小白的能力又觉醒，一般人是奈何不了他们。这一次萧天蓝惨了。殿下，您日后若是娶了太子妃，会不会忘了我们啊？错，本太子要娶的不是岳芳菲，而是岳清晨。岳清晨那个女人不是早就声名狼藉了吗？此一时彼一时。那殿下，您若是娶了岳清晨以后……哎呀，放心，本太子是不会碰一个邪的女人的。当年他不知道怀了谁的野种，早已声名狼藉。若非是现在突然有了点实力，本太子便是看都不会看他一眼。真的吗？自然，等娶回来了他，本太子看都不看一眼。于本太子而言，只是一个工具吧。该死，竟然把娘亲当成一个工具，还如此辱骂娘亲。小主人发怒了，后果应该挺严重的。怎么会这样？太子殿下，怎么？滚！萧天蓝看到了他们的眼神，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还没完呢！3、2、1，只见得萧天蓝从腰往下的位置已经长满了红色的脓包。殿下，您怎么了？太子殿下这会儿这模样，实在是太惨了。让你敢对娘亲有非分之想？是谁？快去抓住他！哎呀，糟了，被发现了！封锁整个太子府，坚决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跟前的出口已经被一群侍卫拦住了。小白，看来我们今天真的出不去了。小白，你是说我们冲出去？小白点头。不行，小白，我们是文明人，不可以用暴力解决问题的。文明人？之前用毒做的那些事情，是文明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吗？小白，上，厉害！给娘亲好好教训了一通那个坏人。今天真的是收获颇丰了，那些药可都是我最新炼制的，一般人没有解药，这些毒可有的那个坏人受的。啊，小白，你怎么了？放心好了，我们躲在这里不会被别人发现的。你是说前面有东西吗？小白点头。哇，原来这里竟然是太子府的藏宝库，要这么点精神损失费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是一个怪叔叔给我的酬金，应该算是给那个怪叔叔当了2天儿子的酬金吧。神呐，找到了吗？那些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殿下，我们找遍了整个太子府了，都不见有外人的踪影。小白，怎么了？你说这个箱子有宝物吗？我看看。咦，有一颗长得很丑的蛋。小白，这颗蛋都已经过期了，你看都长满了绿毛，不好吃了。这是好东西，好东西！啊，这是什么蛋？好重啊！活的，竟然真的是活的，一颗活的蛋。难道我遇到了一个灵兽，甚至是圣兽？绿毛蛋，你愿意跟我契约吗？你的意思是你答应我了？绿毛蛋再度点头。那我就试着跟你契约哦。哇，好可爱的小狗仔啊！尾毛小主人对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啊！为毛啊！哦，那是藏宝库的方向，快去！千万不能让贼人进入藏宝库。小白，赶紧跟上！这藏宝库内之前存放了各种天材地宝以及各种银两珠宝，可现在全都没了。这贼人竟然没有给我留下一丁点东西。我想起来了，那是几年之前我无意间得到的一颗蛋，可现在只剩下了一地的蛋壳。方才那动静，原来是灵兽出世了。
一口鲜血从口中吐了出来。没了，都没了，我的家当，还有该属于我的灵兽。娘亲，快看，我契约了一只小狗仔。什么小狗仔啊？明明是飞天独角兽的幼兽，这可是一只圣兽啊！这是哪里来的？是那个太子府中的一颗蛋，都长了绿毛了，被人扔了，被我捡到了。好好照顾这只小兽，以后它将会是你人生路途之中最亲密的伙伴。我知道，娘亲，是不是小叶要有后爹了？我觉得上次来我们院中的那个叔叔就挺不错的。岳小叶说的是龙思觉。小孩子不要瞎想，他不可能给你当后爹，如果有可能，他会给你的小兽仔和小白当零食。那娘亲，之前那个人说要你嫁给那个太子，是真的吗？岳清晨摇摇头，娘亲才不会嫁给那个讨厌鬼呢，他根本不是真的想要给我当后爹，他只是想利用娘亲而已。娘亲，所以我就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听说了吗？太子殿下昨夜与2个女子在一起之后，就突然不行了。我也听说了，太子殿下的下半身全都溃烂，像是中了毒啊。哪里是中了毒啊？我估摸着是那种病。废物，真是一群废物！殿下恕罪，实在是昨天那个贼人太谨慎了，没有留下一点证据。殿下，宫里来人了，是皇上身边的王公公。公公可是来告知本王赐婚圣旨已下。是的，殿下，奴才奉命前来亲口告知您结果。父皇可有敲定日子？殿下，岳清晨没有接下圣旨。什么？不可能！你可有跟他说是太子正妃？太子妃那是何等的荣耀啊！殿下，他知道是太子妃，但是他说说什么？他说三小姐跟太子殿下才是两情相悦的，不能夺人所爱，所以这圣旨不能接。岳清晨，你竟如此不知好歹！不过太子殿下呀，之前还真的所有人都认为您会取悦三小姐。原来岳清晨是在恼怒这个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办了。太子殿下，这话已经传到了，那么老奴就先行告退了。该死，到底这个毒药发作到何时？快去差本殿下的信件前去世月林找世月老人。殿下，有一个老先生方才在门口，让属下进来将这个交给您。老先生？瓶子边上还附带了一张字条，先将腐烂的肉都剔除，再将这药涂上，不到3日便会恢复如初。可看清楚了是谁送来的？没有，那老先生戴着斗笠，将脸蒙住了，看不清样貌。听他的年纪应该有50余岁的样子。不过那老先生还让我给殿下提个醒，说过几天圣丹堂药会有2颗世月林主的高品丹药。殿下确定要剔除吗？会很疼的，老臣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治病的法子呀。大胆！这可是世月老人殿下开的药，你还犹豫什么？很快，偌大的太子府的上方发出了一阵阵的鬼哭狼嚎。割除腐肉的疼痛，应该还是比不上活生生剖开肚子的疼吧。主子，为什么要他要？当然要给，若不然谁来给你圣丹堂送银子啊？哎呀，还是主子英明啊！好了，回去准备吧。5天之后，我们圣丹堂将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浩大的拍卖会。好嘞。世月楼亦是世月林旗下的一个产业。大哥，你说那个废物真的现在变成天才了吗？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谨慎些好。可是再过不到1个月，马上就要到家族比试了。要是那个废物现在真的跟从前不一样了，那我们岂不是家族比试上就要输了？莹莹，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考虑这些也没有用。不行，我不甘心，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了，我们终于可以给我们这一方争个脸。要是那个岳清晨真的跟传言所说不是废物了，那我们岂不是这2年白忙活了？先别想这么多，我们难得预约到了世月楼，吃完这顿再说。那好吧，我的那些小姐妹们都已经来过世月楼了，我才来。等吃完了，我也可以去跟他们炫耀了。是你，岳清晨？岳妹妹，好巧，5年不见了，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背后论人是非，实在不是君子之为。好久不见。你也是来这里吃饭的吗？岳
叶倾城，看来你还是这几年在外面待久了，变成了个乡巴佬啊！你难道不知道这世月楼是采取预约制度的吗？哼，看来登不上台面的人，永远都登不上台面啊！乡巴佬骂谁呢？乡巴佬当然骂你呀！哦，叶倾城本来就是乡巴佬，你还不承认了？呸！在家里，我可一直都是爹娘捧在手心呵护的，爹娘都没打过。这2巴掌呢，是我作为堂姐的，给你点教育，下次说话记得过脑子，千万不要口不择言，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莹莹，够了！清晨，对不起，我代莹莹向你道歉。哥，你怎么可以？你还想进去吃饭？是。主子自从2年前来过一次这里视察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难不成这次也是突击检查？小二，他没有号码牌，竟然妄图进来，你们看着办吧。这可是他们世月楼的主人，哪里需要号码牌了？可是岳清晨却是一个眼神示意他，让店小二不要多言。快请进，请进。为什么岳清晨竟然会被迎接入内？他没有号码牌啊，不是该被丢出去的吗？小二，他可不是跟我们。岳英英，你今日若是再敢招惹是非，我们现在就走，这顿饭就别吃了。这已经没有多余的桌子了。清晨，坐到我们这边来。也好，省得站着等。大哥，我要点这个，还有这个。前阵子我就有听欧阳家的2个小姐提起过这道菜。好，你随便点吧。你想吃些什么？那一包仔饭，打包。岳清晨，你跟着我们竟然蹭了世月楼一顿饭，竟然点这个菜，笑死我了。罢了，不与傻瓜论短长。这是我们店内最新开发出的桃花蜜，是用灵泉配合桃花酿制出来的，还请您品尝一下。哇，是送给我们的吗？这应该是跟主子一起来的，只送给店里最尊贵的客人，免费。这世月楼是免费送给自己的，真是不错。岳英英，你确定这是送给你的？哼，不然呢？你以为是给你的？我告诉你，这个桃花蜜是送给我们的，你休想品尝一口。什么？你们不是跟这个姑娘一起的？当然不是了，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的。我先说明哦，他所做的一切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既然你们不是一起的，那你还喝我们的桃花蜜？这桃花蜜1万两一瓶，先付林子再说吧。什么情况？原本以为这桃花蜜是送给岳英英的，现在竟然不是，这个真是啪打脸子！你说什么？你说这个桃花蜜不是送给我们的？请问你是哪位啊？我们为何要无端端的将桃花蜜送给你？你的身份很尊贵吗？岳英英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如此厚颜无耻！不是送给岳英英，那是给谁的？岳英英，你看，果真不是给你的呢。1万两一瓶的桃花蜜，竟然2杯就喝下去了，佩服，实在是佩服。我还以为怎么也得留着喝1个月呢。之所以那么大口，还不是因为是免费的。好个世月楼，竟然敢骗我！这桃花蜜你们是卖不出去了，所以故意这么诓我的。姑娘，看来你今日是来这里闹事的。1瓶桃花蜜1万，给钱吧，若不然我们便只当你们今日是来此闹事，一律会被丢出去，终身都没有踏入世月楼的资格。你们也得给我个理由，凭什么岳清晨连号码牌都没有就能进来？世月楼难道就仗着背景这么欺负人吗？我们开门做生意，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还要得到你们的认可吗？岳姑娘的身份岂是你们能比拟的？竟敢说自己比不上岳清晨！岳清晨，我总算知道你为何竟然如此狂傲了。5年之前你就陪一个不知名的乞丐睡觉，5年之后没想到你竟然傍上了世月林的人。让我猜猜，这一次你傍上的是世月林的谁呢？该不会是一个老头子吧？莹莹，不要胡说！岳清晨，你可真是不知廉耻啊！岳英英，看来我之前给你教训的还不够。怎么，你敢做还不肯认说吗？就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有没有生个小野种出来啊？岳清晨真的好狠啊！他竟然将岳英英的嘴巴缝起来了。嘴巴真臭，该缝。不要忘记收取那1万两的桃花蜜。狠，真狠啊！这岳清晨如今果真变了个人似的。两位，那1万两银子你们是准备怎么付？回头我们送过来。那行，两位，你们的饭菜还没吃呢。不吃了。岳天一转身，取出了匕首，替他割下了缝在2片嘴唇上的线。大哥，他竟然这么对我，我好疼啊！
岳莺莺，今天这件事是你咎由自取，清晨他没打断你的腿就已经算是好事了。大哥，我才是你的亲妹妹啊！你怎么可以这么想着一个外人？行了，今天丢人丢的还不够吗？今天要不是你招惹他，他会这么对你吗？你说的那番话我都听不下去了，赶紧回去吧，别在外面招惹是非了。马上就要到家族比试，好好的准备比试吧。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拆穿岳清晨的真面目。太子府中，快去圣丹堂拿号，圣丹堂的这次拍卖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另外放出风去，此次拍卖本太子是为了博红颜一笑。我就说太子哥哥怎么可能不肯娶我？之前那道圣旨下的时候，太子哥哥一定是不知道的，肯定是知道我生气了，所以故意要拍下这颗丹药，要送给我。有了这颗丹药，我脸上的疤一定会好的。芳菲，以后万万不可这么鲁莽，知道吗？知道了，知道了。夫人，三小姐、二小姐来信了。快给我看看。娘，怎么啦？你姐姐说再过些时日她就回来了。真的吗？我姐姐回来了，岳清晨那个贱人可就完了。等清欢回来，你不可与他胡说。你姐姐虽然去了龙都，可是那岳清晨现在也是邪门的很。怕什么？不过都是障眼法罢了。4年之前，那贱人就已经被我和姐姐划开肚子丢下去了。划开肚子？什么？你们在他被赶出去后还见过他？没事，等姐姐回来了，那贱人就惨了。总之，你近些时日安分一些，一切等你姐姐回来再说，别再去招惹岳清晨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南离国的另外一边，主子，您吩咐的要买的宅子，属下已经买下来了，就在距离岳家大宅不远处的地方。主子，您确定真的要继续在这里逗留吗？龙都那边怎么办？先留着，还有些事情要弄清楚，等弄清楚了再回。龙七，你先把小莫带回龙都，我现在给你们打开回去的通道，将你们传送过去。不要，我才不去，我不去龙都，我要去找美人姐姐。龙千墨必须回去。我不能回去，要是回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美人姐姐了。龙七，带他走。哎，小少爷，您就听主子的话，一起走吧。我不要回去，我要找美人姐姐。龙七，去将他抓回来。小白，你说我给你弟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弟弟？我可没有这么蠢的弟弟。你叫小白，那小狗仔就叫小汪吧。我真棒，这个名字可真好听。想哭，人家明明是一只飞天独角兽，一只圣兽，居然被当成了一只小狗狗。兄弟，受着点吧。小叶，看娘亲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哇，是煲仔饭。儿子，是娘亲之前给你做的面条，你不喜欢吃吗？不是呀，娘亲，我觉得很好吃，但是我要吃点其他的，调节调节。真的吗？那正好，晚上娘亲给你做点别的。娘亲，不用了。不行，儿子，娘亲必须将你养肥肥。那就是美人姐姐的儿子吧？那个叫小叶的孩子，哇，简直是一模一样，看他的脸就跟在照镜子一样。什么人？竟然躲在后院，还破开了娘亲设下的结界。这么久了，你躲在后面，应该看够了吧？你是谁？你好，岳小叶，我叫龙千墨。龙千墨？哇，你是不是来代替我来吃娘亲的饭菜的？方才我才刚刚在心里许下了这个愿望，就出现了这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了，实在是太神奇了。什么？我最喜欢吃美人姐姐做的饭了，岳小叶竟然还嫌弃，真的是好不公平哦。岳小叶，我快要走了，龙七叔叔来抓我了。龙七？他也要把你抓走吗？上次就是龙七叔叔把我带走的。是的，你别怕，既然你是来帮我吃娘亲的饭菜的，那我就去帮你赶走龙七吧。不行的，他们很厉害的，虽然我们长得这么像，但是我不能让你被他抓走。没事的啦，上次我也被他抓走了2天，我不还是逃出来了吗？上次2天？哦，原来就是我失踪的那2天。我就说嘛，那2天爹爹怎么没有发怒啊？原来是岳小叶替代了我在爹爹身边呢。哎呀，好了，快，我们的衣服换一下，你在这里负责给我吃娘亲做的饭，我去帮你解决了那2个喜欢抓小孩的人。小汪要照顾好小莫哦，让我再去会会那2个精神不正常的人。精神不正常？那是我爹爹，我的父君啊！好奇怪，这不是主人，却跟主人长得一样哎，而且身上的气息也差不多。这是岳小叶的小兽崽儿，看着可真弱。好舒服啊！这个跟主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家伙，好厉害呀！
哎呦，我的小少爷，我总算是找到你了。小少爷，你跟我回去吧，少主是担心你在这里出事，所以这才想把你送回去的。毕竟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知道了。那你现在跟我走吗？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回去，我要去跟他讲讲道理。讲道理？讲啥道理？只要小少爷能够回去就好了。世界上不可能无缘无故有这么相似的两个人。当初是岳清欢将我报给夫君的，岳清欢与美人姐姐好像都是岳家的人，都姓岳。事情未免太过巧合了。臭小子，快来尝尝我做的饭。小孩子就有心事了，告诉娘亲你在想什么。娘亲，当年你只生了小叶一个孩子吗？你这小脑瓜子都在瞎想什么？娘亲当然只有你一个孩子了。哦，怎么了？好端端的问这个问题。没事。好吃吗？好吃。那娘亲，你可以考虑给小叶找一个爹爹吗？不考虑。为什么？儿子，你说我又能打跑坏人，又能炼丹，又能契约灵兽，还要男人有什么用？可是肯定会出现一个人比娘亲你更厉害的呀，就比如龙千木的爹爹，他可以保护娘亲你啊。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打的这个主意，他是很厉害没错，却是个登徒子，一个流氓。流氓？是说爹爹吗？这不可能，爹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女人。娘亲，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赶紧吃饭吧，食不言寝不语，忘了娘亲教你的。你先吃着，娘亲得去炼制几颗丹药，8品丹药。萧天蓝，你可得加油了。还敢逃跑？糟糕，之前就知道这个叔叔很厉害，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龙七，带他走。不行，你不可以把我送走。没得商量。我告诉你，我美人姐姐很厉害的，要是被她知道你把我送走了，美人姐姐会对你不客气的。你又提起他，他不是好人。胡说，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你才是坏人。你要是再这样对他，我以后会讨厌死你。岳小叶冷冷的小脸上此刻全是认真的肃杀，那是嗜血的杀意。龙思觉还是第一次看到儿子这个模样。好，那我会证明给你看，他到底是不是坏人。如果证明了他是坏人，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去，不许再与他相见。好，那如果证明他不是坏人呢？你想如何？那你就得对美人姐姐道歉，很郑重的道歉。儿子，我才是你亲爹呀。反正我帮理不帮亲，你就说你答不答应？可以，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不许随意跟那个女人见面。可以。殿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殿下，这次世月老人拍卖的是8品丹药啊！方才圣丹堂放出风声，说丹药起拍价是30万两银子。30万就30万，有何可惧？殿下，关键的问题就是库房里的银子一共只有40万两了呀！你说什么？殿下，原本是有的，可是那日被那个贼人洗劫一空之后，整个府中上下只有这么多了。要不今日还是不要去了吧？你是要让本太子被天下人嘲笑是吗？奴才不是这个意思。本太子记得父皇之前送过来的2箱东西还没来得及收入，你去把那些东西折算成银两。可是那是……还不快去！这圣丹堂可是娘亲的产业啊，会不会遇到熟人啊？主子，你也对这拍卖感兴趣吗？我只是对这丹药感兴趣。也是，属下也想看看到底是故弄玄虚还是真的8品丹药。听闻8品丹药是一个叫世月老人的人炼出的，这个世月老人被人传得神乎邪乎的，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当然是真的了，世月老人可厉害呢。这几日龙思觉总觉得跟前的孩子有一些奇怪，可千万不能得意忘形了，不然要是让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小莫，估计就惨了。快看，主子，那不就是那个女人吗？她怎么也来了？说，属下之前买宅子的时候，听人议论起八卦，好像说是这个姑娘之前跟南离国的太子有婚约，可是后来月姑娘出了什么事情被赶了出去，现在回来的时候，太子跟他的妹妹月芳菲走得挺近，月姑娘就生气了。太子殿下这次应该是要买丹药送给她，说是要哄她开心。果然是个肤浅的女人。哼，这一个8品丹药就能收买的女人，小莫竟然想让她做娘亲，真是可笑。才不是，美人姐姐才不是这种人。看来我们的赌约要提前结束了。哼，你等着吧。叶清晨，你怎么也来了？今天这拍卖会似乎跟你没什么关系吧？哼，跟你又有关系吗？那当然，太子哥哥说了，要亲手拍下丹药送给我，我怎能不亲自前来？是吗？那恭喜你了，奉劝你还是不要随意出来，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岳清晨，你等着吧，今天这个8品丹药
是我的。等我吃了8品丹药，我的脸肯定会恢复。今日我们圣丹堂要拍卖的是8品丹药，是世月林主送过来让我们代拍的。掌柜的，别说是南离国了，便是青云城也几乎没有8品丹是吧？世月林主真的能够炼制出8品丹药吗？现在给我们瞧瞧吧，万一是糊弄我们怎么办？既然大家都很好奇，不如现在打开了一起看看。天哪，这丹药当真是名不虚传，比上次7品的要厉害上太多了。世月老人实属厉害。可惜呀，30万两银子起拍，倾家荡产，我也拍不起呀。哎，我们只能看着其他人抢拍了。世月林主果真有两下子。娘亲当然厉害了。好了，现在大家既然都看到，那么就开始拍了啊！起拍价格30万两银子，35万。那应该是太子殿下。早前太子殿下就说了，这颗丹药是要送给一个女子，也不知道是哪个女子，竟然会如此好运。是啊，8品丹药啊！太子殿下实在是一个赤子真心啊！殿下拍这丹药是想送给我，哎，这么贵的丹药，殿下竟然也愿意为了我去拍。看来太子殿下对岳家3小姐当真是不同啊！价格已经拍到了60万两。殿下呀，咱们的钱快不够了，咱们一共只有100万。你再多言一句，本太子就弄死你。80万，90万，到底是谁？谁这么不长眼，竟然敢跟我硬刚？看来太子殿下是犹豫了。哎呦，90万呢，这个数目可真不小。之前我听闻太子府的库房被人洗劫了，现在看来是真的。不会输给别人，坚决不会。100万！主子随手炼出一个丹药，竟然卖到了100万元，今天实在是赚翻了呀！罢了，之前就听闻南离太子对这丹药势在必得，果真不假。如此，我就不夺人所好了。不夺人还跟价，生生的从30万两抬高到了100万。本太子之前就放话说要拿下这颗丹药，如今做到了。太子殿下出手阔绰，这随随便便就是100万两银子。100万两银子算什么？这可是世月老人炼制的丹药，不管多少银子，本太子也要买下来。太子殿下呀，如果世月老人他知道您这般诚意，一定会感动的。之前世月老人家数次相助于我，当然是要支持世月老人了。原来太子殿下跟世月老人有来往，看来太子殿下真的是不容小觑的。之前还有人传言说圣上对太子殿下不满，现在看来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这岳芳菲可真是好命啊，100万两一颗的8品丹药啊！岳姑娘实在是太幸福了，太子殿下如此千机一致为红颜。太子哥哥，谢谢太子哥哥，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是你？太子哥哥，怎么了？我是芳菲啊。我知道你挡住本太子的路了。太子哥哥，你的丹药不是送给我的吗？本太子为何要将这丹药送给你？岳3小姐，你挡住本太子的路了，还请你让开。真的是笑死我了，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本来看岳芳菲这么信誓旦旦的样子，我还真的以为太子殿下要将丹药送给他。岳芳菲那不是岳家3小姐吗？被拖着还城的那位。上次他的脸好像被他自己的刀给毁，今天戴了面纱，应该是怕太丑了，吓到人了吧？你看这丹药是本殿下特意给你拍的，只一颗8品丹药而已。可是他会不接受吗？美人姐姐不会接受的。你又知道了？我当然知道。我看不见得。你等着看吧，你会向他道歉的。那好像是岳清晨。岳清晨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太子殿下对他可真好。哎，你们看岳清晨怎么没反应啊？太子殿下是在跟我说话。清晨，这颗8品丹药是我特地为你拍的。该死！我们很熟吗？不好意思，陌生人的东西我不能要。我们5年之前就是有婚约的，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你要相信我，本殿下的太子妃之位只给你一个人留着。太子殿下实在是深情啊！上次圣旨下的时候，是我没有说明白吗？你的太子妃的位置我不稀罕，至于这颗8品丹药我也不稀罕，你爱送给谁送给谁去。岳清晨好生狂傲。嘿嘿，看到了吗？我就说美人姐姐不
可能要这个丹药的。岳清晨，本太子不计前嫌，愿意履行与你的婚约，这是你莫大的荣幸，你休要如此给脸不要脸。可惜了，我看不上你这种男人。岳清晨，本太子原是顾忌我们从前的婚约，觉得你可怜，想给你一个名分，可是你竟如此不识抬举。5年前你就做出那等让人不耻的事情，被赶出了岳家，如今还敢在此这般嚣张狂妄。是啊，5年之前岳清晨好像就是因为与人苟且被赶出了岳家呀。这么看来，太子殿下还是仁义。若要是换了我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女人的。你看什么？不许出去！娘亲不是这样的人，我不许任何人这么欺负她。你觉得会被人欺负吗？是啊，娘亲那么厉害，怎么可能由得别人欺负？这个什么太子一定会很惨吧？萧天蓝，5年前的事情，原本上次教训了你之后，我便不打算再与你计较。可是你今天非要跟我掰扯清楚是吗？那好，咱们就来一笔一笔算这账。岳清晨，我可是南离国的太子，本太子倒是要看看你敢不敢打我。是吗？岳清晨，你竟真的敢打本太子，这是对本太子不敬，对皇室不敬。太子殿下，现在你知道我敢不敢吗？这个女人倒跟自己想象之中的有些不一样。太子是可怜你，想要纳你为正妃。我可不需要你的可怜。当年那件事究竟是谁在背后主使？5年之前的原身是爱慕萧天蓝的，被萧天蓝骗出去后，被岳清欢下了药，再被岳芳菲丢进了树林。当年是你自己不要脸。这一鞭子是为5年前的岳清晨，当年他那般倾心于你，你若不喜欢便罢了，为何要一直利用他，害得他那般下场？这一鞭是为你满口谎言而打。萧天蓝，告诉大家吧，5年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若是让天下人知道当初是我使计陷害岳清晨，我这个太子也就当到头了。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如何得知？不肯说吗？我说是他，当初是岳芳菲让我把你骗到岳家不远处的小树林里，是岳芳菲给岳清晨下了药，是岳芳菲找来了歹人让岳清晨出事。那件事情之后，岳清晨就被赶出了岳家。太子哥哥，你说什么？岳清晨，你要找害你的人，你别来找我，你去找他呀，你去找岳芳菲呀。萧天蓝，原来你一直在骗我。本来就是你做的这些，本太子才不会看上你这样一个心机歹毒的女人。说当年的事情不是你安排的吗？萧天蓝，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本太子为何要骗你？本太子从来都是只当你是妹妹，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歹毒啊？原本我是想替你隐瞒着，可是现在我也瞒不住了呀。萧天蓝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萧天蓝，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萧天蓝，你骗了我这么久，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来人呐，快来人呐，把岳芳菲给本太子抓走，他竟敢咬掉了本殿下的耳朵。狗咬狗，可真是精彩。岳清晨，5年前的事情真的与我无关，所以你能原谅我了吗？还有这颗丹药，本就是替你拍下的。滚吧，渣男，从我眼前消失吧。远处不知从哪里突然窜出了一只小奶狗，而后竟一口将那8品丹药吞入了腹中。哎，我的丹药！小奶狗已经冲着他吐了吐舌头，随后迅速的跑远了。我的银子呀，100万两银子呀，就这么喂了狗。娘亲今天真帅，太解气了。如果没看错的话，那好像是小汪吧？小汪做的真棒。既然小汪出现在这里，那龙阡陌应该也来了。5年前岳清晨被人陷害，莫非真的是那一晚？你看我赢了。那你是不是要去对美人姐姐道歉？好，爹爹，你去哪里啊？去找他，但是绝对不是道歉。又是你，你到底想干嘛？5年之前那个女人究竟是不是你？5年前，你指的哪一天？需要我提醒你吗？岳家后头的小树林，月黑风高。难不成是那一晚，我被岳芳菲陷害的那一晚？果然是他，当初那个女人果真是你。他若是当年那个男人，那他岂不就是岳小叶的爹爹？如今他突然出现在这里，
究竟是要做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问你，当初你是否怀了我的孩子？果然，他是为了岳小叶而来。没有。4年之前，你是不是把他生下来了？这个先生，你现在都有小莫了，怎么还在问这么滑稽的话？我不认识你，也从未见过你，你还想怎么样？不认识，从没见过。若不然，让我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狗男人！岳清晨，告诉我实话。没错，5年前那个女人是我。果然是你，竟敢丢弃本尊的孩子！狗男人，我告诉你，我的孩子是我一个人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还有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就是现在。你说说，你这个男人怎么回事？技术那么差，现在还好意思出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我5年完你后就跑了，所以你对我穷追不舍？原本我想着你的技术太差，不好意思戳穿你，让你尴尬，所以死不承认。可你呢，非要弄清楚这些。就你那技术，5两银子不能再多了。5两银子？这个女人竟然说她堂堂的龙都之主，竟然只值5两银子，还不能再多。龙思觉要睁开誓月鞭，可这一次照样失败了。既然你对自己的技术不自知，不如我找个地方给你培训培训吧。你要带我去哪里？岳清晨，去给你锻炼技术的地方。你好大的胆子！这誓月鞭竟然如此诡异，一旦被这个鞭子捆绑住，竟然连半点力量都使不了了。胆子不大，我就不叫岳清晨了。你这个女人敢这么对我！终于到了目的地了，这赫然是勾栏院，这要做什么？还想将我丢到这勾栏院？老鸨，我给你送了个男人来了。哎呦，是吗？你看他怎么样？哎呦，不错不错，虽然这脸长得一般，可是这身材可是一流的呀。这勾栏院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男人呢。你若满意，那10两银子暂且放在你这儿了。这么极品的男子，才10两银子，也太值了。好嘞，那成交。好好学习技术，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滚！哎呦，真是有个性，我喜欢这么俊朗的男人，我得亲自调教调教才行啊！就在老鸨的2只手即将要碰到龙思觉时，龙思觉终于将身上岳清晨下的毒解开了。天下没有白捡的午餐，这是你的代价。该死的女人，我们没完！圣丹堂内，龙七叔叔，爹爹怎么还不回来？我们要不要去找找啊？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放心，不会的。主子可是龙都第一高手，有谁能动得了他？可是美人姐姐也很厉害啊，都可以把那个坏太子打跑。你说会不会爹爹去给美人姐姐道歉？美人姐姐不肯接受他的道歉，反而对他发怒了。上次主子好像挂了彩，而且就是被岳清晨给打的。看来我得去看看。那快去吧，快去吧，我就在这里等着叔叔和爹爹回来，不给你们添乱了。那你乖乖待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又是你，你到底想干嘛？5年之前那个女人究竟是不是你？5年前，你指的哪一天？需要我提醒你吗？岳家后头的小树林，月黑风高。难不成是那一晚，我被岳芳菲陷害的那一晚？果然是他，当初那个女人果真是你。他若是当年那个男人，那他岂不就是岳小叶的爹爹？如今他突然出现在这里，究竟是要做什么？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问你，当初你是否怀了我的孩子？果然，他是为了岳小叶而来。没有。4年之前，你是不是把他生下来了？这个先生，你现在都有小莫了，怎么还在问这么滑稽的话？我不认识你，也从未见过你，你还想怎么样？不认识，从没见过。若不然，让我来让你重新认识一下。狗男人！岳清晨，告诉我实话。没错，5年前那个女人是我。果然是你，竟敢丢弃本尊的孩子！狗男人，我告诉你，我的孩子是我一个人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还有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就是现在。你说说，你这个男人怎么回事？技术那么差，现在还好意思出来找我？是不是因为我5年完你后就跑了，所以你对我穷追不舍？原本我想着你的技术太差，不好意思戳穿你，让你尴尬，所以死不承认。可你呢，非要弄清楚这些。就你那技术，5两银子不能再多了。5两银子？这个女人竟然说她堂堂的龙都之主，竟然只值5两银子，还不能再多。龙思觉要睁开誓月鞭，可这一次照样失败了。
既然你对自己的技术不自知，不如我找个地方给你培训培训吧。你要带我去哪里？岳清晨，去给你锻炼技术的地方。你好大的胆子！这誓月鞭竟然如此诡异，一旦被这个鞭子捆绑住，竟然连半点力量都使不了了。胆子不大，我就不叫岳清晨了。你这个女人敢这么对我！终于到了目的地了，这赫然是勾栏院，这又做什么？还想将我丢到这勾栏院？老鸨，我给你送了个男人来了。哎呦，是吗？你看他怎么样？哎呦，不错不错，虽然这脸长得一般，可是这身材可是一流的呀。这勾栏院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男人呢。你若满意，那10两银子暂且放在你这儿了。这么极品的男子，才10两银子，也太值了。好嘞，那成交。好好学习技术，知道吗？你叫什么名字？滚！哎呦，真是有个性，我喜欢这么俊朗的男人，我得亲自调教调教才行啊！就在老鸨的2只手即将要碰到龙思觉时，龙思觉终于将身上岳清晨下的毒解开了。天下没有白捡的午餐，这是你的代价。该死的女人，我们没完！圣丹堂内，龙七叔叔，爹爹怎么还不回来？我们要不要去找找啊？会不会出什么事了？放心，不会的。主子可是龙都第一高手，有谁能动得了他？可是美人姐姐也很厉害啊，都可以把那个坏太子打跑。你说会不会爹爹去给美人姐姐道歉？美人姐姐不肯接受他的道歉，反而对他发怒了。上次主子好像挂了彩，而且就是被岳清晨给打的。看来我得去看看。那快去吧，快去吧，我就在这里等着叔叔和爹爹回来，不给你们添乱了。那你乖乖待在这里，等我们回来。哇，你这么厉害！岳小叶，你说我们2个为什么长得这么像？我长得像我爹，你长得像谁？我长得像我娘呀。你爹是谁啊？我爹就是一直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我一直以为那是个人贩子。别逗了，那个叔叔长得那么丑。那是因为爹爹出来的时候故意易了容啊。谢谢你啊，让我跟美人姐姐一起待了2天的时间，还吃了好几顿美人姐姐做的饭。你喜欢吃我娘做的饭菜吗？是啊。可惜了，以后吃不到了，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自己的娘亲呢？我没有娘亲。是吗？好巧，我也没有爹爹，要不然让你爹爹也给我当爹爹吧，我娘亲也勉强给你当娘亲。真的可以吗？我们长得这么像，当然可以。等你也给我娘亲当儿子后，我们可以一起玩耍，还可以来天天吃娘亲做的菜。我觉得我爹爹跟美人姐姐可能有点误会。放心啦，他们的误会肯定已经解除了。你爹爹已经去找我娘亲道歉去了，你爹爹不会逼着你离开这里了。远处已经有人来了，2个小鬼见此，匆匆地将身上的衣服换好。我们不能暴露出对方的存在哦，如果让我娘亲和你爹爹知道我们骗了他们好几天，他们肯定会很生气的。小汪，你怎么了？天哪，小汪，你晋级了！娘亲的丹药可真是厉害。不对，最主要的不是丹药的缘故，而是龙阡陌上次给他输了玄力。臭小子，你果然在这里，跟我走。娘亲，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儿子，有人想把你抢走怎么办？不会，小叶永远不会跟娘亲分开，谁要是敢抢我，小叶就把他毒瞎毒哑。我已经传输给莫姨了，莫姨马上就会到这里，届时你先跟莫姨住到外面，娘亲这里有些麻烦事，等解决了再去把你接过来。很麻烦吗？小叶可以帮忙吗？不用，你只要乖乖的就好了，乖乖听话，不要乱跑，这就是给娘亲最大的帮忙了。好，我保证不给娘亲拖后腿。对了，娘亲，上次来我们院里的那个坏叔叔，别跟我提他。我刚躲在一边，看到那个坏叔叔把娘亲带走了，下次我见他一次揍他一次。儿子，你记住了，下次要是远远的看到他，就要躲得远远，知道吗？不然娘亲会生气。完蛋了，龙阡陌的爹估计又去惹娘亲生气了。对对，主子，到底怎么了？你该不会又被打了？3次了，已经足足第3次了。爹爹，你不是去找美人姐姐了吗？龙七，回宅子。好，我的孩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与你无关。若是让他知晓了小莫的存在，后果会如何？那个女人是小莫的生母，还说得过去，至少她不像是从前那些庸脂俗粉一般。龙七，5年前的那个女人找到了。主子是说小少爷的娘亲？当初岳清欢不是说小少爷的母亲已经死了吗？她没死，而且现在活得好好的。那她
是岳清晨。当初睡了主子的女人，竟然是岳清晨。难怪小莫少爷这么喜欢她，原来是母子连心啊！我得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小莫少爷。回来，那个女人当初丢弃了小莫，不能让小莫知晓她的存在。主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5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岳姑娘自己都是被人陷害的。主子若不然去找人问问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吗？会是误会吗？主子，不如您去问问岳芳菲，她当初陷害岳姑娘，或许会知晓这其中的内情。不可能有什么误会，定有让她付出代价。现在确定以及肯定，主子现在对岳清晨是不一样的。要不然主子干嘛那么着急？明明嘴上说着不在乎，不要，真比岳挺诚实的。岳芳菲那个人呢？他人呢？殿下，岳三小姐已经被带回来了。把她给我带上来！竟敢对本太子下手！太子哥哥，我们还好好的，今日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你以前不是那么喜欢我的吗？你以为本殿下从前是真的喜欢你？嘿，若非是你是岳家的人，本殿下需要岳家的势力，本殿下看都不会多看一眼。萧天蓝，你可真是好会算计啊！你如果杀了我，就会惹怒整个岳家。皇上他如今还是顾及岳家的，你将世岳老人的丹药当众喂了狗，如果让世岳老人知道了，他还会器重你吗？太子哥哥，我是真的好爱你呀，你怎么可以不喜欢我呢？我二姐马上就要回来了，岳清晨就会死了，我们还跟以前一样，你做你的太子殿下，以后我当你的太子妃，行不行？你说什么？岳清欢要回来了？是啊，你不是一直担心你的太子之位不保吗？只要我二姐跟圣上说几句，圣上肯定会给他面子的。芳菲，之前是我太冲动了，可是你知道的，当时那个情况我不得不这么做。虽然早已看穿了萧天蓝的真面目，那又如何？只要能够让我成为未来的太子妃，成为未来的南离皇后，什么真情假意，我全都不在乎。我会成为未来的太子妃吗？会的。您明日就会昭告天下吗？好。太子哥哥真好。此情此景，明明还是跟从前一样的话，可是两个人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心思。我可以先回去了吗？好。那我明天在岳家等着你，若不然会告诉我姐姐的。你是谁？5年之前，你设计陷害了岳清晨。原来是为了那个人来的。那个女人只有自己可以欺负，其余任何人都不能如此侮辱。她到底是龙阡陌的母亲，你也配这样说她？我是岳家嫡女，你这样对我，岳家人不会放过你的。当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岳清晨是否还怀了一个孩子。你到底是谁？说。是的，她怀了一个不是，她怀了一个孩子，可是那个孩子已经死了。他知道有些真相呼之欲出了。如何死的？我要听真话。若是让我查到有半句假话，我要个岳家陪葬。叶清晨怀孕7个月的时候，那个孩子就被生出来了，然后意外的摔下山崖死了。意外摔下山崖？为何？好像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其余的我也不清楚。这么说，岳清晨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吗？是的，他并不知道，生孩子之前他就晕过去了。岳芳菲一半隐瞒一半真相的交代了当年所发生的一切。不知道，原来他不知道小莫的存在，小莫也不是岳清晨故意丢弃的。阁下，你想知道的事情我都说了，我求你放了我。既然你当初如此设计岳清晨，那这滋味便自己尝尝吧。你们是谁？哼，长得可真丑，不过也算是个女人，去好好调教调教她。我竟然被丢进了勾栏院了！别过来！不要啊！我是岳家的人，你们如果敢动我一根汗毛，岳家不会饶了你的。既然掉入了我这勾栏院，管你是谁，都别想出去。怎么会这样啊？求求你们放了我！我是岳家3小姐，我保证不跟你们追究。哎，好像她真是岳芳菲呀！岳家的人会不会找我们算账啊？不会的，岳芳菲是不可能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她还想当太子妃呢，你说对吗？岳芳菲拼了命的点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他是在给岳清晨出气吗？该死！等二姐回来，定要二姐前去帮我报仇。岳清晨原来没有要害死小莫，他也是有苦衷的。
主子怎么样？问出什么结果了吗？美人姐姐怎么了？龙阡陌真的很喜欢岳倾城。是的。为什么？因为她很亲切，我曾经也做过梦，梦见过我娘亲的样子，就是美人姐姐这个模样。爹爹，是不是你跟美人姐姐又有什么误会啊？我敢跟你保证，美人姐姐真的人很好很好的。好，什么情况？主子笑了。龙七，你曾经是不是偷偷追过女人？主子，你怎么知道？教教我怎么追女人。追女人？主子，你是要追月姑娘？你有意见？爹爹，你要追美人姐姐吗？是美人姐姐做错了什么？你要把她追回来吗？把她追过来给你当娘亲，如何？哇，真的吗？老铁树突然开花了，龙七怎么就觉得那么搞笑呢？你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吗？既然如此，要何用？你还不如赶紧滚回龙都，给你娶个媳妇儿，彻底离开龙殿算了。追女人我知道啊，女人嘛，无非就喜欢各种金银珠宝，喜欢各种绫罗绸缎，只要给她买就成。还有呢？还有就是要死皮赖脸。我记得龙六那小子当时就是死皮赖脸死缠烂打，才把他媳妇儿追到手的。总之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看中了就出手，就直接上，速度一定要快。你要本做死皮赖脸。当然了，主子你用不着这些，你往那儿一站，哪个女人不往你身上扑啊？只要你愿意就成。还真不是，岳倾城就是这样，见面3次，自己每一次都被岳倾城给打跑，这可实在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还有啊，追女人一定要研究她的喜好，喜欢她所喜欢的，厌恶她所厌恶的。我记得龙六追他媳妇儿那会儿，他媳妇儿非要求8抬大轿，十分风光。所以主子，你也可以到时候试试，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拒绝得了这些。哦，知道了。主子，您这是要去哪里啊？去给他买。这么快啊？不是你说不要犹豫的吗？龙七叔叔，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哎。是的，小少爷，您不是在做梦，我也没有在做梦。少主终于愿意去接近一个女人了。这么多年来，在龙都，若非是有小少爷的存在，只怕龙都所有人都会觉得主子是有断袖之癖，有特别的爱好吧。现在主子总算是开窍了。那个男人竟然是小叶的爹爹。大小姐，二老爷来了。与我何干？二老爷指明了要找您，还有二房那边的小姐也来了。原来是岳莺莺和他老爹呀。他们眼下怒气冲冲，怕是来者不善。大哥，你这个女儿实在是性子太野了，这才刚回来就闹得满城风雨。是呀，大伯，她太嚣张了，不就是因为傍上了世月林的一个下人吗？此话当真？当然，她肯定不是什么五品丹师。那日我亲眼看到他炼丹的。那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肯定是之前他早已经备好了丹药，放在了那个小鼎里，再在你们跟前装模作样罢了。大哥，前面应该就是岳倾城住的院子吧？上次岳倾城竟然这么对莺莺，怎么着也得给我个交代呀！我们家莺莺可是被世月老人的徒弟看上了呀，以后便会继承世月林，到时候我们家莺莺就是世月林主的夫人啊！何其荣耀，何其荣耀啊！几位突然造访，是有什么事情吗？岳倾城上次竟然公然对莺莺不敬，是上次他当众自己喝了世月酒楼的1壶1万两的桃花蜜的那天吗？1壶酒又算得了什么？日后我们家莺莺可是世月林主夫人，这整个世月林的产业都是她的。你上次胆敢对岳莺莺那般，现在必须要向莺莺道歉。我不就是世月林主吗？我一个女人怎么娶夫人？这岳莺莺怕不是个傻子吧？爹，你别说了，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哈哈哈，怕什么？反正是早晚的事情。你笑什么？你确定世月林的人能看得上你？岳倾城，你就是在嫉妒我！我马上就会嫁给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了。只要你现在朝我磕3个响喉，上次世月酒楼内发生的事情，我便可以既往不咎。怎么跪？要不你教教我？你竟然还敢这么对我！你现在这么做是得罪了世月林，你完蛋了！你这个歹毒的丫头，我们定要让世月林的人灭了你！岳战锋，你还得感谢我，你这个女儿出口成脏，我若不帮你好好教育她，改明儿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岳倾城，你就是嫉妒！老爷，二老爷，云清大师回来了，正在门外等着求见。爹，之前云清大师一直在四处寻找世月老人的踪迹，莫非是他知道了我的事情，所以特地寻来了？哈哈，好女儿，你实在是太争气了。你且等着吧，等我招待完了云清大师，我再与你好好算账。还不快请！世月老人竟然拍出了一颗8品，你可知道世月老人如今所在何处？云清大师您好。不得告知任何人我与世月林有关系。
精神力传声，只有云清大师一个人可听见。这是为什么？大师，我也不知道大师会来这里找我，我也不知道世月老人现在在何处。等回头我嫁进去了世月林，我会帮你找到世月老人的。这个女人长得干瘪瘪，旋律的波动也不咋地，竟然在故意跟我套近乎。该死！我虽然喜欢女人，可是也不是饥不择食的。大师，您生气了吗？我也不是故意要让你多绕路的，实在是今天我有事情要来找岳清晨算账的。岳清晨怎么了？岳清晨之前竟然敢在世月酒楼打我，所以这次我……哈哈哈！所以你就过来感谢他了？不是，您搞错了。怎么？难道不是吗？我祖奶奶打了你，那是你的荣幸啊！你不来感谢他，难不成还是来报仇的？祖奶奶？云清啊，这个女人之前说她要拜你为师，还是勉为其难的那一种。勉强？这么说，你们是不将本大师放在眼里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特别想拜您为师的。滚！本大师不想收没胸没的丑女人为徒。云清大师竟然如此批判我的长相。云清大师，您是来找岳清晨的？怎么，本大师来找本大师的祖奶奶，还要经过你的同意？是这样的，云清大师，小女已经与世月林主的关门弟子私定终身了，所以定下婚约。本大师不信世月老人不可能会收一个那么没品的徒弟，确定你们不是遇到了西北货？云清大师，我未来的女婿可却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也是一个四品丹师。您现在这么说，简直是在侮辱他，也就是侮辱未来的世月林主啊！这么说来，你们是觉得本大师做错了？这样吧，你们把那个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带过来，如果说他是个真的，并且真的跟你有婚约，那老头我就既往不咎，也勉强可以考虑一下收你为徒。如果没有这号人，你们今日便是在侮辱本大师的智商，侮辱本大师的为人，本大师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您这话可当真？那是自然，本大师从来不说谎话。好，对了，云清大师，为什么您要喊岳清晨祖奶奶？本大师与本大师祖奶奶之间的事情，有你过问的份吗？还不快滚！那云清大师，我要去哪里找您？我会来找你的，祖奶奶。您最近可有见到太祖爷爷？有。真的吗？那他在何处啊？他已经走了，继续去云游四海去了。这个医痴果真是在炼丹的方面十分的用心。我跟世月老人说明了情况，世月老人给我留了个字条，说是会给你解决困惑的。真的吗？这个你拿回去看，等回去后你好好的研究研究，能有突破也说不准。好。是他，狗男人来了。小白，你觉得那个男人厉害吗？小白点点头。那你打得过他吗？小猫咪炸了毛，眼神迟疑。你也打不过吗？那我们先跑吧，反正现在小叶已经被莫姨带走了，我也不必担心什么了。那个女人方才还在，可现在突然不见了踪影，似乎像是跑了。小白，怎么了？在想什么？该不会是春天到了，你开始发想找个母猫吧？你想多了，主人。只是想到了岳小爷跟龙千墨长得一模一样，龙千墨好像还是那个恐怖男人的儿子。这么说来，龙千墨岂不是也是主人的儿子了？真是一只多愁善感的猫啊！放心吧，小咪，我一定会给你好好的找一个好的对象。哇，我好像看到上次鬼市那个人了。是你？你想做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拜你为师，好不好啊？不好。为什么？我可是云家的小公主。我不收徒。你是要有什么条件吗？没什么条件，我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这些牵扯。云小柔，你是在逗我吗？你心心念念了这么久的美人师傅，原来是岳清晨。对啊，岳清晨怎么了？他不美吗？他不厉害吗？你有什么意见吗？云小柔，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岳清晨从前的名声有多臭吗？你还拜他为师，难不成你爹瘫了，你也傻了吗？云一柔，我要你给我爹道歉。道歉？不可能！小豹子，你去给我咬死他！云小柔，我是为了你好，你要是拜岳清晨为师，会被天下人嘲讽的。谁说我会被天下人嘲讽的？我的美人师傅最厉害，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懂个屁！这个小丫头还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啊。就是个怂包。美人师傅，你说我做徒弟好不好？外头都说我是个废物草包，你还敢拜我为师？他们懂什么？就算当不成我的师傅，当我的嫂嫂也是好的。我可是有6个哥哥呢。那行，我可以考虑一下。真的吗？小豹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害羞了？
春天到了，我一定会努力给您找个小伙伴的。豹子好像也是猫科。主人，你想干什么？不行，收起你那肮脏的念头啊！柔儿，我找到吴公子了，我们赶紧回去给爹爹治病吧。美人师傅，你一定要考虑好了哦，我会去岳家找你办事的。今天我还有急事，就先走了。总算是请到吴公子了，他可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一定能有办法替爹爹治病的。又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看来如今这个骗子在外面当真是嚣张得很啊。这是世月老人的弟子？是的，美人师傅。这么厉害吗？我可以一起跟过去看看吗？当然可以。吴公子，我可算是找到你了，你怎么也在这里？这便是你口中那位未来的夫君？当然，他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看来你们感情甚好。现在这位吴大师要去云家，莫非是要一同前往？我可以吗？既然你是吴大师的未婚妻，那一起过去吧。好，哪里来的不怕死的玩意儿，竟然敢冒充主人的徒弟！你们总算是回来了，父亲的情况又不好了。吴公子，您快去看看爹爹吧。不用着急，我马上过去看看。我倒是想看看这个无言究竟想做什么。袁老爷的身体情况很是不好，应该是中了毒了。中毒？那可有解药？解药有是有的，只不过价格比较贵。没事，只要能给爹爹看好，再多的银子我们也愿意。这个毒所需要的解药药材比较昂贵，而且我得先去购买了药材才能进行炼制，可能需要你们先付定金。无妨，再多我们也给得起。你说要多少？这样吧，先给10万两定金吧，我得先去购置药材。大师，这价钱确定是认真的？看来你们不是特别有诚意。既然如此，何必请我来？我们诗月林每天一堆事情堆着，我还要去给我师傅诗月老人办事，没工夫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吴公子可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他能够前来你们云家，已经是莫大的恩惠了。你又是何人？我是吴大师的未婚妻。大师，不是那个意思，您要10万两，那我们给您就是了。用世月老人弟子出来的身份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吴哥哥真的好厉害，好厉害！这家伙竟然敢打着我的名头出来骗钱，实在是欠教训。岳清晨，你做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岳清晨会来这里啊？他是来捣乱的吗？不是，他是我师傅，是我的贵客。你说你是世月老人的关门弟子是吗？是的。据我所知，世月老人似乎并没有徒弟。你不过是与世月林的一个下人有关系而已，哪里知道这么多内情？上次只是缝了他的嘴，似乎太便宜他了。岳莺莺，你身边这个人是个骗子，你身为岳家旁系，竟然伙同外人来云家行骗，你就不怕东窗事发吗？胡说八道，我们怎么就是骗子了？我行骗了好些天了，一直没有被人拆穿，今天要被岳清晨给拆穿了吗？我早就知道你嫉妒我。算了，既然你们都在怀疑我的身份，那这病我就不治了，这银子我也不要了。吴大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世月林的人是容不得外人如此侮辱的。就是云夫人，您若是不将岳清晨赶出去，我们是不可能出手救治的。荣儿，你怎么可以随便将一个外人领进门？娘，我说了，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师傅。你闭嘴。岳清晨，这里是云家，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还请您先行离去。原本我是想看在云小荣的面子上给你们提个醒，既然你们不欢迎我，那我走就是了。云老爷，这并不是中毒，不可以用寻常的方法来解，一会儿出了什么事情，还希望你们不要将事情赖在世月林的头上。师傅，我娘亲是太着急了，我无所谓。那师傅，你会不会生气呀？没有，你先去小花园散散心，我去看看母亲那边的情况，如何？也好，这银子也收了。老爷如今这情况，放心，没事的，我先给他压住毒素，明日我就会亲自送解药前来，到时候就会好的。真的吗？是的。胡哥哥真的好厉害！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放心吧，肯定是在排毒。你到底怎么弄的？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应该是中毒啊，怎么会这样？说，到底是不是世月老人的弟子？我也没想要害死云老爷，我只是想骗点银子，没想闹出人命啊！骗银子？师傅一定有办法。荣儿，快去请岳清晨，去请岳姑娘。师傅，爹爹出事了。现在如何？爹爹七窍出血了，气息也开始散了。正常，嗜血虫最喜欢封闭，怕是那家伙将你爹的经脉都封闭了吧？嗜血虫那是什么？让你爹爹变成这个样子的一种蛊虫。师傅，你怎么知道？你娘亲不是还要赶我走吗？是娘亲让我来请您的。至于那个吴大师还有岳莺莺已经被控制住了。师傅，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救救爹爹。我去看看。岳姑娘，方才是我太无礼了，还请您见谅，还请求您救救老爷。您要多少银子，我都给您。云夫人，你是在说笑吗？你竟然求这个废物，竟敢打
可是世月老人弟子的未婚妻，是岳家的人。岳莹莹，我与你爹娘也算有点交情，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没脑子还是怎么的，竟然伙同一个骗子来我云家作乱。这不可能，胡哥哥不可能是骗子。来人，把这2个意图谋害老爷的人抓住，回头我们再慢慢算账。娘，我早就跟你说了，师傅很厉害，可你就是不信我。岳姑娘，若是您能治好了老爷，我们云家人可以答应岳姑娘你3个条件，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答应你。好，美人师傅，你说爹爹身上是有什么虫子？那是那个虫子？是的，你爹可是得罪了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岳姑娘，那还有别的法子吗？有。真的吗？当然可以了，我家主人可是9品丹师，更是神医。岳姑娘，你这是罢了，我信你。云夫人，这个废物哪有什么本事可以救云老爷？你一定会后悔的。他如果真的能够将云老爷救下，那你就怎么样啊？我就向你道歉。不如这样吧，如若一会儿我能将云老爷救好，你必须去朱雀台向我跪下，磕3个响头，大喊3声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个好狗，不挡你的道。反之，若是我不能，我对你这么做如何？好，你说的。岳姑娘，可以开始了吗？这些虫子繁衍能力极强，若是留下半点踪影，很快会再繁衍出新的，必须烧毁。师傅，这就好了吗？差不多了。岳清晨，你不是说你能把云老爷救醒来的吗？可现在还没醒，看你就是在吹牛，所以你输了。3、2、1，岳姑娘，老爷真的醒了，谢谢你，谢谢岳姑娘。云老爷现在还很虚弱，需要你们自己好好的给他补一补。我们知道。云夫人，既然事情已了，这个人不如交给我处置。好，您尽管带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输了，一会儿随我去朱雀台吧。不！岳清晨，这里是云家，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还请您先行离去。原本我是想看在云小荣的面子上给你们提个醒，既然你们不欢迎我，那我走就是了。云老爷这并不是中毒，不可以用寻常的方法来解，一会儿出了什么事情，还希望你们不要将事情赖在世月林的头上。师傅，我娘亲是太着急了，我无所谓。那师傅，你会不会生气呀？没有，你先去小花园散散心，我去看看母亲那边的情况，如何？也好，这银子也收了。老爷如今这情况，放心，没事的，我先给他压住毒素，明日我就会亲自送解药前来，到时候就会好的。真的吗？是的。胡哥哥真的好厉害！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放心吧，肯定是在排毒。你到底怎么弄的？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应该是中毒啊！怎么会这样？说，到底是不是世月老人的弟子？我也没想要害死云老爷，我只是想骗点银子，没想闹出人命啊！骗银子？师傅一定有办法。蓉儿，快去请岳清晨，去请岳姑娘。师傅，爹爹出事了。现在如何？爹爹七窍出血了，气息也开始散了。正常，嗜血虫最喜欢封闭，怕是那家伙将你爹的筋脉都封闭了吧？嗜血虫那是什么？让你爹爹变成这个样子的一种蛊虫。师傅，你怎么知道？你娘亲不是还要赶我走吗？是娘亲让我来请您的。至于那个吴大师，还有岳英英，已经被控制住了。师傅，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救救爹爹。我去看看。岳姑娘，方才是我太无礼了，还请您见谅，还请求您救救老爷。您要多少银子，我都给您。云夫人，你是在说笑吗？你竟然求这个废物，竟敢打我！我是世月老人弟子的未婚妻，是岳家的人。岳莹莹，我与你爹娘也算有点交情，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没脑子还是怎么的，竟然伙同一个骗子来我云家作乱。这不可能，胡哥哥不可能是骗子。来人，把这2个意图谋害老爷的人抓住，回头我们再慢慢算账。娘，我早就跟你说了，师傅很厉害，可你就是不信我。岳姑娘，若是您能治好了老爷，我们云家人可以答应岳姑娘你3个条件，只要不是杀人越货的事情，我们都愿意答应你。好，美人师傅，你说爹爹身上是有什么虫子？那是那个虫子？是的，你爹可是得罪了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岳姑娘，那还有别的法子吗？有。真的吗？当然可以了，我家主人可是9品丹师，更是神医。岳姑娘，你这是罢了，我信你。云夫人，这个废物哪有什么本事可以救云老爷？你一定会后悔的。他如果真的能够将云老爷救下，那你就怎么样啊？我就向你道歉。不如这样吧，如若一会儿我能将云老爷救好，你必须去朱雀台向我跪下，磕3个响头，大喊3声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个好狗，不挡你的道。反之，若是我不能，我对你这么做如何？好，你说的。岳姑娘，可以开始了吗？
这些虫子繁衍能力极强，若是留下半点踪影，很快会再繁衍出新的，必须烧毁。师傅，这就好了吗？差不多了。岳清晨，你不是说你能把云老爷救醒来的吗？可现在还没醒，看你就是在吹牛，所以你输了。3、2、1，月姑娘，老爷真的醒了，谢谢你，谢谢月姑娘。云老爷现在还很虚弱，需要你们自己好好的给他补一补。我们知道。云夫人，既然事情已了，这个人不如交给我处置。好，您尽管带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输了，一会儿随我去朱雀台吧。不！大家上啊，一起打死他！跪下磕头，喊吧。这是谁呀？怎么被捆绑在这里？这站在一边的女子，应当是岳清晨。岳莺莺，你是想等着人很多的时候再对我道歉吗？岳清晨，你怎么敢？你一个女人，却总是说这些污言秽语。这一次是我代替岳家人教训你，这第2下算是与你履行的赌约。至于这第3下呢，那纯属我看你不爽，你该打。这月姑娘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呀？还有那句话，喊吧，可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听到哦。吴哥哥，你是世月老人的徒弟，你那么厉害，你一定有法子的。闭嘴！你赶紧喊，不要连累我。你这还是昨天那个口口声声说倾慕于自己的男人吗？才短短1天的时间啊，竟然就变了一张脸。岳莺莺，你若是不喊，那我只能继续帮你了。好，我喊，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不对，你没有说全。你休要欺人太甚。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条好狗，不挡你的道。你说什么？风太大，我听不见，大声点。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条好狗，不挡你的道。今日我话也撂在这里，如若再来招惹我，下次我定取你狗命，还不快滚！岳清晨，我错了，我不该去云家骗银的，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说你是何人？为何要冒充世月老人的弟子？我只是见最近世月老人的风头正盛，所以想趁此机会骗点钱而已。哼，竟敢打着世月林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口胆肥得很啊！你打着世月林的旗号出去骗人，你说我要不要废了你的双手？月姑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您放过我吧，求求您了。那不是无言大师吗？他说他是世月老人的闭关弟子，昨天还在我家给我夫人看病呢。天啊，原来竟然是个骗子，还是个怂包，竟然吓得尿裤子了。这个无言竟敢假冒世月老人的徒弟，在外头骗人！大家上啊，一起打死他！你这个孽女，还敢回来！爹爹，我不是故意的。当年你做的那点破事儿，我是知道的。这事情一揭穿，丢的可是我们整个岳家的颜面呐！放心吧，爹爹，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是太子妃的。太子妃？哼，就凭你！老爷夫人，太子殿下来了。爹爹，你看着吧，我马上就会是太子妃了。哎，那是太子殿下吗？他是去岳家提亲的吗？这太子殿下之前不是才被岳清晨踹出去的？走，我们过去瞧瞧。殿下，今日岳清晨不在呀。本殿下此番并非来找岳清晨的，而是来向岳芳妃提亲。啊，芳妃？不错。太子哥哥，我真没想到。芳妃，其实本太子心中的那个人一直是你。真的吗？太子哥哥。岳芳妃和萧天蓝2个戏精各自暗怀鬼胎，在众人面前上演着这场戏。当年是我年纪小，被身边的丫鬟给怂恿了，做出那么糊涂的事情，我再也不会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本想着将那颗丹药作为赔礼送给岳清晨，他却不接受。等我们以后成婚了，我们再好好补偿他。好。殿下，您快请进。爹爹，太子殿下准备等2姐一回来，我们就举办婚礼。岳芳妃的2姐，那不是岳清欢吗？可是我们整个南离帝国的荣耀，她竟然要回来了！天哪，真的好期待！殿下，您说是吗？是的。好啊好啊，那可真是一件大喜事啊！大家上啊，一起打死他！跪下磕头，喊吧。这是谁呀？怎么被捆绑在这里？这站在一边的女子，应当是岳清晨。岳莺莺，你是想等着人很多的时候再对我道歉吗？岳清晨，你怎么敢？你一个女人，却总是说这些污言秽语。这一次是我代替岳家人教训你，这第2下算是与你履行的赌约。至于这第3下呢，那纯属我看你不爽，你该打。这月姑娘又在闹什么幺蛾子呀？还有那句话，喊吧，可一定要让所有的人都听到哦。吴哥哥，你是世月老人的徒弟，你那么厉害，你一定有法子的。闭嘴！你赶紧喊，不要连累我。你这还是昨天那个口口声声说倾慕于自己的男人吗？才短短1天的时间啊，
竟然就变了一张脸。月英英，你若是不喊，那我只能继续帮你了。好，我喊，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不对，你没有说全。你休要欺人太甚。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条好狗，不挡你的道。你说什么？风太大，我听不见，大声点。我错了，以后见到你，我便会退避三舍，坚决做一条好狗，不挡你的道。今日我话也撂在这里，如若再来招惹我，下次我定取你狗命，还不快滚！月清晨，我错了，我不该去云家骗银的，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说你是何人？为何要冒充世月老人的弟子？我只是见最近世月老人的风头正盛，所以想趁此机会骗点钱而已。哼，竟敢打着世月林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口胆肥得很啊！你打着世月林的旗号出去骗人，你说我要不要废了你的双手？月姑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您放过我吧，求求您了。那不是无言大师吗？他说他是世月老人的闭关弟子，昨天还在我家给我夫人看病呢。天啊，原来竟然是个骗子，还是个怂包，竟然吓得尿裤子了。这个无言竟敢假冒世月老人的徒弟，在外头骗人，大家上啊，一起打死他！你这个孽女，还敢回来！爹爹，我不是故意的。当年你做的那点破事儿，我是知道的。这事情一揭穿，丢的可是我们整个岳家的颜面呐！放心吧，爹爹，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是太子妃的。太子妃？哼，就凭你！老爷夫人，太子殿下来了。爹爹，你看着吧，我马上就会是太子妃了。哎，那是太子殿下吗？他是去岳家提亲的吗？这太子殿下之前不是才被岳清晨踹出去的？走，我们过去瞧瞧。殿下，今日岳清晨不在呀。本殿下此番并非来找岳清晨的，而是来向岳芳妃提亲。啊，芳妃？不错。太子哥哥，我真没想到。芳妃，其实本太子心中的那个人一直是你。真的吗？太子哥哥。岳芳妃和萧天蓝两个戏精各自暗怀鬼胎，在众人面前上演着这场戏。当年是我年纪小，被身边的丫鬟给怂恿了，做出那么糊涂的事情，我再也不会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本想着将那颗丹药作为赔礼送给岳清晨，他却不接受。等我们以后成婚了，我们再好好补偿他。好。殿下，您快请进。爹爹，太子殿下准备等二姐一回来，我们就举办婚礼。岳芳妃的二姐，那不是岳清欢吗？可是我们整个南离帝国的荣耀，她竟然要回来了！天哪，真的好期待！殿下，您说是吗？是的。好啊，好啊，那可真是一件大喜事啊！直接朝着月姑娘扑上去，肯定能够手到擒来。我没听错吧？萧天蓝真的要娶岳芳妃？没有错。这也太扯了。这有什么呀？天下奇怪的事情，多了去了。好了，今天打扫的也差不多了，你就先回去吧。主子，劲爆消息啊！劲爆消息！我听到了。那主子，你觉得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你近日莫非是太闲了，总是关注这些奇怪的事情？主子，来吃个甜瓜。你最近实在是清闲的过头了。对了，主子，上次您回来还没说，我教你的法子好不好用啊？难道没用吗？月姑娘没要，可是应该不可能吧？明明之前龙六就是这么追他媳妇的呀。他跑了。原来如此，那难怪了。主子，你说是不是现在的你长得实在是太丑，所以吓跑了月姑娘？会吗？当然了，主子，你想之前在龙都，多少女人想往您怀里钻？那是因为你那会儿那叫一个丰神俊逸啊！可现在主子你被一张丑陋的人皮面具挡住了脸，当然没有女孩子喜欢了。是这样吗？反正主子你不要想太多，按照属下的方法说，下次您换上原本的面貌，直接朝着月姑娘扑上去，肯定能够手到擒来。爹爹，美人姐姐怎么了？没事，再考虑怎么让她名正言顺的给你当娘。真的吗？那我可以自己先去找美人姐姐吗？也好。那爹爹，我就去找美人姐姐啦。主子，为什么现在不告诉小少爷他的身份呢？怎么回事？我们驾车是不是找死？殿下，是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孩子，奴才才急杀。该死！如今连一个4、5岁的孩子都能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吗？把这个小畜生给本太子抓过来。殿下，那只是个孩子。去，把这个敢冲撞了太子的小畜生带过来。你们想要做什么？我刚刚不是故意的。就算不是故意的，也晚了。扒了皮！是谁？谁在暗中出手？你是想扒了我的皮吗？没错，扒了皮，抽了你的筋。爹爹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有人敢欺负我，那就欺负回去。哼，你竟然还想抽了我的筋，那我就先让你自己尝尝这个滋味吧。该死，我要杀了你！有圣气出现了呢。圣气算什么呀？主子你身上的那个誓月鞭，不是要比圣气还要厉害上1000倍100倍吗？不值得好奇。
那个圣器看着威力好大，那个长得那么好看的小孩估计惨了。是啊，这小孩看着也不过就4、5岁的样子吧。4、5岁，长得十分好看的小孩，该不会是萧天蓝？你堂堂一个太子殿下，在这里欺负一个孩子，你还算是人吗？咔嚓！天哪，不会吧！紫月弯弓竟然被一鞭子给打坏了，这是圣器啊，圣器！哇，美人姐姐，好小子，好样的，还知道在外头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知道喊自己一声姐姐，不错不错。岳清晨，你敢损坏本太子的圣器，不堪一击！站住！这是我舅舅送给我的圣器，如今被你一鞭子打碎，必须要给我个说法。确定是圣器吗？被我随便挥2鞭子就给弄碎了。你回头去问问你那舅舅，是不是买到了什么假货送给你了？你胡说八道！太子殿下想要我怎么给你个说法？不如火着鞭子来试试。儿子这次出手还是够狠，终于不再用使毒这一招了呀。若是让世人知道南离国的太子的度量竟然连一个小孩都容不下，天下人会是何等的耻笑。岳小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随便出来，让你好好的待在莫姨那边，你也不听，你实在是不让我省心啊。美人姐姐这是又把我跟小叶认错了。娘亲知道你喜欢热闹，不想待在家里，可是你不能被那个男人发现呢。是上次将娘亲带走的那个叔叔吗？为什么？娘亲不是原谅了那个叔叔了吗？一时半会儿跟你也说不清。唉，算了，你既然出来了，那你随我先去一个地方吧。去哪里？去了你就知道了。不说，那我就撬开你的嘴，看看你到底还说不说。娘亲，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去讨一笔债，不许喊我娘亲，要叫我爹爹或者哥哥，知道吗？哥哥，乖，走，收账去。没想到银子来的这么容易啊！是啊，还是世月老人的名头好用啊！可不是。喂，你怎么回事？我们这几天都骗了这么多人了，就你竟然被人拆穿了！我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得了吧，就是你自己不成器，你竟然用这个身份在南离国去玩女人，无言，你活该啊！这南离国我们应该都是待不下去，不如去其他的国家。对，去其他国家。等赚足了银子，我们大家分，然后就收拾。什么银子啊？不如也跟我分分啊，见者有份啊。你们是谁？这些都是你们用世月林的名头骗来的银子。原来是抢银子的，也不问问我们是否同意。找死！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用我世月林的名号出去招摇撞骗，现在还问我是什么人？你是世月老人？知道还不将银子交出来？我们不知道是您亲自到来，还请您饶了我们，我们以后再也不敢打着世月林的旗号出去骗人了。这些银子是从多少人那里骗来的？不记得了，估计有上百家。将所有的银子都还回去，我不希望我的世月林因你们几个人在这大陆上名声受损。记住了，还银子的时候记得对人家磕头认错，如若让我发现你们没有照做，我一定一个个废了你们。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照做。去吧，我会盯着你们。美人姐姐，你是世月老人吗？你不是小叶，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似的两个人？美人姐姐，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你是小莫？是的，小莫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可他为何会与小叶长得一样？美人姐姐，我错了。你几岁？我4岁了。上次那个把我带走的那个男人真的是你爹？对。那你娘亲呢？我没有娘亲，我爹说我刚出生，娘亲就去世了。如果龙千墨真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他便已经跟着自己整整分离了4年了。小莫，美人姐姐，我爹爹虽然惹你生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的，我跟我爹爹不一样。我一直想让美人姐姐你也当我的娘亲。小莫，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从那个男人的魔爪里带走，以后你再也不会受苦。受苦？我没有受过苦啊。小莫，你先跟我回去。美人姐姐，你要去哪里？你在这里等着我，哪儿都不许去，我回来找你。岳清晨，你来做什么？岳芳菲，我有问题要问你。我这次没有招惹你啊，你走。 4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4年前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承认了，我也付出了代价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是说你毁掉的脸，还是说什么？4年前你们是不是带走了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没有的事情。不说，那我就撬开你的嘴，看看你到底还说不说。你不是人，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当年你们是不是拿走了我的孩子？你若不如实回答，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说，那我就撬开你的嘴，看看你到底还说不说。娘亲，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去讨一笔债，不许喊我娘亲，要叫我爹爹或者哥哥，知道吗？哥哥，乖，走，收账去。没想到银子来的这么容易啊！是啊，还是世越老人的名头好用啊！可不是。喂，你怎么回事？我们这几天都骗了这么多人了，就你竟然被人拆穿了！我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得了吧，就是你自己不成器，你竟然用这个身份在南离国去玩女人，无言，你活该啊！这南离国我们应该都是待不下去，不如去其他的国家。对，去其他国家。等赚足了银子，我们大家分，然后就收拾。什么银子啊？不如也跟我分分啊，见者有份啊！你们是谁？这些都是你们用世越林的名头骗来的银子。原来是抢银子的，也不问问我们是否同意。找死！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们用我世越林的名号出去招摇撞骗，现在还问我是什么人？你是世越老人？知道还不将银子交出来？我们不知道是您亲自到来，还请您饶了我们，我们以后再也不敢打着世越林的旗号出去骗人了。这些银子是从多少人那里骗来的？不记得了，估计有上百家。将所有的银子都还回去，我不希望我的世越林因你们几个人在这大陆上名声受损。记住了，还银子的时候记得对人家磕头认错，如若让我发现你们没有照做，我一定一个个废了你们。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照做。去吧，我会盯着你们。美人姐姐，你是世越老人吗？你不是小叶，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长得如此相似的两个人？美人姐姐，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你是小莫？是的，小莫是那个男人的孩子，可他为何会与小叶长得一样？美人姐姐，我错了。你几岁？我4岁了。上次那个把我带走的那个男人真的是你爹？对。那你娘亲呢？我没有娘亲，我爹说我刚出生，娘亲就去世了。如果龙千墨真的是自己的儿子，那么他便已经跟着自己整整分离了4年了。小莫，美人姐姐，我爹爹虽然惹你生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的，我跟我爹爹不一样，我一直想让美人姐姐你也当我的娘亲。小莫，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从那个男人的魔爪里带走，以后你再也不会受苦。受苦？我没有受过苦啊。小莫，你先跟我回去。美人姐姐，你要去哪里？你在这里等着我，哪儿都不许去，我回来找你。岳清晨，你来做什么？岳芳菲，我有问题要问你。我这次没有招惹你啊，你走。 4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4年前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承认了，我也付出了代价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是说你毁掉的脸，还是说什么4年前你们是不是带走了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没有的事情。不说，那我就撬开你的嘴，看看你到底还说不说。你不是人，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当年你们是不是拿走了我的孩子？你若不如实回答，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现在我需要索要点利息。我要做太子妃，我要做皇后了。岳芳菲傻了，我们是弄死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这么嚣张，你有什么用呢？当年你怀上的那个野种，不还是被我取出来，被二姐弄死了？原来当年怀的竟是一对双胞胎，小莫竟真的是自己的孩子。你去死吧！日子无辜，你们当年那般待我也便算了，为何要对一个孩子下手？你真该死！你不能杀我，我是未来的太子妃，我二姐也会回来看我成婚的。岳清欢也会回来，那我等着那日一起杀了你。但现在我需要索要点利息。我要做太子妃，我要做皇后了。岳芳菲傻了。美人姐姐，你回来啦！小莫，我是你的娘亲，你不能喊我姐姐。真的吗？你终于答应嫁给爹爹，给我当娘亲了吗？你以后就跟着我，不用再害怕那个狗男人。爹爹没有虐待我。放心，不用怕，你记住，我是你的亲娘。是真的吗？你是我的亲娘吗？对，你跟我的另外一个儿子长得一模一样，你们是双生子，娘亲没有弄错。当年娘亲不是只生了1个孩子吗？那是因为娘亲当年不知道你的存在，不小心把你弄丢了。对不起，这4年让你受了很多的苦了。太好了，我有娘亲了，以后我就一直叫你娘亲了吗？当然。那娘亲，我要去告诉我爹爹。这个男人或许也跟4年前的事情脱不了干系，他是故意要抢走自己的儿子的。
小莫，你跟着娘亲好吗？好呀，可是爹爹那边……你想回去吗？当然不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娘亲，千万不要告诉狗男人你是双生子。那岳小叶不也是爹爹的儿子吗？你还小，你不懂。娘亲放心，我知道，我一定会照做的。不过为什么我爹是狗男人啊？我爹不属狗啊。总之你要记住我的话。你还没有见过小叶吧？已经见过了，上次在这里吃娘亲的面的就是我。臭小子，原来你们早就见过了。是啊，我跟岳小叶真的长得好像，连娘亲和爹爹都没分辨出来。小叶也见过了狗男人。龙七，你说岳清晨会喜欢小梦？当然会了，毕竟母子连心。小少爷第一眼就那么喜欢岳姑娘，岳姑娘肯定也很喜欢他的。小少爷在，肯定能够给主子你说点好话。主子你跟岳姑娘进展起来就更加容易了。整个南离国内都在盛传着一件事，世岳老人出现了，长得俊美无双的男人。世岳老人的名字一下子变成了世岳公子。我听说了，世岳公子长得实在是俊美无比。天哪，不过20出头的样子，竟然已有了这等修为，这样厉害的人，只怕到龙都也见不到吧？除了龙都那位神秘的主子，怕是天地间再也没有比世岳公子还要优秀的男子了。龙都那位神秘的主子不算，听说他早就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只有我们的世岳公子才是我的梦中情人。娘亲，你怎么带他来了？你好啊，小叶弟弟。小叶弟弟，是的，小叶，这是你的哥哥龙千墨，当年因为一些事情让你们兄弟两个分离了，现在娘亲将他找回来了。真的吗？是的，小叶弟弟。难怪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我是弟弟？因为我比你先出来啊，所以你就是我弟弟。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有用的，你就是弟弟。哼，我才不要当弟弟，我要当哥哥，不然我就不承认你。小叶，不可以这样，你们本来就是亲兄弟。嘿嘿，这样吧，咱们来比比，谁要是输了，谁就当弟弟，如何？你确定你要和我比？当然，我一定要让你心悦诚服的喊我一声哥哥。好，那看看到底谁才是哥。丫头，没想到已经有2个孩子。莫姨，这几天要辛苦你了。哪里辛苦，有小叶在，我才觉得这日子不会那么无聊。你怎么会？放心吧，我没事的，能够活下来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想法治好你。莫姨是来自青云城，而且似乎背负了血海深仇。我没事，只要你和2个孩子好好的就好。这另外个孩子从何处寻来？这4年之间，他都是在哪里的？这4年，他缺席了我的人生，以后再也不会。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哦，不要一会儿被我打趴了，你会觉得丢人。来吧。岳小叶小手才微微一动，对面的龙千墨依旧是面不改色的轻轻一挥手，将所有的粉末全都挥散了。还有吗？不到1炷香的功夫，岳小叶落败。岳小叶，叫哥哥吧。哼，哥哥，大声点儿，我听不见啊。哥哥。但是你等着，我一定会有一天赢过你。等我赢了你，我就是哥哥了。小叶，你去哪儿？我要修炼，不要打扰我。娘亲，小叶弟弟会不会不喜欢我呀？放心吧，不会的。你们是双生子，是兄弟，是彼此最重要的人。小莫，你爹爹到底是何人？我爹？娘亲你不知道吗？我爹爹来自龙都啊。你一定要记住，若是下次你遇到你爹爹，千万要隐瞒小叶的存在，知道吗？知道了，娘亲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龙都啊，姓龙的，看来日后有的麻烦。医师，我女儿怎么好端端的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她这样子，就仿佛灵石全被人抽空了。不可能，灵石怎么会被抽走？我也无能为力。我要当太子妃了，我要当皇后了。老爷，现在可该怎么办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听下人说，好像见岳清晨进过芳菲的院子。岳清晨，又是岳清晨。老爷，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父亲、母亲，儿子回来了。鹏飞，你现下已经是天阶了。儿子，你可回来了。这是怎么了？是岳清晨，岳清晨把我们弄成了这样。不在的日子里，岳清晨一直在欺负我们母女。娘，别怕，现在我回来了，就一定不会让他这么嚣张了。娘，他人呢？他出去了。那等我回头遇到他，我定将他打趴。儿子，他现在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哼，那又如何？爹，如今我已是天级，有何可惧？主子，这次又带了什么好东西来了？我是不是又要发财了？你这天天就想着发财发财，还有没有
没有点出息了？哎呀，我当然想着多赚点银子回去讨个媳妇儿。现在的姑娘一般还是比较看脸的，就你这样估计悬。你不能因为你自己上了风华榜第3名就这么挖苦。风华榜外面大家都给风华榜重新洗了个牌，主子您真是厉害，竟然排名第3呢。外面的传言真是越来越扯，先说自己是一个老头，如今又变成了一个男子，这第1名和第2名是谁？主子，您不是能够断言的吗？能问出来的事情，为何要去浪费精力？第1名啊，自然是龙都的那位啊。传言他长得俊美，为人神秘，实力更是卓绝。哦，相传他有个4岁的儿子，所以4岁的儿子，龙阡陌的爹竟然就是龙殿的尊长，说好的俊美无双，人神共愤呢？传言不可信啊！你该不会是爱慕龙都的那位？不行啊！传言他最讨厌女人，看到女人就会一掌拍飞。不过您风华正茂啊，绝色无双。要说这天底下有什么男人能够配得上您，那还真只有龙都的那位尊上。他有个4岁的儿子，你也有个4岁的儿子，如此看来倒是绝配啊。要不什么？信不信你再说一句，我就敲破你的狗头哦！这主子哪里慌，就是这脾气太慌，也不知道谁才能够镇得住他。主子，这基本药材都是齐全，还差了一位，您看看。你是岳清晨，怎么不记得我了吗？你是何人？你可是忘记5年前你可曾经被我关在狗笼里3天3夜。原来是他。没想到5年不见，你倒是长得愈发漂亮。你今日跪下向我求饶，我便放我。正好小爷我最近新买了2条大狗，难怪你这一张嘴里吐出来的全是狗话。你可实在是不知好歹。不好意思，姑奶奶我可没放在眼中，你娘和岳芳菲都没有告诉你，不要随便招惹我吗？岳清晨，我原本还想着是否要放你嘛，可是现在我看不必了。不过是小小的天阶境地，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吗？这没见识的男人就是可怕呀！你可知最近哪里有猪圈吗？猪圈？要猪圈做什么？这种人只配与猪为伍。岳清晨，你敢？你们岳家的人好像都很会说这句话。你给我等着，不会放过你的。是吗？那我等着。主子，附近3里之处还真有个养猪场。好。岳星辰，不能把我丢在这里呀！不能！猪崽崽们，你们忍着点，这个猪狗不如的人，未来3天会跟你们待在一起，委屈你们3天了。滚开！都滚开！龙阡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当然不是，弟弟，你不是那个怪叔叔的儿子吗？怎么会变成我的兄弟呀？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懂吗？很明显，我爹也是你爹爹呀！但是娘亲说我爹爹早就已经死了。我以前也以为我娘亲已经死了。小叶弟弟，你说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对了，你认识岳清欢吗？当年是岳清欢说捡到了我，把我送到爹爹那边的。我知道了。什么意思？你想知道吗？要不你就让我当哥哥，我就告诉你。小叶弟弟，你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自己说过，只有你的实力超过了我才行。好吧，我告诉你，当初好像就是岳清欢把娘亲害得很惨的，我怀疑是岳清欢故意把你偷走了。怎么办？要不要去告诉你爹爹这件事情？不行，现在还不可以。娘亲说了，不可以让爹爹发现你的存在，他可能是担心爹爹也会把你带走。我不能跟娘亲分离，所以我们需要帮爹爹和娘亲一把，让他们尽快在一起。只有他们相亲相爱在一起了，我们一家4口才能永远不分开啊！好，岳小叶，我感觉到了，我爹爹过来寻我了，我得出去了，不能让爹爹发现这里有你。小莫，过来。爹爹，女人，上次你竟将我迈入那种地方，那还不是你欠揍？你若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我对你不客气。送你的你都收起来。看着那些箱子，听着龙思觉的话，狗男人要收买自己，想把自己儿子远远带走。去死吧，狗男人！谁要你的这些东西？给我滚！龙七不是说女人都喜欢买，都喜欢宝贝吗？为什么不行？岳清晨，我小莫，你记得要来找我。龙七不是说这个法子可行吗？为什么不行？
小莫，为何他要跑？方才是我太凶了。我也不知道。不过爹爹，你这次是认真的吗？是，他会成为你的娘亲的。那爹爹，你要加油，一定要追到美人娘亲哦。等回去，我继续跟龙七讨点经验。爹爹，要不咱们换个人讨教吧？不过我觉得美人娘亲肯定不会喜欢那些东西的。当初她可是连8品丹药都不稀罕，咱们可以从别的方面下手。从别的方面下手，似乎可以。那该从何处下手？算了，你不过只是个孩子，我还是再问问龙七，或者将龙六召来此处也好。龙六叔叔毕竟还讨了个媳妇儿，应该要比龙七叔叔靠谱那么一点的。不过我听闻他与世月林有点联系，是吗？你在这陪着他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人与他见过面？好像是有那么点联系，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我倒是要看看那个世月公子究竟是何人，能迷住了所有的人。世月公子当然很厉害啦，长得又好看，实力又很厉害。是吗？你也喜欢他？岳清晨也喜欢他？当然了，小莫很喜欢世月公子的。这个世月公子不仅骗走了自己的女人，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要给骗走了。继续说下去。经过属下调查，月姑娘似乎跟世月林真的有莫大的关系。这4年来，月姑娘一直都待在世月林。那世月公子可有什么消息？有关世月林公子的消息少之又少，无非就是外面所传的，他是一个看着只有20出头的公子，这还是一个小门派的人亲眼所见的。世月公子风华榜第3名，所以这就是岳清晨拒绝自己的原因吗？他爱慕的竟是世月公子吗？这主子，也许月姑娘只是在世月林里帮忙做事，或许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般，可千万不能是月姑娘爱慕世月公子。我们家少主这么多年难得愿意去开一次花，可千万不能就这么枯萎了呀。祖奶奶，我总算找到你了。云清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高人，怎么是个黄毛丫头啊？一个黄毛丫头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让你30年都没有突破的丹师品级一下子就破了。你懂个屁！我祖奶奶虽然看着年轻，可是比我厉害多了。祖奶奶，托您的福，我的丹师品级如今到了6品了。是吗？祖奶奶，最近可有见到太祖爷爷呀？我听闻太祖爷爷样貌看似不过20余岁，可是有什么法子永葆青春？不如你去帮我问问吧，我也想变成一个翩翩美男子，这样全天下的女人都会想嫁给我的。这老家伙还是色心不改，没有见过。云清，他到底是何人？祖奶奶，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几十年的兄弟王崇，小王。这是我的祖奶奶岳清晨。王崇啊，如何？我这祖奶奶是不是特别厉害啊？厉害，实在是厉害，我实在是佩服。大师过奖了。不必叫我大师，你既然是云清的祖奶奶，那就不如随着老云一起喊我叫一声小王。小王，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岳家呀？没错，岳家家主请我去，想收他的儿子为徒。好巧，我也是岳家的人，那我就一同前往吧。 3天呐，整整3天就这么被丢在猪圈里面，任由这群猪踩踏，绝对是自己这辈子最耻辱的3天，一定要好好报这3日之仇。鹏飞，你最近去哪儿了？我遇到了岳清晨，娘，那个岳清晨实在是嚣张到了极致。好了，先别说这些，你猜今天谁来了？ 是不是王崇大师来了？是的，你赶紧的收拾一下，一定要被王崇大师收为徒弟。这王崇大师可不比云清大师差呀！娘，你放心，我如今已经是天阶的实力，王崇大师肯定会收下我为徒。王大师，总算是等到您前来了。您请，里边请。岳姑娘已经到了。清晨，你怎么跟王大师一同回来的？岳姑娘恰巧要回家，所以我烧了。 他有问题吗？大师，这个女人简直是我们岳家的耻辱。你是？我就是今日要向你拜师的岳鹏飞啊！我看你不太适合做我的弟子。小王啊，你既然来了，那就先进来坐坐。也好。小王，方才是我对您不敬，这样以后我们都只叫您小王吧。 小王八，这个岳鹏飞好像也不是特别聪明的样子。小王八，对不起，小王，之前我不知道您的喜好，以后我们肯定会注意。
你骂谁呢？好大的狗胆！谁是小王八？大师啊，鹏飞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故意的。不是的，大师，我不是故意这么骂您的，是您听错了。你说本大师耳聋？不是，大师，您误会我了。大师脑子不好使。不是，大师，您误会我了。还怪本大师听不懂人话？不是我没说清楚，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问你，谁是小王八？大师，您别生气，我是小王八，我才是。再说一遍，我是小王八。不知后辈也罢，我就不与你多计较了，显得本大师得理不饶人。大师啊，之前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看来月姑娘在这岳家似乎不怎么受待见。大师，我是岳家的独子，是岳清欢的弟弟。之前我的二姐已经拜入了云清大师门下，并且顺利的前去了龙都。您今日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呀！所以你是在威胁大师，让本大师收下你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若是大师您收下我，我一定会替您争光的。是吗？是的，大师。那好，本大师给你个好验，若是你能通过，我就收下，否则免谈。大师您请说。你站到那边去，本大师去寻一颗芝麻放在你头顶上，然后让本大师闭着眼睛出招。本大师也想尝试一下自己是否能用气刃将那芝麻劈成两半。这不是在开玩笑吗？要是一不小心，那自己也就没命了呀。这个王虫大师会玩。怎么不敢吗？若是不敢，那就算了。当然敢。岳鹏飞，你竟与凶兽为伍，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孽畜，竟想咬我！好好的深山老林你不待，非要出来跟着恶人为非作歹，该死！那就开始吧，实在是废物。岳鹏飞，你不信任本大师，还想拜本大师为师，实在是可笑之极。我会告知青云城的人，岳家少爷岳鹏飞为人狭隘，品行不端，会让他们考虑这辈子都不将你纳入青云城。为什么？爹，这个王虫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还不是怪一想到那一句小王八，岳战也还是胆战心惊的。我也不知道，都怪岳清晨，要不是他误导我，我怎么会……行了，下次你做事能不能稍微的动点脑子？那爹，现在我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能尽量去平息一下王虫大师的怒火。若实在不行，就给你换个师傅。岳姑娘，看来你在这岳家好像过得不是很好啊，为何不离开岳家？还不到时候离开。王大师，这桃花蜜味道可还行？错不错？大师既吃了我这杯桃花蜜，是否会答应我一件事？果然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什么事？大师不是一直想收一个人来好好教导，我这边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哦，你说的是何人？云家的云小荣。好，等你抽空将他带来，我瞧瞧。狗男人竟然在打探世月林与世月公子的消息，莫不是我暴露了？狗男人，让你调查，那我就给你一个结果。去咬他，咬死这个臭丫头，咬死他！岳鹏飞，你竟与凶兽为伍，当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没错，我是号令凶兽又如何？那也是我的本事。今日完蛋了，去咬他！我答应过1个月给你吃一个人，等降服了他，我泄愤了，就把他丢来喂你。孽畜，竟想咬我！好好的深山老林你不待，非要出来跟着恶人为非作歹，该死！岳鹏飞，你想让这凶兽咬我？不，你还想把我丢给你的几个朋友玩？你还想弄死我？不知死活的东西！老爷，岳京城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你真的要将他留在岳家吗？孽女，早知如此，当初我就该掐死他，不该留下这个野种。野种？老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岳清晨不是您的女儿吗？先忍着，他如今的确有资格这么嚣张。你好好安抚住鹏飞，他到底是我岳战野唯一的儿子，不能再出什么事，也
绝对不能再生出事端，被外人嘲讽。其余的就安心等着清欢回来再说吧。好，我知道了。从前只觉得主子跟个冰山似的，原来也会有七情六欲啊！哎，主子，你要是实在是好奇，不如自己亲自去一趟世月林，问个清楚。有何可好奇？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世月林罢了，本尊从来不会放在眼中，还不值得本尊亲自前往。不放在眼中？那您最近这么焦躁个什么劲儿？属下得到消息，这2天世月公子一直都在世月林。小六别说了，别打扰主子，主子又不会将世月公子放在……你们照顾好小莫，我去就回。主子说好的不放在眼中，不亲自去呢？呵呵，真香。这龙思诀果然厉害。世月林外所有的阵都是用23世纪最新型的阵法布列，想要解开难上加难。堂堂龙都之主竟私自闯入我这世月林，也不怕天下人嘲笑。早就听闻世月林主有预知能力，传言倒是不假。说吧，擅自闯入我世月林，到底所谓何事？今日前来，本尊有一事请教。什么事？现在就说吧。外头皆说世月公子为人有勇有谋，甚至还上了风华榜第3名，如今却只这般躲在暗处畏畏缩缩，竟跟个女人一般。依本尊看，传言并不实。这么个婆婆妈妈的人，岳清晨竟然爱慕她，简直是瞎了眼了。狗男人不是来找我算账的，好像真的是来找世月公子的。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大名鼎鼎的世月公子，原来也不过如此。没错，我就是这样。怎么了？阁下如果看不上，直接转身往东南方向出去便是。世月公子，本尊看你长得也就一般，矮冬瓜一个，也不见有什么特别。本尊问你，你跟岳清晨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4年前我救过他，仅此而已。不然呢？你想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本尊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有关系。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本尊得知岳清晨可能倾慕于你，还希望你要记得今日自己所说的。我爱慕我自己，感情这事外人也说不清的。以前没关系，就不代表以后没关系哦。你敢？我为何不敢？堂堂龙都之主，竟然来这里威胁于人！你记住，本尊今日不是来提醒，而是来命令你。若是敢与岳清晨以及龙阡陌再有任何纠葛，本尊定灭了你这世月林。行了，我答应你就是。那阁下可否停止对我世月林的调查了？只要你遵守与本尊的承诺，本尊绝对不会再插手你世月林的任何事。行。世月公子喜欢穿白色的衣服，随便穿穿。那个女人好像也很喜欢白色，那女人对世月公子倾慕，也有这一点原因。回去我也换个白色看，兴许她就不再这么抗拒我。世月公子可还有其他爱好？没有。世月公子喜欢戴这种面具，方便。世月公子可愿意前往龙都？若是愿意去，本尊可以给你去往龙都的特赦令。不用了，多谢。如果世月公子有了其余想法，可以随时来找本尊。龙思诀今日前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的是怕我抱住世月公子的大腿儿不好拿捏，还打探他的喜好，这是为何？主子怎么样？有什么结果了吗？是不是主子你秒杀了那个什么世月公子？为何我这里只有黑色的衣服，一件白色的都没有？主子你以前只穿黑色的？胡说八道！去给本尊换2身白色的。从今儿起，本尊要穿白色的。还有，本尊从今日起恢复真容了，不再易容，要改用面具了。主子你这是抽哪子的风啊？还不快去！若是耽搁了本尊的大事，你们饭碗就别想保住了。爹爹为什么要穿白衣服啊？以前爹爹最讨厌白色的呀。他喜欢。是娘亲吗？爹爹终于开始知道投其所好了吗？这是好现象啊！爹爹你要加油。知道了，别闪了，我这不是来了吗？金凤图腾竟然瞬间停止了闪烁。这炼宝堂内今日会拍卖一个5品灵器，若是能够得了这个灵器，相当于有一个王阶高手加持啊。我听闻这次拍卖更有一个煞血草，那煞血草几百年才开一次花，这煞血草炼制出的丹药，可解百毒呢。那不是苍兰国的李梦雪吗？她竟然也来了！天哪，红颜榜上排行第4的女子啊，果真是姿容无双啊！这群人都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妹妹，不许胡说！若非是这一次这里有煞血草能够给爷爷治病，我是如何都不愿意踏足这南离国的。姐姐，爷爷在病床上一直都念念不忘的那位姑姑，好像就是嫁在了这南离国的。好像是。那个姑姑也实在是晦气，当年离开就离开吧，非带走了咱们李家一半的家产，也因为她得罪了皇上，害得咱们李家的地位一落千丈。那个姑姑在嫁过来这里后没多久，好像就死了。你说她怎么不早点死的？竟给我们李家添了那么多麻烦才死。妹妹，下次不得胡说八道。那个姑姑好像是生了个孩子，爷爷一直不肯将李家的实权交给父亲，会不会是在
在等。胡说八道！原来当年还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过往。前2天王虫大师好像跟云家小丫头有接触，未来不可限量啊！好像因为王虫大师跟他有了接触，这小丫头竟然一下子跃上了大陆红颜榜前30。姐，那丫头可真嚣张。行了，不过只是个小丫头而已。欢迎大家今日前来我们炼宝堂，我们将在此拍卖出几样东西，皆是由雪狼佣兵团提供的。雪狼是5洲大陆上最大的佣兵，但凡是雪狼佣兵团所接下的任务，完成率可达100%。接下来就拍卖这把五品灵剑了。哥哥，我想要这个灵器。好，你想要，那就肯定是你的了。哥哥真好。姐，这个灵器我们拍下吧，我不想便宜那丫头。 60万、80万，都80万了。哥哥，再高的话那就算了吧。几个哥哥看妹妹这么委屈，继续叫价，但是100万，就你也想跟我争？算了算了，不要了，不拍了。姐，你看吧，我就说这南离国的人就是怂包。话是这么说不错，可你还是要小声点。怕什么？我们可是苍兰国李家的人，只要是我想要的，还没有拿不到的。姐，你可知道世月公子啊？最近一下子杀上风华榜第3名的那个，我已经2次梦到他了。你说会不会我有一天嫁给世月公子啊？会的，妹妹，一切皆有可能。这个肤浅的女人竟然还肖想我，只是一个5品灵器，就值得她这么大动干戈，实在是没见识。121万、130万、 131万两。阁下，你这是故意要跟我争？你说的对，我是故意的。这话，这性格，听着好像是我的美人师傅啊。阁下，我们莫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我有钱任性，想加价有何问题？180万、181。炼宝堂的人呢？你们难道不要先验一下资产吗？万一什么人都随便进来，随便叫价，那不是会乱了秩序吗？李姑娘，我们验过了，没有问题。实在拍不下就算了，我们一会儿还得拍煞雪草。不行，我就不信他能比得过我。300万两，这是此次他们出来带上的全部银两。妹妹，别胡闹！我真的是着急了。他若是再加银子，你就让给他300万两，买下了一个5品灵器，不值。当李梦瑶的300万两喊出来之后，隔壁竟然迟迟没有动静。那就让给你吧，区区一个5品灵器，值得你花这么大价钱？你当真是喜欢的紧？你说什么？你不跟价了？我为何要跟？你在耍我！你说对了。阁下，我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你？我单纯看你不爽，有问题吗？你们这炼宝堂就这么坑人的吗？不好意思，这价钱是您亲自喊出来的，既是您亲自拍下的，东西就是您的。如果您不想要了，那就按照我们拍卖场的规则，您要付违约金的。敢欺负我的徒弟，活该落到这样的下场。云姑娘啊，有人给您送东西来了。是什么？是谁送来的？是另外一个包间的一个姑娘，说是送给您的拜师大礼。美人师傅，真的是你！我送你的礼物可还喜欢？我喜欢8品灵器，实在是棒了。对，我可不稀罕那个什么5品灵器，我美人师傅送了我一个8品的。你那个5品的垃圾玩意儿，你就自己抱着当宝贝吧。姐，怎么办？我们被人耍了。下次做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动点脑子？都怪他们，简直是在故意与我们李家作对。美人师傅，你怎么来这里了？路过，看到有宝物，就顺便过来瞧瞧。上次给你介绍的王虫王大师，你应当见到了。美人师傅，我只想跟着你。王大师他有专门的技巧，会教，只有跟着他，你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东西，才有更大的胜算进入青云城。那美人师傅你呢？我也会去，你一定要跟着他好好修炼。我知道了，那以后我们师徒2人就去称霸青云城。诸位，这是我们今日的压轴煞雪草，是一株能解百毒的药草，起拍价是50万两。煞雪草，有这个药草在，绝对能够将莫弈身上的病症治愈。200万两银子，今天谁都别跟本王抢，这个煞雪草王要定，谁若是敢抢，就是跟本王过不去。快看啊，是摄政王，南离国摄政王，风华榜排行前10之人，萧夜离。这煞雪草王要了。离王殿下，这不符合规矩。规矩，本王就是规矩。或者说，有谁想跟本王来抢，本王乐意奉陪到底。美人师傅，你不可以去。为何？摄政王是南离的第1天才，如今实力已经在王界巅峰了。他性情暴躁，你要是现在去了，他肯定会对你不客气的。是吗？对，我听闻他有一个妹妹，10年前因为意外落下寒血海后，就一直卧床不起。想来摄政王今日要买下这煞雪草，是为了他的妹妹。寒血海位于大陆极南之端，那是至阴至寒之地。离王殿下，我倒是想多嘴一句，你是想要与本王抢夺东西吗？并不是。如果离王是用这煞雪草
救尊妹的话是行不通的，怕是会加重尊妹的病情。你胡说什么？你是哪里来的臭丫头，竟敢咒骂本王的妹妹？姐，这个贱人一定惹怒了离王。我没有诅咒，只是在提醒您一句，若是您鲁莽行事，反倒会适得其反。好大的胆子，说的好像你很懂这些似的。我应当会比你懂一点。把这几个不知好歹的女子带回厉王府，本王要让她亲眼看看这歃血草到底能不能治好宝儿。哥哥，快救美人师傅！不用，我自己前去，我会让离王您心服口服。哥哥，我们快回去找爹爹娘亲，他们肯定有法子救美人师傅的。姐，咱们也去看看。好，你就跟着我们后面走。我在你离王府外等你。他完全有能力从我眼前逃离呀！他跟我回王府是故意的。你到底要做什么？放心，我只是想要那一株歃血草罢了。你果然意图不轨。这歃血草于你而言也没多大用处。你究竟是何人？岳清晨，我与你作为交换如何？我给尊妹治病，你将歃血草让给我。好，我答应你。如果你所言虚假，我定不会饶过你。本王跟萧天蓝不同。哥哥，你来了。宝儿，我给你带回来了宝物，只要你吃了，你的病就会好了。真的吗？当然，这是歃血草，可以解百毒，你身上的寒毒也定能解开。你是谁？不用管他。来，宝儿，你将歃血草吃下去。离王，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不如你先给他只服用一点试试。这么大分量的服用，若是出了事情，谁能担待？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你偏不信我。救救他！只要你能救宝儿，这歃血草就是你的。本王还可以答应你其余的要求。皇叔，你可千万别信他的话。天蓝，你怎么来了？岳清晨他就是个祸害。小姑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肯定是因为他。你既不信我，那就算了。可惜了这一株歃血草。等等，我没有不信你。离王是答应让我来给尊妹救治。没错，岳姑娘，麻烦您了。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还请离王把不相干的人请出去。你在开玩笑吗？滚出去！皇叔，你真的信他？滚出去！你若再敢多言一句，本王就把你扔出去。太子，这位便是你说的那个岳清晨？是的，舅舅，就是他让我在天下人面前颜面无存，也是他竟然损坏了舅舅你送给我的紫月丸弓。好个不知死活的丫头！岳姑娘，你快看看吧。把它放平。岳姑娘，这是方才他服用的歃血草。歃血草的确有治百毒的功能，但是它只是掉入了寒血海，名义上说是中了寒毒，却并不是真正的毒。怪我，是我太莽撞，险些害死宝儿。我知道你的心情，面对自己至亲的人，难免会失了控。那宝儿她……我既说了能够救治她，就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哥，你吓死我了，宝儿。咦，哥哥，我没有之前那么冷了。岳姑娘，你果真是厉害。宝儿是不是快好了？没有，她的寒毒已经侵袭入骨，只这一次是没有用的，还需要最起码10天的时间调理。10天？岳姑娘，你跟传言不太相同。哦，传言之中我是什么人？萧夜离看着明眸善睐、神采飞扬的女子，恍惚间失了神。哥哥，我喜欢她，可以让她当我嫂嫂吗？当她嫂嫂？这怎么可能？我儿子都能打酱油了。傻丫头，不许胡说。这个女人绝非池中物。岳姑娘，宝儿天真，一时胡言。无妨，我也挺喜欢宝儿的。萧夜离如约将歃血草送上。姐，这个女人不是得罪了那个恐怖的摄政王吗？竟然没死。李梦雪曾经在外公的房间中看过一张画，画像上的女人赫然跟岳清晨一模一样，而那个女人如若不错，应当就是那个姑姑。那个女人究竟是不是姑姑的女儿？如果是，那她一定要采取措施，让岳清晨永远都回不到苍兰国，回不到李家。跟了一路，是时候该出来了吧？原来是你们！你给本太子带来那么多的耻辱，本太子要你连本带息全都还回来。以前的那些还不够，还想让我连本带息再给你重演一次？舅舅，抓住他，挑断他的手脚筋，要一辈子囚禁住他，成为本太子的奴隶。丫头，敢损坏我的圣器，还对太子那般羞辱，看我不好好治治你！小白，你怎么来了？你想挑断我的手脚筋是吗？你想做什么？你说呢？本姑娘让你先尝尝挑断手脚筋的滋味。你敢？我是当朝太子殿下，未来的皇上。太子？你觉得皇上会让一个断了手脚筋的人当太子？皇上可不止你这一个儿子吧？无论如何，殿下如今是太子，就是未来的皇上。你放心，很快就不是了。你只不过是得到了一只厉害的契约兽，竟如此狂妄。主人更厉害啊！不想看着主人为了这2个渣渣暴露自己的实力罢了。说得对，我就是靠着我的契约兽这么狂妄。怎么，有本事你也放你的兽兽过来呀？小白，上，给你加餐的时候到了。一阵阵凄惨的叫声。这2个人的肉太恶心了。这萧天蓝这一下算是彻底的残废了。
父皇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小王，我快要憋坏了。你说爹爹和娘亲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啊，算了，跟你说你也不知道，你应该见过那个男人的吧？他怎么样？虽然他长得丑了点，但是你也觉得他很厉害，很有钱，是不是？要不我自己去问问爹爹，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龙阡陌是怎么会被送到他们身边的？而娘亲却根本不知道龙阡陌的存在。不行，主人你不可以去。你在跟我点头吗？嘿，那好，我现在就过去。小叶弟弟，你不可以出现在这里，要是让爹爹发现了你的存在，娘亲会生气的。没事，他们不会发现我的，我隐藏的这么好。快，赶紧把衣服脱下来，跟我换上。你要做什么？快点，你不是也想让爹爹和娘亲赶紧和好，让我们一家4口赶紧的在一起吗？赶紧按照我说的做。海生哥哥，我就听你的。你要是不听我的，那我和娘亲就只能继续躲躲藏藏了。叫哥哥。好啦，哥哥。那好，我就听你的。跟你换衣服，你记得要隐藏好身份，别让爹爹身边的人发现端倪哦。我知道。那我就先去莫姨那里了。你要记住，回去之后要一直躲在房间里修炼，不要被娘亲认出来。我知道。龙七叔叔，怎么了？这不是给主子定做了2套白色的衣裳，现在店家送过来了，我们给主子送过去。我也一起去看看。哇，你是谁？你好帅啊！你说我是谁？哇，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人。莫非这个孩子真的不是小莫？小少爷，看来还真是主子易容太久，竟然连小少爷你都忘记了主子自己的模样。又帅又有钱又厉害，用来搭配娘亲实在是太合适了，差点就露馅了。嘿嘿，我当然知道是爹爹呀，这不是见爹爹今天突然换上了一身白衣，还露出了本来的样子，故意配合爹爹夸赞几句的。小少爷可真是捧场王，主子这样子，到时候月姑娘一定会喜欢的。没错，爹爹这个样子肯定能够心想事成。你看，连我都一下子惊呆了。报解除，还好没有暴露身份。爹爹，我还有问题想问你。你说。你一直都不肯跟我说我娘亲的事情，我实在是好奇。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没有，我只是觉得特别奇怪，是岳清欢把我报给爹爹你的吗？岳清欢说我娘亲已经死了，爹爹就信了他的话吗？你觉得你爹我是这么容易被人愚弄的？那是为何？因为你的星宿命盘上显示，生下你的那个女人已经死了。是这样吗？看来命盘也不准。回到龙都，我要再好好调查一番小莫的命盘，怎么会有这等变故？还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因为这样，爹爹才一直没有想着去找娘亲吗？爹爹，等你以后找到了娘亲，你会怎么对她？她既是我的女人，我定会护她一世周全。是吗？侄子，有人来了。何人来了？岳清欢拜见尊上。你是岳清欢？小莫少爷，好久不见。你来做什么？尊上，老龙主听闻您来了南离国，又得知南离国是我的故乡，所以让我前来为您做向导。不用，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我若是现在回去了，老龙主会生气的，怕是会打断我的一条腿。你断了腿与本尊何干？爹爹，不如就让他在这里陪着我们吧。小莫少爷，几个月不见，你又长高了。我们在这南离国人生地不熟的，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玩到，你就在这里陪着我们一起吧。我一定会好好陪着你们，尽地主之谊的。欢儿啊，短短4年不见，你的实力竟然已经到了王阶了。王阶不算什么，我身在龙都，龙主又十分器重于我，早晚我会突破军阶乃至尊阶。我的欢儿果真是厉害，不愧是我岳战野的女儿啊！这群低贱的南离国的人，若非是这次龙主来了南离国，我这辈子都不会愿意回来的。他以自己出身于南离国为耻。老爷，摄政王派人送来2箱贺礼，说是给月姑娘表现一番敬意。欢儿，你果真是厉害呀！这才一到家，就连摄政王都赶着过来巴结你了。我与摄政王的确曾经只有过一面之缘，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有心。只见过一面就让摄政王念念不忘了，以后我岳家就跟着摄政王攀上关系了。摄政王的面子我肯定会给的。哎呀，辛苦2位了，既然东西已经到了，还请2位坐下喝杯茶再走吧。不辛苦不辛苦，岳家主客气。对了，这东西是送给月姑娘，摄政王交代了，一定要属下将东西送到月姑娘的手上再走。多谢。2个侍卫没有见过岳清晨的样貌，只当眼前此人就是岳清晨。月姑娘，摄政王让属下带来一句话，他在府中随时等着月姑娘的大驾光临。原来摄政王萧夜离早已是对我爱慕有加啊，只可惜呀。好，我知道了。爹爹，为何不见弟弟与妹妹？岳清晨当真回来了？当真回来了，他现在已今非昔比，回来之后我们岳家
再也不曾安宁过。是吗？如今的他有多厉害？他的实力应当到了天阶以上。非但如此，他还契约了一只灵兽。哼，只是这样根本不足为惧。爹爹，这次我回来的匆忙，也没给你和娘亲带什么礼物，就这2颗丹药，表表心意吧。焕儿，这是6品丹药啊，是你炼制出来的吗？焕儿，我不是，你已经是6品丹师了。那当然，你现在既已是6品丹师，不如去看看你妹妹。妹妹这是怎么了？谁弄的？还能是谁？还不是岳倾城那个小贱人。不可能，我之前就说过，那丫头今非昔比了。我还真是得好好去会会她了。那你妹妹放心吧，有我在，她会好的。嘿嘿，我马上要当太子妃了，要当皇后了。莫姨，这是你真正的样子。没错，这是我本来的样子，只是当初我被奸人所害，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还能恢复。我以为我被挑断了手脚筋，被人吸了一半的精血，摧毁了丹田，此生再也无望了。是何人所为？金云城的城主，我墨家辅佐他10年，助他登上城主之位，可他却忘恩负义，为了另外一个女人，灭了我墨家满门，将我残害成那般。别怕，我与你一起杀尽天下负我狗。好，等你回去青云城时，我随你一同回去。爹爹，那我今天就去跟岳清欢出去玩了。悠着点儿，别玩死了，不然回去后很烦。好，小莫少爷，龙主呢？爹爹有事。是吗？那要不我们改天吧？你是不想带我出去吗？那我去告诉爹爹，你不喜欢我，不愿意带我出去玩。没有，我最喜欢你了，怎么可能不愿意带你出去？您今天想去哪里玩？我想去赌馆。好，你带银子了吗？带了。那好，我就要玩这个。你确定你要玩这个吗？别一会儿输了就赖账啊。我身边还带了一个大美人，我如果实在输得没银子了，我就把这大美人抵押给你们。小莫，嘿嘿，我是开玩笑的。我说小公子，这可是你说的。就是故意要输，我们的银子都已经被输光了，只能够按照我之前所说的赌约来进行了。算了，输了也没事，我回去再取点银子。你们做什么？你们可知我是何人？哈，那你是谁啊？我乃岳清欢，4年前踏入龙都的那位天之娇女嘛。你要是岳清欢，那老子还是龙都的龙主呢。现在还真是什么人都敢在此大放厥词了。岳清欢发现他的力量竟然在这个时候无法使用出来了。我方才答应过他们的，我们不可以做言而无信之人哦。到底是何人？竟然给我下了药！岳清欢想说话，但一张口竟然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你不说话，你也默认了吗？你们说吧，要怎么样才能够赔偿这一局的银子？你欠了我们这么多的银子，不如就让他给我们跳个舞。你能跳个舞吗？跳舞？让我在这里？你真是痴人说梦。岳清欢想要拒绝，奈何还是发不出声音。哎呀，好，他默认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岳清欢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上痒到了极致。岳清欢身形扭动，这样子如同在跳舞似的。哼，让你当初欺负娘亲，现在我要好好的替娘亲报仇。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屏住了呼吸，冲破了身上的禁锢。你们好大的胆子！我乃龙都岳清欢，你们竟敢如此！我要杀了你们！岳清欢，之前我问过你了，可你不是已经默认了吗？为何你现在这么生气，还要杀了他们？这群人竟然看了我的身子，实在是该死！岳清欢，我要去告诉爹爹，你这么残暴，还想杀人！你之前明明默认了跳舞的，现在却想杀了看你跳舞的人。难不成这个女人真的是岳清欢？小莫，我跟他们开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了他们？那就好，谢谢你哦，竟然愿意为了我去给这群人跳舞。那等你回去，你要帮我在你爹跟前多说几句好话。你放心，回家后我会告诉爹爹，你今天为了我跳脱衣舞给别人看的。今日这事或许跟这个小鬼脱不了干系，就好像是这个小鬼刻意这样搞出来的。岳清晨的儿子果然跟岳清晨一样讨厌。如果不是他还想利用这个孩子来讨好尊上，只怕现在岳清欢早就伸手掐死他了。岳清欢，你不是说要走吗？岳小叶就喜欢这种感觉，这种不爽他却又不能来干掉他的感觉。岳清欢，之前你跳舞的时候就跳舞，为什么要脱衣服呢？今天发生的事情回去可千万不要告诉尊主，要是你爹爹知道你去赌馆，肯定会很生气的。好，知道了。
小叶，先别修炼了，你都3天了，先出来吃饭吧。我不要，我要等我的实力有所突破了再说。小叶弟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跟我换回来啊？我真的快撑不住了。你才4岁，还在长身体，修炼不在乎这一朝一夕。你一手炼毒术出神入化，小年纪又都到了王阶境地，你已经很厉害了。小叶弟弟才到王阶境界啊，是该好好努力了。好了，儿子，先出来吧。娘亲今天让莫姨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炸鸡腿和煲仔饭，算是给你这几天这么辛苦努力的犒劳。你要是再不出来，小白和小汪可就要把他们给瓜分了。不，我不，娘亲，你在外头等着我，再等我一阵子。小叶从来不是这么刻苦的，这不像岳小叶的做派啊。娘亲。小莫，怎么是你？娘亲，小叶人呢？你听我说，小叶是不是去找你爹了？你真聪明。娘亲，其实你不用担心的啦，小叶弟弟很厉害的，小叶弟弟已经跟我换身份3次了，都没有被发现哦，所以这一次也绝对不会被发现的。熊孩子，等他回来，看我不打断他的腿。小莫，我们来这南离国也有段日子了。是啊，本来只是想带你来这南离国散心的，没想到一耽搁就耽搁了这些时日了。怎么了？从前在龙都的时候，你每日都不修炼，这几天你全都荒废了。你不可以这样，过来，我陪你过几招。过几招？我跟龙千墨不是一个级别的实力呀，要是几招过下来，那还不是妥妥的露馅了？还不快来？你已经荒废了很久了，不能继续再荒废了。我才不要跟他切磋。爹爹，要不再给我宽限1天，明天我再跟你切磋。不可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因为你太久没活动筋骨了。我今天肚子还有点疼。不许再找借口。强劲的罡风袭来，只有王阶境地的小叶根本挡不住龙思觉的招式，小小的身子一下子被打得往后退去，摔倒在地上。这突然而来的变故让龙思觉一下子愣住，缓不过神来。不好，小少爷，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不该呀，从前主子都是这么跟您试炼，怎么这一次您竟然一招都躲不过去了？是不是小少爷你偷懒了呀？实力一下子竟然降了这么多。因为我偷懒了，我明天再跟你试炼。我这会有点馋，我得出去买点桂花糕吃。你到底是何人，竟敢在此处冒充小莫？你说什么呀？我不是小莫，那我是谁？这真的不是小莫，为何却能够容得了我炼制的圣器？你到底是何人？本尊要听实话，若你有半分虚言，本尊定让你走不出这大门，你信不信？爹爹，我当然是小莫呀，你为什么这么问？你这样我有点怕。不要骗我，否则你会很惨。哎呀，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被你给发现了，可真是没意思啊！我还以为我还能够伪装很久的呢。怎么回事？这个小家伙竟然还真不是小少爷，那我们家的小少爷去哪里了？还有这个小家伙竟然跟小少爷长得一模一样。你到底是谁？你猜。我要听你亲口说。好的吧，你看我跟龙千墨长得一毛一样，你说我是谁呢？你的娘亲又是何人？你继续猜。岳清晨。初次见面啊，我的好爹爹。不对，不是初次见面，应该算是第3次见面了。这也是我的儿子，是岳清晨的儿子，是龙千墨的双生兄弟。岳清晨已经偷走了本尊的一个儿子，终于知道为什么岳清晨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要躲开了。原来他一直在欺瞒自己，他还一直偷偷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小少爷，竟然是主人的第2个儿子！天啊，怎么会有这种事？你不可以责怪娘亲，你要是责备娘亲，我现在就跟你翻脸。我是挺喜欢你，才喊你一声爹爹。你要是敢惹娘亲生气，我不会认你。全天下想给我当爹的人多的是，已经从南离排到苍兰国了。我早应该发现了，不是吗？这孩子跟小莫真的不一样，是吗？你想找别人当爹爹？当然，娘亲很抢手的。你是故意接近我的，有何目的？我们来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吧。第一，不要觉得你从龙都来就至高无上了，如果不是看在你有钱有颜有实力的份上，我是不会多看你一眼。第二，当初不是娘亲偷走你的孩子，而是你偷走了娘亲的孩子。第三，我不是故意接近你，之所以来到你的身边，是你们自己把我抓回来的，你不可以责怪我，因为不是我故意骗你，我是被逼无奈的。我怎么早没发现这个孩子真的跟小莫完全不一样？
你在笑什么？没有。你是不是在质疑我的话？我警告你哦，是你们把我抓到这里来的，是你们先认错我的，跟我无关哦。那日带我出去买的是你。是的。收下我盛器的也是你。没错，你把我和我娘丢在这里4年，就这一个盛器，我又太便宜你了。你别告诉我你现在还想收回去，我告诉你不可能。你既知道我是来自龙都，你还不害怕我，还敢这么跟我嚷嚷？有何可怕？小爷我天不怕地不怕，这辈子还什么都没在怕的，横竖不过是小命一条。怕？他怎么可能不怕呀？不管何时，气势不能输啊！哼，果然不愧是本尊的儿子，有本尊的风范。你说第一次是我们把你抓回这里，本尊怎么不记得这回事？你不相信我吗？本来就是你们抓我过来的。主子原来真的有2个儿子。龙七，你好大的能耐，出去寻个人，竟然还寻错孩子回来了。主子，我不是故意的。这么多年来没见你干过什么靠谱的事情，可这次竟然被你歪打正着了。主子不是在怪罪我，反而在夸我。主子，我会不会被降职啊？若再有下一次，本尊不饶你。你叫什么名字？岳小叶。这些年你过得好吗？还算可以。你娘亲呢？这几年好吗？很好啊，我娘亲可厉害，又漂亮又厉害，一堆人排着队伍准备给我当后爹。走，我们一起去见你娘亲。完蛋了，娘亲知道我暴露了真实身份，娘亲一定会生气的。不行，现在不可以。为何？你把我和我娘抛弃在这里4年，现在就想带我去找我娘亲？世界上哪有你这么样的便宜爹？你要先过了我这一关才可以去找他，不然我不会同意你当我爹爹的。说说你要做什么？当初为什么你会抛弃我和我娘亲？我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我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我和我娘亲已经死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遇不到，这一辈子你都不会来找我和我娘亲？对不起，小叶。原来自己好像真的有些错了。人生第一次龙思觉服软，也是人生第一次他愿意对一个人低头，对一个人道歉。那好，我问你，你跟岳清欢又是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才不信，你当我是3岁小孩好骗吗？要是没有关系，他怎么可能会来找你？这小叶小少爷，这点你就真的冤枉主子了。主子从来没有正眼看一下岳清欢。真的吗？真的，比珍珠还真。那为什么岳清欢会来找你？那是因为那个女人看上了我们家主子。小少爷，您放心吧，在我们主子眼中，岳清欢连个屁都算不上。没错。原来你是岳清欢看上的东西，那我得考虑清楚了。岳清欢看上的东西，我和我娘亲才不稀罕要。我要你跟岳清欢划清关系，我跟我娘亲都讨厌极了那个女人。我与她从来没有关系。那如果我和我娘亲对岳清欢做些什么，我希望你不要阻拦。行。你都不好奇为什么我对岳清欢那么讨厌？只要是你和你娘亲讨厌，也是我讨厌。原则呢，主子，你的原则在哪里啊？那好，我暂且答应你，可以去追我娘亲了。但是现在我要先回去了，娘亲如果发现我跟小莫又换了身份，会生气的。我同你一起回去。不行，你不可以跟我一起去，娘亲会生气。娘亲，是不是等小叶弟弟回来了，我又要装作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儿子，这只是一时。那你说什么时候才能告诉爹爹实情呢？我好想跟小叶弟弟一起出去玩，希望我们一家子都在一起。小莫，娘亲是舍不得你们都离开我，因为我害怕龙思觉。糟糕了，爹爹来了！爹爹怎么会发现这里？你害怕？害怕什么？来人的容貌竟然不是龙思觉，不是龙思觉就好。娘亲，小叶，是你，臭小子，你还敢回来？娘亲，我不是故意的，我下次再也不会了。下次你要是再敢私自冒充小莫去找那狗男人，我绝对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得到。阁下是何人？为何跟我儿子一起回来？顺路。是吗？那多谢了。如果阁下没事的话，可以先行离开了。阁下到底是什么人？你把我儿子顺路捎回来，我很感激你。可是你这样做，未免也太不知礼数了。你的儿子不也是我的儿子？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疾病？爹爹，你都知道啦。你是龙思觉？你终于认出来了。他来了，带着小叶来了。女人，你好大的胆子！当年竟然敢偷走本尊的一个儿子！你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你还不肯承认岳小叶就是本尊的儿子？我的儿子都已经承认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龙思觉，当年你就已经抢走了我的小莫，现在又想来跟我抢小叶吗？我告诉你，休想！你若是敢跟我抢小叶和小莫，我会跟你拼了这条命！你若将我的2个儿子抢走，我定会竭尽我所能杀去龙都。只要我还有这一口气在，你就不可能把我的2个孩子夺走。你想多了，我不会跟你抢。拿人的嘴骗人的鬼，我可不信你的话。
本尊从来不骗人。好，你说你不跟我抢儿子，那你可愿意将这2个孩子都留在我这儿？龙思觉微微一顿，看吧，我就说你不敢吧，龙思觉，你好，我答应你，我也都弄清楚了。当年你并不知道小莫的存在，你与小莫是被迫分离了4年。现在既然小莫已经跟你相认了，只要小莫想暂时留在你这里，我自然不会不同意。当真？自然，本尊说话从来一言九鼎。你敢发誓？敢，本尊敢发誓，绝对不会与岳清晨抢夺儿子。若有违背誓言，天诛地灭。这是血誓，一旦违背这个誓言，必将会遭受天地规则的轻视。我信你了。这个女人啊，实在是警惕十足。还好，总算是肯信了我的话了。你确定你是龙思觉吧？我记忆之中的龙思觉可不是长这样的。我知道龙思觉是龙都的龙主，你可别来瞎忽悠我。娘亲，这个男人真的是爹爹，千真万确。之前那个丑八怪只是爹爹的易容而已。这副皮囊倒是不错，我之前还在想着，我要是只跟一个丑八怪生了这2个儿子，那我可真亏啊。这么看来，那一夜我也不算很亏。这脸蛋儿不错，身材也很棒，看来那一夜不只值5两银子。女人，你太肆无忌惮了。怎么？难道不是吗？我可以考虑给你多点银子。娘亲，为何要给爹爹银子啊？难道你们存在买卖关系吗？什么买卖关系？不晓得哎，好像是在说爹爹值多少银子。5两银子肯定不可能了，就算是猪肉，100斤猪肉都不止5两。儿子乖，你们自己先到一边玩去。我们大人之间要处理点事情。你会跟娘亲吵架吗？当然不会，这是你们的娘亲，我不可能打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小野弟弟，那我们自己去别的地方玩吧。你等着，我一定会成为哥哥。你又想做什么？教训还没够，还想再被丢进勾栏院一次？你现在这个皮囊应该是可以卖个好价钱，50两银子应该还行。你这一身白色的衣服，倒是让你显得愈发的文质彬彬了。咱们南离国的那些小富婆们，一个个就喜欢这种文质彬彬的花美男。那你可喜欢这种类型？不喜欢。我明明记得岳清晨好像喜欢男子穿白衣的，现在怎么不喜欢了？难道是……龙思觉伸手直接将面具挂在了自己的脸上。现在呢？这个男人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难不成你该不会是在模仿世月公子吧？不过龙思觉，你真以为穿个白衣服戴个面具你就是世月公子吗？可别逗了。岳清晨，你是觉得我比不上世月公子吗？我可没这么说。他到底哪里好？你倒是说说。我觉得世月公子哪里都很棒。他嫉妒几乎燃烧了龙思觉的理智。世月公子长得很好看啊，世月公子还很厉害啊。世月公子这个男人在做什么？他竟然在偷亲我，狗男人在啃我的嘴巴。男人霸道的继续啃噬着，侵略与极度的占有欲让岳清晨悄然皱了皱眉，恨不得宰了这个在自己面前为所欲为的男人。世月公子真的这么好吗？那个矮冬瓜真的这么好吗？竟然让这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他，明明他已经给我生了2个孩子了，还是看上了那个世月公子。娘亲，龙千墨又欺负我，他嘲笑我实力只有王阶。咦，爹爹，娘亲，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和好了吗？小叶弟弟，爹爹和娘亲在做什么？他们在亲亲。娘亲跟爹爹在亲亲，是不是说明我们马上就要有小妹妹啦？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妹妹，小妹妹比较乖巧，肯定不会像你这么违背我的话的。拜托，你还是哥哥呢，光亲亲怎么可能就会有小妹妹？就算是以后我们有了小妹妹，小妹妹肯定最喜欢我。胡说，小妹妹会喜欢我。你看他们等不及了，想要小妹妹。龙思觉，你给我等着，这笔账老娘会跟你算。你们2个先出去。为什么？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妹妹吗？你们在这儿哪里会有妹妹来？龙思觉，请你自重。龙思觉的眼神十分的幽深，看着女子微微红肿的唇。我又想亲你了。你敢？你要是再敢胡来，信不信我废了你第3条腿？你的2个儿子想要妹妹，你不满足一下他们？你再多说一句试试。我不说这个，我要跟你说别的。以后不准你提起其他男人，不准你想世月公子。今日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以后你敢再有这些举措，不介意给你更大的惩罚。凭什么老娘要听你的？你当你是哪根葱啊？我喜欢谁我就去跟谁在一起，我喜欢世月公子又碍着你什么事儿了？我跟你说，你最好现在就麻溜的滚回去，
否则我的誓月鞭不留情。本尊说了，不准。若是让本尊下次看到你跟那诗月公子有任何瓜葛，本尊便灭了那诗月林。你敢？你大可试试，看本尊敢不敢。你要记住，你是本尊的女人，我们已经有了2个儿子了。这个男人如此霸道，如此嚣张，不给他点教训，我就不叫月清晨了。好生奇怪的辫子，这个女人的身上似乎有些小秘密，本尊会让你知道，本尊要比那个矮冬瓜好100倍。是吗？那我要拭目以待了。虽然我不怎么待见你，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白色不怎么适合你。你不喜欢？没必要为了别人勉强自己。为了你可以，你若是不喜欢，回去我就换上黑衣。对了，这4年你是怎么过的？与你无关。龙思觉，有人来找我了。没事的话，你先回去吧。也好，你照顾好这2个孩子，本尊再来找你。林主，什么事？你怎么样子有些怪怪的？到底什么事情？快说，不说就滚。是这样的，岳清欢回来了。是吗？回来了，那正好。南离皇这几日正好出关，已经放出请帖，要宴请所有世家子弟前去宫宴。主子，你应该也被邀请了。哦，我还从来没去过南离皇宫，趁此机会去看看。很明显啊，宫宴会是一场腥风血雨呀。出息，就这点小事就能把你怕成这样？还有其他什么事吗？没有了，属下只是过来跟您说说这件事儿。我知道了。娘亲，见鬼了，怎么会有2个小少爷？你先回去吧。对了，这里还有一个驯兽符，你可以拿回圣丹堂。这竟然是可以驯服6品灵兽的咒符，主子，这是你自己画的？要不你画个给我瞧瞧？发财了，发财了，又要发财了！这个咒符肯定能卖不少银子呢。去把拿到驯兽符的消息告诉岳家，岳家会给你送银子的。还是主子你老谋深算。怎么说话的？不，主子，你是冰雪聪明，您是最冰雪聪明了。主子，你打算卖多少银子？随你，照旧，你拿1成的提成。娘亲，爹爹已经走了吗？他走了，把你先放在我这里，让你和小叶待在一起。那娘亲，刚刚爹爹说你马上要给我们生妹妹了，是真的吗？别听他胡说。是啊，娘亲，我也好希望妹妹赶紧出来，我就会是哥哥了。娘亲，你要加油哦，赶紧肚子大起来。谁能告诉我，这2个儿子到底小脑瓜子里装着什么呀？对了，娘亲，岳清欢回来了。我知道。怎么，你已经见过他了？当然，娘亲，我可是把他好好的坑了一顿。有我和小莫在，以后岳清欢一定会很惨很惨。果然，岳清欢跟龙思觉绝对有关系。看看，这才刚回来，岳清欢就等不及去找龙思觉了。如何？恢复的不错，比我想象之中的要好。真的吗？多谢月姑娘。岳清晨，你真的好厉害，你不考虑一下做我的嫂嫂吗？宝儿，不可胡说八道。可是我真的好喜欢他嘛。小野梨，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让岳清晨当我的嫂嫂，我就不认你当哥哥了。宝儿，以后不得随意乱开玩笑，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月姑娘到底是女子，你这样会让月姑娘为难的。好吧，我知道了，月姑娘，我不是有意要让你为难的。无妨，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你的身体已经快痊愈了，我也觉得跟你投缘的很，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游玩。好，我这么多年还都没有出过府门呢，总算我也可以活得跟常人无异了。对了，哥哥，我记得你马上要参加皇上的宫宴，到时候我也要一起去。岳清晨，谢谢你。不客气，你也给了我煞血草了。对了，上次我派人去你府上，给你送了2项奇珍异宝，你莫不是不喜欢？什么礼物？我不知道。你没收到？看来是被人代收了。你是何人？摄政王，奴婢奉小姐之命，替他来谢谢您的礼物。小姐嘱托奴婢将这个交给殿下您。摄政王，看来有人要给您送礼，好像是要交换定情信物的样子啊。你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竟然吞了我哥的贺礼，还将这个玩意儿来送给我哥，你这不是玷污我哥的清白吗？你可千万不要信了这个婢女的话，哥哥可从来没有想过给别的女人送什么礼物，哥哥那些礼物是送给你的，我哥哥至今还是黄花大闺男呢，绝对跟别的女人没有半点关系。明明前几日还只是一个柔弱的跟花儿一样的小姑娘，今个变得这么虎了。原来是你家小姐吞了本王的礼物。你家小姐是何人？回禀摄政王，我家小姐是岳家二小姐岳清欢。本王记得岳清欢4年前就去了龙都，怎么如今都这么久了还这么不懂规矩？回去告诉你家小姐，把本王的贺礼都还回来，本王的东西不是谁都能碰的。哥哥，还回来干什么？直接让他还给岳清晨就是了嘛。被别人碰了的东西就配不上岳姑娘了。有道理，还不赶紧去？摄政王饶命啊！也罢，我跟你一同回去吧。到
大小姐，哥哥的礼物本来就是送给清晨姐姐的，没有想到竟然被你家小姐给冒领了去，还是从龙都回来的呢，一点见识都没有。还不快走！本王与你们一同前去。本王倒是要看看什么样的人这么大胆，竟敢吞了本王的东西。岳兄，没想到啊，你竟然教育出了这样一个好女儿。令公子也很优秀，令公子已经是罕见的丹师了。哎，哪里？他与清欢姑娘年岁相仿，却根本比不上清欢姑娘半分呀。柳儿啊，你也要向月姑娘多学学。知道了，知道了。月姑娘，我听说你4年之前是突然被纳入龙都的，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会被龙都看上呢？我也不知道，小女子明明天资一般，却还是被龙都给看上了。我也觉得受宠若惊。不过我相信，当日若是换作是别的人被纳入龙都，一定会比我更好。月姑娘谦虚了，能被龙都纳入就已经是你的本事了。只有像龙姑娘你这么惊才绝艳的人才有资格。拓跋公子谬赞了。我这个女儿啊，实在是我的骄傲。你们可知道，就连那摄政王都对我女儿青睐有加呀。前几日还特地送来了2箱宝物给欢儿，那2箱子里的东西都是奇珍异宝，有价无市的宝贝啊。什么宝贝啊？能给我们看看吗？柳儿，你今日怎么如此失礼？当然可以。来人啊，去我房间将摄政王送给我的礼物抬过来。摄政王果然对月姑娘不同啊，实在是让我等羡慕。哪里，我与摄政王只是朋友而已。什么？摄政王亲自来了？参见摄政王。岳清欢见过摄政王。你就是岳清欢？臣女正是。岳清欢的眼中眼下只有摄政王，不着痕迹的抛了一个媚眼。岳清欢，看来你耳朵不好使，脑子不好使，如今眼睛也不好使了吗？你这双眼睛是抽风了吗？这个摄政王说起话来也实在是毒得很。摄政王，臣女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哼，本王送给别人2箱礼物，你竟然私自吞了，你说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耳朵也不好使？天哪，原来月姑娘是收起了别人的礼物，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苏柳儿，你胡说什么？难道不是吗？摄政王，是我做的不对，惹您生气了，还请您见谅。是我刚从龙都回来，不太清楚现在这里的人情世故，所以在龙都4年，回来后还这般不懂事，可实在是让本王大开眼界。果然，本王当初选择不去青云城，不去龙都是正确的。这青云城和龙都看起来也不过如此，竟是培养了蠢货。总算是知道为什么摄政王萧夜离这么多年都是单身的，是凭实力单身啊。您怎么可以如此羞辱我？你既然不想将那2箱东西送给我，当初又何必派人将东西送到我府上？我知道您实力卓绝，我岳清欢也不是这样任人欺凌的。去把那2箱东西拿出来，还给摄政王。不是本王羞辱你，而是你自取其辱。这2箱东西本就不是送给你的。你口口声声说要送给岳家姑娘，不是我还有谁？岳清晨，本王没想到竟然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明明本王是送给你的礼物，竟然被有心人冒认了。这2箱礼物已经变成一堆垃圾了，不值钱了。回头本王再派人挑选些好的东西给你。无妨，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不在乎这些。岳清晨，原来是你。是我，岳清欢，你很意外？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到你，我当然意外啊。当年你发生了那件丑事后，爹爹就已经将你赶出去，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在外头了。我当然与你不同，你4年前可不知是凭什么手段才进入龙都的，不如你告诉大伙儿，你当初到底怎么进入龙都的呢？摄政王，原来那2箱东西你竟是送给岳清晨的，你可知道曾经的岳清晨到底有多糟？且不说从前岳清晨是被人陷害，是无辜的，即便真发生了什么，那也只是他的过往，本王有何可在乎？这个萧夜离不愧是百姓们口中的风云人物，格局果真不一样。本王送给岳清晨的东西，你也配戴在手上？而后狠狠地将那血玉镯子摔在了地上。您这是在做什么？可惜了，岳清晨，本来是想将这些东西都送给你的，没想到竟然被别人给冒认了。那个血玉镯子倒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就这么被摔碎了，不可惜吗？东西是好东西，可惜啊，被别人碰了，我嫌它脏了，不要也罢。其实这么丢掉实在是可惜，倒不如赏赐给别人，也不失为一件美事。你说的对，这个镯子倒不如赏赐给离王府内烧柴的下人，毕竟他在厨房就算脏了，应该也不会嫌弃。
岳清晨，你可别太过分。当年我就听闻你总是喜欢欺负清欢，如今一见，果真如此。摄政王，您可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给欺骗了。岳清晨早已在南离国声名狼藉。刘峰，不得胡说。摄政王，刘峰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摄政王，清欢是从龙都归来的，难道在您眼中，清欢还比不上岳清晨吗？这话若是传出去了，龙都之人会怎么想摄政王您？哪里来的狗，竟在本王跟前乱叫，给本王滚！摄政王，外头都传您公道无私，您怎么可以这样？谁说本王公道无私了？本王还真不是这样。你不是说本王偏袒岳清晨？没错，本王就是偏袒。怎么了？你有什么意见吗？还有，本王提醒了，别在本王面前乱叫，偏不听。你给本王滚吧！刘峰，闭嘴！摄政王，刘峰不是故意的，我代他向您道歉。蠢货，拓跋公子，是我连累了你。摄政王如今已经对我有成见了，你犯不着为了我这般。拓跋刘峰还要说话，拓跋雄就已经一掌敲打在了拓跋刘峰的脑袋上，将拓跋刘峰直接敲晕了过去，而后生生的给拽走。老爹还在看什么？我们也走吧，难道要继续看戏啊？岳家主啊，既然你们这边还有别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加叨扰，我们就先走。好，苏兄，此番招待不周，下一次我一定好好的招待。摄政王，我们以为那2箱礼物是送给清欢的，所以被我收下来，是我的错，与清欢无关，还望摄政王您见谅。是吗？你也承认你擅自收了本王的礼物？原本这2箱东西是送给岳清晨的，可是现在既然经过了你们的手，就已经被你们给弄脏了，就配不上岳清晨，这可如何是好？这个摄政王还想要做什么？他还真是玩上瘾。那摄政王您说，该如何是好？我都听您的。这2箱东西啊，都是无价之宝，本王之前就算过了，若是折算成银子，大概有1000万两。所以呢，既然这2箱东西被你们给弄脏了，那本王是断不能要的。这样吧，这2箱东西你们买下来吧，如何？摄政王，您这是蓄意坑我们吗？岳姑娘的意思是本王按着你们的头皮，让你们非接受了这2箱东西呢？本王倒是忘记了，那里还有一个镯子，那镯子可以也是宝物。好，答应你。爹，明明只是一个摄政王罢了，即使他真的权势滔天，可是我也是从龙都归来的呀，又何须这般忌惮？摄政王，我会如您所言，赔偿给您银子。这件事儿您看能不能翻篇了呀？行吧，看在岳家主你这么有诚意要购买本王的2箱东西的份上，本王暂且就答应你。有诚意？我呸！明明是逼迫的。岳清晨，既然那2箱东西本就是送给你的，那1000万两银子回头你也收着吧。你放心，如果他们敢不给你，你到时候再来找本王，本王定然会为你做主。若是他们敢不将银子给你，本王就会率领大军踏平了这整个岳家，来给你补偿。率领大军踏平岳家？好，萧月离这个朋友我认定了。谁要是敢让他不快，我就要让对方更加不快。岳清晨，本王要走了，你要随本王一道离开吗？不用，我就在这里等着收银子。也好，后天就是宫宴，到时候见。那没什么事情的话，本王就先走了。1000万两啊！即便是散尽家财，也凑不到这1000万两。4年不见了，没想到我们的身份竟已是云泥之别。银子，4年之前你就是个废物。你虽然现在是有了点实力，还有了一个灵兽，你还是比不上我。银子，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你在跟我说话，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野狗在这里随便乱吠呢。岳清晨，你受死吧！是可忍，猫不可忍啊！呸，是可忍，我白虎大也不可忍。我说你为何如此嚣张？原来不过是拥有了一个圣兽罢了。靠着这只圣兽，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你应该还没跟这只圣兽契约吧？咦，这岳清欢为何如此肤浅？明明我是只神兽，他竟然看不出来。明明主人早就已经与我契约，他还是看不出来。哪怕去了龙都，土狗永远都是土狗，永远改不了其本质。所幸他也不否认。那又如何？只是靠着一只没有契约的圣兽，就敢在此为所欲为。小猫，以后你跟着我如何？这要明目张胆的抢吗？你是要跟我抢吗？你不过只是一个南离国的废物，这圣兽跟着你简直是糟蹋了。我乃龙都之人，还是一个6品丹师，你若能跟着我，每天你都有数不清的丹药可以吃的。我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之中品阶提升不止1个档次。呸，老子是神兽，瞎了狗眼了。6品丹药算什么？老子日常的零食都是7品丹药、8品丹药，区6品，老子塞牙缝都嫌难吃。那小猫，你的意思呢？
该死的女人，竟然敢打我白虎大爷的主意，就要给她点教训。看来我家的猫不怎么喜欢你，你再怎么诱人的条件都不行了。一定是你对这只猫说了什么，所以这只猫才会这么对我。你给我等着！我的银子呢？若是不给，我只有去找摄政王了。岳清晨啊，1000万两不是个小数目。这样给我3天的时间准备一下如何？若是3天之后没有呢？这样吧，3天之后，若是你不将这银子交到我的手上，你把岳家主的位置让给我，如何？你说什么？你不答应吗？那就算了。那3天之后，你若是不给我，我就让摄政王踏平你的岳家。岳战也突然想到了后天的宴会，岳清欢要岳清晨万劫不复。一个死人怎么可能去收银子？怎么可能去接管岳家？好，我答应你。你发誓3天之后，要么给我银子，要么把岳家让给我。好，我发誓。誓言生效。记得你所说的，3日后我等着你。后天皇上宴请所有的人，你应该会去的吧？会去。那你这2日不留下，你现在住在哪里？这你就别管了，还是先管好自己吧。这个臭丫头，再让她蹦的最后2日，岳清晨当真是太过分了。后天就是宴会，你这脸如今变成这般，如何是好啊？放心吧，爹爹，这点小伤奈何不了我，不到2个时辰，脸上的伤口就会好了。当真？那是当然了，我岳清欢永远都是人中之凤。好好好。对了，欢儿，此番你从龙都归来，可有给圣上带点礼物？那是当然，这次我带来了一个驯兽符送给皇上。欢儿可实在是厉害，非但是丹师，竟然还是驯兽师。我的欢儿果真让我骄傲啊！我这就放出风去，说清欢，你已经是天下1等1的驯兽师，定然羡慕死其余众人。岳清欢太享受这种被人追捧的荣耀，即便是到最后，他还是默认了这一切。小叶弟弟，你去哪里？咱们去干一票大的，如何？岳清欢回来了。哦，我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几次3番的想要接近爹爹，如果不是爷爷对那个女人另眼相看，爹爹早就一巴掌拍死那个女人了。爷爷？看来那个爷爷也不是什么好鸟，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竟然会欣赏岳清欢这样歹毒的女人？我也不喜欢那个爷爷。小叶弟弟，你是要去对付岳清欢吗？对，敢不敢？好，我跟你一起去。如果岳清欢要欺负我们娘亲的话，那实在是该罚。我们的娘亲，我们来守护。怕什么？我已经给他用了药了，再怎么大的动静，他暂时都醒不过来，他只会睡得跟猪一样沉。好样的，小叶弟弟。那我们快动手吧。我们该怎么做？真笨，当然是让他怎么惨怎么来啊。小叶弟弟，你该不会现在就想杀了他吧？这样让他死就不好玩了。哇，小叶弟弟竟然在给岳清欢剃光头。你看那像什么东西啊？哇，好大一颗卤蛋呐！看看我的作品多么完美啊！我觉得好像还少了一点什么。你有那种洗不掉的药水吗？当然有了。平时看着你倒是一本正经的样子，没想到你骨子里竟然坏得很啊！谁让他以前竟然敢欺负我娘亲的？小叶弟弟，这个药水多久会被弄掉？要是短时间内就会被洗掉的话，那我再加深一点。放心吧，没个4-5天，这药水是洗不掉的。那就好，事情都结束了，那我们就走吧。这大晚上的，你们又出去切磋了？嘿嘿，娘亲，马上你就知道了。娘亲身上好暖好软啊，外面有点冷，我都快冻死了。娘亲，我也要。你们2个小家伙身上都这么冷，现在虽然是春天，料峭春寒，晚上还会冷的，不可以晚上出去了，知道吗？怎么回事，欢儿？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明天我还要去参加皇上的宫宴，我可是宫宴的主角啊！是谁？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这么做？二小姐，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吃的？半夜家里进了人，你们都不知道吗？算了，欢儿，稍安勿躁。娘，一定是岳清晨做的。岳清晨嫉妒我从龙都回来，嫉妒我得了龙主和老龙主的青睐，一定是他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没事，欢儿，你别着急。岳清晨怪会是这些阴谋诡计，你只要知道你能把他踩在脚下，这就够了。是，我一定能够把岳清晨踩在脚下。那明日的宫宴，无妨，娘会给你想办法的。总算又要突破了，上次突破还是3个月的时候，越是到后面晋级就越难了。主人是在开玩笑吗？
，9成9的人穷其一生都达不到军阶。可主人，你在短短4年的时间，就已经从一个一无是处的废柴，成了顶尖的军阶高手啊！这2个孩子的性情倒真是不同，我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是啊，2个小主人其实真的不一样。白虎大爷第一眼就发现了。你早就发现了？你还跟他们一起骗我？小猫啊，你既然跟这2个小家伙一起骗我，是没有东西可以约束你了是吧？我得加紧给你找个母猫了。不要，主人，你不可以这么凶残。嘘，娘亲来了，先别说了，不能让娘亲知道我们昨天晚上去剃光了岳清欢的头发，还给他脸上画王八。儿子，你们可真是有才。怎么样，最近相处的还不错？明天我要去皇宫参加宴会，你们2个就留在这里，不许出去捣蛋，知道吗？我们可以去吗？我还没去过皇宫。不可以，皇宫不比其他，皇宫之中高手如云，不像之前的太子府那样，如果被困住了就不太好脱身。我知道，就跟我们龙殿一样。是的，所以你们留在这里，乖乖的先听莫姨的话。好像是爹爹来了。爹爹，爹爹，你是来找娘亲的吗？没错。是吗？哎呀，那龙千墨，我们先出去，不要打扰爹爹和娘亲。为什么？因为爹爹和娘亲要给我们生小妹妹啊。儿子，不带这么坑娘的呀。你别过来，站在那里，不许靠近一步。你今天来做什么？放心，不是跟你来抢儿子的，来抢你们娘仨的。说人话。我听闻你明日要去赴宴。不错。明天穿这件去，等岳清晨穿上白色的，我再穿上黑色的那件，2人走在一起，完美。不必了，我不需要。不行，你就穿这件。这个男人实在是霸道的可怕，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自己有。你若是不穿，本尊会马上给小叶小莫添个妹妹。狗男人又在威胁我。龙思觉咽了一口口水，这么多年来，他龙思觉从来不近女色，可是每次靠近岳清晨的时候，总会心下生出异样。怎么办？我又想亲你了。好了，我穿就是了。当真？当然，我说到的就做到，何况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我至于要骗你吗？好险！追女人不能逼得太紧，否则会适得其反。那好，岳清晨，我就先走了。所以，狗男人今天只是来给我送衣服，今日的你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没必要模仿别人。好，出来吧。爹爹，爹爹，我什么时候能有小妹妹啊？快了，好好在这听话，不要耽搁修炼，知道吗？还在做什么？还不去修炼？娘亲，你从来不胁迫我修炼的。你说我天赋很高，小孩子应该要解放天性。龙千墨点头表示附议，在娘亲这里可开心了，不会像爹爹那样天天逼着我修炼，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改变主意了，从此我要好好督促你们，好好修炼。妹妹，从今天起不好好修炼，不许出门。你没有这个闲工夫去捣蛋，就是因为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太少了。欢儿，时辰差不多了，很多人都已经出发了，我们也该去了。可是我这脸……没事，我不是已经给你准备了面纱和斗笠吗？也只能这样了。其实这样也没事，只要不露出真颜就没事了。我知道了，我还不想让那些凡夫俗子看见我的真颜呢。今日这般穿戴肯定会给人留下神秘感。娘，不管怎么样，今日我一定会是全场的焦点，对不对？那是当然，我的女儿是人中之凤。今日这场宴会本就是皇上为你而办，放心吧，你是所有的人都可望不可及的存在。那是当然，小小的一个南离国而已，哪有我看得上眼的人？婉儿，这话以后不可说，若是让外人听到，影响不好。有何可怕？这整个南离国，我只将皇帝跟摄政王当回事，其余的人和家族，在我的眼中什么都算不上。我可是高高在上的龙都归来的。娘，还不走吗？我的女就是这般优秀。哇，今天的娘亲好漂亮啊！臭小子，娘亲以前不漂亮吗？好看，娘亲最好看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过去玩？不可以。那我赶紧去修炼，回来我要检查你。你说说，你都停留在王阶多久了？再不修炼，你还怎么赶得上小莫？我要去修炼，不能一直落在龙千墨的后头。今日可是我岳家的荣耀啊！今日之后，我岳家的地位定在南离国再度被稳固住，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奈何得了我岳家的了。婉儿，你说是不是？是的，父亲，我可是从龙都归来，父亲难道不想谋求更高的吗？你的意思是，婉儿说的不错，以婉儿现在这般实力与地位，做什么不成？美人师傅，您可算是来了，走，你跟我坐在一起。夫人，他就是岳清晨。正是，当初是岳姑娘治好了你。岳姑娘，
久仰大名，快过来坐。云家主如今身子恢复的不错，哈哈哈，还得感谢月姑娘啊。看到云照眉心之处的那道暗光，岳清晨在用金凤的力量进行占卜。等轻轻的占卜之后，云家主，虽然现在说这话不太妥当，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3日之后你们最好不要待在家里，恐有血光之灾。真的吗？那美人师傅，我们该怎么做？3日之后你们举家离开，不要待在家中就好。姐姐，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岳家的人，怎可做到云家那里？莫非是姐姐你如今对我和父亲有意见，竟然不愿意与我们同席？你快来吧，我给你留了一个位置呢。好，我无所谓。皇上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哈哈哈哈！各位无需多礼，快请起，快请起。在目光落在岳清晨的身上时，南离皇略一思忖，下意识的就将他当成了岳清欢。毕竟只有从龙都归来的岳清欢，才会有这般绝色风华的气息了。想来这就是岳清欢吧？4年之前你去了龙都，没想到如今回来了，都长这么大了，朕险些都没有认出你来。龙都果真不一样，岳姑娘如今满身的气度与风华，当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怎么回事？南离皇竟然将岳清晨当做了我。岳清欢，你身侧这位戴着斗笠的是你的侍女吗？怎么来参加个宴会，竟然还戴着面纱戴着斗笠？若是身体不适，其实可以不用来的。怎么了？难道不是吗？皇上，那可不是侍女呀。哦，不是侍女。岳家主啊，方才是朕认错了人，竟然将你女儿当做了侍女。若是没错的话，这位戴着斗笠的女子是岳清晨吧？你好端端的为何带着面纱与斗笠前来啊？你可知这是对朕的大不敬？早就听闻岳清晨性情粗鄙，不识大体，如今一看，果真如此。如此重要的场合，竟敢这般对朕大不敬！来人啊，把这个目无君上的女子给我拖出去！朕要让她知道什么是规矩，什么是体统。回禀皇上，臣女乃岳清欢。岳清欢，她是岳清欢。那个满身风华的女子是谁？我才是岳清晨。皇上方才说让你们将她拖下去，你们还在等着什么？姐姐，我知道你一直嫉妒于我，可是在圣上跟前，你怎么可以这么肆意妄为？方才皇上说你目无君上，大逆不道，怎么又变成我肆意妄为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所以皇上的意思是，如果今日是我戴着面纱和斗笠，我就活该被丢出去，而岳清欢就没事了。皇上，您可不能这么双标啊！如今岳清欢是龙都而来的贵客，实力又已在王阶，又岂是你能比得上的？岳清晨，朕劝你还是要识相点。皇上，是这样的，并非是清欢蓄意要戴着面纱与斗笠，实乃他如今身在龙都，得了龙都龙主的青睐，不想让其余的男子随意看见他的容貌。皇上，清欢十分感谢皇上如此替臣女着想，竟替臣女设下如此宴席。这是一枚驯兽符，其效用不低，可用来驯服所有品阶的灵兽，是臣女的一片心意。可是你自己炼制的，只要皇上您喜欢就好。岳清欢一句话等于是默认了。之前就听说了岳清欢已经是驯兽师，现在看来果然不假。这岳清欢果真是厉害呀！不过小小年纪，非但是6品丹师，更是驯兽师。皇上，臣妾倒也是得了一只小灵兽，那只是一只2品灵兽，不知道能不能劳烦岳姑娘帮我驯化。怎么可能？我根本不是什么驯兽师啊！怎么，岳姑娘是不愿意吗？皇后娘娘，不是臣女不乐意，臣女最近身子不太舒服。这样吧，改日臣女再来给皇后娘娘您驯化那只灵兽，如何？看来我得再去圣丹堂多买几个驯兽符了。岳姐姐，我看不是你身子抱恙，而是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驯兽师吧？云姑娘，这世间驯兽师是很少，但是清欢的确就是。欢儿啊，你就答应皇后娘娘稍微辛苦点，给娘娘将那只灵兽驯服了便是。我在圣丹堂一共买下了2枚驯兽符，但是现在看来手中的符是留不住了。好，我答应便是。岳姑娘，你也看到了，这只2品灵狐性子太野，本宫已经与他周旋了半个月，他都不肯与本宫契约。岳姑娘，你应当能够驯服他吧？放心吧，皇上，清欢是驯兽师，没有他做不到的。欢儿啊，快去。
好，皇后娘娘，您过来吧，可以与他契约了。哈哈哈哈！月姑娘当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月姑娘已经好了吗？是的，娘娘，您只要将一滴血滴上去，便完成契约了。岳清晨容颜上透着死神一般的杀戮，随后他指尖悄然一动。就在所有的人都以为一切都已经万无一失的时候，原本看着好像被驯化的小狐狸破笼而出，皇后娘娘吓得大惊失色，匆匆往后退去。岳清欢，你不可以伤害这只狐狸，你说过的，你会替本宫与这只灵狐契约。那符咒为何竟然失效了？岳清欢不是说是驯兽师吗？看来根本就不是啊！如果是驯兽师，怎么会区区一个2品灵兽都驯服不了？这岳清欢是个骗子吧？皇上、皇后，这只灵狐的确是2品灵兽不假，可是它早已发狂，得了失心疯，根本驯化不了，只有将它击杀了。那月姑娘，您快出手吧，可千万不能让这狐狸伤了皇上皇后。岳清欢，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驯兽吗？驯服不了就杀了，我倒是见识了。岳清晨，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岳清晨，这是一只发了狂的灵兽，说是留下了，只会伤及无辜。可怜的小狐狸叫喊了一声，他的眼神充满了无助。岳清欢恨不得现在就杀了这只狐狸，来掩藏自己不是驯兽师的事实。皇上、皇后，你们看到了吗？这只小狐狸当真是发了疯了，还请皇上、皇后准许臣女处理了这只狐狸。当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错。罢了，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处置掉它吧。岳清晨，你到底要做什么？你是想要帮助这只发了疯的狐狸在这里为非作歹吗？岳清晨，我知道你对太子有意见，对皇室有意见，可是今日是皇宫盛宴，这么多人都在此，你怎敢如此胡来？怎可拿这么多人的性命开玩笑？皇上，这只小狐狸没有发疯，它是一只正常的2品灵兽。若非没有发疯，为何月姑娘无法契约？那这就得问岳清欢自己了，说不定真的是驯服不了就杀了。一派胡言！我可是从龙都归来的，你怎可如此羞辱于我？龙都归来的很厉害吗？龙都归来的就可以骗人吗？你口口声声说我不会驯兽，说这只狐狸不是发了疯，好像你自己可以驯服它似的。岳清晨，你说你是驯兽师？不错。你在说笑吗？你真是为了博眼球，不惜一切呀！岳清晨，这里不是你来捣乱的地方。你还不赶紧让开！我要制服这只发了疯的灵兽了！你要是再不让开，我连你一块儿收拾！下一刻，小狐狸已经是一声低吼，再度朝着岳清欢扑了过去。竟然想要杀了我，简直是该死！岳清欢的身体刹那之间几乎完全无法动弹。怎么回事？岳清欢怎么会没有头发？难道他去了龙都4年是当尼姑的吗？天哪，实在是太丑了！我就说啊，岳清欢是个丑八怪，你们还不信我？哼，畜生！我要杀了你！岳清欢，你还不肯承认你根本不是驯兽师吗？你究竟要做什么？没什么，只是看不惯有些人在这里吹得天花乱坠，甚至于还想伤及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岳清晨，本宫这只灵狐没有发疯，当真。是的，皇后娘娘。那你说你能驯服它，可当真？臣女可以一试。哼，岳清晨，连我都没法驯服，我就不信你能够驯化它。若是我可以呢？哼，你若是能够驯服这只发了疯的灵兽，我可以给你1枚6品丹药。我不要。这样吧，我若是可以驯服这只灵兽，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岳清欢比不上我，如何？好，我答应你。但是岳清晨，若是你无法驯服这只小狐狸，那你就是欺君之罪。你愿意归顺于皇后娘娘吗？放心，皇后娘娘以后肯定会给你很多好吃的，也不会虐待你。你愿意与她契约吗？皇后娘娘，臣女方才所言的，你可都能做到？皇后一愣，继而点头。您过来吧，已经可以了。就这么3言2语之下就驯服了这只灵兽，你确定？放心吧。娘娘，不可啊！岳清晨这是要害你。这只狐狸的战斗力如何？方才你也见到了。趴下。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强大了。跟皇后娘娘点头，表示你愿意跟她契约。小狐狸深深地吸了吸气，最后还是很乖巧的点头。她已经被驯服了，已经答应跟您契约了。皇后娘娘伸手与这只灵兽彻底的达成了契约。没想到岳清晨竟然当真是驯兽师。哎呀，仅仅是3言2语就将一只灵兽驯服了，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我家美人师傅是最厉害的，那个岳清欢竟然敢
敢质疑我美人师傅，现在脸疼了吧？月清欢人呢？月清晨，你是故意让你的猫儿来对付我的，是不是？月清欢，我将那只2品狐狸驯服了，你输了。说吧，向所有的人宣告你不如我。月清晨，你好大的胆子！我可是从龙都来的，今日你这般待我，若是让龙主与老龙主知道了，定不饶你！狗男人，果然跟月清欢有关系。哎呀，对不住皇兄，我来晚了。宝儿嚷着要来皇宫，可是在外头又被外面的世界给迷住了，非要停留。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来了这么大一只大王八？摄政王太厉害了，形容的十分准确，那里的确有一只大王八呀。面纱不见了，头笠也不见了。月清欢，说吧，告知所有人你不如我。月清晨，一定是你手中的这只圣兽帮了你，否则你怎么可能3言2语就让这只狐狸归顺？愿赌服输，说吧。休想！我来自龙都，我是尊贵的龙都之人，怎会跟你这样一个低贱的南离国人说那种话？什么低贱的南离国人？不是月清欢，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看不起他们所有人吗？月清晨，你放肆！我可是未来的龙主夫人，让这只畜生停下，快让他停下！龙主夫人，小猫，打他，打得他肯认错为止。我可是未来的龙主夫人呐！月清晨，你完了！你说未来的龙主夫人，你指的是谁？狗男人这么说，并非是为了月清欢而来。龙主将我拍飞了，龙主，我是月清欢啊！原来是你，是那个在龙都待了4年的月清欢吗？你怎么变成了这个不人不鬼的样子？本尊还真一时没认出来。你既是月清欢，就应该懂本尊的规矩，知道本尊的规矩，挡了本尊的视线，更该打。尊上，不知您今日是为了谁而来？自然是为了本尊未来的媳妇。月清晨，我就说你穿这身衣服肯定特别好看，如何？你看本尊身上这衣服可还不错。原来你定制了2件一样的，狗男人可真是好心机。自然，本尊要与你穿同一款式，这样站在一起才能彰显身份。龙思觉，你今日来这里做什么？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直呼龙主名字！大胆！本尊与清晨在说话，你竟再三的打断，你算个什么东西？可是尊上，月清晨他如此对您不敬，他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本尊就喜欢清晨这样直呼本尊的名字，这是本尊与清晨之间的小情趣。月清欢，你似乎对本尊跟清晨之间的事情意见大得很啊！所以我家美人师傅这是跟龙思觉凑成了一对儿了。天哪，美人师傅不愧是美人师傅，找相公都只找最顶尖的。龙思觉啊，只怕是我穷其一生都不可能达到他的高度。哥哥，没事的。只要月清晨好就够了。而这个风华绝代的女子也足以配得上龙思觉，也只有龙思觉配得上她。哎呀，清晨啊，你怎么没跟爹爹说起？你与龙都尊上早已相识啊！我为何要告知你？再说了，我与他并不算熟。不熟？月清晨，你敢说我们不熟？哪里熟了？我们才刚见面而已，怎么就熟了呢？月清晨说的没错，我们才刚见面，怎么就熟了呢？哪怕4年之前，月清晨给我生了2个孩子，5年之前有那旖旎的一夜，那混乱的一晚，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一定会护好他们娘仨，一定不会再让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尊上，原来您既然喜欢月清晨，可是尊上你知道吗？5年之前，月清晨被发现与人苟且，失去了贞洁，甚至或许她还怀过一个孩子。该死的萧天蓝，现在说这些做什么？万一尊上并不知晓，当年那个女人就是月清晨呢？那萧天蓝这么说，岂不是在提醒了尊上？你说什么？尊上是不是以为我在骗你？我怎敢骗尊上您？不信的话，您可以问问在场所有的人，是不是月清晨5年前跟一个野男人苟合，还曾经怀过一个野种？尊上有所不知，当初月清晨还是与我有过婚约，不过我可是南离国的太子殿下，又岂会要这样一个不洁的女人？连我都嫌弃的女人，尊上您可千万不要被她给蒙骗了呀！尊上不可，尊上是天蓝无知，说错了话，侮辱了月姑娘，还请尊上放她一马呀！哼，月清晨，她交给你来处置，随意你如何处置，本尊保证没有一个人敢多废话一句。是吗？可是这可是我们南离国的太子殿下呢。自然，本尊看谁敢多说一句话。南离皇，你这儿子3番5次的侮辱月清晨，这月清晨又是本尊未来的夫人，你说若是本尊让月清晨处置你这儿子，你应该不会有多余的废话吧？自然是没有意见的。月清晨听到了吗？
既然太子殿下嘴巴这么不干净，不如就割去了他的舌头吧。好，你想要怎么做，那我就帮你。龙主，您现在也惩罚了，这件事儿不如就翻篇了吧。天蓝不是故意要为难您，为难月姑娘的。事情翻不翻篇，不是本尊能决定得了，如何？还可以，算是给他的惩罚了。这件事就翻篇了，我不会要他的性命。我可记得太子殿下马上就要跟我的好妹妹成婚了呢。往后你想做什么就对我说，我都为你做到，我可以做你的双手。龙思觉，你这是什么意思？之前岳清欢可是说她是未来的龙主夫人，你现在意欲何为？尊上，方才是我一时糊涂啊，我不知道，原来你与姐姐早已两情相悦。岳清晨，你听到了，本尊与他没有半分关系。是吗？没有半分关系，你还让他进入龙都？那是因为当年他将小莫送到我的身边，你若是不喜欢，我现在就将他从龙都除名。所以你现在终于承认，当年你跟岳清欢勾结了起来，抢走了我的一个孩子吗？我没有，我不知道你的存在，不知道小叶的存在。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说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瞒不住了，再也瞒不住了。我也不知道，尊上，当初我看到姐姐好像没了气息，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我才将她身边的孩子抱过去给您。这些您不是一直都知道的吗？是吗？那你如何知道那孩子是龙思觉的？果然，岳清欢早就与龙思觉勾结在一起了。龙思觉，你可以走了，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岳清欢，本尊要听实话。我可是有老龙主这个靠山呐。尊上，您不能这么对我。说，尊上，您这么对我，老龙主会生气的。还不说吗？我说，岳清欢只能托岳芳菲出来挡刀了。我说，当年是岳芳菲，她将姐姐害成了那样。我当时以为姐姐已经死了，我看到那个孩子睁开眼睛，眼眸是金色的，恰逢龙主您在南离国寻找一个女人，所以我就猜测这个孩子或许跟龙主您有关系，我才将孩子抱过去给您的。清晨，你可听到了？除此之外还有呢？你们还对岳清晨做过什么？没有了。那是谁剖开了清晨的肚子？不是我，是岳芳菲，都是岳芳菲做的。我没有，当年岳芳菲划开了岳清晨的肚子，真的不是我。我就知道岳清欢在说谎了。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对岳清晨下如此毒手！尊上，求你放了我，我不是故意的。要是早知道姐姐当年的那个男人是尊上您，我肯定早就告诉尊上了。实在是当年不知道姐姐身边的男人到底是哪一个啊？是他吗？剖开过你的肚子？岳清欢，你既然当初对岳清晨做出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就接受你该有的惩罚吧。不要，尊上，你要做什么？当年你们剖开了他的肚子，现在你也该被剖开肚子了。让我来吧。好。岳清欢，这一幕我已经等得太久了。岳清晨，你不能动我。那我偏要动呢。你看这把长剑眼熟吗？像不像4年前的那把？只可惜不是当年那把，不过剑虽然不是同一个，味道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吧。来，你也来尝一尝当初那种滋味吧。总算是毁了这张让人讨厌的脸啊。这正是4年之前岳芳菲与岳清欢在毁掉岳清晨的脸的时候对岳清晨说的。如今岳清晨如数归还，一字不差。当年你抛开我肚子，偷走一个孩子，让我跟孩子分离了4年，就是不知如今我抛开你的肚子能看到什么呢？姐姐，我错了，当年我是一时糊涂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忘记了吗？当年我们可是最好的姐妹啊，求你原谅我，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别乱认亲戚了，我不是你姐。岳清晨，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就是在嫉妒我，嫉妒我进入龙都，嫉妒我被老龙主看上。喂，龙思觉，他说我在嫉妒他进入龙都，你怎么看？本尊方才已经说了，岳清欢已经被龙都除名。至于清晨，你若是想要去龙都，随时可去。听到了吗？现在的你可什么都不是，你有什么可让我嫉妒的呢？老龙主曾经给过他一个宝贝，只要岳清欢打碎那个宝贝，老龙主就能够瞬间投影而来。99，岳清欢终于找到了那一枚玉盘，在岳清晨正要出手划开它的时候，满身鲜血的岳清欢用他剩下那一只手狠狠地将玉盘往地上砸了过去。
我终于可以不用死了。老龙主，你要救我！这什么鬼呀？是这玩意儿，是个人。你是岳清欢？老龙主，是我。老龙主，求您救救我，他们要杀了我！你怎么好端端的把自己折腾成这样的？哎呦，乍一看，我以为这里是屠宰场，还以为杀猪呢。哎呀，小子，你怎么也在这里呀？有事？什么事？哼，你都离开龙都好些天了，我以为你去干什么大事了啊！我以为你去寻宝了呢，结果你告诉我，你就来了这个小国。哎，那个穿白衣服的丫头，身上的衣服，跟我儿子有些相似啊，一模一样的款式，一模一样的质地，除了颜色不一样，除了一龙一凤。儿子，这丫头是谁呀？不许你动她，你若是敢动她一根毫毛，不管你是我的谁，都不会放过你。老龙主，就是那个白衣女子，她使计哄骗了尊上，还将我弄成这个样子，您不能放过那个歹毒的臭丫头啊！她实在是居心叵测啊！儿子，你找了女人也不跟我说啊！我还以为你这辈子都不再找女人了。你让着，让我看看这小妖精长什么样子。小妖精，老家伙，依旧是这般为老不尊。好啊，我家儿子终于知道拱别人家的大白菜呀！我甚是欣慰，甚是欣慰呀！大龙主，就是岳清晨，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了。以前每次岳清欢去给我解闷儿的时候，都十分懂事听话，人美嘴甜的，还勉强挺喜欢他的。现在发现实在是粗鄙难耐，一点都没有方才我一眼看到我儿子那个白菜不是，一点也没有我儿子护着的那个女人好。老龙主，你要为我做主啊！你要救救我啊！你闭嘴！没看到本尊正忙着呢吗？老龙主，好啊，我儿子的这颗大白菜好像还不错，不过，哪里来的小妖精啊，竟敢将我儿子骗得团团转！阁下，那位可是龙都的尊上，您觉得仅凭我一个女子有能力骗他吗？若真如此，那也只能说龙都尊上不过尔尔。哎呦，这小妖精是个性子野的呀！原来儿子喜欢这样子的，我得继续替儿子考验考验啊！不管怎么样，这小妖精总得过了我这一关再说，不然要是我儿子像我一样被人骗了，被人甩了，那这一辈子可就……哎呦呵，好大的口气呀！你这个小妖精，你说你跟我儿子在一起是不是别有所图？我图他什么？别说是我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即便是真的在一起了，我也没什么可图的。哎呦，好啊，小姑娘，你说的啊，你可别再跟别人一样随随便便就去了龙都。本尊今日话就放在这里了，你休想通过龙四诀走后门来龙都。不去就不去，你以为凭着我自己的力量去不了龙都吗？哎呀，这么大的口气啊！我看年纪轻轻的，也不过就18、19岁吧。大叔，听没听说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那好啊，我拭目以待，我就在龙都等着你，别等到你7老8十牙都掉光了才来龙都，到时候我就真瞧不起你了。大龙主，最好永远不要让他有进入龙都的机会，他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竟然如此欺骗尊上，最好杀了他，把他折磨得体无完肤，先扒了他的皮，再抽了他的筋。行了，岳清欢，你也闭嘴吧。哎呀，本来想着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竟然如此口出恶言，这么歹毒啊！我怎么可能折磨岳清晨呢？儿子好不容易才看上个女人呢，
我怎么可能给他搅黄了呢？可是老龙主，他们把我弄成了这样。是吗？是你弄的吗？啊，把他脸毁了。不错。哟，没想到竟然是个厉害的呀！嘿嘿，你这个勾了我儿子的小妖精，还真是挺勇敢的啊！岳清欢可是龙都过来的人，你还敢这么对付他？够狠，够毒，嘿，够劲儿。这是他应得的。行吧，我知道了，那随便你们处置吧。啊，你们的事情，我不过问。老龙主，您不可以这样。您以前说过，以后会答应我一个要求的，我现在就求您保住我的性命。哦，这样吗？本尊答应过吗？哎呀，本尊怎么不记得这么一回事儿了呀？没错，千真万确。看来呀，以后我得少喝点酒了。哎呀，每次喝醉了，总会做些冲动的事情。儿子呀，这小姑娘这次就不杀了她吧。有事好商量啊。毕竟答应过她一个要求，我不能失信于人呐。好，我可以不杀她，但是你也欠我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换一条命，如何？哎呀，这丫头果真不是个吃亏的主啊。也好，你说是什么条件？现在还不知，以后再说。也行。岳清欢，这次我就不杀你，若你下次再来招惹我，我必不饶你。好了，儿子，既然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撤了。记得早点回来啊，跟我那大孙子别在外面瞎晃悠了。还有你啊，小姑娘，记得你说的话，我等着你靠自己的本事来龙都。哈哈，看来这场宴会真是热闹的很啊。尊上，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吗？本尊知道你们对岳清晨从来都心存不善，但是岳清晨是本尊的女人，5年之前与岳清晨在一起的男人也是本尊。他日若是让本尊知晓，再有人敢欺他辱他，本尊便灭了他满门。岳清晨第一次觉得，或许这个男人是认真的。岳清晨，这4年是本尊糊涂了。我知道了。那是不是皇上，这场宴会差不多该结束了吧？是的，宴会到此也差不多了。诸位，今日麻烦大家了，既如此，大家便都散了吧。岳清晨，我今日所言都是发自肺腑。过2日随我回龙都，从此我们一家人好好生活在一起。不去。为何？且不说我已经答应了老龙主，绝不会走后门进入龙都，就说说我为何要答应你。你是我小叶小莫的娘亲。是的，这2个孩子是我的。你还在怨我这4年没有来寻你？没有，只是于我而言，你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好了，我已经知道了，你跟岳清欢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会再讨厌你。今日我也感激你肯替我说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就结束了，以后桥归桥，路归路。为何没有关系了？难道还是因为那个世月公子吗？你就那么喜欢那个世月公子？你就当是这个原因好了。不行，你是我的，我不允许你喜欢别人，不允许。这个男人在欺负主人了！我要帮主人弄死这个男人！你让开！妈耶，好恐怖啊！算了，我还是先走吧。毕竟他是2个小主人的爹爹，万一以后主人跟他在一起了，我要是现在做了什么，岂不是找罪受？你幼不幼稚？你让开，我要回去找2个孩子了。龙思觉只有一个法子，吻上去。不同于第一次的浅尝辄止，这一次龙思觉几乎是在啃，在咬。狗男人又来了！岳清晨，你是我的。龙思觉，你是不是神经病？你这个……我不许你喜欢那个矮冬瓜。姑奶奶我最是不吃硬的这一套，你若是再敢乱来，信不信我真的阉了你？你若是再敢随意这般，我会让你永远见不到我和小叶小莫了。清晨，方才是我冲动了，我保证下次不会再胡来。算了，你回去吧，我也要回去了。好。你又想干什么？回去。那你为何跟着我？我回我儿子那里，不可以。回你自己的地方去。我不，我儿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确定？当然，我与我2个儿子永远都要在一起。好，那你不要后悔。小家伙，你竟然还敢叛变，等着吧，回去炖了你，吃猫肉。主人，不要啊！算了，吃猫肉有点残忍了。看来你最近心思太多了，得赶紧给你找个母猫。就这么定了，回去后就给你找小母猫了。小叶弟弟，最近我的旋律有波动的趋势了哟，估计很快就要突破了。等娘亲回来一定会夸我的。我最近也是，我的炼丹水准也在突破，我马上都快是7品丹师了。7品丹师算个什么？实力才王级，太差了。龙阡陌，你气死我了！你都不会炼丹，还在这里说我，哼！
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的实力一定会超过你的。啊，两个妖孽的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果真是妖孽如斯啊！娘亲，嘿嘿，娘亲，你的嘴巴受伤了，是谁？谁伤了你？我跟龙千墨这就去弄残毒瞎他。是老子。爹爹，你怎么也来了？你们说你们要毒瞎你们老子啊？不是啦，我们以为是坏人伤害了娘亲。可是为什么爹爹会把娘亲的嘴巴弄伤呢？笨蛋，肯定是娘亲跟爹爹在亲，他们在给我们造小妹妹呢。怎么了，小莫？造小妹妹之前要弄伤娘亲吗？如果是这样，那娘亲你不要生小妹妹了。小月弟弟，不要让娘亲生小妹妹了。如果你一定想要一个妹妹来当哥哥的话，那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哥哥让给你哦。我不想看到娘亲受伤了。那好吧，那就不要小妹妹了。不过我不要你让，我要靠自己的实力来证明自己，来当哥哥。放心，这只是一个小意外，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吗？那不是因为亲亲，不是因为造小妹妹？这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不是。太好了，吓死我了。那我以后是不是还会有小妹妹呀？儿子，你脑回路能不能不要这么清奇？放心吧，你们会有小妹妹的。啊，真的吗？嘿嘿，太好了，我也要有小妹妹啦。我看你执意要跟过来，就不拒绝你了。不过我让你过来，不是让你存了那些奇怪的心思的。我之前就觉得我们这里好像缺个下人，既然你非要来，那不如在这里做个下人吧。我们这儿是不养闲人的，如何？是不是觉得你高高在上的龙主尊上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做不了的话，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做。在我这儿事情烦得很，你要劈柴，还要打扫院子，你确定你做得了？不难，都是小事。那洗衣做饭拖地呢？为何做不了？要打扫院子吗？现在就要开始吗？这普天之下能够这么号令龙思爵的人，只怕也只有我家主子了吧。娘亲，爹爹他在打扫哎。不用管他了，他如果做累了会回去的。我就不信了，他会打扫院子没错，洗衣做饭这些他都还能忍受得了，但凡他忍受不了，我就寻个借口将他赶走。龙主，这些事您不必亲自干，星辰说的都是气话。这些算不得什么，我听闻你一直跟随在清晨身边。是的，当初他掉下山崖的时候正好被我见到。这4年他很难吧？初时很危险，肚皮大开，自己生下了一个孩子，差点活不成了。而且一个产妇从山崖坠下，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不过星辰他不是一般人，哪怕好几次情况很危险，他还是活了下来，并且活得风生水起，还创立了噬月林。自然这件事情莫一是不肯告知龙思爵的。龙思爵只觉自己的心脏一阵阵的抽痛。你的房间在隔壁，外面的那些柴我劈得差不多了。好，我的手都有些疼了。行了，明天别干了，这些不是你该做的事情。你如果硬要留下来的话，你的房间在隔壁。好。嘿嘿，是谁啊？是爹爹吗？娘亲，既然他是我爹爹，为啥要跟娘亲分房睡呀？我记得之前在噬月林那会儿，梁叔叔跟梁婶儿从来不分房睡啊。对，龙六叔叔跟他媳妇儿也从来不会。我的天，儿子，你们都是才只有4岁的宝宝呀。好了，别说了，时间不早了，你们可以睡觉了。娘亲，小莫还想再听一个故事，你再讲一个好不好？好，那就再给你说一小段。你做什么？我也没想到这墙的质量太差，我轻轻一推就倒了。轻轻一推，信了他的邪了。你这个狗男人坏得很。这就是房间被打通，我总算是可以跟自己的媳妇儿共处一室。你回自己的房间去。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你看这里一转眼就能够一眼望过去，好巧，没想到我们的房间竟然就这么通了。可能那堵墙也觉得自己碍事，所以自己倒了，自己没脸存在了。龙思爵，那你自己的脸呢？脸是个好东西，拜托你要一要啊。爹爹，你要陪我们一起睡觉吗？也可以。不可以。可是那个房间不仅仅是墙倒了，就连床也塌了，地板全部都碎了。这些人就是图快图省事儿，一个个东西质量这么差，轻轻一碰都坏了。算你狠。你总不能把我赶出去吧？岳清晨，你自己说的，只要我在这里乖乖的做事，你就留下我。我记得还有别的房间，你过去吧。我不敢保证那些房子的质量是不是还是很差。狗男人威胁我。行了，那你就留下来吧，就在这里打地铺。
好，现在是终于团聚了吗？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拥有完整的娘亲和爹爹了。你既然要睡在这个房间，那我们约法3章：第一，不许距离我3尺近；好。第二，以后不许再发生今日那样的事情，否则我白天说的，我说到做到。可以。第三，小叶小莫是我的孩子，你不许随随便便带他们走。当然。你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走。做得到，我可以勉强让你先留在这里。做得到，不离他3尺远，那我就距离他1尺，甚至半尺，甚至0尺就好了。反正他是我的人，不发生白天那样的事，那我就做点别的，不亲，但是可以做别的呀。不随便带小叶跟小莫走，那我就紧紧跟着他们，或者连月清晨一起打包带走。龙思觉此刻端的那叫一个春风得意。这个凤凰图腾印记，5年前的错乱的一夜，似乎也曾见过。这个印记究竟是什么？爹爹，娘亲怎么了？爹爹，娘亲是不是受伤了？没事，她只是做噩梦了。你们之前肯定也做过噩梦的，对不对？对，以前我总会做噩梦，还会吓哭，每次娘亲都会抱着我的。我们也要抱着娘亲睡。臭小子，你们往里靠靠，抱着你们娘亲的任务交给我了。你说话不算话，你不是说不会距离我3尺吗？这就已经不是3尺远了。总算是知道为什么昨天龙思觉答应的那么爽快，原来是这里在等着我呢。这笔账等我回来再慢慢跟你算。你要去何处？我随你一同去。别跟着我，要是跟着我，你就可以自己回去了。也好，那我就在这里陪陪小叶吧。老爷，大小姐回来了啊！请，快请。清晨啊，你回来了。这次你回来了，应该就不走了吧？为父已经给你准备了最好的院子，以后啊，你就安心的在这里待着吧。当然不走了，以后我就住在这里了。银子，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呢？看你这样子，是没准备好银子了。不给银子也行，你这岳家家主的位置可以换人了。我记得这个宅子是你与我娘亲成亲之后购置的吧？我说的对吗？是这样。看来我没记错，小时候这个宅子还是很干净舒爽，怎么这些年来在你们的渲染下变得这么肮脏了呢？以后等你们离开了，我得好好的派人来重新翻新一下。你是要将我们赶走吗？你是要自己霸占岳家吗？不是霸占，而是本来就是我的。你当初一无所有，与我娘亲成亲之后，我娘亲用所有的嫁妆，所有带来的势力来辅助你，帮助你有了如今的地位。现在你是时候将这一切归还于我，归还于我娘亲了。你好狂妄的口气！这岳家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这样做主？是吗？那这岳家难不成是你来做主？当然，父亲从前就说了，未来的岳家家主只有我，不过是一介女流，不过是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攀上了高枝，如今就如此狂傲自大了，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笑掉大牙，好啊，那我就让你掉下一颗大牙。岳鹏飞捂着嘴，清晨，鹏飞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跟他计较啊，好不好啊？银子给我，或者让出岳家主的位置，滚出岳家。我们是父女呀，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是不是？没得商量，看来你这是拿不出银子了。既然这样，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这个岳家的家主的位置吧。这个院子从此就是我的了，这岳家以后也是我的了。岳战野，收拾收拾东西，你们都给我滚蛋吧。岳清晨，你好狠！狠吗？比起你从前给我下了10几年的毒，或许算不得什么吧。这岳家以后是我的。老爷，您当真就任由他这么猖狂？清晨，你要我们搬出去吗？好啊，爹爹答应你，只要你开心就好。不过是岳家家主的位置，我们还得商量商量啊。毕竟家主之位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是要由整个族中的长老们说了算的。老爷，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容忍他？这个贱人是我们岳家的祸害呀！你为什么要顺着他？他不就是有了个靠山吗？可是我们岳家还是有族长，有高手的，哪里用得着如此惧怕他？大不了我们找族长来。我就不信了，岳清晨不过只是一个黄毛丫头，还能继续翻出什么浪来？他凭什么要整个岳家呀？他没有资格呀！他没有，他根本不是岳家的种啊！一个外来人有什么资格能够霸占岳家？有什么资格能够成为岳家的家主啊？
够了，别说了。不，我偏要说，这是我和老爷的院子，你凭什么进来？你说的没错，这是当年用李氏的钱购置的，又如何？李氏是心甘情愿的，怪得了谁呢？小官只能怪李氏自己当初太蠢，那李氏死得不可惜。说来，李氏当初还真惨呢，到最后都只落得个死无全尸的下场，都没有人知道如今他尸身何在。实在是太惨了！让开！我就不让开了！你若是想毁掉这个院子，除非你今天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让开！我说这最后一次，好狗不挡道。哼，岳清晨，我告诉你，你跟你的生气只会落得一样的下场，就是死。你秦雅茹，你好生奇怪呀，怎么喜欢让别人从你的身体上踩过去呢？你说说，你们母子怎么都有这种恶趣味呢？一个喜欢被人打落牙齿，一个喜欢让人踩着。好吧，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就随了你的愿吧。我贪了。你害死了我母亲，害惨了从前的我，这是你应得的报应。老爷，够了！你这个毒妇！我没想到，原来李氏当年是你害死的。还有清晨，他当年只是个孩子呀，你怎么可以对他下毒？你怎么这么歹毒啊？明明当年发生的事情都是岳战野授意我做的，可现在岳战野竟然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你可真让我失望！我真蠢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清晨啊，当初是为父的疏忽，爹爹真的不知道，原来你从前的处境这么艰难。都是这个女人，她将我骗得团团转。但是你放心啊，从此以后你就是爹爹最珍贵的女儿。那岳清欢，那岳芳菲，在爹爹眼前都只是个空气，他们都比不上你啊！岳战野，你怎么可以？岳清晨她不是你的女儿啊！你怎么可以为了她这么对我，这么对欢儿和芳菲？你说什么？你这个毒妇，胡说八道什么？怎么？难道不是吗？你可别忘，明明是你让我做这些的。毒妇，再敢胡言一句，我杀了你！我伴你将近20载，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岳清晨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岳家的家主。我告诉你，你充其量只是一个你那个娘亲跟岳战野成婚后，岳战野可从来没有碰过她。你是你娘亲跟别的野男人混上的。闭嘴！说下去。岳战野当初为了登上岳家家主的位置，与人做交易，在新婚之夜就将李新妹送到了一个男人的床上。你的娘亲可真跟你一样争气，一个晚上就怀了。可怜呐，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怀的不过只是一个，还心心念念的以为自己肚子里是岳家的种。所以你以为为什么岳战野会让我进门？你以为为什么岳战野会让我去杀了李氏吗？为什么岳战野能够默认我一直去毒害你吗？一切都是因为李氏给他戴了绿帽子，不愿意再看到李氏，不愿意再看到你呀！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事情都已至此，还在这里妄图挑拨我与清晨的父女之情，实在是该死！爹爹竟然在此当场杀了娘亲，为什么？这秦氏为人歹毒，从前杀了李氏不说，还一直对岳清晨下毒手。如此心肠歹毒的女子，实在是不配苟活于世。如今竟在这里挑唆我与岳清晨的父女之情，实在是该死！清晨啊，我已经替你杀了这个毒妇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如何呀？清晨啊，你可别信那个毒妇的话。最后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没有银子？说真的，姑奶奶我忙得很，没工夫继续跟你在这里耗着。我数3个数，你要是有银子赶紧拿过来，没银子的话就收拾东西走人吧。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3、2、1，行了，我知道了。既然你没有银子，那就滚蛋吧。是我请你出去呢，还是你自己出去呢？不管怎么样，
我好歹养了你10几年呢，你现在把我们赶出去，简直是大逆不道啊！养？你说的是把我泡在毒药罐子里养？也罢，那只有我请你们出去了。瞬间，誓月鞭生生地拽着这4个人掠过半空，往外丢了出去。将近20年不见了，岳战也别来无恙啊！阁下，我有一事相求。说吧，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我要取代南离皇。就凭你？还请阁下相助。可以，但是规矩你懂，我们主子从来不随意出手相助。您说你要什么？待你登得大宝，须尊我们主子为上。好，太子殿下别着急，此次前来我是有大事要与你商量。太子殿下，外头都在传言您被南离皇废了，不过我这儿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南离皇慢慢的病死，没有人知道他是重武，只当他是自然衰败。岳战也是要我弑君谋反？除非太子殿下余生就想一直这样半人半鬼的生活着吗？殿下要是问我为何要这么做，很简单，等太子殿下登上皇位，我要当那摄政王。岳战也这是要让我当他的傀儡，可是傀儡又如何？再被他操控，也总要好过现在这般境地。太子殿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对了，如今我们被岳倾城赶出了岳家，太子殿下应当是可以收留我们的吧？莫姨，最近你身体如何？上次吃了你给的丹药后，一切都恢复如常了。世间男人啊，都这般无情无义。只能说你娘亲李氏与我一样，都瞎了眼，信错了人。不过清晨，你倒是幸运，那位龙主倒与他们不一样。是吗？他是最尊贵的龙都尊上，想要什么得不到，却愿意为了你屈尊降贵，在这里做这些苦力。这些时日我看在眼中，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美人师傅出事了别哭了，是不是云家出事了？还好昨日我听从月姑娘所言，一家子离府，今日才回去，就看到整个云家被人血洗了。举家千里，不是应该没有人伤亡吗？云一柔和他爹不肯走，他们说美人师傅你是骗子，所以等我们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全都被杀了，满门被灭。美人师傅怎么办？我好害怕。不怕，没事的。哇，好可爱的小孩子！这个一脸花痴的姑娘是谁啊？为什么这么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好可怕！这云想容明明上一秒还眼泪簌簌的，这一秒竟然就变了脸色。唉，果然啊，女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次，都是极其善变。你是谁？我是美人师傅的徒弟呀。哦，原来你是娘亲的徒弟啊！原来你们是美人师傅的儿子，那你们就都是我的师弟了。我有师弟了，小师弟们，你们等着，以后师姐我保护你们哦。我没你这么弱的师姐。薛姑娘，你是如何得知云家此次有血光之灾的？意外得知。那月姑娘啊，以后还会有这次灾难吗？就这一劫，放心，躲过了就好了。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的水落石出，究竟是谁敢对我们云家下手？对了，月姑娘，你可知道太子如今被废了？我知道。太子被废，皇家异动，这2日倒是有不少其余国家的人来我们南离，看来以后的日子应该平静不了了。月姑娘啊，你如今在南离乃至整个五洲大陆风头正盛，所以你得注意一点。我知道了。蓉儿回家了。你们胡说，我才不信！我不管，反正你们就是我的师弟，以后见到我，你们得喊我一声师姐或者姐姐。等你的实力比我们高了再来吧，我只喜欢妹妹，才不要姐姐。哼，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努力修炼，等以后一定是我来保护好你们。就这么个南离国实在是破烂无，连我苍兰国的一半都不及。
也不知道父皇为何要派我来此。这南离国，本王都不放在眼里。三王爷说的是，不过听闻最近这南离出了一个名声大噪的月清晨，不知是真是假。我也曾有所听闻，5年之前便听说他只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废物，这5年之后突然变成这般，也不知是真是假。传言总是略显夸张的，即便是真的，也远不及传言的一半。我倒是听闻那月清晨生的花容月貌，是个绝顶的美人。唉，这南离国虽然没什么意思，可是若是有美人在，那就大有意思了。王爷，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世月酒楼，是世月公子所开设的。风华榜上第3名的世月公子，竟然突然爬上去压过了本王，害得本王从第10名掉到了第11，只是一个从来没有露过脸的小白脸罢了，竟然也配在第3名。王爷说的对，那个什么世月公子肯定只是徒有虚名吧，要不然他怎么连脸都不敢露？来吧，让本王也看看这大名鼎鼎的世月酒楼到底有多了不起。大胆！你们可知这位是何人？竟然敢拦着他不肯进！不好意思啊，阁下，我们世月楼采取预约制度，不管对方身份是谁，一贯如此。这是规矩，不可破啊！别是虚张声势吧？特地用这预约制度吊足了人的胃口，让大伙排队等很久进来，最后即便是菜色一般，也不得不让大伙为此掏钱。哼，你们这种伎俩，本王早就烂熟于心。没想到堂堂风华榜上第3名的世月公子，竟然采取这样肮脏的手段。看来那世月公子不过只是徒有虚名罢了。阁下，请您出去，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怎么是恼羞成怒了，被我说中了吗？大家过来看看呀！你们这世月楼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你们看看，这就是你们一直尊崇的世月公子以及他的手下呀！哪里来的野蛮人，竟然敢在这里诋毁世月林与世月楼，在我南离国的地盘也敢如此放肆！姑娘，你是南离之人，看来姑娘也觉得这什么世月楼很厉害。正因为南离国地处偏僻，所以你们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这才被那个什么世月公子给欺骗了。姑娘，若不然你随我一同前往苍兰国，我保证苍兰国内你能吃到比这里好1000倍万倍的东西。你会发现这区区世月楼不过如此。哦，你这么厉害？那当然，我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这小小的世月楼在我的眼底什么都算不上。阁下，我们世月楼所用的菜品都是世月公子独创，整个大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实在是笑话，这种谎言也就你们这小国之人肯信。既然这位公子觉得世月公子如此不堪，不如店小二你就上2个菜来，让这位公子品鉴品鉴，也好证实一下世月公子究竟是不是骗子。姑娘，你这提议不错，今日我定然会让那世月公子露出原形。这提议可以啊，但是阁下，您方才几经出言侮辱我们主子，如若一会儿阁下无法辨别出我们的菜品，还希望阁下你当着众人的面对世月公子道歉，对我们世月楼道歉。大胆，这可是苍兰国的3王爷，你们有何资格让王爷向你们道歉？无妨，本王答应便是。本王今日就是要在这里当众拆穿了世月公子那个骗子。等一会儿我拆穿了世月公子后，姑娘就随我上马车吧。苍兰国的3王爷很厉害？厉不厉害你随我回去你就知道。你竟然割下了本王的手指！那好像是月清晨，难怪这么狠。哼，我最讨厌别人随便碰我。原来你就是月清晨。不错，你可知得罪了我会是什么下场？不是已经断了你1指吗？怎么还不够，还想再断1指？你给我等着，我会禀明南离皇，堂堂苍兰国王爷到你南离境内却如此受你欺辱。王爷，敢问您方才口口声声在此欺辱我南离国百姓的是何人？在此再三对世月公子世月林出言不逊又是何人？空有一副皮囊却在此当街调戏民女又是何人？王爷，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先撩者贱。今日是你先招惹我南离国百姓在先，你之所以沦落到这样的下场，无非是因为你自己欠揍。这个老狮子王爷的确是欠揍。王爷，您方才说要想鉴品一番我们世月楼的菜，眼下那菜品已经上来了。王爷方才可是说我们世月楼的菜品您全都吃过，全都见过。那是自然。好，王爷您看好了啊，这道菜是我们大厨方才随手做出来的一道菜。
您看仔细了啊！若是辨别不出来原材料，那王爷您啊得好好向我们道歉。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垃圾菜竟然被你们当成了珍宝。并非是我轻视了你们南离国人，而是你们南离国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别的不说，就说这被你们奉为珍宝的世月楼，说是放到了我们苍兰国，连名字都叫不上号。这个菜肯定，这道菜竟然是一道药膳。不过只闻这味道，竟然就能感觉到体内力量有波动。药膳我也吃过不少，见过不少，可是像这样的却是头一回见到呀。这道菜看似简单，实则加入了灵泉，与桃花蜜制作方式出于本源。还有王爷，您说说这道菜是什么呀？啊，原料又是什么？嘿，之前我在苍兰国的风雅楼就曾见到过这道菜，一模一样。这世月公子就是个西贝货。哦，你从前吃过这个圣心河，竟然如此给世月楼泼脏水。那是自然，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世月酒楼只会偷人家的东西。你是说文大厨这道菜是从别处偷来的？这道菜是你做的？嘿，不过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头而已，竟敢跟世月公子一起偷取我苍兰国凤雅楼的东西，实在是不知廉。你家里人没教你好好做人，好好说话吗？文大厨现在就好好的教教你。文大厨只想敲开你脑子看看，你是不是脑子里都是水，竟然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偷取了凤雅楼的财富，还敢打本王？你完了！本王可是苍兰国的王爷。打的就是你，臭小子！苍兰国的王爷，哼，我得跟你父皇好好的交流交流了，竟然教出了你这样一个不仁不义的东西。风雅楼的那一位创始人严大师，就是以一铲一勺走江湖的。难道他是严大师？怎么会来这世月楼？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严大师就是凤雅楼的创始人呀，而我却在此污蔑他偷取了凤雅楼的菜谱，实在是我自己打我自己的脸呀。方才是你说本大厨做的菜偷的别人的，但是是我一时口误。口误？既然是口误，给我掌嘴！王爷，这只是一个厨子，抓了他绑回去就是。严大师，我错了，我不该胡说八道，误会的是您的。王爷，你也是时候给世月楼和世月公子道歉了。本王向世月楼以及世月公子道歉，方才是本王误会了他们。好了，王爷，既然您已经道歉了，那这件事儿就算了了，我们也不追究您败坏我们世月楼的责任了。劳烦您去给我做一份煲仔饭吧，我准备打包带走。叶清晨，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命令严大师！严大师，你别动怒，别生气，我来给你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本大师与月姑娘说话，你来凑什么热闹？大师，他竟然让你做煲仔饭，那不是在侮辱大师您吗？我想给谁做什么菜就给谁做什么菜。王爷，走。小叶那小家伙就喜欢这一口啊！还不是大师你的厨艺太精湛，以至于小叶只喜欢吃你做的。哈哈，清晨丫头，那你得好好锻炼你的厨艺了。你既然能写出那么多让人惊艳的菜谱，怎么你自己每次做出的菜都几乎要人命呢？啊，哈哈！大师，我还是得继续跟你学学。还是别了，可害怕你继续替我炸了这厨房。对了，丫头，可是有什么更加特别的菜谱？有。妙啊，妙！不愧是世月公子啊，随手写出来的一个菜谱，真是让老夫惊讶极了。大师，小声点，这件事你可得替我保密。哈哈，你这丫头坏得很！这五洲大陆之上，有多少女子哭着喊着要嫁给世月公子？如若让那些女子知道你就是世月公子，那些姑娘还不提着刀来砍死你啊！月姑娘，来找你们主子的，进来吧。龙七叔叔，龙六叔叔，你们怎么来了？主子，我们有事禀报。说。看来我不方便在这里了，你们聊，我先进去。小叶、小莫，你们也进房间吃吧。不用，你们不用特意回避。清晨不是外人，是你们未来的夫人，有什么事就直接在这里说吧。主子，您确定现在就说？那是您自己说的哦。主子，我们最近发现了世月公子的一些踪迹，所以想来告知你。世月公子？世月公子那个矮冬瓜，我视与他势不两立。
那矮冬瓜公子怎么了？那世月公子最近出没在南离附近一带。之前主子您让属下去调查世月公子的时候，属下就已经发觉了他的踪迹。那世月公子好像不太对劲啊。哦，狗男人难道知道我是世月公子了？竟然这么看着我。眼下龙思觉完全是在继续吃着那世月公子的飞醋呢。有何不对劲儿？那世月公子在南离找了个落脚之处，并且放出了风声，这2日有不少家族将自家的姑娘送过去，想要讨好世月公子。是，这群家族的人还真是肤浅到了极致。不过那些姑娘世月公子都要了。你说什么？我就说肯定不能让月姑娘在这里听到这些话。瞧瞧月姑娘现在听到这话多激动啊。月清晨，你看看那世月公子不过只是这等宵小之辈，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竟然能让你如此维护于他，你眼瞎了？不可能，世月公子不是这种人，你们是遇到骗子了。你还信任那个人渣吗？那只是个骗子罢了。就是骗子而已。真正的世月公子是天底下最好的人。真正的世月公子不就是我家的娘亲吗？当然是天下最好的人啦。龙六、龙七，带本尊前去，本尊要去拆了那世月公子的真面目，要让世人知道到底有多肮脏。爹爹跟世月公子是有过节吗？好像很讨厌世月公子的样子啊。可是世月公子不就是娘亲吗？龙七、龙六，带路。世月公子啊，你好端端的跟主子抢女人做什么？这下子你可惨喽！等着，我也要去看看。这个女人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见世月公子，也好，那就一起去吧，让月清晨看看他所心心念念想着的那个世月公子的真面目，也好让月清晨从此彻底的死心了。世月公子啊，我如今实力一直停留在天劫境地，停滞不前，还请公子赐良方。赐药可以，但是公子放心啊，这是10万两银子，还请公子笑纳。若是还不够，我够了。世月公子，我有一个朋友被人断了一臂，始终不曾被接起来，他也被人毁去容貌。听闻世月公子神通广大，还请公子帮忙，需要什么条件与代价，我定在所不惜。没事，断臂与毁容都是小事吧，在本公子面前小菜一碟。多谢世月公子，不过得付出点代价。我听闻你有个妹妹，不如把她送来伺候我几日。放心，把你们都一同带回世月林，一同伺候本公子，以后你们都是未来的世月林的夫人们。这个世月公子实在是人面兽心，你自己考虑清楚，你所说的症状普天之下，只怕也只有本公子可以治愈的不留痕迹了。毕竟本公子如今可是9品丹师。男子仿佛真的已经融入了世月公子这个角色，毫不掩饰地说着大话。好个9品丹师，好个世月公子，没想到你竟是这种无耻之徒！什么人竟敢对本公子如此不敬？竟然又有人来冒充我了，并且好像这次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只是一个好色之徒罢了，却在月清晨的心里比我还重。世月公子可真是好福气，美女在怀，日子惬意的很啊。阁下来此所谓何事？莫不是也来求药？若是求药，本公子愿意帮忙；可若是来捣乱的，我就不客气了。左拥右抱，如此作风，实在是让人不齿。亏得外头都将世月公子你当作神明，实在是丢人的脸。好家伙，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一身打扮，可真跟我从前化作男装的打扮一模一样。月清晨，看到了没？这就是你一直以来敬仰的世月公子。不过死心吧，他只是个人渣。我早前就说世月公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不信？其实真正的世月公子是好人。岳清晨很想说上头这个是假的，但是你再敢说一句试试！滔天的怒意，一如上次他硬吻自己的那2次，瞬间岳清晨噤声了，他不敢再多言一句。这个女子，当真是绝色。这位姑娘，原本你早就爱慕于本公子，这样吧，本公子就准了你在本公子身边伺候几日。哪里来的畜生，竟然在这里如此败坏我的名声！你们好大的胆子！若是再敢胡来，本公子这就将石月灵的人招来，让本尊看看堂堂的世月公子到底长什么模样，竟为人这般不堪。风华榜第3名，世月公子，就你这尊容，实在是笑掉人大牙。岳清晨，看到了，这就是你世月公子。阁下，你到底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自然是来揍你的。世月公子，风华榜第3名，9品丹师，不是很厉害吗？有断过去知未来的能力。我怎么觉得龙思觉这样打世月公子，好像真的是恨毒了世月公子啊？难不成真的是因为世月公子抢走了太多属于龙思觉的光环？我一定要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小马甲。阁下，
你饶了我，我不是石月公子，我不是石月公子呀！现在想撇清关系，晚了。阁下，我真的不是石月公子，我只是从千月城来此历练，可能石月公子的名头响亮，想借此来骗点东西罢了。我真的不是石月公子呀，求阁下饶了我。不是世月公子？我真不是，阁下，我是从青云城来的，我来自青云城。好大的胆子！青云城的人竟也敢来冒充世月公子，找死！哎呀，阁下，我不是世月公子呀，你为何还要打我？本尊管你是不是世月公子，你竟敢出言侮辱本尊的女人，就该死！你这双眼睛竟敢去随意打量本尊的人，不该留了。真好，比我还要狠上不少倍啊！怎么样，那个人如何了？被我打废了，眼睛也瞎了。不过好像他不是世月公子，但是我觉得那个世月公子或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为何从来不露面，只知道骗取万千少女心？你说的有道理。你还崇拜他，敬仰他吗？不崇拜了。明明岳清晨性情很烈的，从来不会这么听从我的话，今日竟然如此乖巧顺从，实在是出乎意料。方才他说他不是真的世月公子，你觉得呢？管他真的假的，反正与我没什么关系。也是，不管真的假的，只要岳清晨能够看穿那世月公子的真实面目，从此不再爱慕于世月公子，那就好了。怎么样，主子？那世月公子是不是很惨？弄个假货来让我出手，龙七龙六，你们的能力真的愈发的不如从前了。假货？这怎么可能呢？主子，这次是我们失误，我们保证能够找到那真的。龙七与龙六竟然已经挖到了世月楼与圣丹堂的幕后了。这龙思诀继续再这么深扒下去，估计我就真的要掉马了，到时候可就惨了。萧夜离突然派人传来了消息，皇上病重，让岳清晨入宫前去帮忙看一看。岳清晨原是想要拒绝，看在萧夜离的面子上，岳清晨到底还是前往了。月姑娘已经到了。知道了，皇上是怎么了？这2日皇上不知为何总会陷入昏睡，入睡之后就很难醒来。是吗？宫内的医师都已经来替皇上看过了，却都寻不到病症，所以摄政王让老奴去请姑娘您前来，说姑娘您应该是有法子的。姑娘您随我来，这边请。奴婢拜见长乐公主。你是何人？回公主，这是岳清晨，是摄政王让奴婢前去请来的。岳清晨，如今的你可真是有能耐啊！多谢公主夸赞，我也觉得我挺有能耐的。5年之前，你曾替本公主舔过脏鞋子，现在本公主鞋子又脏了，先给本公主将鞋子再舔干净吧，不然本公主不可能让你过去的。我若不呢？那正好，本公主出去历练，得了个宝贝，正愁无人能替本公主试验。小伙，去咬她！让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这个普通的人类还敢对我不客气，实在是笑话。咬他，干得好了，回头本公主赏赐你清泉玉露。那只猫在吃什么？小伙，你回来！哎，你这只馋嘴猫，什么东西都敢瞎吃，你还说你没吃饱，还不够你塞牙缝。你们吃了我的小伙。我要撕烂你的脸！萧长乐，你在做什么？小皇叔，岳清晨他欺负我。怎么了？岳姑娘因为我不小心挡住了她的去路，竟然故意伸脚来踩我的脚趾头几乎都要断了。还有，岳清晨竟然打了我一巴掌，我的脸都肿起来了。你拦住了岳清晨的去路，岳清晨就踩你。是的，小皇叔，长乐现在脚好疼啊，脸也肿了。这个岳清晨作风一贯是如此雷厉风行啊。小皇叔，是吗？岳姑娘踩的是你的哪只脚？皇叔你看，就是这只。那打的是你哪边的脸？皇叔你看，都肿了。萧长乐，把你的另外一只脚也伸出来吧。为何？岳清晨，这另外一只脚你也过来一并踩了吧。还有剩下的这另外半边脸也过来打了，毕竟长乐身为南离公主，2只脚是不能不对称的，这两半边的脸也不能长得不一样，不然若是传出去了，会被世人笑。小皇叔，你是在开玩笑吗？怎么，你是觉得本王是喜欢开玩笑的人吗？这个摄政王，明明世人都说他阴狠残暴，我却觉得他并非如此，反倒是仗义得很。萧长乐，本王不是让你把脚和脸都伸过来，你磨磨蹭蹭在做什么？皇叔，你是认真的？本王从来不跟人随便开玩笑。岳清晨是本王请过来替你父皇治病的，因为你差点就将他吓跑，这个罪过你担待得起吗？可是明明
是岳清晨先打了我。他打你那是你活该，你那般羞辱于他，若是换作是本王，早就杀了你。小皇叔，你怎么可以向着外人？本王从来都是帮理不帮亲的。再说了，本王今日也算是帮了你一把。如今你父皇的病症，你应该清楚得很。眼下岳姑娘是最后的一点希望，可你这个档口竟然要将岳姑娘给气跑了，你说说你是何居心？若是不让岳姑娘今日消气了，她不会去给你救治你父皇。眼下岳姑娘是救治你父皇的最大的希望，若是因为你阻拦了岳姑娘，那你就是间接谋害你父皇的凶手。萧长乐谋害皇上的凶手会是什么下场？这不用本王多说吧。萧长乐还在等什么？你真要背上弑君的罪名吗？还不赶紧的跟岳姑娘道个歉，让岳姑娘打2下出出气，这是你最好的结果了。萧夜离可真狠呐！我知道了，岳清晨，方才我不是故意的。岳清晨，赶紧动手吧！萧长乐这张脸一边高一边低的，实在是看得本王难受。你也赶紧帮他一把，把两边脸打得一样高吧。算了，不想出手了，麻烦。好吧，那既然这样，本王就勉为其难的继续看着萧长乐这张不对称的脸吧。萧长乐，还不赶紧谢谢岳姑娘？谢谢。岳清晨，你随我来吧，皇上如今情况不是特别好。好，我过去看看。岳姑娘，你来了。摄政王说你能够帮皇上治疗疾病，快过来看看。皇上这样有多久了？上次宴会的时候还是好好的，这2日不知怎的突然就发病了。岳姑娘如何？皇上这是中毒了。中毒？这不可能，皇上所服用的每一道菜都经过了严格把守，而且皇上身边也有医师相伴，不可能有中毒的机会的。先听听岳姑娘怎么说。的确是中了毒，不过是一种很复杂的毒，这种毒一般人还炼制不了。那岳姑娘，你可能帮忙治好。若是你能够治好皇上，随便你提什么要求，本宫都可答应。是啊，岳清晨，如今皇上情况不妙，朝堂动乱，其他国家虎视眈眈，若是继续这样下去，免不了一番纷争，到时候百姓们都会遭受疾苦。好，我可以试试，只不过可能需要的时间久一点，先要将皇上身体里的毒先逼出一部分来，不然皇上会持续进入昏睡状态，一直到最后很可能长睡不醒。岳姑娘，那就劳烦你。龙天墨，你说娘亲现在去皇宫做什么了？不知道，要不我们去皇宫瞧瞧吧。不行，娘亲说了，要我们在家里好好的修炼。哎呀，不要修炼了，我们就过去看看嘛。今天娘亲一个人过去的，都这么久了，万一娘亲在里面被人欺负了怎么办？你忘记了，我们不是听说上次娘亲在宫里就差点被人欺负吗？还好当时是爹爹赶了过去了，可是今天爹爹有事啊，根本去不了啊。你怎么不早说？快点，我们去皇宫，我们不能看着娘亲被人欺负，要是谁敢欺负娘亲，我们就削了他。要不然我们比一比，看谁先到。好啊，但是我觉得你在自取其辱。你虽然实力比我高没错，可你速度并不一定比我快。是吗？对，我要跟你比，要是我能够比你先到，我就要做哥哥。好，会让你心服口服。小叶弟弟，你看你还是没能赢了我。龙前墨，等下次我就会赢过你了，到时候我就是哥哥了。那好，我等着。嘿，我能告诉小叶弟弟，其实我是不忍心看着他输得太惨，所以故意让了他一下吗？你说娘亲会在哪里呢？不知道，不过之前来传旨的人说，好像是皇上病了，应该在皇上那儿。我们往那个方向过去，娘亲应该是在那里的。公主殿下，您别气了，奴婢已经让人替你请好了医师，您还是得先回去看看脚才是。那个岳清晨如今竟如此嚣张，皇叔莫不是瞎了眼，竟向着他，处处替他说话。公主殿下，您犯不着这样跟他置气。不管怎样，您是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那岳清晨说白了只是靠着手段爬上去的而已。什么人，还不滚出来啊！原来娘亲不在这里啊！你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我们是来找人的，不好意思冲撞了阁下。你们是来找岳清晨？既然我们已经道歉了，那我们可以先走了吗？这两个孩子一定跟岳清晨脱不了干系。方才我听岳清晨提起过你们。岳小叶跟龙阡陌的脚步再度顿住。这两个孩子果真是来找岳清晨的。如果你们是来找岳清晨的话，没有我，你们是找不到的。既然奈何不了岳清晨，那就从这两个小家伙下手吧。我知道岳清晨在哪儿，你们不是要找他吗？我带你们去，如何？你们如果在这里自己四处漫无目的的找的话，是不可能找到的。好，但是如果你敢骗我们，大婶，我们会不客气的哦。这个小家伙不简单，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我跟月清晨是好朋友呢。你们跟我走吧。小月弟弟，反正现在我们也无聊得很，不如跟着他过去看看。再说了，这个大婶儿看着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所以你是想坑他一把？是他招惹我们在先的哦，不是我故意要坑他的。他好像是真的认识娘亲的。小鬼，好好在这里待着，不要出去，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大婶儿，你已经长得很丑了，没想到还是个瘸子，你这样以后肯定会嫁不出去的，肯定会跟村口那个翠花一样可怜。臭小子，你胡说些什么？哎，对，就是这个样子。每次有人经过村口要跟翠花说话的时候，翠花都会摇着尾巴过去跟他们乱叫。翠花是什么？它是我们村口的一只长满了斑点的狗呀。大婶儿不认识翠花，却跟翠花这么像。哦，我知道了，大婶儿，你跟翠花这就是缘分啊。小叶弟弟可真有才啊，就简单的几句话，真是气死人不偿命。臭小子，你拿本公主跟一条狗相比？你不要这么妄自菲薄啊！你竟然觉得自己连一条狗都比不上吗？不管怎么样，你肯定要比翠花要好一点点的。我现在就弄死你，看你还敢不敢再辱骂本公主！你跟月清晨一样的讨厌，一样的恶心，一样的该死！公主，您的手在溃烂了。本公主要杀了你们！来人啊，抓住他们！他们竟然敢对本公主下手，本公主要抓了他们，扒了他们的皮，做人皮骨。公主殿下，他们还只是孩子啊！你若不听命，本公主就扒了你的皮。龙千墨，他说他要扒我们的皮，怎么办？放心，小月弟弟，我既然是你哥哥，我就一定会保护好你。你真笨，我才不要你的保护！你忘记我们之前说的了？如果有人敢欺负我们和娘亲，那我们怎么做？有人敢这样的话，那你去毒杀他们，我去打断他们的腿。没错，哼，臭大婶儿，你可不能因为我们是小孩子就欺负我们哦！要是你敢欺负我们，后果很严重的。还不赶紧动手！大婶儿，本来以为你这里会有些好东西，所以你让我们过来，好像也没什么宝贝啊。我就不信了，你竟然连2个孩子都奈何不了，你们就死在里面吧！来人啊，去拿火油，还有火把。公主，火油、火把，你是要烧了这宫殿吗？大胆的丫头，本公主吩咐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竟敢对本公主的话存有疑义。小叶弟弟，差不多了吧？这里都被我们破坏成这个样子了，看你们还敢不敢抓我们！哼！2位小公子，你们得罪了公主殿下，赶紧出去给公主殿下道个歉吧，不然公主殿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什么味道？好像是火油。糟了，公主殿下这是要放火烧毁宫殿吗？小子，你不是耍我吗？现在本公主就烧死你，看你们还怎么猖狂！成了公主实在是狠啊！公主，属下还在里面啊，你不能不管属下们啊！你们不过是一群蝼蚁罢了，能够进入皇宫做事，已经是你们的荣幸。你们能死在本公主的手下，更是你们的福分。没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狼心狗肺之人。娘亲说过了，只可以对敌人狠，但是从来不可祸及无辜。我还有个生病的老母亲，老母亲还等着我晚上给她买药啊！如果没了药，我老娘明天会很痛苦的。我也是，我儿子明日生辰，我答应过他会给他带礼物回去的。公主殿下，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会帮你们抓住这2个孩子的，求你们了。怎么样啊？四周的火油可全都浇好了？回公主，已经快好了。别白费功夫了，那个大婶弄了符咒困住我们，想要破出去，只有破开符咒。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臭小子，还不是怨你们！谁让你们好端端的得罪公主殿下，竟然连累到了我们！就是，臭小子，你难道不知道长乐公主不是好得罪的吗？你现在真的是害了自己，又害死我们了！废什么话！一群大老爷们儿，你们为难2个孩子算什么？洪大哥，他把我们害到了这般处境了，难道你还要维护他们吗？再废话，老子割了你们的舌头！小家伙，听你刚刚那么说，你有法子能够脱困？洪大哥，你开玩笑吧？这只是2个4、5岁的孩子呀，2个奶娃娃而已。洪大哥，你可别逗我们了。看来你跟这群肤浅的人不太一样。之前要追杀你们的，并非是我们的本意，阁下，还请你们带我们一同出去吧。我尚且可以考虑。你可别告诉我，你还是符咒师啊！龙千墨，你太讨厌了！你这样，我要怎么样才能超过你啊？没事的，小叶弟弟，你不用超过我，哥哥我会一直保护着你的，你也可以一直这么开心的玩下去。我也想当哥哥啊，希望爹爹娘亲能继续加把油。赶紧给我造出个妹妹，让我过哥哥的瘾。
哈哈哈，哪里来的熊孩子呀？竟然敢说自己是符咒师！你要是符咒师，那我们还是龙都的龙主最上呢。机会只有一次哦，如果愿意相信我的话，可以来我这边，我可以带你们出去，但前提是，如果我带你们出去了，以后你们就要听我的话，为我所用。不愿意相信我的，那就算了。红山，事情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竟然愿意相信这个孩子？是这个小鬼把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境地的呀！就是，我们要杀了他们，杀了这两个孩子，公主殿下一定会息怒，一定会放我们出去的。你们这群人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我实在是看不起你们！大家别管了，杀了这两个孩子，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哼，你们都给我死在里面吧！敢本公主不敬，敢违抗本公主的命令，这就是你们的下场。要是真的是符咒师，我就当众吃。大火熄灭了，怎么可能？这2年从来没有用过符咒，竟然不小心用错了，用了威力这么大的爆破符。用错符咒了。这个小公子好像真的是符咒师啊！这两个小鬼怎会有如此实力？你是要烧死我是吗？丑大婶儿，你人已经长得这么丑了，为什么你的心肠还这么歹毒呢？谁让你们来找月京城？分工合作，龙阡陌，我去毒杀他。就凭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扒了你们的皮！公主告诉你们，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现在你说说，我感不感动你了呢？来人啊！来人呐！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不听本公主的吩咐！你看，没有人愿意听你的吩咐呢。龙阡陌，接下来就交给你啦。你们敢！我可是公主殿下，你们敢！你竟敢辱骂娘亲，你该死！大胆！本公主是南离的公主殿下，本公主的师傅更是大名鼎鼎的符咒师。你若是敢动本公主，本公主必定饶不了你，必灭你满门！你别过来，别过来！长乐师妹，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长乐，怎么会这样？师傅，师兄，你们来了！怎么回事？我感觉到有人破开了我的符咒，是何人所为？师傅，师兄，是那两个臭小子，是他们使出阴谋诡计，破解了师傅你的符咒，甚至于还将我弄成了这个样子。师傅，你要替我报仇啊！师妹，你确定是这两个臭小子所为？是的，师兄，这两个小子还说师傅炼制的符咒在他们眼中是垃圾，一文不值，他们轻而易举的就破解了，他们竟然敢这般羞辱你，您可不能放过他们呐！萧长乐当真是巴不得那两个小鬼立刻去死，他故意编排出了这样的理由。臭小子，是你们说我的符咒连垃圾都不如？没有呀，我们……没错，你这符咒的确不咋地啊！你瞎说什么大实话呀？邱大师，他们只是两个孩子，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你是在说我们说的话不作数吗？可是这丑大婶说的没错啊，这个符咒的确很垃圾啊，随便一挥手就变成这样了。可真是个榆木疙瘩，这么耿直，会吃亏的呀！哪里来的奶娃娃？不回家吃饭，竟然在这里胡说八道！信不信再敢胡言一句，我揍哭你！即便是爹爹都没有揍过我，你敢揍我？师兄，师傅，快帮我报仇啊！师傅，师妹，这两个不知好歹的小子交给我来处置。你们把我师妹弄成这个样子，还敢辱骂我师傅和我，实在是欠教训。看在你们是小孩子的份上，只要你们两个现在乖乖的跪下来给我师傅磕2个响头，认个错，我们可饶了你们一命。不然的话，你们小命难保。方才是你说你要揍我，难道不是？你自己在外如此兴风作浪，随意侮辱别人，难道不欠教训吗？嘿，真是没教养。侮辱别人？我可没有啊，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你们练的符的确只是一堆垃圾。我什么时候竟然被这样的小娃娃如此奚落过？嘿，看你好大的口气！这么说你是符咒师？是又如何？小子，你在开玩笑吗？你知道符咒师是什么吗？你认识字儿吗？我比你懂。好大的口气，只会在外面信口开河。若不然，你们比比，看看谁更厉害。怎么不敢了吗？好，比就比，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符咒师。大叔啊，就这么比，没什么意思呀，来点赌约吧。什么赌约？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们就按照你所言向你们道歉；如果你们输了，你也得跟我们道歉。师兄，别
跟他们比，直接杀了他们。你好像不是特别敢跟我们比呀，方才还真是被我们说中了呢。你的符咒果然是一坨垃圾。怕了你们不成？两个奶娃娃而已，比就比，到时候输了别说我欺负小孩。嘿嘿，那就开始吧。皇上，这是怎么了？皇上，你中毒了。这怎么可能？朕的饮食一直都有专门的人层层把守，怎么可能会中毒？皇上，您中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我只能先替您逼出一点，余下的还需要时间来调理。是谁竟然这么大胆，竟给朕下毒？月姑娘，您倒是说说，皇上到底是中了什么毒啊？皇上，臣女想了解一下，7日之前您可是接触了谁？7日之前，太子萧天蓝曾来求见皇上，向皇上哭诉求饶。那就是了。岳清晨，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莫不是你觉得这毒是天蓝所下？岳清晨微微颔首，放肆！朕虽然已经将萧天蓝的太子之位废除，可是萧天蓝到底是朕的儿子，如今竟然如此诋毁于他。再说了，萧天蓝如今已经是一个废人，即便他真的有如此野心，现在也晚了。朕素知你跟天蓝有怨，可没想到原来你也是这般狭隘之人。若背后另有主谋呢？皇上，今日是这个毒的第7日，若是不错的话，这背后主谋应当会过来，到时候还请皇上你演一出戏，来揪出那背后之人。好，看在龙主的面子上，朕姑且信了你。回皇上，不好了，不好了！公主殿下被人打了。公主殿下方才还想烧死2个孩子，结果2个孩子，小叶跟小莫一定是他们，他们在哪儿？快说！在公主的宫殿。月姑娘，你先别着急，我带你前去。走。喂，这位叔叔，可以开始比试了吗？我们在赶时间。好，那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现在写下3个符咒，若是你能连续将这3个符咒破了，就算我输，如何？好，你看你的符咒连一堆垃圾都不如，原来你还停留在纸画符的阶段啊！这点雕虫小技还好意思出来耀武扬威？这个小孩子竟然真的是符咒师，而且他以气画符，这简直是符咒师的最高境界。太好了，嘿嘿，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楚木好像是输了。师兄，师傅，别跟他们多废话了，直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呀！是的，杀了这2个小家伙，若是继续留下来，那以后怕不堪设想。赢了又如何？你们将我师妹害成这个模样，该死！不，楚公子，他们只是2个孩子，你怎么可以如此残忍？没人能够来救我去死吧！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最讨厌不讲信用的人。我也是。无知小儿，拿命来！秋萍，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难为2个孩子做什么？你住手！我要保护好小叶弟弟。居然伤害2个孩子，不要脸！娘亲，你怎么在这里呀？闭嘴，一会儿我再跟你们算账。原来你是这2个臭小子的娘亲。不错，还请问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竟然让阁下如此痛下杀手？他们将我2个徒儿害成这般，难道不该死吗？是吗？说说发生了什么？娘亲，我们不是故意让他们变成这样的，是他们想烧死我们，所以我们就将他们打成这样了。还有地上这个大叔叔还想杀了我们，说要我们死无全尸。没错，所以我们必须要惩罚他们。听到了吗，姑娘？敢放火要烧死2个孩子，大胆！这是公主殿下，皇上不会饶过你的。做错了事情就该接受惩罚。皇上如今身体有恙，所有的事情都交由本王来处理。本王觉得月姑娘做得对。你还想将他们碎尸万段？我的手怎么回事？哎呀，最新炼制的毒药真的很好用啊！这几天你一直捣鼓的就是这个？对啊，我叫它穿心丸。这么恐怖啊？那岂不是生不如死了？对呀，也不是没有法子解毒哦。我只告诉你哦，只要把一开始中毒的那个位置斩断，毒素不会蔓延啦。什么穿心丸，那不过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毒药罢了。天哪，龙千墨，这个人是傻子吗？竟然在这里自断一臂！我不是中了穿心丸吗？他中的只是普通毒药啊，看来是他觉得自己想要杀死2个孩子，实在是太不要脸了，所以自己给自己惩罚了。那是普通毒，并不是所谓的穿心丸。臭小子，你骗我！我没有骗你呀，我只是在跟别人聊天而已。哎呀，本来我只想让你输了就向我们道歉的，现在既然你如此展现诚意，那就勉强让你过关了吧。这场赌约我们就一笔勾销啦！我要向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敢？放肆！放
放肆！竟敢对我的2个徒弟如此下毒手！哼，做错了事情该罚，不是吗？今日是你们先对2个孩子下手，难不成我不反击，还非要坐在这里看着你们打过来？我可不是这种蠢蛋。做错了事情的当罚。邱大师，看来你最近年纪大了，新收的几个弟子都不太行啊。本王相信这2个弟子只是例外。摄政王，可是没什么可是，你这2个徒弟是该死。萧长乐还存着一口气，还不将他带走？这个摄政王是得罪不得的。萧公子，多谢你救了我们。萧公子，之前的事情实在是对不住，我们都是太害怕了。吃吧。什么？之前有个人说，如果我是符咒师的话，他就当众吃，让你们吃了，那之前的事情我就既往不咎了。萧公子，我们方才都不知道。不吃也可以，我需要你们立下血誓，从今以后我要你们追随我娘亲，自此生死不弃。无论我娘亲让你们做什么，你们都必须要去做，如何？当然啦，如果你们跟着娘亲，娘亲肯定不会虐待你们的。娘亲，你说是不是？原来小家伙竟然存了这个想法。释月林如今人不算少了，但是看着小阡陌那满是期待的神色，不错。我红山愿意以灵魂起誓，此生将追随月清晨，永生不背叛。若违此事，灰飞烟灭。兄弟们，今日的一切大家也都看见，在有些人的眼中，我们的人命不过只如草芥。今日我们险些葬身火海，若非是这小公子相救，我们不可能活着出来的。一群侍卫们纷纷如红山方才所做，口中轻喊着口号，立下了血誓。你们既跟了我，我定不会亏待于你们。等此事结束，你们就随我出宫吧。是。臭小子，总算可以跟你们算账了。娘亲，我们再也不敢了啦。是的，娘亲，我们是怕你在这里受欺负，所以来帮娘亲你撑腰的。对，娘亲，那个丑大婶儿被我们教训了一通，被2个小家伙宠着的滋味儿可真好。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知道吗？娘亲不会被任何人欺负的，你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娘亲，小莫送给你的礼物你喜欢吗？喜欢。那娘亲，是不是你今天就不会责怪我们闯进皇宫啦？月姑娘，摄政王兰王来了。兰王，摄政王，咱们一道前去看看吧。兰王，本宫知道你心系皇上，可是皇上如今状况十分不好，一直都醒不过来，这都这么多天。皇后娘娘，兰王一听说，迅速就赶过来了。岳战也，是你？娘娘，正是臣。太子殿下听说皇上这些时日一直处于昏睡之中，不曾苏醒，所以来恰巧臣倒是听闻了一些关于这个病症的一些讯息，所以也斗胆跟了过来。那你知道些什么？娘娘，这是一个秘密，还请皇后屏退左右，我可不想有些秘密被众人皆知。皇后放心，我这个方子肯定能够让皇上苏醒过来。好，皇后啊，您应当知晓皇上的传承印放在何处吧？岳战也，你想做什么？皇后娘娘不是要救他吗？很简单，找到皇帝的传承印，写下一道圣旨，将皇位让给兰王，并由我来监国。岳战也，萧天蓝，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谋反！来人呐，快将这2个乱臣贼子拿下！不瞒皇后您所言，方才我们进宫的时候，已经带来了一群的势力。若是皇后您一声令下，我保证一切不会这么平和的解决。你是不是发现这外面的侍卫没有了声音吗？因为他们已经都被解决掉了。今日这座宫殿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人知晓。你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乖乖的将传承印拿出来，帮助皇上写下圣旨，要么你就等着皇上死吧。这皇上中的毒，只有我才有解药。萧天蓝，你父皇这么多年待你不薄，便是你得罪了龙主，你父皇都心心念念的要保住你，可是你呢？你都做了些什么？皇后娘娘，这传承印交给我吧。不可能。那就由不得你了。
皇后啊，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你自己心甘情愿地交出传承印，要么是我逼着你交出来，你自己选择吧。岳战野，就凭你也想掌控整个南离国？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一个被岳清晨丢出去的丧家之犬，一个甚至能够亲手杀了自己发妻的男人，你觉得你也配当这南离之主？哼，贱人，我怎么就不配了？这南离未来的主人，我做定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传承印，否则怎么样啊？岳清晨，岳战野，没想到你还有如此大的野心。岳清晨来了，我们有救了。你来的正好，今日在这里将你一并收拾了。收拾我？就凭你？还是说凭着你在这个宫殿四周布下的那些垃圾菜鸟？你做了什么？当然是随手解决了那些垃圾菜鸟啊！如此不堪一击。岳姑娘，还好你来了。皇后娘娘，现在可证实了我所言非虚。岳清晨，看来我真是低估你了。你的确实力不错，那又如何？可是现在南离皇已经死了，这南离国终将易主。我们做个交易吧，只要你今日不过问此事，待得他日我成了这南离之主，我给你最高的地位，如何？从此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初给我毒药的那位就说过，世间能解此毒之人，只有他们背后的主子，所以不慌。谁说朕已经死了？你怎么会？逆子，朕心心念念着要留你一命，可你倒好，伙同外人来害朕。岳战野当初承诺过我，父皇只要中了毒就一定会死，可是为何没死？岳战野，真是没想到，原来你给朕安排了这么一出大戏啊！差点朕就真的被你们给害死了。好在岳姑娘替朕解了毒。你为何要再三的与我作对？为何呀？自作孽不可活。皇上，这两个人交由你处置，我还有事就不逗留了。至于你身上的毒，我会随时过来替你医治。好，岳清晨，你毁了我整个岳家，我便是死也要拉着你。岳战野这是自爆了，他要跟岳清晨同归于尽啊！岳姑娘小心啊！岳清晨，原来你已经是俊杰了。岳战野，这是你自找的。李新梅，这是你对我的惩罚吗？当年你因我而死，现在我因你女儿落至此，这都是报应啊！报应啊！苍兰李新妹之女，果真是名不虚传呐！来人，将萧天蓝拉下去，凌迟，让她死得痛快一点。李新妹是当年岳战野要送给主人的女人，而那个女子是李新妹的女儿，她与李新妹有8分的相似，我得回去告知主人。主子，您最近怎么了？状态似乎不太对啊。那个女人再度出现了。那个女人从前每隔3年就会出现一次，如今却是出现的愈发频繁了。她想将龙思觉带走。主子，那个女人确实不容小觑。从几年前起，她每次出现都会重创主子，如今又来了。我不能继续待在南离国了，我得回去了。她说了，若是我随她而去，便不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也不知道当年那个女人到底去了何方，仅仅是一个位面的投影的实力，竟已在圣者之上。他得离开这里，他怕自己保护不了岳清晨，保护不了小莫跟小叶。主子，那您的意思是回龙都？是的，他们人呢？他们去了皇宫，出了点事。该死，这个档口我竟然不在。他们已经解决了，去了世月林了。又是世月林，明明岳清晨答应过我，不会再去崇拜那位世月公子，他竟然还敢去世月林。尊上怎么这么愤怒？难道他这么讨厌世月林吗？可是世月林明明是清晨的呀，尊上不应该很喜欢清晨和世月林吗？
娘亲，这就是世月林吗？好漂亮啊，比龙殿要好太多了。没错，这里是娘亲的地盘。娘亲，那你一个人创建了这个势力，是不是很累啊？不累，现在有你们了，就更加不累了。啊，娘亲，我还想去四处转转，好吗？我带你转转吧，这里我可是待了4年了呢。好，论环境，论舒服，哪里都比不上这世月林啊。龙思觉，你怎么来了？岳清晨，你骗我！狗男人，难道知道了我的身份？我骗你什么？你说呢？你骗了我什么？这个女人，她明明答应我，不会再想着世月公子，不会再崇拜世月公子。可是我才只离开这短短2日，她竟是一转身就来了这世月林。她怎么不是在骗我？还有那世月公子敢跟我抢女人，只有死路一条。前几日，岳清晨对小莫说自己最喜桃花，而这世月林内有这么多的桃花，原来他喜欢桃花都是因为世月公子。这些桃花真丑，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如毁掉算了。我就说绝对不能让龙思觉知道我的身份，他现在这么生气，狗男人实在是小气。你敢毁了这桃花林，我保证我会把所有倾慕你的女人全都抢过来。怕了吧？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装的了。没想到你这个狗男人竟然这么小气，仅仅是因为觉得我抢走了你的风头，竟然一直要对我痛下杀手。龙思觉，我警告你，老娘我也不是好惹的，你别以为你这么厉害，老娘就怕了你。我敢保证，你若是今日敢毁了这世月林，我会跟你拼命。世月林，世月公子岳清晨，你是世月公子？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还假惺惺的问什么？原来你就是世月公子，原来如此，你骗我，骗得好惨，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真蠢，原来是我一直庸人自扰了。不知道我是世月公子？我现在知道了。所以我这是愚蠢的自爆了马甲。你不可以打我，你要是打我，我也会对你不客气的。我为何要揍你？你不是一直怪我抢走了属于你的光环，属于你的关注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没办法，我这个人自己的魅力在此。你觉得我会揍你？难道不是？虽然一向知道他强悍有加，可是现在却发觉他却也迷糊的可爱。原来他是觉得我会揍他，所以才一直不敢跟我暴露身份。你说的倒也没错，那世月公子的确是抢走了本尊的女人，扰乱了本尊的意识，所以你还是得对本尊负点责任，否则真的会揍你。我就说狗男人一定自助必较，你说负什么责任？这些时日一直将本尊弄得心烦意乱，你得赔本尊精神损失费。现在这个情况只有用你自己赔了。你想干什么？用你自己来赔。天知道我因为世月公子生了多少闷气，这真是活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生这么多的气。这么骗我的人，岳清晨是第一个。让开！你骗了我这么久，先给点利息吧。龙七说了，要追一个女人必须得不要脸，先亲我一口当做是利息，不然我会如你所言揍你。这龙思觉是愈发的不要脸了。好，你靠过来，凑近点。女子突然张开了嘴巴，朝着龙思觉的鼻子猛地咬了一口。不许乱动，否则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演5年前那一晚上的事情。脑海之中回荡着那一晚上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狗男人竟然如此威胁我，还记得姑奶奶我之前说的吗？有本事你现在松开我。好，5年前你的技术实在是不咋地，让姑奶奶我亲自来调教你一番。眼看着龙思觉已经神游在外，岳清晨毫不留情地抽出了誓月鞭。体验到了吗？5年前的那一晚上，你就该被这样挂起来。放我下来！你不是一直自己闯入这世月林吗？你就在这里多待2日吧。这世月鞭2天之后自动会解开。你要将我自己丢在这里啊？恭喜你答对了，2天之后再见吧。你以前没见过这些吗？没有。原来龙都这么破啊！没想到你在龙都过得这么苦，那你以后就不要回去了吧，就跟我和娘亲一直在一起吧。龙都穷？好像一点都不穷啊。不过龙千木也没有反驳。好啊好啊，在聊什么？这么开心？娘亲，龙千木以后就跟我们一直在一起，当然我们一家3口肯定会一直在一起的。娘亲，你的嘴唇怎么又流血了？没事。娘亲，你笑得好奸诈，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好了，这里的事情安排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回去了。那好吧。放肆！再不将本座放开，本座立马收了你。一般的神器都是经过了天地精华的荟萃，会产生出几分自己的意识。眼下听着龙思觉这声暴怒声，誓月鞭竟是微不可见的
轻轻抖动了3分，不过他还是没有松开。一只已经从鞭子的缝隙之中伸出来的手上，缓缓地释放出了一道金色的火焰。这是金灵火，可烧毁天际间所有的圣器。你若再不将本座放开，本座真的会烧光你。原本还倔强地撑着的噬月鞭，眼下迅速的像是感觉到了恐惧，猛地一闪，从龙思觉的身上松开了来。不许动，本尊会将你送到你主人身侧。放心，本尊不会伤害你的主人的。本尊可是你主人未来的夫君。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超脱神器的存在，这整个五洲大陆乃至龙都，这么多年来都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件，除了那个地方。狗男人，活该！谁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轻薄我？2天或许有点太久。对了，娘亲，这2日怎么不见爹爹啊？娘亲，你知道爹爹这2天去哪里了吗？爹爹回来了吗？不知道。是吗？那看来是我感觉错了，好像出事了。莫姨一个人在家。老祖宗，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灵泉，你们试试。那个臭丫头为何还不归来？不知道。说岳清晨去哪里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只是岳清晨的一个下人罢了，竟然也敢如此拿巧，看我不打死你！岳清晨的下人又如何？总要比你这只猪狗不如的畜生要强上1000倍万倍。老祖宗，你们不介意我随便处置这个下人吧？你随意。我听闻有一种酷刑，在人的身上钉上几百根钉子，身体会被钉在柱子上，直到鲜血一点点的流干。而受刑之人也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鲜血流干，变成一具干尸。我一直想找个人试一试这个刑罚，却又苦于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总算是找到这个机会了。这个刑罚实行起来果然让人畅快啊！你不是一直在替岳清晨说话，不是看不起我吗？等我将你满身都钉上了钉子，看你还敢不敢那样对待本少爷。岳鹏飞，难怪你会沦落到如此下场，原来你真是这种阴邪小人。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鸡鸣狗盗之徒，你跟你那父亲蛇鼠一窝，活该沦落至此。老子要把你的嘴给钉上！莫姨竟然被人殴打成这般，岳鹏飞，你竟敢动我的人！莫姨，你疼不疼？怪我们不好，我们都走了，没有留一个人在家里保护好你。我没事，不疼。动你的人又怎么了？我连你一起动。岳清晨或许很厉害，可是3位老祖宗可都是至尊军阶高手，有他们在，还有何可惧？老祖宗，你们不是来找岳清晨的吗？他就是岳清晨。你就是岳清晨？是我，又如何？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娃，竟将我岳家搞了个天翻地覆，哼，果真是好大的胆子！看我今日不好好教训你！老祖宗，杀了他！就是因为这个贱人，我岳家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啊！杀了他！放肆！岳清晨，我们可是岳家老祖宗，你竟敢当着我们的面如此凌虐岳家之人！岳家的老祖宗很厉害吗？面子这么大吗？不好意思，别说是凌虐岳家的人了，即便是你们，若是敢来招惹我，我也照打不误。老祖宗，杀了他呀！大胆，竟对我们如此出言不逊！这200年来，岳家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对我们这般态度。那是他们愚昧无知，没见过世面。该死的畜生！你以为你是圣兽就了不起了吗？竟敢跟我作对，敢吞了本祖宗的公鸡！本祖宗现在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有多惹不起！按理说来，以我军阶的实力与速度，那丫头是根本不可能闪躲的。可是，老匹夫，你在找我吗？惹不起？我非要惹来给他看看，看看是不是惹得起。你好大的胆子！你们打我做什么？还不快来抓这个畜生！莫姨，娘亲说了，只要在伤口上呼呼几下，就不会那么疼了哦。你有没有觉得好了一点点呢？放心，不疼，我没事，小心！近了，更近了，我一定能够抓住他们。吓死我了！莫姨，方才就是这个人用钉子把你钉在柱子上的吗？我也看到了。你们要做什么？哼，你竟然用钉子将莫姨钉在柱子上，你也自己尝尝这些钉子的滋味吧。不要，放开我！啊！
哇，小月弟弟，看来你最近实力略有长进啊！真的吗？看来最近努力修炼还是有点用的。我感觉我最近体内玄力一直在波动，估计再过不久就要突破了。不错不错，那我再多钉几颗钉子练练手。射钉子，我是靶子。小月弟弟，我也要玩，我们一会儿来比一比，看看相同的时间之内谁射得更多更准吧。好，岳鹏飞被吓尿了。老祖宗救我呀！这两个小家伙可真是随便逮到什么都能玩得起来啊。好了，我刚才数了，莫姨的身上一共有74个鞭伤，我们也钉了74个钉子，完美。不太好玩，下次我再也不想射钉子了，我还是喜欢一些比较有难度的挑战。都别跟无头苍蝇似的乱撞了，现在摆阵法。你们都退下，只是几个阵法而已，娘亲我还没在怕的。你竟然也已经在军阶？怎么可能？我们当初在达到军阶的时候都已经70余岁，跟前儿这个丫头不到20岁的样子呀。没错，军阶，我劝你们现在就滚，否则一会儿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18、19岁的军阶，天生还不是我岳家的人，这实在是岳家的耻辱。是的，杀！才刚到军阶就已经狂妄至此了，若是日后再有突破，那岂不是连我们几个老祖这丫头都要来灭了？结印，诛天印。诛天印，那是以他们3位老祖的精血来结下的阵法，这会透支他们20年的功力。但是结出来的诛天印，圣者以下之人无人可挡。哈哈哈！这诛天印，除非圣者的高手前来，否则根本是不可能冲出来的。这五洲大陆之上，早就没有圣者高手了。你今日就死在里面吧！娘亲，娘亲，有趣，有趣。既如此，今日就一起死在这里吧。本尊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胆，竟敢伤害本尊的女人和孩子。这个声音，难道是龙思觉？龙思觉明明是被我用噬月鞭困在噬月林的，怎么可能出现在此？是你们要杀了他们？阁下，这是我们岳家的家事。岳清晨是本尊的女人，你的家事岂不就是本尊的家事？可本尊怎么从不知，竟然多出了你们这3号家人，跟本尊在此乱攀亲戚，实在是不要脸到极致，该打！我敬重阁下实力高深，这才好言想要跟阁下说2句，休要欺人太甚。你说对了，本尊就是欺你太甚，看来你意见很大。你说岳清晨是你的女人，那2个孩子是你的，哈哈哈！原来你就是5年前的那个奸夫。这5年之间，黄老祖也是有所耳闻，不过当日在宫宴上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逆转乾坤印，你是何人？你说的没错，本尊的确是岳清晨的奸夫，可是那2个孩子，他们都是龙都的少主，跟前之人竟是龙都的那位龙主。尊上，原来是您，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错了。想伤害本尊的女人和孩子，你觉得你还有资格求饶？尊上，我们错了，我们也是被人蒙骗了呀。是岳鹏飞在我们跟前颠倒黑白，让我们来杀了岳清晨的呀，这不是我们的本意，绝对不是。哦，说说岳鹏飞是怎么在你们面前颠倒黑白的？岳鹏飞说岳清晨抢走了家主的位置。是吗？那你们觉得这是抢吗？当然不是，这岳家主的位置既然是岳姑娘想要，那当然就是她的。毕竟是尊上您的夫人，她想要什么自然有什么。说得对，还颠倒黑白了什么？那岳鹏飞还说岳姑娘害死了岳战野，不过现在看来，就是那岳战野该死。岳姑娘干得好。清晨，这2人现在交给你来处置。岳姑娘，我们错了，是我们误受奸人挑拨，我们不该过来打扰您的。这2人任由你处置，你只管尽兴就行。
只管尽兴。乔龙司爵这话说的，我有这么残暴吗？月姑娘啊，求你了，放我们一命啊！我们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呀。好不容易有了长生的机会，这两个老祖宗当然不想就这么死掉。我可以放过你们，但是你们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我记得岳家有一个密库，我要进去。如果不错的话，进入密库的通道就在你们3位老祖的手上吧。现在就打开密库通道吧。杨青，我们也要进去。好，你们先进去，我在外头替你们候着，一直等到你们出来，有我守着，你们大可放心入内。你这鞭子我已经替你好好调教了一番，现在应该已经很听话了。你等着，出来我再跟你算账。所谓的密库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库房，这岳家难怪如此不堪，就这些垃圾废纸竟然当做宝物，被这么好的保存在这里。我也觉得，难怪现在炼丹师越来越少，都是被这些法则给带坏了。娘亲，你快看，这个书里面好多内容都是错的，还有这个制毒典籍。天哪，这些我2岁的时候就不玩了。唉，两个儿子能不能给别的人留点面子啊？这或许是我的娘亲李氏的嫁妆箱子，金凤图腾指引的就是这个空的。娘亲，怎么了？怎么是个空箱子啊？咦，娘亲，这个箱子底部有个夹层。小莫、小叶，你们后退2步，是有什么秘密吗？竟让金凤图腾指引了我许久。娘亲，画卷上的人跟你长得好像啊。李心妹，这竟是这个身子的娘亲。这个金凤图腾的印记明明是我从23世纪带过来的，怎会出现在李心妹的身上？哇，娘亲快看，这幅画发光了。清晨，我的女儿，明明我只是穿越到这个身上而已。你能够来到这里打开这幅画卷，应该是小金给了你指示了。你既能来到这里，也说明你已经濒临死亡1次了。清晨，娘亲在你出生之后就已经将小金留给了你。娘亲本来想让小金一直保护着你，可惜娘亲功力不够，只能在你危险的时候，她才会被唤醒，帮助你逃脱危险。娘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亲眼看着你长大，只能让小金陪着你了。小金，金凤图腾，它不是我从23世纪带过来的吗？怎么会是李心妹留给这个身子的？濒临死亡方能唤醒小金，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可原来不是，我原来就是真正的岳清晨。之所以能够去往23世纪，不过只是娘亲留给我的金凤图腾的作用。娘亲只希望你能够遇到这天底下最好的儿郎，而不要像娘亲这般被人蒙骗。娘亲此生只有2件遗憾的事情，一是没有能亲眼看着你长大，不能陪着你；二是娘亲对不起你的外祖。清晨，答应我替娘亲完成这个心愿，去看看你的外祖如何？清晨，你的外祖是个好人，可惜啊，娘亲不懂事，娘亲伤透了你外祖父的心，气死了你外祖母。清晨，答应我，帮我去看看李家。好，我会去的，娘，我会去的。娘亲，你不要难过，虽然外祖母不在了，但是还有我们呀。从前他一直只当5年之前与龙思爵在一起的女子是原主，是真正的岳清晨，现在才知原来根本不是。岳清晨只是在4年之前掉下山崖的时候被金凤图腾救走了，将灵魂送去了23世纪，绕了一圈，如今又回来了。而这2个小家伙确确实实是自己的骨血孕育的，而5年之前与龙思爵在一起的女人也的的确确是他自己。娘亲，你还要找什么宝贝吗？没有了，我们出去吧。好，我又不喜欢这里。月姑娘这么快？那月姑娘啊，我们爷爸，我既进了密库，就放了你们。但是你们记住，若是下次再敢来招惹我，我定取你们狗命。是。莫姨，他用钉子伤害你，他就交给你处置。清晨，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责怪我擅自解开了你的鞭子？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若实在是生气，那把鞭子给我，我继续去将自己捆起来，挂在树上，保证3天之后再来见你。你不要生气好不好？是不是只要我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去做？自然，便是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义不容辞。为何？因为你是岳清晨，绝对不仅仅是因为5年前的那一晚，我要的是你这个人，是你岳清晨。可是你明明说什么都答应我，却还擅自从誓约林跑了过来。你现在将誓约鞭给我吧，别不开心了，我这就去自挂桃树林。你说要我做你的女人？对。若是我不愿意呢？你若不愿意，那说明我还不够好，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愿意的。我不要做你的女人，但是我可以考虑让你做我的男人。你说什么？怎么没听明白？好话不说第2遍，没听明白那便算了。清晨，我听明白了。好，
你说的对，只要你说的都对。小叶弟弟，要不我们赶紧走吧，我们留在这里好像不太好。对，我们赶紧走吧，看这样子，说不定明天我们就能有妹妹啦。儿子，到底是谁给你灌输的这些想法？先放我下来，我只是说我可以考虑。我会让你考虑清楚，让你知道，让我做你的男人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是吗？给我个理由，让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正确的理由。好，你看，我是风华榜第1纸人。不过我可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容貌于我而言无所谓，我不在乎男人长得好不好看，反正对于我来说都没我好看，更何况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那好，不提长相，我如今实力已到地阶，即将到达圣者境地。我会保护自己，你看这么多年，我不也过得好好的？有一件事是必须我配合你才能完成的。哦，比如给2个孩子再生个妹妹，必须我来配合你，所以你肯定需要我。你在耍流氓？太好了，我真的马上要当哥哥了。你说现在爹爹娘亲在亲了，娘亲应该肚子马上就可以大起来了吧？小妹妹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出来了？当然不是啦，至少得等10个月啊！这么久？不行，娘亲不是一般的女人，爹爹也不是一般的男人，他们肯定很快给我造出小妹妹。爹爹娘亲加油啊！小兔崽子，你做什么？给娘亲爹爹加油助威啊！看来你还是太闲了。最近修炼了吗？是不是怪我给你布置的任务太少了？赶紧回去修炼去。要是3个月之内继续停留在王阶境地，娘亲就要给你加任务了。看来不满足2个孩子的愿望有些残忍，不如给他们生个小妹妹。滚犊子！看来你的意思是1个不够，要2个。我觉得我的繁衍能力不错，一生就能生俩。这个男人真是愈发的厚颜无耻了，给点颜色他就上天了。你别跟我这么紧。不行，你说了，我做你的男人，所以必须寸步不离。我后悔了，离我远一点，你距离我这么近，我不习惯。哎呀，放心，马上就习惯了。另外一边，在南离与苍兰国之间的山脉之间，主上，我们出事了，其余的兄弟们都被杀了。怎么回事？不是让你们去帮助越战野篡权吗？怎么会出事？以你们的实力，不敢弱于南离皇室之人。主上，是一个女人，她杀了我们所有的兄弟。女人是谁？主上，她是李新妹的女儿。李新妹，那个女人的女儿，你确定没有弄错？对，不会错的。就是李新妹。20年前，我让越战野将那个女人送过来，结果那个女人中途跑了。如今，她的女儿竟然出现了。也好，他的女儿也定然继承了他的血脉。来人呐，去将那李新妹的女儿抓来！清欢，这就是龙骨了。既然看到了，那我们赶紧出去吧。要是被爹爹跟族中长老知道我带着你贸然进来，就糟糕了。放心，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另外一边，在山洞黑袍人的命令之下，他们奉主子之命前来捉拿李新妹的女儿。可是李新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哪个？岳清晨还是岳清欢？主子说，李新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身上有很厉害的血脉，那她的女儿定然也是很厉害呀。听闻啊，这岳战野有个女儿，曾在4年前进入了龙都，想来就是那个女儿了。对，我也打听到了，那个女人叫岳清欢，前阵子出了点事儿，好像最近住在拓跋家。走，我们去拓跋家将她抓过来。恰在此刻，我岳清欢总有一天会在凤临天下。岳清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们是谁？岳清欢是吧？我们主子请你前去一聚。放肆！我是岳清欢。知道你是岳清欢，抓的就是你。你是何人？你可知我是谁？竟敢将我掳来此处！当年的李新妹是那样精彩绝艳的人物，倒是想看看那李新妹的女儿是何等的模样。本以为你会跟你娘一样出色，没想到是个废物，还是个丑八怪。闭嘴！我可是从龙都归来的。朝着岳清欢的体内探去，却发现这岳清欢根本就没有继承李新妹的血脉，真是个没有用的废物。也罢，本座这里会上去一个打杂的，暂且留你一命。放肆！你竟敢让我打杂！从今夜起，
你若是敢不听话，本座便一根一根敲断你的骨头。他究竟是何人？哈哈哈！臭丫头，还不快去刷马桶？我们的马桶都还没刷呢。另外一边，月宅主子，我们有事要汇报。滚！没看到本尊正忙着吗？主子，您在忙啥？你眼睛瞎了？要去治一治眼睛了？没看到本尊在给清晨剥葡萄吗？这就是忙吗？看来你的属下应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你们最好是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否则本尊便算你们渎职。主子，您之前不是说准备回去龙都吗？我们都准备好了。主子，如果您现在不回去的话，那当我们没说。没想到这一日来得这么快，我是要回去的。那个女人可以追踪到我的气息，倘若我一直留在这里，只会给岳清晨和2个孩子带来危险。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女人，如若现在离开了，如何舍得？你要回去龙都？我得回去了。好，你巴不得我走？巴不得我走？难道是要去找什么其他的男人？你放心，我岳清晨既认定的人和事，这辈子都不会改变。我只是觉得，任何一段关系都不能成为将对方牵绊住的存在。你既然有事，就先去做吧。可是我舍不得你。舍不得什么？你难道不过来了？再说了，即便你抽不开身过来，我也很快会去龙都的。等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掉我的事情，再将你接过去。我不要你来接，我会自己过去的。你别忘了，我跟老龙主的约定。保管好它，贴身携带，永远不许拿下，就连睡觉洗澡都不许拿下。好，那你照顾好小叶跟小莫，他们且先都留在你这儿，我在龙都等着你。我走期间不许招惹任何男人，若被我知道，必有重罚。这话该我对你说才是。那个女人当年为了追求更高的实力，抛弃了我，抛弃了父亲，离开了龙都，这么多年不复相见，如今却是为了取我的心头血，数次三番想将我骗过去，何其狠心！龙思觉知道这一般心狠手辣、不念亲情之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他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娘亲，你在想爹爹吗？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吧。去哪里啊？去苍兰国，你外祖家。清晨，我们现在去哪里？直接去李家吗？不着急，先寻个落脚处。你让我停下来。娘亲，那2个人好眼熟啊，可真是巧得很啊。姐，咱们也去看看静宝。我记得上次林家那臭丫头在这里静宝只花了1万两银子，竟然就买下了一个价值20万两的宝贝。现在咱们把银子都花光了，要不也来看看？也好。李姑娘，你们今日也要来参加竞宝吗？路过，想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好，诸位，欢迎大家来到每半年一次竞宝大会。今日在100件宝物之中，有2件最是价值不菲。至于是哪一个，还请各位擦亮眼睛，自己辨别啦。100件宝物，只2个是值钱的，那另外的98件岂不都是垃圾？还有这么多人呢，在此孤注一掷，也不怕倾家荡产。姑娘这话说的没错，可是有人会倾家荡产，也有人会一夜暴富呀。我能感觉得到，今日一定会拿到那2个价值不菲的东西。这可真是赌博。没错，赌博，万一赌赢了呢？我们岂不是就发财了？照例给每个人1炷香的时间观察，每个人只可买2件东西，最后价高者得。小猫，你千辛万苦死赖着不走，就是为了让我看这坨没用的东西，这摆明了不是在欺骗广大老百姓。姐，你看，那不就是那个岳清晨？奇怪，他怎么好端端的来我们苍兰国了？难道岳清晨是已经找到他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李家的外孙女？哼，我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人前来抢走属于我的东西。好了，梦瑶，别管这些了。你别说，这个岳清晨乡巴佬归乡巴佬，可是运气是真好。要不我们看看那岳清晨看中什么宝物了，跟着他，比他价格高一点，肯定不会有错。李梦瑶根本不知道自己所有的话语已经全都落在了岳清晨一行人的耳中。岳清晨有那只圣兽相助，绝对不会找错。岳清晨在看第53号宝贝。岳清晨微微转过身来，与身侧的另外一个女子在说一些什么。15万两，15万，姐，我要出更高的价，那53号肯定是我的。15万太高了，我们身上可没这么多银子。放心吧，肯定是岳清晨的圣兽告诉他53号是个不可多得的宝物的，银子不够，咱们再回去取。如果能用15万两竞拍下一个价值上百万两的东西，那我们不还是赚了吗？15万1000两。第53号宝贝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东西，若非是岳清晨将注意力落在那玩意儿上，我断不会看一眼它，更别说出了这么高的价格了。
什么151000两？这李家姐妹是疯了吗？还是说那53号当真是什么不可多得的宝贝，竟然让他们出这么高的价格？我也想看看那53号究竟是什么呀？哼，没错，第53号宝贝是我的了。我算是知道了，这世界上永远不缺傻子。李姑娘，您花了足足15万两多的银子买下的宝物，还不快给大伙瞧瞧究竟是什么？哎呀，这个大婶儿花了15万两的银子来买一个石头，她是傻子吗？小叶弟弟，不许胡说，或许有些人就是钱多的花不掉了呢。你这样说，不是在侮辱人家的兴趣爱好吗？那盒子里的好像还真是石头啊。竟然只是2个破烂石头，15万两啊，足足15万两！小叶、小莫，你们不可以这么嘲笑别人。有的人的确有一些特别的爱好，你们怎么可以歧视有特殊爱好的人？知道了，娘亲，以后我们不会了，我们反而应该更加关爱这类人。这才乖。是你故意耍我！你是在跟我说话？玉清晨，你故意诓我！好了，梦瑶，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太冲动了。姑娘，是我妹妹太鲁莽，我没管好她，还请你莫怪。这个李梦雪绝不似表面这般简单。既然知道没管好她，还将她随便带出来冲撞人，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我又输了，完了！这次花了200两银子，结果买了个废物啊！天啊，这是怎么了？好像是结尾那个铃木匠。都让我看看。看看，李姑娘可真不愧是红颜榜前列之人，人美心善，实在是让我等敬佩。李姑娘，林木匠这是怎么了？他这些天就一直不大对劲儿。别担心，我会替他好好看看的。这人早已毒入心脉，药石无医啊。娘亲，他好惨啊！精通医毒的岳小叶很显然也已经发觉了林木匠的反常。放心，他没有大碍，只要服用我炼制的丹药，马上就会好的。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竟敢在此耽搁我的好事，实在是没有教养。内心生着气，可是面上，小弟弟，这可不是你乱玩的地方，赶紧将丹药给我，我要救人。你这枚丹药不仅不能给这个大叔治病，反而会要了他的命。哪里来的小屁孩，这么不懂规矩，是不是有娘生没娘养啊？你说什么？难道不是吗？我姐可是苍兰国公认的神医，我姐要救人，这个没规矩的孩子竟然在此阻拦她，这孩子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如果不是品性有问题，就是没教好，要我说就该把他塞回他娘的肚子里，重新再造一番。岳京晨，这里是苍兰国，你竟敢在此打我！道歉！你说什么？我让你道歉。好了，你们不要争执了，这位大哥已经快不行了。姑娘，虽然我不想指责你，可是这个孩子的确做的不对，竟将这位大哥的救命药给抢走了。只要那个孩子不将药还给我，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没有人会知道我其实无法解毒。哪怕是这个林木匠死了，所有的指责也都会落在岳清晨和那2个孩子的身上。你这个药会要了他的命的。你什么都不懂，怎么可以在此胡说八道？本来就是。臭小子，怎么听你的意思，你比我姐还要懂？那是当然。你在开玩笑吗？一个3、4岁的奶娃娃，竟敢在此大言不惭！这位姑娘，这个小公子是你的儿子吧？看着长得机灵可爱，可是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嘛，姑娘，孩子小不懂事这就算了，可是你不能总眼睁睁看着孩子在这里捣乱吧？我本来就可以治好他，你给我等着。好啊，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行。若是你真的能够救好他，那我马上跪下朝你磕头认错。相反，你如果只是弄出人命，到时候可千万别说什么童言无忌，在我苍兰国当街将一个无辜的百姓致死，你们是要负责任的。让他一试，若是出了事，我们承担责任，自此离开苍兰，再不出现。好，既然你们如此信誓旦旦，那就让你们一试。方才李梦雪给的那颗丹药可以封住林木匠的心脉，让他短时间之中能苏醒，但是却只有1刻钟的时间。1刻钟过后，心脉之处的毒素将会彻底的爆发。这么大的小孩竟然玄力如此浓厚！天哪，我没看错吧？这小孩实力竟然至少在天阶境地。这个臭小鬼竟然真的有几分实力。3、2、1，真没有想到那个小鬼真的会解毒。娘亲，你看我把这个大叔治好了，你们看到了吗？我没有说谎，我娘亲把我从小教得很好的。小叶是轻易不出手，今日为了证明清晨教得很好，竟然出手了。李梦瑶是吧？道歉吧，道歉。不可能，怎么回事？我是李家的人，你怎么敢？你别以为你有一只圣兽就可以靠着它在此作威作福。
靠着我作威作福，这锅我可不背。你说的对，我就是靠着他作威作福了。有本事你也找个靠山来啊！我错了，对不起。哎呀，没事啦，都是误会，你们不用这么诚心的跟我磕头的。诚心跟他道歉，明明是叶倾城让那只臭猫逼着我的。梦瑶、梦雪，果真是你们。小叔叔，你们怎么在这里？不是去南离国买药了吗？小叔叔，我们遇到点事儿了。怎么了？满脸都是血。小叔叔，这个女人她欺负我，这个女人靠着一只圣兽为非作歹，把我弄成了这个模样，你要帮我做主啊！大姐姐，这张脸像极了那个小时候李医生总喜欢跟在李新妹后面的仙女。李梦瑶的小叔叔，那岂不就是我的小舅舅？第一次看到我真正的血亲。贱人，果然是不知羞耻，随便见到一个男人就这么笑，竟然连我小叔叔都敢勾引，简直不要脸。自从8年前受伤，小叔叔心爱的女人离他而去之后，小叔叔就一直清心寡欲，从来不会对任何女人流露出如此神色。可是现在竟面对岳倾城如此失神。蠢货，小叔叔之所以如此失态，定是认出了岳倾城的模样了。道歉，听到了没，岳倾城，赶紧就之前的事情向我道歉。我小叔叔可是很厉害的五品驯兽师，你若是不向我道歉，我让我小叔叔要你好看。李梦瑶，你脑子进水了吗？我是让你向这个姑娘道歉。小叔叔，你说什么？你出言不逊，如此辱骂这位姑娘，难道不该道歉吗？可是小叔叔，明明是他先勾引了你。闭嘴！小小年纪在此一派胡言，作为长辈，我必须要好好的责罚你，满口污言秽语，该打！道歉！小叔叔从前与那位姑姑感情甚好，所以现在才故意这般维护着岳倾城。不行，绝对不能让岳倾城顺利的回到李家。妹妹，小叔叔说的对，你赶紧先道个歉吧，别惹小叔叔生气了。对不起，我错了。那我问你，谁是贱人？我是贱人。知道就好，下次不必这么大声的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娘亲，你忘了，有些人就是有很特别的爱好的。是的，他们的世界我们不懂。你们这样真的好吗？再这么毒舌腹黑下去，会被人打的呀。好在你们实力都逆天，不然只怕早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娘亲，这里好无聊，我们赶紧走吧，我肚肚有点饿了，我想去吃风雅楼的菜。好，我们去风雅楼吃饭。姑娘，既然是我们这边做了让姑娘您不开心的事情，不如这顿饭就由我们来请吧，当做赔罪，如何？看眼前的姑娘年纪不过18、19，到底她与我的大姐姐是否有关系？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掌柜的，您确定严大师之前来信说的几个人就是他们？没错，大师说啊，这几日有一个仙女一样漂亮的女子，带着一只猫，还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来这儿，肯定就是他们了。好，那我这就让他们去把那道特殊的菜端上来。我们凤雅楼的菜可还合你们胃口？还不错。哎，对了，还不曾请问阁下名字是？南离国岳倾城。姑娘，我斗胆问一句，您的母亲？几位贵客，这是我们风雅楼今日免费赠送给你们品鉴的菜，是我们严大师为了迎接你们，特地让我们来做的。天啊，这是严大师为了我们特地吩咐你们做的吗？2个下人点点头，只当是这说话的丑八怪也是跟那个仙女一样的姑娘一起。是的，果真是李家人的面子大，竟然让这风雅楼都给你们赠送菜品。那是当然，我小叔叔是5品驯兽师，我姐姐更是红颜榜前列之人，这风雅楼自当会给我们面子。红颜榜前列的人很厉害吗？那是当然，能进入红颜榜的人都是5洲大陆权威认证过的。娘亲，你在红颜榜第几啊？第1还是第2？儿子，你们能不能别给娘亲我拉仇恨？你不知道可别乱说，红颜榜第1、第2你也敢大言不惭？即便是我姐，她可是我们苍兰国公认的天才，是青云城已经内定的人选，也只才排第4。才第4啊！你敢在这里耀武扬威？娘亲可是风华榜第3的人啊！我娘亲肯定要比他厉害1000倍100倍，这么垃圾就能上红颜榜？娘亲以后就算是可以上，我们也不上了。这还真是越说越夸张了，只怕2个小家伙再这么说下去，那李梦雪跟李梦瑶怕是要杀了我了。行了，妹妹，不过只是2个小孩罢了，何必与他们计较？童言无忌啊。可是姐，他们在这里如此羞辱你，羞辱红颜榜，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不必太计较这些。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岳倾城，我知道你厉害，仗着一只圣兽为所欲为。你的2个儿子说你比我们要厉害，那好，今日你敢不敢弃了这圣兽，在这里跟我
我比。我为何要跟你比？哼，怎么，你莫不是不敢？我不随便跟人比，一旦比试，必论输赢，必有赌注。赌注？是的，这是我们岳家的家规啊，否则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我记得上次有人要跟我们比试，提出的赌注就是输了的人学狗叫，还有一个人说输了的人裸奔，是吗？那我也提出赌注，输了的人脱衣裸奔。叶清晨，你敢不敢？乖，自己玩去。如你所愿，我可以跟你比。月姑娘，你可以不必答应，梦瑶这是在胡闹。无妨，李姑娘既如此雅兴，我岂能扫了她的兴？那现在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那就可以不用浪费时间了。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招秒杀呀！这不是开玩笑吗？有这个时间，好好吃饭不香吗？娘亲，这道菜很好吃，你要多吃一点啊。是的，小叶已经吃了2碗了。还记得娘亲教过你们什么吗？食不言，寝不语。这个丫头原来早已是胜券在握，不管她究竟是不是大姐的女儿，这小丫头的性子对我的胃口，嘿，这般心性绝非一般人可比。叶清晨，你娘亲，这个丑大婶儿要来履行赌约了，李家的人真的是重信守诺的，脱吧。你说什么？怎么，你现在过来，难道不是要裸奔？是啊，李姑娘，方才你们可是说了啊，那输了的人要当众裸奔的呀。李姑娘还不赶紧脱？哈哈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子裸奔呢，实在是好奇，想看看这大家小姐跟一般人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叶清晨，你敢？我是李家的人，你敢这么对我？李家的人很了不起吗？就可以在这里不遵守规则？是你自己要跟我比试的吗？既然输不起，就别比。月姑娘，还请您得饶人处且饶人。梦瑶她不懂事，知道她不懂事，还将她随便放出来。你作为她的长姐，不如这个责任就由你来承担。李梦雪垂下头去，再也不敢言语一句了。这种既当女婊子又立牌坊的戏码，可真是眼熟啊！跪下！小叔叔，我说你跪下，向月姑娘请罪。我不，小叔叔，我才是你的亲侄女啊！你怎么可以胳膊肘向外，向着外人？为什么？你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第一，你身为李家之人，却没有半点容人之心，在此信口开河，此为大错，该打。第二，你既与月姑娘定下了赌约，如今输了却输不起，此为背信弃义，也该打。第三，在外头如此给李家丢脸，让人以为我李家人就是这种品性，该呀！李义生是个聪明人，这么做是既给自己出了气，又维护了李家的颜面。好了，既然阁下已经好好教训了他，那此事就算了。无论如何，这李梦瑶是我外公的亲孙女，母亲李氏一直对李家有愧疚，我也不准备真的让李家丢了面。此番给了李梦瑶一番教训，也便差不多了。那就多谢姑娘。李梦瑶，还不赶紧多谢月姑娘？多谢月姑娘。主子，风雅楼的人说咱们这顿饭免单了。免单？小二，你们给我们免单来是吗？是的，客人，严大师特地提前吩咐了，您们是贵客，以后但凡你们什么时候想要风雅楼所有的菜品，一律免单。不得不说，这李家的面子可真大。定然是严大师在讨好李梦雪，毕竟如此天才少女，还是红颜榜第4之人，谁不尊敬？姐，果然是你面子大，竟然连风雅楼的严大师都在蓄意的讨好你。梦瑶，不要胡说，我与严大师都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严大师为何会突然对我如此客气。想来那严大师应该是个很好客之人吧？那还不是因为姐你实力强大，又是红颜榜第4。严大师今日热情的过了头，往常我们李家的人也曾经来过这风雅楼，却从来不曾享受过这般待遇。如此看来，只有小二，严大师让我们以后过来全都免单。是的，姑娘。我们这群人都免单吗？那个岳清晨不过是个乡巴佬罢了，哪里能够沾上我们李家的光？严大师好像是这么说。哼，岳清晨，你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呢！今日竟然遇到了我们李家的人，获得了如此殊荣。梦瑶，别说了，我们相识便是缘分。既然严大师说了，都给我们免单，以后你也可以随意前来，不必顾及其他。哎，这李姑娘可真如传闻那般呀，又漂亮又大气。难怪啊，早就有传言，她即将接任李家的家主位置。李老家主如今身体越发的不好，外头都说老家主早有意愿将李家交给他。这李梦雪不过只是伪装，甚至于自己还从李梦雪的眼眸深处看出了厌恶，看出了些许杀意。小叶小莫，严大师说给我们这一
一群人以后全部免单的机会，你们答应吗？不要，我不愿意。我们跟他们又不是一道的，又不是一道的。那好吧，小二，你听清楚了，我们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所以免单机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那现在岂不就是有些尴尬了？这个时候还上演什么高风亮节呢？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们一道，不愿意要这个免单，我们还不稀罕。小二，你听到了吗？我们不是一道的，所以免单是要分开的。还想借此机会来蹭我大姐的便宜，简直是做梦。李家的人可是亲自承认了，我也就不用担心因此会损伤了李家的颜面。那好吧，李姑娘，既然你们不要免单，那这顿饭你们今日还是得付钱的。你说什么？你不对我们免单，你对这个贱，你对他免单？是的，李姑娘，不是你自己说不要免单的吗？你们是要对岳清晨免单？这不可能！是的，姑娘，严大师之前来信说了，要将岳姑娘奉为上宾。严大师不是因为我大姐的缘故，将我们奉为贵客。这不好意思，严大师好像不认识李姑娘。搞了半天，原来是他们李家人在这儿自作多情啊！实在是太尴尬了。如果是我现在估计早就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若是再让他继续这么说下去，到时候难堪的只有我自己。这个蠢货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梦瑶，休要胡说！李梦瑶，你够了，去将账结了。岳姑娘，之前是梦瑶太鲁莽，还望您不要放在心上。无妨，只要李梦瑶再不来招惹我，那我也断不会再与她多计较。哎，对了，岳姑娘，方才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您说的是什么问题？岳姑娘的父母是何许人也？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要在意。之前一直觉得父亲病重，我残废，二哥去世，这整个李家最适合接任家主之位的，或许只有李梦雪。或许我从前看错了人。不好了，不好了，生爷，老家主病情又加重了，看样子好像是不行了。大夫人特地让小的前来找您。娘亲，你也要去吗？莫姨，这两个小家伙你先照顾着，就先住到对面的酒楼，等我处理好了事情马上回来。好，那娘亲你要快去快回，不能委屈了自己。放心，你娘我什么时候能委屈自己？再说了，还有小白跟着我。小叔叔，爷爷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病情就恶化了？我们不过离开短短10几日，离开之前爷爷的情况不是还算稳定吗？父亲的情况一直不太好，这些时日来了不少医师都没有办法。哎，对了，梦雪，你们不是去南离国找煞血草吗？可有带回？小叔叔，煞血草本来我们已经拍下了，结果被岳清晨那个贱人给抢走了。是他？岳清晨，你怎么在这里？听说老国公病重，我不放心，前来看看。你少假惺惺的，谁知道你要做什么？好，岳姑娘，随我一同进来吧。姐，这个岳清晨简直是太过嚣张，你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没事，进去吧。三老爷，您可来了，老国公他不行了。三爷，老国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了，你们已经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胡说八道！老国公才60有余，实力也已经在军阶境地，怎么可能就这样不行了？哎，三爷，你可不能这么欺负人，这实在是……滚！堂堂苍兰国第一医师，原来医学水平也不过如此，我要你何用？三爷，您说这话可就寒了我的心了。老国公病重3个月有余，如果不是我柳无在，老国公早就不行了。有些事情得看命的，就跟您这双腿一样啊。正所谓事在人为，不是所有的一切都看命的。真正有实力的人会靠着自己的力量逆转乾坤，只有庸才蠢才才会信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阁下不仅是庸才蠢才，还是个脑子不好使的。哪里来的黄毛丫头，竟敢在此信口雌黄，无此出言不逊？难道我说错了吗？有些事情，有些人真的很让人惋惜的，就跟您这脑子一样。反了！三爷，这丫头是谁？柳大师何必这么生气？这只是一个小丫头，不必为了她置气，与她置气，岂不是失了你的风度？三爷，我只有一句话，要这臭丫头给我道歉。若是她不跟我道歉，今日老国公这病我就不治了。李家不需要你这样一个庸才在此浪费时间。既然您自己识趣，想要离开，那您好走，我们不送了。小叔叔，这是柳大师啊，他是要给爷爷治病的，你怎么能伙同外人一起气走了他？柳大师既然治不好老国公，那就算了。
这整个五洲大陆并非只有柳大师一人。那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换什么人。哼，气走了也好，爷爷就肯定醒不过来，爷爷就不会跟月清晨相认了。这李家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大师，您别生气，他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岳清晨，你究竟要做什么？我李家不是你来撒野的地方。我爷爷如今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气柳大师？你赶紧走，行不行？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算账，你不能因为对我有意见，就在这里害我爷爷呀！这李家两个姐妹性格对比倒是鲜明得很。李梦瑶虽然脑子蠢，可是心不算坏，跟错了人，信错了人，被人怂恿着做了太多的错事。老国公的病我能治。你说什么？就你，哼，毛还没长齐呢吧？竟敢在这里说治病！要是你真能治，老子我以后跟你的姓。跟我姓？你是要当我干儿子，还是要当我干孙子？我可不想有你这么脑残的干孙子和干儿子，这会让我觉得我的智商也受到了侮辱。若是你执意想跟我姓，也未尝不可，我可以勉强的考虑一下。岳清晨，你可以治。不错，而且只要3天，我就可以让老国公身体恢复如初。好，我信你，你可以开始了。这个小舅舅当真是气度不凡，可惜了这双腿啊！小舅舅从前可真有点惨啊，想要给他治腿，还得需要一点功夫。老国公之前经历了什么？他之前与人比试，身受重伤，回来之后就病倒了，陷入了昏睡。月姑娘，你能治吗？能。小叔叔，你不能这么随便信了这样一个女人呐！若是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去请诗月公子啊。诗月公子会不会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再不救你爷爷就迟了。救你？我不信你。月姑娘既说了她有把握，我便信她。你不要有任何顾虑，直接出手吧。本大师倒是想要看看这一个黄毛丫头罢了，到底能有多大能耐。话不是这么说，或许月姑娘当真有这个本事，也说不定啊。只要到时候爷爷在岳京城的手中出了事儿，从此这岳京城就彻底跟李家无缘了，而李家也名正言顺地落在我的手中，再无人能够威胁到我的地位。好了，哼，你肯定？这怎么可能？老国公的情况竟然真的好了太多了。这个姑娘不过如此小小年纪，竟有这等造诣，实在是让我心惊。老国公身上的伤已无大碍，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休养，不出意外，他会在2个时辰内醒来。未来3日，你们好好照看着他，让他好好休养，否则不利于恢复。好，我知道。这位大师，你去哪儿啊？怎么也得跟我请示一下吧，毕竟你说过你是要跟我姓的呀。我刚跟您开玩笑的。是吗？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那姑娘，您说您想怎么做？很简单，你既是医师，从此归顺李家吧。这不可能啊，那是圣兽。大师，我家小猫最讨厌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上次有个人骗了我家小猫直接把他的给咬断了。大师，你看着也不像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既然大师不愿意归顺于李家，那你从此怕是要改名为月巫了。你是当我干儿子好呢，还是干孙子好呢？好，答应你就是了。那行，打今儿起，老国公就交给你照顾了，应该能将老国公照顾得很好。好。我好像真的想错了，岳清晨非但将爷爷救下了，甚至于让柳巫大师从此追随于李家。姐，这个岳清晨好像还真的有点本事。岳清晨的出现竟将我所有的计划全部打乱，与我想的一切背道而驰。是的，我也觉得，所以妹妹，之前你做的那些有点过分哦。三爷，不好了，东乡那边来人了，他们带着人砸过来了。东乡那是老国公弟弟的一脉。贤侄，你的腿不方便，就不用特地出来迎接我了。二叔今日这般兴师动众前来，所谓何事？贤侄，听说我大哥如今久病不愈，我心底着急，所以特地过来看看。这就不劳烦二叔你费心了，我父亲身子已经大好。是吗？可是我怎么听说他还躺在床上，已经气息奄奄了呢？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今日我来为的是家主印。贤侄你双腿残废，偌大的李家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这家主印怎么着也该交到我的手上了吧？二爷爷，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爷爷的确重病没错，可这不代表我李家没有别人了呀。哦，你是说李家还有你吗？没错，我乃爷爷最疼爱的孙女，爷爷之前对我寄予过厚望，
哈哈哈哈，不过只是一个女娃娃而已，竟在此大言不惭。我李家交给谁也不会交到一个女娃娃的身上。二爷爷，我姐在整个苍凉国的名声，谁人不知？她还是红颜榜排行第4之人，这家主印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能拿到的，能者胜任之。能者胜任是吗？那好，李梦雪，这样吧，你接我3掌，如若你能从我手中逃脱，我今日便就此作罢，不再计较这家主印之事。那家主印我势在必得。李梦雪，看到了吗？就你这实力，不过只是王阶吧，还妄想做李家家主，你简直是做梦。二爷爷，你怎可这样倚老卖老？我姐如今不过18岁，等她到了你这个岁数，她的实力一定能超越你。一介女流罢了，还想超越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李医生，赶紧交出家主印，否则今日不保证我会不会做出些什么。不可能，非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你休想。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说是我在欺负残疾，早点妥协不好吗？非要将自己逼到现在这般境地。现在谁说李家没人了？女人又怎么了？哪里来的臭丫头，竟敢对我动手？阁下方才说女流之辈不配登堂入室，是吗？所以我就想让你看看，到底女流之辈可不可以独当一面。臭丫头，找死！这是我李家的事，你最好给我让开。我知道是李家的家事啊，所以李家的事情也是我的事儿了。之前一直在猜测这个丫头到底是不是大姐的女儿，眼下一听得岳清晨亲口这么说了。你方才说只要李家有人能够接下你3掌，你便会就此罢休，再不讨要家主印。不错，前提是李家的人，你不是李家的人。谁说我不是李家的人了？你别告诉我你是李家的媳妇儿。我看你年纪轻轻，你这小年纪，不如跟了我，我保证我可比这个没腿的废物还强100倍。也不看看自己尊容，真是不要脸。你这模样估计丢在猪圈里，别人都还得好好的分一分，才能把你认出来。爹，赶紧的将家主印夺过来，夺过来后我要这个女人，等我当了家主，我要玩死她。不用等你当家主，现在老娘我就玩死你！你竟敢对我儿子出手！子不教，父之过。你的儿子实在是没教养，我替你教训教训他，不用客气哦。谁给你的胆子？是我方才教训的还不够，竟然让你这么生气。现在你看如何？姑娘，你究竟想怎么样？从这里离开，不得随意再踏入这里。家主印，你没资格。这个姑娘实在是邪门的可怕。好，我今日可以先从这里离开，但是李家家主的位置断不能落于一个废人和一个废物的手中。那你想如何？我需要公平，只有实力最高的李家人堪当此重任。你的决定代表着我们。你既要公平，那不如挑个日子，召集李家全族人开场大会，届时究竟谁当家主，由实力决定，由族人表决，你意下如何？你既然这么说，那我自然是要答应。等回头父亲或者我当上了李家的家主，届时一定要好好惩罚这个臭丫头。臭丫头，虽然我不喜欢你，可是你跟别的废物女人还真不一样。为什么岳清晨要回来？一回来就夺走了属于我的光环。这还是第一次李晴蟒在这里大败而退。丫头，这么多年来你过得可还好？还可以。你娘亲如今？娘亲18年前就不在了。这么多年来没有母亲的庇佑，你应该过得挺苦的。你放心，如今你既已回到了这里，回到舅舅身边，以后舅舅会护着你。好，走吧，我们再进去看看。你不是说老国公马上应该会醒吗？他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毕竟你是他的外孙女。好，姐，你听到了吗？那岳清晨好像是爷爷的外孙女，那岂不就是她是我们那个传说中的姑姑的女儿？我知道了。天哪，难怪。姐，你怎么了？你手怎么流血了？那岳清晨好像真的懂医术啊，要不你让他去看看？不必了。姑娘，你到底师承何人？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的造诣。这师承何人我就不告诉你了，我师父一向闲云野鹤惯了。我方才听李姑娘说你是来自南离国。不错。我知道了。
南离国那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九品丹师世月公子，传闻他也是一个顶尖的医师。姑娘，这么说，你的师傅应该就是世月公子了。世月公子，岳清晨，原来你是世月公子的徒弟，我向你道歉。你向我道歉？是的，我给你道歉。我希望之前我们发生的那些不愉快，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可以原谅我吗？可以。那太好了，我没想到你原来是姑姑的女儿，你就是我的表姐了，我们是一家人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你不是世月公子的徒弟吗？我已经喜欢世月公子好久好久了。表姐，你能带我去见见世月公子吗？我想嫁给世月公子。世月公子他不适合你。不可能，我之前找青莲观的大师算过命，大师也说我一定会嫁给世月公子的。那你可能是遇到骗子了。你是不是还在记我的仇啊？怪我之前那么不懂事，总是要跟你作对。打今儿起，我肯定会给你为奴为婢，只要表姐你能消了气就好。李梦瑶，你都没见过世月公子，不必执着于一个虚无缥缈的人。不，我见过，我梦见过他好多次。他记得岳清晨好像不喜欢自己太聒噪。那表姐，我现在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们了，你跟小叔叔继续谈事情，我先走了。丫头，其实梦瑶这孩子心不坏，她比梦雪小1岁，从小一直都笼罩在梦雪的光环之下，再加上她年纪最小，难免性情顽劣了些。所以之前如果她做过什么让你不快的事情，希望你能不要太放在心上。我没放在心上，她也接受了教训，受了惩罚了。其实比起李梦瑶，她最不喜欢的是李梦雪。那个李梦雪表面看着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可是岳清晨感觉得到李梦雪并非善茬，这李家到底也不会那么太平。什么？老国公醒了？新妹呀，你怎么也在此？我忘了，这个新妹呀早就不在了。看来我真是快死喽！老爷子，胡说什么？你身子骨好好的，提什么死？我没死啊。老爷子，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丫头很眼熟？她是大姐的女儿，是您的外孙女呀。你是新妹的女儿？是的，外公，我是您的外孙女。丫头，你放心，既然你回到了我们李家，从此你便是我们李家的人，断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真好，从此我也真的有家了，有了除了小叶小沫之外另外的亲人。丫头方才老三说是你治好了我。不错。连柳大师都难以办到的事情，你竟然可以。老国公，这可不怪我的技术不好，实在是岳姑娘厉害，她可是世月公子的徒弟呀。什么？是这样吗？哎呀，我李清仓的外孙女果然是不凡呐，果真随了我。刘大师，还有老三，过来，你们瞧瞧，丫头是不是像极了我呀？看看这眉毛，这鼻子，果真是遗传了我的绝代风姿啊！我李清仓的底子就是这么好。国公您的脸呢？脸在哪里呀？岳姑娘风华绝代的，你这脸褶子哪里相像了？外公说的没错，的确是外公您基因强大。清晨你既然回了家以后就在家里住下吧。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还有2个儿子。你这丫头才多大呀？竟然就有2个儿子了。儿子多大了？父亲是哪个臭小子？4岁。至于父亲是谁，暂且得保密。岳清晨担心一旦说出龙思觉的名字，老国公他们会吓晕过去。当初龙思觉离开之前，似乎有自己的担忧，似乎不太想暴露他跟2个孩子的存在。哎呀，你这臭丫头果然不愧是我李家的人，处事的风格如此雷厉风行。我喜欢，这个年纪就有2个儿子了，人生大事那不就解决了吗？什么都不用愁了，是不是？果然不愧是我李清仓的外孙女啊！这彩虹屁能不这么明显吗？
哎，我说丫头啊，回头将那2个臭小子带过来。哎，我老了，那2个小家伙来了，嘿，我每天的日子那就不无聊了，是不是啊？您现在还不能起来，得好好休养3天才是。3天呢？哎呀，我都躺了这么久了，哎呀，我不想再躺了，我得先起来。您若是不躺着，那我就带着2个孩子住在外面了。哎，别呀！哎呀，我开玩笑呢。哎，躺就躺呗。哎，还有要乖乖吃药，我已经配好了药，回头柳大师会在这儿喂你吃。哎，柳大师，以后你就在此伺候我。嘿嘿，心高气傲的柳大师啊，如今竟然被我的外孙女拿捏得死死的了吧？啊，我李清仓可真是厉害，有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外孙女。嘿嘿，月丫头，谢谢你。他是我的外公，是我的家人，这些是我应该做的。你跟你母亲真的有些相似。我的母亲，当初那个女人把金凤图腾给了我，而她却自此消失不见，香消玉殒。如今你回来了也好，我们李家也总算是有个能撑场子的人了。小舅舅不是也可以？小舅舅是觉得自己再不能站起来了吗？月丫头，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试试替你治好双腿。我这双腿寻遍了天下所有的医师，没人有办法。别人做不到的，不代表我做不到。月丫头，我信你。柳姑啊，你是不是故意把药弄得这么烫，烫死老子吧？柳姑，你怎么回事？这药怎么这么苦啊？柳姑，你是不是故意虐待我？你再这样，小心我告诉我外孙女。我跟你说，我外孙女可厉害了。柳屋呼气，再有吸气。咬咬牙，柳屋取了蜜饯放在药中，先将药吹了吹，这才亲自前去喂给了李国公。哎，这样才舒服嘛！啊，柳木啊，以后你可要一直这样做哟。嘿嘿嘿，老国公的性情一直如此。不过自从大姐姐走后，倒是收敛了些许。如今你回来了，他倒是又露出了从前的脾性了。很可爱。娘亲，我们是要住在李家吗？是的。总外祖父会不会不喜欢我们？放心，不会的。他是个很好的老人，他很喜欢你们，很想见见你们。真的吗？那他应该跟我那个恶魔爷爷不一样啊。恶魔爷爷？那老龙主似乎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你爷爷很恐怖？倒也不是恐怖啦，只是爷爷性格阴晴不定，而且天天醉酒，平日里也从来不管我和爹爹。是吗？听说是奶奶当年抛弃了爷爷和爹爹，所以才这样的。总算是明白为何龙思觉当初会那么小心翼翼，原来是经历过了这些。还是我们幸福，娘亲永远不会抛弃我们，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是的，娘亲永远也不会抛弃你们的。我跟别人苦心谋划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小叔叔残废了，爷爷快死了，眼看着家主的位置即将落到我的手上，可是月清晨回来了，生生的破坏了我所有的好事。大小姐，老国公醒了，吩咐大小姐前去前厅，说有事情要交代。知道了，这个白起一直对我爱慕有加，只要我稍说几句话，他便会对我死心塌地。对了，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实行？您说。李梦雪说完，福尔在白起的耳畔说着些什么，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惊恐地盯着李梦雪。没办法，白大哥，现在只有靠这个方法才能将岳清晨光明正大地赶走，还请您帮我。一定是那个岳清晨才把李梦雪逼到这般境地，所以才让李梦雪想出了这般歹毒的计策。我一定要跟李梦雪在一起，将那个岳清晨赶走。大小姐您放心，3天之后，那岳清晨定然会在全族之人的见证下踢出李家，自此万劫不复。眨眼3日已过，今天外面来了好多人，是有什么事儿吗？今日全族人都来了李家，要进行一场擂台赛。哇，那岂不是有热闹可看了？月姑娘，方才爷爷在后院接待客人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很不适，小叔叔让我前来，赶紧将你喊过去。爷爷那边您尽快去看看吧，毕竟爷爷的病是你医治的。今日柳屋大师也有事出去了。这李梦雪不简单，不过我倒是真想看看他要玩什么把戏。外公人在何处？怎么了？就在后院，好像突然之间头疼了。你医术高明，爷爷又指定要你前去才行。好，莫姨，你们现在在这里待着，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我倒是要去瞧瞧李梦雪到底要做什么，希望不要太让我失望。
对了，岳清晨，这只猫你最好还是先留在这里。之前柳屋大师好像诊断出爷爷对动物的皮毛过敏，爷爷如今身体状况又不太好，所以这只猫还是先留在这里吧。这个坏女人想要干什么？小白下意识的想要跳脚，岳清晨安抚住了他。好，小白，过去。现在我可以去了啊，快去吧，爷爷已经在等你了。今日会有一场大喜等着岳清晨。李玲洛，是你啊？岳清晨，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还有，你不就是仗着自己长得好看，所以才勾得他们团团转吗？今日我就要毁了你这张脸，我倒是要看看没了这张脸的你怎么勾引人。哼，到时候即便是被卖到青楼妓院，估计也都没人肯多看你一眼吧。也好，我正愁该想什么法子来应对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怪不得我了。岳清晨突然手掌微微一翻，李玲洛突然眼神变得浑浊了起来，瞬间整个人仿佛已经彻底不受自己的控制，目光呆滞。岳清晨从金凤空间之中取出了一件白色的，给李玲洛披了上去。看来今日还真是有一场好戏啊！这半空之中竟然充斥着一股子的万里香的气息，一旦万里香与四周的灌木香汇聚在一起，那性质就自然变了，这味道甚至会瞬间幻化作催情的味道。堂堂红颜榜第4之人，原来气度与格局不过仅仅如此。岳清晨他默念着口中的符咒，远处的李玲洛步步往前走。假山的另外一边，白起早已等候在此。那一日，李梦雪与他所想的计策便是在此损坏岳清晨的名节。白起并没有认真的看过岳清晨，知道岳清晨是一个喜欢穿白衣的女子。等看到一身白衣戴着面纱的李玲洛时，他根本没有怀疑，下意识的就将李玲洛当做了岳清晨。再一看，这女子眼眸浑浊，看着似乎神志不清的样子。岳姑娘，你也莫怪我，我不会当真动你的，我只是要做个样子，让你在众人面前丢了颜面。岳姑娘，要怪就怪你动了不该动的心思，竟然妄图想跟大小姐争家产吧。看到白起将李玲洛拽到了屋子里，岳清晨神色一凝。不过在听到白起只是想要做做样子，岳清晨也便收了手。也好，那位李玲洛小姐也的确欠教训。清晨丫头呢？怎么还不来？小叔叔，我也不知道，之前岳姑娘得到了一个书信，突然神秘兮兮的离开了，不知道是有什么事情。是吗？是的，好像去后院了，大概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明明是姐姐将岳清晨喊过去的呀。不好了不好了，三爷，后院出事了。怎么了？这难道是岳清晨出什么事儿了吗？岳姑娘可千万不能出事啊！我去看看。我也去，不过岳姑娘随身有圣兽，应该不会出事才对啊。走吧，我们也一同去看看。天哪，随身带着一只圣兽啊！我倒是想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能与圣兽为伍。今日似乎是姐姐故意将岳清晨骗到后山。明明在我的印象之中，大姐是温婉善良的，什么时候她竟也会使这般心机？我似乎有些不认识李梦雪了。清晨丫头到底怎么了？她人呢？是啊，岳姑娘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白起听着这声音，心知计划已经开始。他闭了闭眼，将地上李玲洛肩头的衣衫撕裂了，营造出了一片旖旎的景象。好戏开锣了。岳姑娘人呢？她到底怎么了？小的方才瞧见岳姑娘带着白管家来到了这里。是吗？岳姑娘来这里做什么？小的看到岳姑娘跟白管家关系好像很不一般，他们……放肆！你胡说什么？岳姑娘才不是这种人。三舅公，你们在干什么呀？有人看到你娘亲跟白管家来这里了。娘亲在这里啊？臭小子，不许拆穿娘亲，安安静静看戏吧，有好戏看。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还有人这么不知羞耻！真是没想到啊！那臭丫头竟然如此不知廉耻，勾了老的又勾小的，现在连一个管家可都不放过。你们胡说，岳姑娘才不是这种人。岳姑娘虽然未婚生子，可都是有原因在的。她是我爷爷最喜欢的外孙女，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未婚生子，看来这岳姑娘实在是不知礼义廉耻。等等，你们听到了吗？那岳姑娘
娘，是老国公的外孙女。原来是外孙女，难怪这般狂妄。姐，月姑娘不是这样的人。够了！清晨丫头是我李家的人，是我李一生的亲外甥女。谁要是敢再多说一句废话，老子现在就废了他！好了，今天是擂台赛，大家赶紧去前院吧，马上擂台赛就要开始了，都在这里浪费什么时间？你们不是说娘亲在那个房间吗？那我过去看看，我要找娘亲。两个坑娘的臭小子真的是愚蠢至极啊！天哪，怎么会这样？月姑娘，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你，白起，你是我们李家的管家呀，你怎么可以跟月姑娘这般？大胆岳清晨，既是李家的亲属，竟还敢在李家做出这等事！我李家没有这般不知廉耻的人，就该被逐出去。大伙儿有异议吗？二叔，这话不是这么说的。今日这件事摆明了就是有人在故意陷害清晨丫头。便是清晨丫头真的要做些什么，也不可能选择在今日进行。大胆白起，枉我们信任你，你竟然敢勾结外人一起，在此污蔑我李家的人！三爷，你明察呀！我便是有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做这些。实在是月姑娘方才遇到了我，非要拉着我过来，我无奈之下才将她打晕过去了。哈哈，真是个不知廉耻的臭丫头，可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了呀！你们在说谁？说我娘亲吗？可是那里头的那个人不是我娘亲啊。哎，这里很热闹啊，怎么擂台赛放到这后院来了？哈，清晨丫头，你方才在哪儿的？大家都找你。刚刚有点犯困，随便找了个地儿打了个盹儿。怎么了？大家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娘亲，娘亲，他们说里头躺着的那个人是你。乖，赶紧回去，里头这么肮脏的景象，小孩子不能多看。好吧。哇，如此不知廉耻，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在此做这等苟且之事，做这种事情也就罢了，竟然还都推在我的头上，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那竟是李玲珞，是我的孙女。李玲珞，她是李亲王最得意的孙女，现在竟出现在这里。二叔，看来你说的的确没错，这般不知廉耻的丫头实在是让我等大开眼界。二叔是没教好自己的孙女。二叔方才说的很对，我李家没有这般不知廉耻的人，像这种人就该被赶出去。李医生，你胡说些什么？方才不是二叔你说的吗？怎么是我听错了？还是说二叔你贵人多忘事？三舅公，是这个老爷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啦。白管家，你不是说是岳清晨勾引了你吗？不错。白起想着自己跟李梦雪的计策，继续一口咬定。之前我正好好的走着，那岳清晨突然就抓着我，把我带到了这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三爷，二老爷啊，求你们明鉴呀！今日此事当真是岳姑娘将我拉到了这里，而且我也不是故意将岳姑娘打晕过去，实在是为了自保啊！地上的那可是李玲珞呀，根本不是岳清晨。胡说八道！好你个白管家，竟在此如此构陷李家人！小的不敢，实在是岳清晨勾引了我。让胡说八道！说，到底为什么要陷害李家人？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我没有，我怎么敢？是岳清晨一来李家，见到一个男人就往上扑。不好意思，请问我认识你吗？您是哪位啊？你不认识我，你不是说我把你勾到这里来吗？不是说我见个男人就往他身上扑吗？怎么现在又不认识我了呢？我才是岳清晨。你是岳清晨？很失望。他总算是知道为何李梦雪会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了。原来是我抓错人了。说吧，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家，我可不信你会有这么大的胆子自己来做这些。没人指使我。是吗？不肯说吗？小白一爪子挥过去，这么恶心的人，简直不配做男人。白管家，你一直说是月姑娘将你拉到这房间中来，你究竟意欲何为？赶紧如实招来吧，我李家待你不薄，可你怎么敢这么污蔑月姑娘，甚至还利用了洛洛，你到底要做什么？清晨，你别怕，你是咱们李家的人，只要你在我们李家一天，便是我们李家的一份子，没有人敢欺负你。这李梦雪人美心善不说，还这般大度。
小叔叔，白管家违反了家规，意图谋害月姑娘，甚至还差点毁了洛洛的清白。这种十恶不赦之人，不能放过他，理应杖毙。白起看着李梦雪，痛苦地闭上了眼。没有人指使我，是我一时鬼迷心窍。三爷，求您责罚。算了，白起，你走吧，从此离开我们李家，离得远远的。若是再被我看到你出现，我定不相饶。哎呀，这岳清晨的猫不出手则已，这一出手震惊全场啊！还好白起走了，没有暴露出我，不然就真的完了。李梦雪，你让我失望了。身后的李梦瑶也满脸陌生地看着他。本以为我已经做得很隐蔽，可没想到还是被看出来。小叔叔，不是我，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若是再有下次，被赶出这李家的，可就不仅仅是那个管家了。姐姐，我知道你想将岳清晨赶走，我以前也不喜欢岳清晨，可是他真的很厉害，而且外公也很喜欢他，他很好，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好不好？是你跟白管家一起来陷害岳清晨的吧？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梦瑶，之前是我糊涂，做错了事了。白管家跟我说岳清晨会对外公不利，所以让我去找岳清晨过去。我没想到白管家竟然是存了这么歹毒的心思。没想到白管家看着人模人样，竟然如此人面兽心。是啊，还好岳姑娘没事，等我有空我会去跟她道歉的。误会消除了就没事了。姐，你也别将这件事太放在心上，毕竟也不是你的错。时辰也差不多了，擂台赛应该也快开始了，咱们赶紧去看看吧。没想到你竟是李新妹的女儿。是又如何？哈哈哈！你既然提出这场擂台赛，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李家今日这么热闹，老夫还真是来对了。哎呀，严大师，什么风竟然把您也吹来了？正巧我经过这里来看几位故人，严大师竟已将我当做了故人，那哈哈哈！老严呐，你放心，我可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我一定会拿下家主印。你是哪位？竟敢唤本大师为老严？便是当今圣上都不敢这般称呼我。严爷爷，我好想你哦，想念你的饭。放肆！你们两个小鬼，不知道严大师不喜欢别人随意的靠近吗？岳清晨，你是怎么教育你两个儿子了？李青马，本大师与本大师的故人在此说话，也由得你来插嘴。这个臭丫头勾搭上了严大师，实在是可恶。严老，您怎么来了？我听闻你回来苍兰国，回到了李家了，所以想来看看。你这一回来，看来李家就热闹了。我只是在捍卫自己应该捍卫的。哈哈哈哈哈！今日不是李家的擂台赛吗？既然老夫路过了此地，那老夫就为此添个彩头吧。今日能拔得头筹者，我风雅楼会替他大摆宴席庆贺。这是何等的荣耀！不是说要争夺家主位的吗？现在你们谁来？老三，你也想上来吗？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你即便今日靠着你那些五花八门的方式赢了我，你也拿不到家主印。李家家主永远也不可能交到一个残废的手上，你李家一个病了，一个残了，根本无法出手。老国公跟三爷的确不出手，因为他们不屑于出手，对付你有我就够了。就凭你有一只圣兽，可是今日对决拼的可是个人实力。个人实力我也照样杀你。你在逗我吗？简直笑死人了。这么想死，要不要我去成全你啊？不如你现在乖乖认输，并且答应我一个条件，或许我会考虑在这么多人面前给你点面子，不然定打得你满地找牙。满地找牙？岳时辰，你李毅还想要说话，却发现自己牙齿漏风。满地找牙？李一海，地上28颗牙齿在哪？不多不少，你数数看能不能都找得到。哇，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娘亲这样亲自出手打人了。我娘亲天下第一棒。这么高调，哎呀，不好不好，简直太恐怖了！无论如何，必须要将岳清晨赶出去。这岳清晨的存在，简直就是对我最大的威胁。不愧是世月公子的徒弟，我决定了，这辈子我一定要追到世月公子。哼，没出息的东西！我原本想着给你几分薄面，可你竟然耍阴招，别怪我不客气啊！哦，知道了，原来你不仅喜欢在地上找牙齿，还喜欢不要脸啊！那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了你吧。一巴掌接着一个巴掌，疯狂呼了上去。李海是傻子吗？他为何不躲？是啊，他就那么站在那里被岳清晨打呀，我怎么可能不想躲？可是我躲不开呀。
怎么样？我打的你还满意吗？应该满足了你的不要脸吧？这李家家主的位置是我外公的，厉害，竟敢挑衅我外公与小舅舅的权威，简直是痴人说梦。现在可还有人不服？狂妄小儿，不过有点辜负罢了。就凭你能够守护了家主印，就凭你能够代表整个李家。这偌大的李家，除了重病之中的李擎苍，还没有人能够是他的对手。是的，凭我。怎么，你有意见？黄毛丫头也敢信口雌黄，你竟将我儿子打成那般，新仇旧恨，今日我们一起算。薛清晨如此惹怒了二爷爷，二爷爷肯定不会放过他，最后能打死他。小叔叔，快去救救岳清晨！放心啦，娘亲才不会吃亏的。只是区区王阶巅峰，娘亲才不会放在眼中呢。王阶巅峰仅仅是区区，这两个小家伙脑子是秀逗了吗？他们知道王阶巅峰是什么境地吗？那可是即将抵达黄阶的存在啊！撞上了！有人被打飞出去，又掉下来了！天哪，这一招对击好狠呐！这样飞出去再掉下来，岂不是半条命都没了？岳清晨总算是要被赶出去了。天哪，这飞出去的竟然不是岳清晨！这么说，二老爷被岳清晨给打飞了。二老爷可是王阶巅峰，近乎黄阶。哎，这岳清晨到底是什么魔鬼？难不成这岳清晨比二老爷的实力还高啊？不可能吧，岳清晨只是一个小姑娘啊。岳清晨太厉害了，他竟然如此真人不露相。姐，岳清晨真的很棒，他是我们李家这一脉的希望，是我们的恩人。现在我有资格代表李家了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我外公的外孙女，你不是知道吗？你连我都打不过，你还能胜过我外公跟我小舅舅吗？实在是不自量力。可还有人不服？不服者上来与我一战，若是没人，那这家主印便还是我外公的。打今儿起，若是谁人敢再乱打家主印的主意，敢前来扰了我外公的清静，敢对我小舅舅不敬，必定不会饶过他。少爷弟弟，娘亲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要低调吗？没办法呀，实力不许我们低调啊。我李家的女子真是叫人出乎意料啊。可是老国公如今不是已经处于病重之中，据说都爬不起来了吗？他这个样子还怎么担任家主？嘿，谁说老子爬不起来啊？谁在咒老子？父亲、爷爷、外公、老国公，哼，好大的胆子呀！我不过就是闭关了几个月，如今你们一个个的都说我要死了，莫不是你们都在盼着我死吗？嘿，不忠不孝的玩意儿！你老哥我还没死呢，你竟然就在这里急着抢家主印！今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伙说，别说我现在没死，即便是我死了，这家主印也不可能落到你李晴蟒的手上。哼，如若有朝一日我真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家主之位便交给岳清晨。老国公，您三思啊！岳清晨他根本不姓李啊，他不是我们李家的人啊！老国公啊，您切不可这么冲动啊！凭什么？我不甘心啊！姐，其实岳清晨当我们以后的家主也挺好的，毕竟他这么厉害，又是世岳公子的徒弟。换言之，以后我们李家就是世岳公子庇护着了，肯定能带领我们李家再度攀上巅峰。老国公的决策我没有异议。老国公啊，三爷，你们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损坏了我们整个李家的利益啊！让我们以后认一个女娃娃为家主，我们可不服啊！外公，您的心意我领了，这未来的家主位置我不能要。为何呀？小舅舅如今还在，这家主之位怎么也轮不到我，理应由他来继承才是。哎呀，一个瘸子当家主，这不是逗我吗？就是老国公，你莫不是老糊涂了？瘸子，我们不答应。你们现在之所以不同意，只是因为三爷双腿不便。对，除非他能重新再站起来。那好，如果等我小舅舅重新站起来后，你们还有任何异议，我就把你们打的同意。如果三爷真的能够重新站起来，我就乖乖的朝他跪下，否则，没错，若是不能站起来，这李家家主理应重新挑选。我敢保证，半个月后你会向三爷跪下。小舅舅，我们先走吧。当初李医生可是被青云城的人给废掉的。月丫头，你说真的？是的，这3日我一直在替你炼制一种丹药，可以先将你腿上的毒先驱除。毒？我腿上有毒？小舅舅不知道。不可能有毒，我这双腿只是当初被人废掉了罢了，不该有毒。反正你放心吧，我会替你治好腿的。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身后的李梦雪背上已经沁出了冷汗。混账东西，你
根本就不是李新妹的女儿。李新妹那是何人？说，你到底是谁？我乃岳清欢。我知道你是岳清欢，你的生母是谁？我生母是秦雅茹。主上，我们好像真的弄错人了。苍兰国李家那边放出风声来，李新妹的女儿已经回去了。这个丑八怪好像真的不是李新妹的女儿。我就说，李新妹的女儿怎么会如此没用，如此废物？这群人是抓错了人了，本来不该在此受这般虐待的。阁下，你们既抓错了人，那是否可以放了我？你这个不要脸的丑女人，竟敢冒充李新妹的女儿在这里，浪费本座足足半个月的时间，简直罪无可恕！明明是他们自己抓错了人，怎么现在又怪到我的头上了？主上，现在李新妹真正的女儿出现，要不要我们去将她抓回来？可打探到关于那丫头的消息了吗？有，那丫头好像很厉害，才回到苍兰国就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据说她随身还有一只圣兽，实力也不一般。果然，我是李新妹的女儿，这才是真正李新妹的女儿该有的样子。假货终究是假货，肯定比不了真的。对了，那个丫头到底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主上，这次我们都打听好了，那个丫头叫岳清晨。岳清晨，即便是在这群仇人的眼中，我还是比不上他。主上，我认识岳清晨，我可以帮你去抓。哦，阁下有所不知，我乃岳清晨的妹妹。阁下这么多年来一直隐居在山洞之中，多有不便，定人平时不方便现身。岳清晨的实力非凡，想跟他来硬的是不可能的，甚至于这样会打草惊蛇，不如让我出马，我保证我会将岳清晨抓过来，送到您的手上。也好，本座就给你一个机会，你若敢不听本座的话，1个月之后你便会暴毙而亡。多谢阁下，那就去吧。清晨，你歇会儿吧。没事，只是被草药呛了一下。三爷腿上的毒很奇怪吗？不错，这毒我几乎从未见过。还有外公那病，看来李家是有内鬼了，能够10年如一日的给李医生下药，只有身边的人会这么做。表小姐，贵妃娘娘传来了消息，让您今晚与2位小姐一道前去参加赏识会。不去，我不认识那什么柔妃娘娘，不想去参加这种攀比大会，浪费时间。可是怎么了？柔妃娘娘是2老爷的女儿，若是表小姐您不去的话，只怕到时候柔妃娘娘会借故来给三爷难堪了。这个时间柔贵妃来请我们去皇宫，定是不怀好意的。好，那我去。娘娘，李家的3位小姐到了。那位岳清晨可是也来了？回娘娘，正是。带进来吧。姑母，你要为我做主啊！上次就是那个岳清晨，害得我在李家颜面尽失。放心，本宫知道。参见贵妃娘娘。老国公的外孙女寻回来了。你是来自南离？不错。哼，南离国除五洲大陆最末，这教出来的人呐，也是如此的不懂规矩。见到本宫竟不知行礼。来人呐，将这个不懂规矩的小贱人拉出去，掌嘴。贵妃娘娘，岳清晨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初来苍兰，不太懂规矩。就是因为他不懂规矩，更是该罚。放肆！岳清晨，你竟敢在皇宫作乱！现在本宫要你跪下！我这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其余人从来不跪，我为何要向娘娘您下跪？姑母，这个岳清晨脑子坏掉了不说，还这么嚣张。五洲大陆有一个规则，5品以上的丹师可免去对皇上的跪拜，难不成这岳姑娘是5品以上的丹师？就她还5品丹师？姑母，教训她，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哼，来人呐，这臭丫头在宫中为所欲为，简直该被杖毙！贵妃娘娘，您不能这样，她是我的表姐，是我们李家的人。好了，梦瑶，你少说2句，孰是孰非，贵妃娘娘自然有所定夺。贵妃娘娘，您确定现在要将我杖毙？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拿下她！母妃，这个姐姐好漂亮啊，我喜欢她，我想娶她做媳妇。天啊，快过来！这个女人得罪了本宫，她快死了。母妃，你要打死这个漂亮姐姐吗？不可以，你不可以打她。盛昊天如今已经17岁了，7岁那年他生了一场怪病，从此身体停滞不前，智商也停留不动，整个人停止了发育。昊天，你身体不好，
赶紧回来！不行，这是我以后的媳妇，我不可以让母妃你伤害她。盛昊天，你胆子大了，竟敢跟母妃我作对！好啊，你好得很！你们上，把昊天拉开，抓了这个臭丫头，打死她！漂亮姐姐，你别怕，昊天会保护好你的。好大胆的侍卫，他可是堂堂皇子，也容跟你如此这般对待？起来吧！我告诉你们哦，你们不可以再欺负他，谁要是敢欺负我未来的媳妇，我就咬死他们！好，行了，昊天，方才母妃是跟月姑娘开个玩笑呢，大家都赶紧落座吧。如果时光能倒转，当年绝对不会。昊天，你是王爷，不能坐在那儿。不行，我就要跟着他，她是我未来的媳妇哦。四王爷，我不是你媳妇，不过你叫我一声姐姐也是未尝不可的。不行，你是我认定的未来的媳妇，我就要喊你这个。四王爷，实不相瞒，我儿子已经会打酱油了。哦，真的吗？那回头我跟你的2个儿子一起去打酱油吧。一起打酱油？四王爷，你可真爱说笑。没有，我是认真的。媳妇，你儿子几岁了？4岁。那正好，我带着他们很安全。你说你的2个儿子会喜欢我吗？会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打酱油吗？您别这么叫我了，你可以叫我姐姐。嘿，好的，媳妇姐姐。这个话题发展的愈发的怪异了。他发现这盛昊天似乎有些奇怪，手腕上的金凤图腾不住地闪烁着。盛昊天的身体之中有一个奇怪的东西，便是那个东西让他7岁起身体和大脑全都停滞不前。就在岳清晨正准备仔细探查什么的时候，本王也算是见识到了，原来四弟喜欢这样的女人啊！我的这个三哥是个好色之徒，未来的媳妇儿长得这么好看，可千万不能被三哥给看到了。傻小子竟然会关心人了，真是天下头一遭奇葩事儿。不过那是岳清晨。三哥，你的眼睛怎么了？是不是该看医师了？你怎么一直在流口水啊？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母妃，三哥病了，快去请医师来给他看看吧。好了，都别说话了，今日是我们的赏诗会，三王爷带着你弟弟先离开这里吧。不行，母妃，我要在这里看着我的媳妇姐姐哦。贵妃娘娘，既然我们难得来此，就让我们也在这里看看热闹。行吧，你们既要留下，就先就此坐下吧。月姑娘，你可是老国公的外孙女，是李新妹的女儿。从前的李新妹可是苍兰国的第一才女，第一天才啊。月姑娘，你应该有继承你母亲的天资吧？你也给大伙展示一番如何？贵妃娘娘，表姐她是的，月姑娘，您在南离国就已经是南离赫赫有名的才女了，我还真没见识过，你一定不会介意给我们大伙儿都展示一下吧？姐，你是不是听错了？月姑娘，我们等着你的表演呢，你的画技非凡，可否给我们露2手？唉，是我高估了他，他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当众难堪吗？好，很好。好了，就不要为难岳清晨了，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国来的粗鄙女人吧，可惜了，当初的李新妹那般的惊才绝艳，竟然生出一个你这样的女儿。说李新妹还在，怕是要被你给气得够呛啊。这个柔贵妃对我的母亲存有很大的敌意，如今更是在这里再三的污蔑我母亲的名声。不许对我媳妇姐姐这样的态度，我媳妇姐姐肯定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四王爷，您什么都不懂，可别轻易被人骗了。媳妇姐姐，你会画画，对不对？画画而已，有什么难的？当初我在23世纪，从小到大一直都被当作玄门继承人培养，每一行都有涉及，尤其是国画。哼，我媳妇姐姐的画技天下无双。天下无双？真是笑死人了！天下无双，叶清晨，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你的画技到底如何。别的不说，比李梦雪应该绰绰有余。这岳清晨脸皮这么厚的吗？这么不要脸的吗？谁不知道李梦雪可是苍兰第一才女啊？是啊，清晨很棒的。该死的岳清晨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给比下去了，简直该死。也好，这样吧，岳清晨，你便与李梦雪同台切磋一番如何？好，那好，清晨，那我就献丑了，还希望你不要让着我。岳清晨这个乡巴佬竟然妄图与我相比，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一炷香的时间，你们以这春日的景色为主题画一张画，谁若是画得好了，本宫这个红海珠串就赏给谁。哼，我媳妇姐姐才不会输的。我们也搞个彩头吧，大家来赌一赌，看看今日谁会赢。我赌李梦雪赢。当然是赌李姑娘赢了，我出100两的银子。我也是。哼，我出所有的银子，赌我媳妇姐姐赢。真的后悔了，后悔留下这个孩子了。在那炷香燃到尽头的刹那，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二位的画作吧。真不愧是苍兰第一才女，李梦雪，你可真是让本宫大为震惊啊！娘娘你喜欢就好，娘娘快看看清晨的吧，她肯定画的比我还好，毕竟清晨说过她能盖过我的。岳清晨，你这画的是什么？一朵花，贵妃娘娘不认识。你当本宫是傻子吗？你告诉我，这是一朵花？天呐，岳清晨，原来你根本不会画画，不会画画还在这里扯呢，我真替你觉得羞耻。之前还说是五品丹师，肯定也是骗人的。姑母，这岳清晨就是故意在以下犯上，您可得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呀。清晨，我真的不知道你不会画画，我以为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我还等着你能超过我呢。要是我早知道你不会画画，早知道那些传言都是假的，我断不会提议让你画画的。这话说的好像全都是他自己的责任一样。听听，我这画的不好吗？你这画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是吗？哇，媳妇姐姐的花朵开花了。曾经听说过一种作画的方式，以精神力作画，会赋予画以生机，而这朵花竟在岳清晨的手中活了。好久没有小试身手了，还好这随意的画作不算失败。嘿，我媳妇姐姐就是厉害，果然是天下第一。母妃怎么样？是不是我媳妇姐姐赢了呀？不可能，岳清晨怎么能够以精神入画？这种造诣，便是我还有我师父都不可能达到。清晨，你是不是用的自带的颜料啊？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调制出了一种颜料，可以让人产生幻觉。哦，感情是岳清晨又搞出了什么障眼法，根本不是精神入画。天哪，哪里来的这么多苍蝇？竟然完全的附上了李梦雪的画卷。看那个画竟然那么招苍蝇，肯定是又臭又丑。走开，走开！李梦雪，看来自带颜料的人是你呀！你这好端端的画，怎么就招来了这么多苍蝇呢？你胡说！哦，那只能说明你的画技果然高超，可倒也是见识过了，能招惹这么多苍蝇的画，可真是一绝呀！哼，我媳妇姐姐无人能比，你们还不信？这次赌注是我赢了吧？好了，李梦雪，赶紧把你的画丢了吧！今日这么多人在此，你难道要本宫与大伙都对着你的苍蝇吗？来人呐，赶紧将这幅吸引苍蝇的肮脏画卷丢出去！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是岳清晨输的，我怎么可能输给岳清晨？明明我才是整个苍兰第一才女啊！贵妃娘娘，还有我要做的事情吗？本宫倒也没想到岳姑娘有如此过人之处。好了，你也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吧。好，媳妇姐姐，你刚刚是怎么吸引蝴蝶的呀？大概是我的画太逼真，吸引来了蝴蝶。才不是，我看到了，媳妇姐姐刚刚出手了，用了玄力呢。都已经是军阶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人。盛昊天竟然能看出我的实力，早在之前离开世月林的时候，便已经服用了敛息丹，将我所有的气息全都掩饰了起来。一般人是根本无法探觉到我真正的实力的，甚至于当初的龙思诀都无法一眼将我看透。可是这个智商只停留在7岁的小傻子，竟然知道，这盛昊天可真是有点意思。媳妇姐姐，你家里还有几口人呢？我想跟你一起回去，可以吗？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我最喜欢的人，我以后一定要娶你当媳妇。四王爷，你可真别开玩笑了。那你有夫君了吗？夫君？算有了。是吗？媳妇姐姐原来已经有夫君了呀。昊天，你怎么了？岳清晨，你为何今日想在此害本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人呐，将岳清晨这个妄图谋害殿下的贱人跟本宫拿下！另外，给你喊医师前来，四王爷发病了，我有法子可以治他。你害的四王爷还不够吗？你还想干嘛？你要做什么？早前就听说四王爷病得很重，说是发病的时候没有及时救治，后果不堪设想啊！岳清晨这是在阻挠四王治病啊！这下子有好戏看了，岳清晨，你完蛋了！出来，我让你出来！你若不出来，我便把你打出来。若是能够让盛昊天死在岳清晨的手下，或许也算不错，便会被冠上谋害皇子的罪名，甚至于株连九族，李擎苍那一脉就彻底的完蛋了。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皇上，您可算是来了。天儿她不行了，是岳清晨害了她，他甚至还弄出了个结界，不让众人进去。放肆！里面的人好大的胆子！皇上，如果你不想四王爷死在里面，你最好现在就停手，否则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这张脸，他是……盛昊天的身体里真的有一个奇怪的东西，滚出来！怪物，那竟是火凤，这是火凤。周贵妃，这是怎么回事？臣妾也不知。岳清晨，你竟然谋害天儿！我的天啊！皇上，你要为天儿报仇！原来是你，这么多年是你待在四王爷的身体里，吸收了四王爷的元气。哼，真是个弱小的人，一点都没用，就这么快死了。想走？你试试，还敢走吗？去吧，既然这么多年你都吸取了他的元气，与他契约吧，他还没死。皇上，这个女人她会邪术啊！她杀了天儿不说，现在还想利用这只火凤来伤害天儿啊！来人，将岳清晨抓住，最好现在就杀了他！贵妃娘娘为何要杀我？你杀害了天儿，你该死！四王爷还没死，皇上您且等着，四王爷马上就会苏醒。不可能，怎么可能没死？贵妃娘娘看来对四王爷没死这个消息很是失望，毕竟四王爷根本不是你亲生的。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实不相瞒，贵妃娘娘根本没有怀过孕、生过孩子的迹象，四王爷不是她的亲生孩子。早在刚见到贵妃娘娘你的时候，我便已经探查到了这个。我本不想多说，贵妃娘娘您却心心念念的盼着四王爷死，既如此，也便恕我直言了。你有什么证据？来人，赶紧将这个贱丫头拿下！我想看着她被处死！岳清晨，你残害了皇子，污蔑贵妃，以混乱朕的皇室血脉，你可知罪？皇上，我没罪。岳清晨，朕原想念在你外祖父的功劳的份上，我饶你一命，可你却如此不知悔改。你是青云城君家的贵客，有失远迎，那是怎么回事？阁下，您是为了那只火凤凰而来的吗？那只火之前不知怎么的，一直寄居在本宫儿子的体内。哦，那是你的儿子？是的，阁下，我儿子被这个臭丫头害了，还望阁下替我教训教训这个臭丫头。哦，你说该如何教训呢？最好千刀万剐。哼，千刀万剐。阁下，您这是何意？他自己说的，理应千刀万剐。青云城君家原来是盛昊天的家人，火凤便已提及青云君家。皇上，你快救救朕妾不知道哪里做错了。你的儿子，哼，就凭你也配？17年前，你偷走了我的儿子，养在了你的身边，你现在知道哪里做错了吗？阁下，您是认真的？17年前，我夫人在苍兰国产下一子，那孩子却被人偷走了。我寻了整整17年呢，若非方才我感知到火凤出生，怕这辈子都寻不到他了。因为偷走他的是你们苍兰皇室，你们好狠呐！这青云君家可是青云城内的4大家族之一啊，他们完全有能耐，动动手指头就灭了整个苍兰国呀！你到底做了什么？皇上，你不要信了他的话，昊天是我的儿子，是我们的儿子。枉我信了你这么多年，原来你竟一直骗我。没错，这个傻子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儿子呢？青云城君家原来也不过如此，你便是找到了他，先没用了。闭嘴！契约成功了。皇儿，那是我的儿子君皇。媳妇儿姐姐，我好像长大了。这就长大了？媳妇儿姐姐，你怎么这么看着我？是我太好看了吗？那是我太丑了？还行，不丑。真的吗？苍兰皇，我若是要杀了这个女人，你会有意见吗？阁下，要杀要剐，朕都没有任何意见。那就好。不，你不能杀我！皇上，昊天儿，我是你的母妃，是你的母妃啊！柔贵妃，你忘记了吗？我只是你捡回来的垃圾呢。皇儿，走，跟我回家。媳妇儿姐姐，我们一起先离开这里吧。
好，媳妇儿姐姐。四王爷，哦不对，你叫君皇，以后不可以叫我这个，我会生气的。为什么？你也很讨厌我吗？你也觉得我是垃圾吗？不是，只是男女授受不亲，这个称呼永远也不可以再叫。没事呀，我可以娶你。你不知道娶这个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做朋友，仅此而已。那个人是谁？月姑娘，我都知道了，是你救了皇儿，将他身上的封印解开了，若不然只怕我这辈子都无法与他相遇啊。没事，举手之劳罢了。你可愿前往青云城？这小小的苍兰国不适合你。会去的，很快我们会在青云城相见。那好，我就在青云城等你。皇儿啊，我们现在回青云城吧。我现在还不准备回去啊？为何呀？你是害怕回到君家吗？不是，我还有其他事儿做，我才不要现在就离开，得在这里陪着媳妇儿姐姐。所以我这是才寻回来儿子，又要多个儿媳妇儿的节奏嘛。清晨得赶紧回去了，你2个儿子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已经很晚了啊。所以我儿子不仅仅要给我领回来一个儿媳妇儿，还准备给我领回来2孙子，这好像未尝不可。行吧，皇儿啊，为父已经等了你17年，现在既已寻回了你，也不差这点时间了。那你先在这里待着，那我在青云城等你回来。好。岳清晨才回到李家，苍兰皇的圣旨便已经到了。苍兰皇竟赐封岳清晨为郡主，是何等的荣耀啊！当街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你就欠教训。你给我等着！我是慕容家的人，我姑姑慕容明月已经加入了青云城，等我姑姑跟青云城的人一起将你打得和李医生一样，半身不遂。小舅舅当年似乎是因为一个女人被青云城的人打废了，原来就是慕容明月。我会不会被打得半身不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你现在就要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此伤害我慕容家的人？小姑姑你来了，小姑姑救我！岳清晨要杀了我！你便是岳清晨？是我。好大的胆子，我慕容家的人你也敢打？你可知我是何人？谁不知道你啊？10年之前为了利益抛弃了自己的青梅竹马，还将他打成残废，做出这种事情的不正是慕容家的小姐慕容明月？好个伶牙俐齿的臭丫头，我便非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小姑姑，杀了他！杀了他？我倒是要看看谁有这个能耐和胆子。龙思觉来了。清晨，我想你了，你呢？是不是也想我？我看你都瘦了，肯定想的茶不思饭不吃吧？滚！阁下，你到底是何人？这岳清晨当街辱我慕容家的人，实在是欠我慕容家一个说法。阁下突然前来，如此护着他，究竟为何？我愿意护着谁就护着谁，怎么还需要你来过问？倒是你，慕容家是吗？你们方才竟然想打清晨？是他先打我侄儿在先。是吗？怎么样，手疼吗？还好。好大的胆子！小姑姑，这是哪里来的男人，竟然也敢跟你作对？打死他！看到了吗？下次直接一掌打飞了就是，省得麻烦。这个男人真的不好惹。爹爹，你怎么来了？想你们了，就来找你们。女人，昨晚我做梦梦到你红杏出墙了。红杏出墙？所以我迫不及待地赶了过来，想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若是被我发现你红杏出墙，我就打断了你的腿。哦，这样的爹爹好恐怖哦。媳妇儿姐姐，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媳妇儿姐姐，谁是你的媳妇儿？媳妇儿姐姐，我给你带来一件圣器，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过来送给你。小王，9品圣琴送你的，你怎么好端端的变成别人的媳妇了呢？所以爹爹是说君皇叔叔看上的是小汪？小王，你喜欢这圣器吗？不喜欢的话，本尊替你扔了。龙思觉这厮什么时候如此毒舌了？小王，这么无辜的我，怎么会卷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啊？小汪还是吓得疯狂地摇着脑袋。看到了吗？小王他不喜欢你的礼物，所以滚。你是何人？我是2个孩子的爹。原来他就是媳妇儿姐姐的那个心上人，果然是个好厉害的人。小王，他是不是可以走？被迫营业的小汪继续一脸泪汪汪的点点头。看到了吗？还不快滚！媳妇儿姐姐，小王喊你呢。爹爹这一招好像很高明的样子啊。不过我听你喊了一声清晨姐姐，既然这样，你喊我一声姐夫也未尝不可，或许让我开心了，我就不计较你勾搭小王了。你又是何人？我为何要听你的？哼，因为本尊是你姐夫。
女人，本尊不在的日子，你竟然就招惹这么多烂桃花。没办法，人格魅力在此，魅力大，不过巧得很。本尊我最喜欢辣手摧花，你大可以再吸引了试试，吸引一个，本尊摧毁一个，吸引一堆，本尊便砍了满林。小子，本尊知道你是来认门的，既然现在你已经认了我这个姐夫，那你可以走了。我为何要走？为何要听你的？看来你不服，那好，那本尊就让你心服口服。这个男人竟然敢对我的媳妇心存不轨，还好我昨夜做梦梦到。好啦，别打了，君皇只是个毛孩子。勾不勾的小王？我只是保护他。保护他不需要你。还有，以后还敢瞎喊媳妇吗？不了。那叫本尊一声姐夫，你既喊清晨姐姐，就得喊本尊姐夫。不愿意喊姐夫，怎么？君皇真的很想有出息一回，奈何他也根本无可奈何。姐夫，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姐夫，你叫什么名字？君皇。君皇，既然你分别喊了我跟我家清晨姐姐姐夫，不如说声好听的话来听听。好听的话，就比如百年好合之类的。我也不想这样，否则媳妇就得被抢走了。这种祝福的话，他还真有一些说不出口。看来你不愿意祝福我跟你姐。这样的话，那……突然又扬起手来，似乎还要继续揍他。那祝姐姐跟姐夫百年好合，幸福美满。还有呢？祝姐姐姐夫鸾凤和鸣，琴瑟和谐。不错，继续。那祝你们早生贵子，多子多福。龙思觉终于肯放过君皇了。今日的爹爹真的有些给力呀！原来回去了一趟龙都就可以变得这样了吗？清晨，听到了没？他在祝我们早生贵子，多子多福，所以我们赶紧满足他的愿望，去再多生几个吧。爹爹，你的高冷呢？高冷难道被小汪吃了吗？再高冷，媳妇就得被人抢走了。小清晨，我下次再来找你。你敢来试试？君皇离开了，只留下了原地依旧风中凌乱的岳小叶跟龙千墨。你们在这儿待着做什么？你们在这儿还怎么给你们生妹妹？爹爹，我们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我不在，你就招惹烂桃花，还好我及时赶回来了，不然是不是晚了？龙思觉，你还是先忙自己的事情吧。君皇只是一个小孩子。我不走了，天大的事情都没有你的事大。这次回去与那个女人再度正面交锋过，一时半会儿她应该寻不过来，即便是寻了过来，也再无需忌惮。前几日我的实力突破到了圣者境地，我完全可以与那个女人对抗。而且小叶说的对，我们得加紧给她生个妹妹。清晨，你快来看看，老国公不行了。谁靠近过？不知道，就早上还好好的，突然间就倒下了。谁人这么狠毒，竟然3番4次的给外公下狠手？清晨，外公怎么样啊？是啊，清晨，你一定可以救外公的，对不对？如何？醉心散，制毒之物要解开，得需要找到七星草，这是唯一的办法。七星草当真？不错，但是七星草世间少有。我知道一个地方有。哪里？慕容家。又是这个慕容家，这次事情一定与慕容家脱不了干系。我去慕容家讨这七星草。不用，我去。你们看好了外公，我去就回。慕容家的人给我滚出来！你就是岳清晨，你伤了我儿不说，还敢来我慕容家，好大的胆子！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好大的胆子，所以今日我来取你慕容家的人的狗命了。就凭你知道上一个在这里耀武扬威的人是谁吗？是你的舅舅李医生。可惜呀，最后你那舅舅被我跟别人打成了一条死狗。那你更加欠揍！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一拳是为我舅舅而打，不用你出手，对付他我绰绰有余。这一拳是你慕容家家教不严，教育出了一个畜生不如的儿子。岳清晨，你可知擅传我慕容家有何后果？我还是小觑了你，这无耻之人永远是没有下限。醉心散目前唯一的原料来源只有青云城，慕容明月一回来，外公就再次中毒病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以为就凭你也能与本夫人平起平坐吗？你此番前来是为了七星草，你就这个态度来求人的？你说说我要什么态度？不如你现在进去跪下给子谦磕几个响头，再从我院子外的狗洞钻出去，对着大伙叫喊岳清晨猪狗不如，李家的人猪狗不如，或许我还会考虑将那七星草给你。就这些吗？这是给你的选择，要么你按照我说的做，要么滚出慕容家。小孩子才做选择，而我偏不。你
你是不想要七星草了是吗？七星草我当然要，我有我自己的方法。得罪了岳清晨的人可实在是不好弄。敬酒不吃吃罚酒，天罡符照，哈哈哈哈哈！我给过你机会了，可你偏不听，只能死在我慕容家。明月，还是你厉害。那是自然，哥，我夫君可是8品符咒师，这天罡罩便是地阶高手来了，根本无法突破。清晨还不让我出手吗？不用，今日所有的事情全都由我自己来解决。好，小清晨很厉害。小清晨是诗月公子，是个9品丹师，好像是厉害的不得了的样子。可是这天罡罩也的确不容小觑。啊，青云城墨家呀，也不过如此啊。光会动嘴皮子是没有用的，有本事你看到了吗？你这什么破罩子，根本不堪一击，就你还当个宝贝？这青云城墨家呀，不过尔尔。岳清晨竟然是符咒师，甚至于品阶在8品之上。怎么可能？即便没有符咒，我也照样杀了你！怎么可能？这岳清晨的实力竟然根本不在我之下，我可是军阶的实力啊！不可能，慕容大婶，你还是太天真了。我就让你知道，人生的可能是无限的。你怎么敢？我是青云城墨家的人。轮到慕容大婶你来做选择了，要么你在这里被我给打死，要么你乖乖的交出七星草。你做梦！那就看谁能熬得住谁。小清晨开始虐渣，这等好戏实在是精彩。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七星草与你的命，你选一个。我发誓想将岳清晨千刀万剐，可是却又无可奈何。好，我给你七星草，给你，大哥，将七星草给他。月姑娘，这七星草你拿去，求你放了我们，别再来这里了。别来了，不是你们故意设计让我来此的吗？我倒也不想来啊。要是早知道这岳清晨竟然这么难对付，我当初怎么可能会将岳清晨引上门来？原是想要瓮中捉鳖的，谁能想到竟然是变成了引狼入室。有了这七星草，外公身上的毒就什么都不怕了。月姑娘，七星草已经给你了，你还不走？走，我倒是可以走，只不过我得带上你。你要干什么？慕容明月，你联合我李家的人对老国公下毒手，你该不该前去给我李家一个解释？你放了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不能啊！不能被这么带到李家去，否则今日之后，我慕容明月就会是整个苍兰国的笑柄了，甚至于我会成为墨家的耻辱啊！莫老夫人本就看不上我，说是再经过这件事，我就彻底的完蛋了呀！岳清晨，你聒噪！慕容明月这是在做无用功，当初这誓月鞭可是连我都绑过头。放心啦，小舅公，我娘亲肯定不会有事的。对，今日爹爹可是跟在娘亲身后呢，谁都奈何不了爹爹娘亲。三爷，月姑娘回来了，回来了！当真？是的，三爷，并且还带着慕容家的人一同来了。岳清晨回来了？怎么可能？小舅舅，那七星草我拿回来了。七星草拿回来了？那是慕容明月。岳清晨，他是谁啊？刘大师，这七星草还烦请你将它揉碎了入药。至于我们自己，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必须要快刀斩乱麻，否则留下后患，实属麻烦。岳清晨将慕容明月捆绑着，他到底要做什么？清晨，你这是……今日我叫大家前来，只是想让大家见证一件事。他们都言，当初小舅舅不自量力前去青云城，一想从墨家少主那横刀夺爱，最后被墨家少主跟慕容明德打成残废。这件事情成了小舅舅一生的痛苦与耻辱，我必须要替小舅舅解开心结。什么事啊，月姑娘？是啊，这慕容姑娘可是青云城的少夫人，你胆子未免也太大了。你竟然这么待我！道歉吧，向我小舅舅道歉，这么多年的恩怨该了了。为何要道歉？本夫人什么都没有做错，倒是你，我夫君不会饶过你的。还有你，李医生，你只是一个残废，你现在能站得起来吗？啊！这就是你癞蛤蟆吃天鹅肉的代价。夫人即便是看上野狗，当年也绝不会选择与你在一起。10年了，记忆之中的那个女人早已变了模样，我的梦醒了，同时也释怀了。道歉，这岳清晨真狠啊！清晨，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了？要给自己留点退路。我从来不会后退，只会激流勇进。慕容明月，你知错了吗？错？我有什么错？那你就说说你做的那些龌龊事。罢了，清晨，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岳清晨，你口口声声要我道歉，你的小舅舅即便当年被打断了双腿，可却还是心疼我，舍不得我呀。我只是不想让你再脏了清晨的鞭子和手，还有你不值得。你怎么可能会觉得我不值得？你明明是在乎我的。谁给你的勇气？既然这么大言不惭，你说这话，青云城墨家的人知道吗？我不信，怎么可能不在乎我了？是你做了什么？好了，第一件事解决了，咱们来算算第二笔账。你远在青云城，屡次迫害李家之人，先是我小舅舅腿上的毒，再是我外公如今身上的醉心散。李家与你到底什么仇什么怨，竟然让你10年如一日的要毁掉他？你说什么？父亲身上的毒也是他下的？是的。什么？三爷和老国公竟然都是被慕容明月所害？10年啊！本来以为当初是三爷纠缠慕容明月被打成这样，现在看来明摆着不是啊！你即便是要污蔑本夫人的名声，也不该用这样的理由吧？这10年，本夫人可一直都在青云城，很少回来。是啊，慕容明月明明是在青云城啊，他怎么可能下药？你是没法手眼通天，可是你却跟李家的一个人串通一气，这到底是什么歹毒的行为？是何等不要脸的人，竟做出这样的事情？什么人，竟然这么不是东西？我李家养条狗，那狗还会对我们点头哈腰，那个人连猪狗都不如。姐，你说对不对？是的。姐，你怎么了？怎么好像这么害怕的样子？我得想想法子，怎么从这里脱身，否则今日怕是完了。你胡说八道！你在给本夫人泼脏水！你到底居心何在？李大小姐，你是如今老国公最器重的人，不如你说说该怎么处置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要我说，就该将他千刀万剐才是，否则不足以泄愤。你觉得呢？这样处置如何？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那李大小姐，你得被千刀万剐了。难不成李梦雪就是那吃里扒外的人？我姐是那个人，你是不是弄错了？千刀万剐，你自己选择的。李大小姐，怪不得谁了。清晨，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觉得我会威胁你的地位，可是我是李家的嫡女，爷爷疼爱我有加，三叔对我也是极好的，我没有理由啊！你即便是诬陷，也得找个能让人幸福的人。你说的对，老国公跟三爷都对你这么好，可你还敢这么做，我可真想挖开你的心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不要，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想这样污蔑我？岳清晨，你竟然如此心机叵测！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因为我是爷爷的亲孙女的原因，可是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啊！清晨，我也想好好的跟你相处，可是为什么就是容不下我？婷婷，好可怜啊！岳清晨，你给我滚出苍兰国！岳清晨，你竟然想编出一个理由来污蔑李姑娘和本夫人，可别是你自己贼喊捉贼，老国公的毒是你自己下的吧？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的时候。这丫头简直太过狂傲！爹爹，让我们来。好。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欺负一个女人，我可真替你们害臊。你们过来做什么？娘亲，让我们来吧。你是说我娘亲蓄意在污蔑你？是的。你撒谎！李梦雪突然神色一僵，整个人似完全不受控制了似的，眸子变得有些浑浊起来。现在我问你，为什么你要给他们下毒呢？你可是李家的嫡女哎！什么狗屁嫡女！我出生之后，爷爷虽然表面上器重我，可是我知道爷爷最喜欢的不是我，他最喜欢小叔叔。未来的家主的位置一定是小叔叔的。李梦雪突然不受控制一般，如此叫嚣。这还是那个温婉无比的李大小姐吗？小莫是用了真话符了，没想到小莫竟已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明明我才是李家如今天赋最强的人，爷凭什么就不能多看我一眼？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吗？李梦雪，你到底都做了什么？可惜爷爷那么喜欢小叔叔又如何？小叔叔不还是变成了一个残废？我可不相信一个残废还能有登上家主的机会。姐，你胡说什么？人生第一次使用真话符，效果还可以吗？小舅舅的腿，当年他被人打成残废，好不容易不能行走了，不再能有成为李家家主的机会了，所以啊，我就主动投奔了慕容明月。慕容明月说了，只要我能够让小舅舅永远再没有机会站起来，那么他便会帮助我长大之后成为李家的家主。李梦雪，你休要胡说八道！慕容姑姑，当初是你让我拿了那药给小叔叔，是你说的，要让小叔叔这辈子都站不起来。胡说八道！本夫人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你真的忘了吗？当初那毒还是你给我的。狗咬狗可真是精彩。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李梦雪，我没你这样丧尽天良的姐姐，若干爷爷不配做李家的人。如何都没想到李家竟出了这样一个忤逆之辈。来人呐，将李梦雪抓起来，家法处置，逐出族谱。我是李家未来的家主，是李家最尊贵的天才少女，谁敢抓我？真画符撤离，李梦雪如若大梦一场，恍然苏醒，并不知道方才发生了什么。小叔叔，我真的没有啊！是岳清晨，他嫉妒我。薛清晨，我待你不薄，你为何屡次陷害于我？李梦雪尚不知方才所发生的一切，依旧是用着一副白莲花的模样与语气说着这些。啊呸！没想这么多年啊，大家伙都被这李梦雪给骗了。要不是他亲口所说，我还真不敢相信他竟然会是这样的人。彻底暴露了。慕容公公，你救我！滚！还有，本夫人从来不曾与你勾结过什么，你胆敢如此污蔑本夫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慕容明月，你这是要跟我撇清关系吗？当初是你给了我承诺，才让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现在东窗事发了，你就想置身事外，你未免想得太轻松了。慕容明月，我要杀了你！夫君，夫君救我！放肆！竟敢伤害我墨家夫人，是谁？谁敢这么动你？不能坐实了谋害李医生与老国公的罪名，否则我将会彻底声名扫地。夫君，这个臭丫头在中间挑拨离间，害得我与李家以及岳家生出了诸多误会，你快帮我解释解释。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哼，苍兰国的废物罢了，当初被打断了双腿，竟然只能终身坐在轮椅，实在是不堪一击。明月，我来寻你有正事儿，家里出事了，你得赶紧先随我回去了。是谁竟如此绑我的夫人？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尊夫人谋害我舅舅与外公，实在是该罚。夫君，其实都是误会，是李梦雪从中挑拨离间呢。听到了吗？这件事是个误会，明月根本毫不知情。莫仪落在岳清晨的耳畔，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岳清晨的双拳微微的缩紧。李家的人，你们今日将我夫人打成这般，我必不会饶恕你们。算了，夫君，这件事也怪不得李家的人和岳姑娘，都是李梦雪，只要他们肯将我放了，这件事便就此了了。还是夫人你善良，便是自己受了委屈，也怕连累了别的人。李家的人，你们听到了吗？这只是误会。好，总算是知道当年为什么舅舅会被慕容明月耍得团团转。这慕容明月的段位比李梦雪还要高上100倍。好了，夫君，不说了。对了，焕儿的身体有恙，哭着喊着要娘亲。明月，你随我一道，去将世月公子请去青云城吧。焕儿出事了，那我们赶紧去寻世月公子。夫君，这个挑拨离间的人，我想带走好好审讯。这个人我带走了，阁下请自便。算你识相。不要啊！小叔叔救我！不要啊！李梦雪，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诸位，大家都散了吧。清晨，你这是何必？李梦雪那种人不值得任何人维护她。她从7岁起就已经生出了如此歹毒之心，可想而知，若是留着，日后不定会发生什么。经此一闹，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小舅舅你当年是无辜的。慕容明月也再不敢对李家下手。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可是清晨丫头，慕容明月的背后可是青云城墨家呀。我不怪你当众揭露李梦雪，只是担心你会因此而得罪了慕容明月。小舅舅，你不必担心我，墨家的人暂且还动不了我，谁动谁还说不准。哦，你是何意？可能我再过2日就得暂时离开了，你的双腿会恢复的，我在青云城等你。娘亲，我们要去哪里呀？小野、小莫，要么跟着娘亲走，要么留在曾外祖父这里，你们选择哪个？自是选择了要跟随岳清晨。那好，我先将你们送到王崇大师那去。为什么？娘亲要跟我们分开吗？不是，娘亲有事情要处理，过2日应当会前往青云城，王崇大师会带你们提前过去，等到了青云城，娘亲处理完了事情再来跟你们会合。现在你们不方便跟着。当日岳清晨原本是想要处置慕容明月，哪怕与莫无痕对抗，也要跟他较量到底的。可是当时莫仪跟他说，与其现在这般得罪墨家，倒不如利用墨家找个机会堂而皇之的进入青云城。果然一切都被莫仪说中，墨家的人竟是来寻我。那爹爹呢？我自然跟着你们娘亲。那爹爹跟着就方便吗？你娘亲是我的女人，有何不方便？我知道了，爹爹，你是不是要跟娘亲生小妹妹啦？所以我们跟在你们后面，你们觉得不方便？没事，爹爹娘亲，你们生小妹妹是的，放心，我们2个会很乖乖的。小王，你说我祖奶奶突然之间喊你前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不知不过，看月姑娘那性情，也应该出不了什么事情吧。那倒是。
月姑娘，你来了。两位大师，好久不见。不必这么见外啊，叫我小王就行了。祖奶奶，多日不见，你又愈发的倾国倾城，风华绝代，风姿卓越，美不自胜了。说人话。祖奶奶，其实就是我想问问你，最近可有见过太祖爷爷？我想太祖爷爷了。出息！月姑娘啊，你紧急喊我前来是有何事啊？之前大师说可以将人带到青云城，不知真假。若是你，我可以直接带你去。不是我。月姑娘是说要我把这2个小公子带去青云城？岳清晨点头。这青云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呀。你在看不起我们？你看你，哎呀，倒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实在是你们年纪太小了啊，而且进入青云城是有门槛的呀，需要实力抵达天阶以上。是啊，祖奶奶，这2个小屁孩是谁啊？你怎么想着把2个小屁孩送进青云城啊？小屁孩？你喊我娘亲一声祖奶奶，按理说来，你不是应该喊我们叔叔？这2个小家伙竟然是祖奶奶的儿子。小王，听到了吗？这是我祖奶奶的儿子，他们想要进去青云城，你还不肯吗？若是不错，你的实力应该停留在军阶境地，迟迟得不到突破吧？这是一枚能助突破的丹药，就当做是你带我们去青云城的报酬。祖奶奶，这丹药是太祖爷爷炼的吗？这丹药一看就是一枚8品丹药啊！不是，是我儿子自己炼的。这小家伙竟然会炼制出8品丹药啊！他的实力全然不在我之下。两位爷爷，我们现在可以去青云城了吗？我们这儿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光我说了还不算呢。那怎么样才算？像你们这样没有选拔直接进入，须得通过入城测试，所以我得带你们前去参加入城测试啊。好，那月姑娘，我们现在就要走吗？小野小莫，一旦去了青云城，行事要低调，好好跟着王大师跟云清大师，知道吗？等娘亲处理好了事情，就与你们会合。好，现在是时候去会会那位莫家主，他不是要请世月公子去青云城吗？那便如他所愿。夫君，你确定那什么世月公子今天会来这里？是的，世月公子的确今日会前来这风雅楼用饭。明月，你别担心，慧儿肯定不会出大事的。一定的。爷，世月公子来了。传言之中，世月公子一身白衣，一个面具，行走江湖。阁下可是世月公子？不错，阁下是？我来自青云城，特来请公子前往青云城。哦，实不相瞒，我儿子出了点事儿，听闻世月公子医术一绝，所以特来请世月公子。可惜我世月林有规矩，1个月只出诊3次，这个月的名额已经用完了。世月公子怕不过是浪得虚名。明月在胡言乱语，还望公子不要多计较。您说您需要什么条件，定会全都满足。什么条件都可满足。不错，莫夫人，不如你陪我3天。你好大的胆子，竟是如此一个登徒子！让你陪我逛3天街，很是强人所难，那就算了，仅此而已。不然呢？难不成你是觉得我对你有什么意思？莫夫人，你未免也太自信了些吧？就你这个年纪，还有这副容颜，我可真没胃口吃下去。我的眼光真没这么差。小清晨真可谓是气死人不偿命。那你现在还需要我陪你逛3天街吗？我改主意了，去找别人吧。龙大，走吧。龙大，我何时变成了龙大了？世月公子是贱内无知，还请世月公子您海涵。慕容姑娘，你为你方才说的那番话惩罚自己吧。你到底要做什么？自己打自己耳光，打得我高兴了，我就答应你们一同去青云城。世月公子，你好大的胆子！世月公子，您未免太过分了些。后头的龙思觉藏在宽大袖子之中的指尖悄然一弹，莫无痕惊讶地看着慕容明月。我的明月真的好善良，竟然为了救焕儿如此委曲求全。够了，明月，够了。慕容明月却无法回话，继续打着自己。世月公子，您高兴了吗？可以停了吗？差不多了，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让他停，实在是莫夫人她太诚心太虔诚了。慕容明月终于承受不住了，晕倒了过去。唉，我今日真的是见识到了，既然莫夫人这般有诚心，也不好再推脱了，我就为莫夫人她破一次戒，答应随你们同去了。明月，你听到了吗？世月公子愿意随我们去青云城了，焕儿有救了，你的牺牲是值得的。明明是有人逼着我自己出手的呀。
龙思觉，你这样还真丑。无妨，反正我已经有夫人了，不需要太好看，招蜂引蝶。对了，为了防止你暂时暴露身份，以后人前我就喊你龙大了。方才在风雅楼岳清晨喊我的就是这个名字，为何叫龙大？龙大，多威武霸气，显得你很厉害的样子。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龙大，果然一个大字很是贴切。你可真不要脸！不是说我叫龙大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以后你就叫我龙大，这是你对我的独有称呼。龙大很适合我。你这是什么表情啊？看来得让你再体验一下。两位主子已经到了。世月公子，您请。滚！在莫无痕打开了前往青云城的通道之后，岳清晨一行3人已经跟在他们身后抵达青云城。青云城墨家，此乃青云城4大家族之一。母亲，我们回来了。慕容明月，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婉儿这2日口中声声的叫着你昂亲，可你呢？你去哪里了？婉儿如今没了。焕儿没了？不可能，焕儿怎么会死？世月公子，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他还没有死透，我可以救回他。无痕，他是何人？他是世月公子，是我请回来给焕儿治病的。世月公子，您请。世月公子，求你救救焕儿！突然，岳清晨手腕上的金凤不着痕迹的闪烁了一下，他下意识的占卜了一卦，顷刻之间，就连他自己都被自己得到的消息弄得天雷滚滚。方才只是窒息，我已经将他的气息稳住了。想要治疗他身上的病，只有一种方法。你说到底什么法子？小少爷是血脉出了问题，需要新鲜的血液供应，只能是亲生父亲的鲜血供应。若是其余人供应鲜血，会导致小少爷七窍流血而亡。好，不行！怎么了？岳清晨继续故意确认道：必须要亲生父亲才行。若是寻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2人血脉便会相克，非但是小少爷，就连供应鲜血的人都会当场暴毙身亡。不行，你不可以！放心吧，明月，要相信世月公子。不可以！莫夫人，这是在担心什么？还是说你是在害怕，一旦莫家主供应鲜血，莫家主跟小少爷都会突然暴毙而亡？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难道不是吗？慕容明月，这个孩子根本不是莫家的种吧？好个世月公子，竟敢在此胡说八道！你走吧，我们莫家不欢迎你。世月公子，你可知在我莫家信口开河会是什么下场？老夫人，这真是个骗子，快将他赶出去啊！我此生清清白白，竟然会被人这么羞辱！夫人别怕，我相信你。莫家主，敢问你可是曾经置身险境，当年险些半身不遂？世月公子，请你现在滚出我莫家！实不相瞒，那次经历伤及了你的根本，这个样子的你是不可能有孩子的。岳清晨说的是实话，之前他顺势给莫无痕检查了一番身体，发现他的根本早已被伤，是无法孕育子嗣的。床榻上的那位小少爷根本不是他的孩子。世月公子，你竟在这里如此羞辱于我，我要杀了你！父亲，杀了他，否则今日我也不活了。且慢，说下去。母亲，老夫人，他只是信口开河，他是……你闭嘴！你说下去。莫家主当年是被伤及了根本，这么多年来应该一直有人给他治疗，但一直没有治好。小公子身上的病并非后天形成，而是先天不足，应当是继承了他的亲生父亲的。我故意说换血，只是为了试探莫夫人。这不可能，当年应该是已经治好的。没有，并不曾从根本上治好。莫家主与莫夫人成亲数载后，迟迟不曾孕育孩子。至于这个孩子，就不知道是莫夫人跟谁人所生的了。说说吧，慕容明月，你都做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当初你跟无痕在一起的时候，我便知你心性不正。但是既然无痕喜欢，那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是谁曾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老夫人，我怎么可能做出对不起莫家的事情？是世月公子他蓄意在害我。哦，那好，现在你立下血誓，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无痕的事情。焕儿也是我莫家的血脉，若有违背，你将会被打入阿鼻地狱，遭受轮回之苦，永生永世不得超脱。血誓立完了，我便信你。明月，快立血誓啊！只要立下血誓，我便杀了这个满嘴胡言的人。慕容明月
他不敢。不可能，怎么可能？莫家主现在信了我的话了？不会的，明月不可能背叛我，他那么善良，焕儿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不可能的。慕容明月，说吧，焕儿到底是谁的孩子？你若不说，那今日我只能家法伺候了。不要，老夫人，不要！告诉我真相，否则我现在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说，6年前我有一次喝醉酒，不小心被人玷污了，之后就有了焕儿。是谁？我不知道是谁，我也是受害者。老夫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莫无痕，你看到了吗？你执意要娶的女人，品性便是如此。慕容明月，我大概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当初无痕与你成亲数次，你却始终没有子嗣，而我对你有诸多挑剔，所以你故意与外人生了一个孩子，想以此来稳固自己在青云城墨家的地位，对不对？不是。还敢说不是？当年为了荣华富贵攀附了无痕，我见无痕真心喜欢你，便不多计较，可你呢，却敢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违背了我墨家的家规，理应受到惩罚。不要啊！老夫人，不要啊！明月，你快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也许当初慕容明月真的只是受害者，是母亲想多了。夫君，我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玷污了我。那个人就是世月公子啊！6年前我前去苍兰国的时候，就曾偶遇他。夫君，你想想，之前世月公子那般明目张胆的要我陪他3天，他就是那种阴险毒辣的小人呐！他要将世月公子拉下水。慕容明月，你一个女人，为何要在此假扮男人？女神，是你！月清晨，竟然是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不是说当初玷污你的是我吗？满口谎言的女人，唉。你一直在耍我！我要杀了你！要杀了你！焕儿是世月公子的，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慕容明月，真让我失望。夫君，不要，是他陷害我呀！我给过你最后的机会了，可你屡教不改，也罢。莫无痕，你也好意思说失望？不过一个废人罢了，你怎么说得出口？如果不是你只是个废人，我怎么可能会想着去找别的人生个孩子，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现在你竟然怪起了我来了啊！我真后悔呀！我耗费了那么多的苦心，抛弃了李医生，却没想到竟然连孩子都生不出。所以这10年来，我让人跟李医生下毒，不想让李医生过得比我好，我要让李医生永远屈于我之下。给他个痛快吧。无痕，你总算是想通了。大火灼灼焚烧，直至最后他的整个身子化作了一团灰烬。从他身上突然掉下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珏，岳清晨手腕之上的金凤图腾却是顷刻之间闪耀出了金色的光芒。岳清晨是吗？现在轮到老身跟你算账了吧？你意欲何为？因为我想跟慕容明月算账。哼，你在这里利用我墨家人，你就不怕老身问罪？你不会问罪于我的，我非但可以治疗好小公子，更能将墨家主彻底治愈。若你治不好，老身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若是我能治好呢？好，老身给你个机会，若你能治好，你想要什么都可给你。我要方才从慕容明月身上掉下来的那块东西。好，老身答应你。薛清晨，原来你就是世月公子，你为什么要出现？为什么要揭穿事情的真相？你是故意要毁了我和明月的，是不是？老夫人，我这是在给墨家主治病，我保证几巴掌下去，他的病就好了。你随意。母亲，无痕，月姑娘既说她有法子治你，别让她一试。月姑娘是苍兰国李家的人，有些事情，有些账，必须是要算清楚的，否则这件事永远都过不去。从前的莫无痕实在是该打。月姑娘，你请。几个
个巴掌落下，玄力透过他的掌心输送到了莫无痕体内。好了，今日的治疗差不多了。莫家主，你可有觉得身体轻盈了不少？他的身体的确如岳清晨所说，似乎突然之间轻松了太多，尤其是下半个身子。这是第一次治疗，再有2次治疗，我保证你可以恢复到从前。实力强大如莫老夫人，的确可以感觉到莫无痕身体上的变化。岳清晨，你可多打他几巴掌，不碍事。母亲，你为何向着外人？闭嘴！你这个眼下心下的不孝子！岳姑娘打打你也是好的，非但能够给你治疗顽疾，更能给你治心盲眼盲。岳清晨，你继续。好了，今日的治疗已经结束了。这几巴掌还是划算的很啊！无痕还不谢谢岳姑娘？母亲，我才是你的儿子呀，还不赶紧道谢！多谢岳姑娘。不客气。好了，无痕，你先出去吧。你是李医生的外甥女，你与无痕是有恩怨的，这笔恩怨是否已了？该惩罚的都已经惩罚了，往昔恩怨自然就此一笔勾销。好，大名鼎鼎的是岳公子，竟是一个女子呢。我喜欢你的恣意洒脱，我也很喜欢老夫人您的睿智。这孩子你可有把握治好？可以救治。之前我说的血脉之说，只不过是在激怒慕容明月，让他说出真相罢了。那还是得麻烦你救好他。孩子到底是无辜的，唉。不到半刻钟的功夫，焕儿已然是苏醒。这个你拿去，老身答应过你的。莫老夫人，我那世月公子的身份，放心，你既不想告知天下人，老身便会替你保守秘密。你对我莫家有恩，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底的。只要你岳清晨在这青云城一日，老身便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去接小莫小叶吧。他们应该是在王崇大师所在的神风宗，我们先过去吧。你不是要带我们去找人的吗？那人在何处？2位小公子，绕过这个后山就到了。王大师跟那人关系斐然，他们可才不是什么3岁小孩，只怕这一次他们遇到了人贩子了。太好了，我得赶紧过去看看。你赶紧走快些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哼，本来以为这2个小家伙很难对付，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2位小公子，王大师就在里头等你呢。这里是神风宗的禁地，里头镇压着不少这么多年来神风宗弟子从外头抓获而来的凶兽。禁地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单面结界，从外头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东西丢进去，而从里头想要出来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存在。那些凶兽或许一个战斗力并不及那2个小孩手中的2只兽，可是加起来对付他们应当是绰绰有余的。这位大婶儿，为什么你笑的这么奸诈狡猾呢？你们可真爱说笑，王大师嘱咐了我，一定要把你们安全带到这里。你们赶紧进去吧，别让他们等久了。只要我这么一推，这2个小家伙可就完了呀。那好吧，那大婶儿，你先进去给我们探探路吧。臭小子，你们做什么？你不是说王大师在里面等我们吗？你赶紧去汇报，汇报完了我们再进去。放我出去，我要出去！小叶弟弟，看来他是想将我们喂凶兽啊！原来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存了这样的想法。师父救我呀！朝着半空发出了一道响亮的爆破声，可是这一切还是迟了。飘飘！师父救我呀！这2个小鬼把我带到了这里，把我推了进来。结界内的凶兽突然猛地张大了嘴巴，一口将柳飘飘的整个身体全都吞了进去。你们杀了我的徒弟，我要杀了你们！龙千墨出手，使出了符咒。哈哈哈！臭小子，果然有2下子，可是很可惜，今日你们就要丧命于此了。结婚，那只是2个孩子呀！蝗虫，我闭关期间你就带他们进来，甚至还允许他们杀死了我的徒弟。他们绝对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别人。你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大师，是之前那个大婶儿想要把我们推进去喂凶兽的。是的，所以我们才出手自卫。听到了吗，谢师兄？一派胡言！我不管，今日这2个小鬼，我定要他们的命。谢师兄，有本事你试试。今日只要我还能站在这里，我便不会让你动他们分毫。哈哈哈！就凭你也敢跟我作对？哼，幸亏你若
是想动他们，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否则你休想。好，那我就杀了你。不行，王大师不能出事。小白，主人之前吩咐过了，要让我一定要保护好2个小主人。主人也吩咐了，做事一定要低调。小白不着痕迹的一伸爪，而在那结界之上，瞬间破开了一个洞。结界之中的那些凶兽们，一个个的跃身而出。凶兽来了，兽潮来了，是凶兽的兽潮，你们迅速后退。这一切都是小白搞出来的。嘿嘿，老爷爷看到了吗？欺负小孩子会被凶兽吃掉的。难道这兽潮真的跟他们有关系？你们好大的胆子，竟将凶兽放出！你们该死！我们该不该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惨了。别过来，不许过来！我乃神风宗的宗主。老爷爷，方才你不是很潇洒威风的吗？现在就这么怂了？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很简单，教训你啊！2位小公子，他不能杀。老爷爷，如果你想让这些凶兽远离你，以后你让这神风宗都听我娘亲的号令，如何？这2位小公子的胃口可真大呀！不可能，你做梦！我偌大的神风宗怎可听从别人的号令？那就没办法了。小白，加油！停！如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你再不答应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他们的契约兽竟能号召凶兽，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既然你不答应，那就只好让他们吃了你了。好，我答应你便是。哦，你确定？是否作数？当然作数。我谢坤在此发誓，从今以后神风宗听从阁下的调遣，不管你们是要做什么，我神风宗必将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好，小公子，这些凶兽现在该如何处置啊？怕什么？小白授意，那些凶兽必当会听从他的号令。看，这不就是了吗？娘亲契约的小白可真是厉害啊！追魂狼猛地转过身来，突地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朝着远方逃离。几乎所有的凶兽此刻全都不再听从白虎的号令，而是朝着追魂银翼狼带领的方向奔跑而去。糟了，凶兽逃跑了！至于小白，更是在不住的低吼，但是已经脱离控制的凶兽只管着自己，无人再愿意听从白虎的号令。不好，快去追！白虎的怒啸之下，爬到高处。然而底下的凶兽们一个个如同老鼠，疯了一般的朝前窜去。完了！之所以凶兽骚动，是因为为首的那一头九品凶狼，只要能够将那头狼制服，一切就都迎刃而解。小白此刻已经是彻底的发怒，那原本小巧的小猫咪缓缓地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白虎。糟了，这些凶兽们全听从了那九品狼的指挥，他们今日是不可能回去了。银翼狼与白虎瞬间陷入战争之中。我劝你们乖乖的回去哦，我爹爹很厉害，你们要是不乖乖回去结界里面，到时候受伤的只有你们。一群没用的东西，跟墙头草似的，早晚会付出代价。一群孽畜，竟妄想伤害本尊儿子！爹爹，娘亲，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凶兽？娘亲，是我们不小心放了他们出来，本来好好的，结果他们突然不受控制了，不肯回去结界了。我劝你们最好赶紧先回去，这是你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一群大胆的孽畜，区区一只九品凶兽，竟想吃了本尊的儿子，妄想对本尊儿子动手，也不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找死！现在回去结界，否则本尊今日一个不留。那些凶兽们窜入了结界的破洞之中，龙思觉垂着眼盯着那似乎跃跃欲试的银翼狼。怎么不服？要么回去，要么死，你自己做选择。银翼狼虽然心有不甘，最后只得无奈的跳入了结界之中。娘亲，我们闯祸了。这位是神风宗的宗主是吧？我儿子做了错事，险些害得你们神风宗不得安宁。宗主您说您要什么赔偿？原来他们就是这两个小子的爹娘。哪里，姑娘说笑了，这神风宗也是你的，两位小公子在自家后院玩耍，动静闹得大了点罢了，怎么需要赔偿呢？
自家后院。两位小公子，你们说是吧？哎呀，实不相瞒啊，姑娘，两位小公子在这里的2日，我可真是喜欢他们喜欢的紧，把他们当做了我的亲孙子，并且将神风宗送给他们和姑娘你了。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一家子。那个黑袍男子实力少说都已到了圣者境地，圣者，哎呀，我惹不起呀！哎呀，我得紧抱他们的大腿。神风宗送给了我哥2个孩子，娘亲怎么样？你喜欢吗？是的，娘亲，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那我们就公事公办。姑娘，你不喜欢我们神风宗吗？我们神风宗虽然比不上另外2个宗门，可到底是3大宗门之一。不过你若是不喜欢也没事，我还有不少好东西可以送给你，比如真是2只小恶魔，倒也不是不喜欢，只是有些意外啊。不意外。这神风宗从此以后就归姑娘您号召了。不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不是我神风宗一个不成器的弟子，竟然妄图想要对这2位尊贵的小公子下手。不过姑娘你放心，那个弟子已经被处置了，不会劳烦你们费心了。什么时候师兄竟然像变了个人似的？所以作为赔偿，我愿意将神风宗以后都听从您跟2位小公子的号令。好，既然阁下执意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师父，您老人家总算是出关了，你可要替徒弟报仇啊！这2个兔崽子将我打伤成这般，如今更是害死了飘飘。怎么回事？是这样的，这2个臭小子被王师叔带到了神风宗，真不知道他们的娘亲到底使了什么狐媚之术。您可要重重的责罚这2个臭小子和王师叔啊！混账东西！这2位小公子乃本宗主的贵客，你竟敢在此出言对他们不敬，实在是欠教训。师父，你说什么？他们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还有飘飘，他们杀了飘飘啊！您怎么可以尊他们为贵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没什么。他说我儿子杀了人，我自然要问出个结果。若真是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我会好好教训他们，但是如果不是，也休怪我不客气。娘亲，不是我们故意要是一个大婶儿把我们骗到后山，要将我们推进结界为凶兽，所以这件事您怎么看？想推他们进去的那个弟子已死，也算是得到了惩罚，所以此事与我儿子无关。当然2位小公子也是受害者。哎呀，爹爹娘亲，没事的啦，谢爷爷已经做出了赔偿了，误会解开了就好啦。况且整个神风宗都听从娘亲的号令了呢。我就说呢，这2个臭小子怎么这么嚣张？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娘亲，果然姿色可人，难怪能够怂恿王师叔将那2个孩子收入神风宗。他本想要趁此机会保住杜腾飞的，怎料杜腾飞竟然如此口无遮拦。杜腾飞不得胡言！师父，难不成你也被这个女人给蒙骗了吗？难怪。你在说什么？今日师父在此，师父一定能够为我撑腰。怎么，我说错了吗？我看你也不过只是那个女人的侍卫吧，一个侍卫竟然与她距离那般相近，这个女就是一个水性杨花，勾了我师叔师父不说，连你混账东西，你闭嘴，闭嘴呀！一刀彻底的没了气息。总算是清净。谢宗主，我杀了他，你应当没有怨言吧？他大逆不道，的确该死。不错，这等宵小之辈不配当你神风宗的弟子，今日也算是本尊在此替你清理门户了，算是本尊顺手帮了你们一把。是，阁下说的对，多谢阁下。举手之劳，不必言谢。谢宗主，还请你传令下去，今日发生的事情不得传出去。知道，那是当然。那咱们走。娘亲，我们不在的日子里是给我生妹妹吗？岳小叶，你小小年纪，脑子里都在胡思乱想着什么？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放心，早晚的事情。小叶，你别着急。莫姨，你以前是这青云城的人，你知道哪里有药材铺子吗？前面不远处有青云城最大的商铺，里面卖什么的都有。好，那我们过去看看。凤七阁，此乃整个青云城最大的商铺。娘亲，我们是要买什么？之前去莫家要给莫无痕治疗腿伤，还差最后一味药材，必须来这里才能买到。姑娘，你可真是好运，这个药材是我们凤西阁的最后一味药了，放眼整个青云城，怕也再是寻不到了。那麻烦你帮我们包起来吧。等等，这个药材是我的。三小姐，可是这几位客人已经说了，这药材他们要了。混账东西，这整个凤七阁都是我的，你还敢在此跟我争辩？这几位，不如你们再挑点别的。姑娘，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哼，
此乃我唐家的产业，我为何要区区你之后？只要是我想要的，还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小二，多少银子？这个女子竟从唐三小姐手中再度将这个7品雪莲抢回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跟我抢东西！你可知我是何人？你是何人？我不想知道。反了，我乃唐家三小姐，是城主夫人唐清淡的妹妹。你敢与我作对，便是与整个青云城作对。从前莫姨告诉过我，青云城的城主是在她的扶持之下才登上了这城主之位。可是登上城主之位的第2日，那位城主与他的好姐妹双双背叛了他，灭了他墨家满门，双宿双飞。姑娘，这雪莲100万两银子。哼，100万两，怕了吧？不自量力。我可是唐家三小姐，我二姐是城主夫人，你们完了！什么人在这里如此喧哗，成何体统？大哥，他们在这里跟我抢7品雪莲，你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位姑娘想买这株7品雪莲，三小姐随后赶来，也看上了她，闹出了些许不愉快。是吗？你想买7品雪莲是吗？不错，唐家的人应该不是不讲理之人，应该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哼，那是自然。这株7品雪莲实则售价1000万，你若是真的能买得起，那我唐家人今日便在此向你道歉；若是买不起，那我们便当你是来此闹事，将依照规矩处理你。这个这个人参300两银子，你们也就只配买得起他。这个人参不要，其余所有的药材都给我包起来，我们都要了。你说什么？怎么听不懂人话？这些很值钱的，你买得起吗？买？那你说这些怎么样才买得起？我们凤七阁的东西价值至少上亿。哦，上亿我没有。那你还敢在此信口雌黄？你要做什么？上亿我没有，不过我有你这条命，就是不知道你这条命跟这整个凤七阁的东西哪个更值钱。你岂有此理！你说的对，就是岂有此理。是你们先不跟我们讲道理的，那我们又何必再讲道理？现在不是在比我们谁更加不讲道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们可是唐家的人，是城主的亲戚。城主的亲戚啊，那这条命应该更值钱了。你还没告诉我值不值呢？到底要不要用你这条命换取方才我说的东西？换？那去包起来。还愣着干嘛？快去包起来呀！我去呀！唐公子，您是认真的吗？狗东西，你难道觉得本公子的命还不值这些东西的钱吗？快去呀！东西已经到了，你可以放了我了吗？不错，做得好，你的命买这些东西也算差不多了。好了，本尊说话算话，既然用你的命买了这些了，自然是要将你的命还给你，合作愉快。哎呀，你这个表情是很不愉快的意思吗？爹爹娘亲，看来你们做的不对，让他不愉快了。是吗？愉快，他当然愉快。既然这么愉快，那下次还能再合作。可还有什么喜欢的？今日便算了，唐公子的命也不是那么值钱。也对，那下次再来。娘亲，刚刚那个大叔的表情实在是笑死我了。那凤七阁是他们家的吗？他们那么嚣张。凤七阁是唐家的产业，唐家二小姐唐清淡是如今的城主夫人，所以他们无所顾忌。莫姨，你身体不舒服吗？莫姨的眼底涌动着怒火。莫姨，你们不是要找个落脚之处吗？我倒是知道一个地方，不如随我过去。好。赤羽军团？那是什么？是的，赤羽军团。没想到尊上你也知道赤羽军团。赤羽军团15年前是青云城最大的一支神秘军团，所向披靡。当初我也有所耳闻，甚至想将赤羽军团召至龙都，只可惜晚了一步。5年前因为叛乱被青云城新任城主平定绞杀。你是当初的青云城女战神莫思雨。叛乱？不哭，不值得。现在一切都还不晚。星辰，我决定重振赤羽军团。好，我支持你所有的决定。谢谢。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有如今的希望。你爹天下第一帅，小家伙，你确定？君皇叔叔，怎么是你呀？怎么不能是我了？你们呀，偷偷来了青云城也不告诉我。上次被龙四爵一顿恐吓之后，君皇惊魂未定了好些时日，才敢前去找岳清晨。可是才到李家，却得知岳清晨他们早已经来了青云城，君皇差点鼻子都给气歪了。
了。你爹娘呢？怎么任由你们2个小家伙出现在此？嘿嘿，我们出来有正事儿要做。就你们还有正事？2个4岁的奶娃娃能有什么正事？当然啦，君皇叔叔，你离我们远点。龙千墨他们来了。好，快看，哥，他们在那里。哥，你到底怎么了？唐聪，你害得我墨家满门，如今我们回来向你索命了。不要，不要！我不是故意要杀你们，我是奉命行事啊！不要来找我呀！唐聪却仿佛陷入了梦魇。小月弟弟，差不多了。哇，一直都觉得我就已经很腹黑，很会捉弄人了。今天跟龙千墨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呀。龙千墨果然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吓死人啊！说是不错，龙千墨方才是用的符咒控制住了唐聪的精神力，使得唐聪发掘出了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里产生幻觉，能够控制住人的精神力，这等实力得到何等境地啊！不过才只是4岁的孩子呀。哥，你没事吧？臭小子，是你们对我动了手脚，是不是？之前我就被他们的爹娘戏弄也就罢了，万万没想到今日连这2个小家伙都能捉弄得了我。你说什么呀，大叔？臭小子，我杀了你！连2个孩子都想欺负，真是枉为人呢。哪来的怪物，只敢打我？怪物？你喊我怪物？怪物，你休要在此多管闲事，否则我唐家的人有千百种法子弄死你！火凤猛地喷射出了烈火。你不是说我是怪物？那好呀，我就让你永远都记得我这个怪物。记好了，这才是怪物该做的。什么人竟敢对我唐家人动手？父亲，还好您来了，儿子被他们欺负的好惨呐！父亲，是这2个小孩还有那个怪物将我今日弄成了这样。之前这2个臭小子在凤栖阁和他的爹娘骗走了凤栖阁所有的东西，现在又在这儿跟这个怪物勾结。父亲，您可一定要替我出气呀！我当是谁？原来是君家的人。早前就听说了，君家在外头寻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想来就是你吧？果真是没规矩，一回来就在此闹出这么多的事情。我当是谁？原来是那个废物的父亲。早就听说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如今一看，果然是如此。果真是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不能怪唐少爷变成这般，原来是有阁下您在此以身作则。黄毛小儿，竟敢在此信口雌黄！雷心之中的火凤却还是将四周所有的攻击全都吸入。怎么可能？我明明出招了。现在知道可能了吗？小子，你竟敢打我！哈哈，不错，看来你还没老年痴呆，知道我在打你。黄傲小儿，你怎么敢？如何？你看我可还敢。君皇是吗？好啊，好得很，你给我等着！君家这小子虽然实力一般，可是他眉心之处的那一抹朱砂怪异的很。君家血脉传承，每个人的眉心都会有一颗朱砂痣，那是君家每个人的契约兽的幻化。现在这个情况看来，很显然君皇的契约兽非同凡响。规矩都不懂又如何？总比你这为老不尊的强。我看你长得也算周正，怎么脑子这么不好使？你说说你啊，你人又不见得有多聪明，怎么还学人家聪明绝顶啊？哇，好大的一颗卤蛋！君皇叔叔，原来你这么厉害。尚可尚可，不过你上次没打过我爹爹，这件事能不提吗？岳小叶跟龙千墨欣喜地将泥人收好。哼，幼稚。君皇叔叔，今日谢谢你啦，你要随我们一同回去吗？不去，我乃堂堂君家少爷，身份尊贵，我才不跟你们一同回去。你是怕被我爹爹揍吧？这个小家伙真的跟龙思觉那讨人厌的东西几乎一毛一样。臭小子，别学你那讨人厌的爹爹，都不可爱。这是我从君家库房内偷出来的上等百香蜜，拿回去给你娘亲尝尝。谢谢君皇叔叔。记好了，不许给那个冰山脸吃。好。月姑娘来了，今日来给无痕治疗了。来，无痕，把脸伸过来，给月姑娘打一打。母亲，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着她？我知道你这么多年来
对我心生不满。可是我才是你的儿子啊！你若对我有意见，那我可以走，离墨家远远的。哎，月姑娘，你得多打他几巴掌，才能减缓他的病症。母亲，你莫家主，我无意掺和你们的事情，那是我与慕容明月之间的了断。他当初做了什么，也不必我再赘述。莫家主，醒醒吧！现在我要给你治病了。莫家主，我答应过你们会替你治好病，所以薛星辰，你放开我！得罪了。将之前早已炼制好的丹药塞入莫无痕的口中。老夫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好了，真的好了。墨家这么多年只有一个焕儿，再也没有别的人。如今我墨家总算是有希望了。月姑娘，多谢。从今日起，只要是你月清晨开口的，老身必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母亲，莫老夫人可不仅仅只是墨家的老夫人啊，她的身份更是……只希望莫无痕能够早日懂事，能够早日不再让我操心呢。莫老夫人，那我再去看看小少爷。好，小狮子，我不会害你的哟，我只是想跟你做朋友，想要契约了你，我以后会对你很好的，你跟我契约吧。嘿，你不说话，那就是同意跟我契约了哟，那我就过来了。灵师早已按耐不住，想要朝着焕儿攻击过去。小心！漂亮姨姨，为什么要阻止我跟狮子契约啊？你是何人？好大的胆子！长安伯伯，这是帮我看病的漂亮姨姨。嘿嘿，漂亮姨姨，我先跟小狮子契约哦，等契约完了，我再去找你，好不好？原来你就是月清晨，不错。焕儿，这只小狮子我已经替你驯服了，赶紧契约吧。好，住手！月清晨，你到底想做什么？薛星辰，我早知你心怀鬼胎，我堂哥特地送来一只灵兽幼崽给焕儿契约，却被你如此阻止。老夫人，这个月清晨他是个骗子，想杀了灵师阻止契约。莫无痕，说你蠢，还真是夸奖你了。焕儿，你先回屋。在莫老夫人的默许之下，回去了屋子。说你为何要杀焕儿？你需要在此信口开河，血口喷人。你特地将一个染了邪气的狮子送过来给焕儿，等焕儿打开笼子要与他契约的时候，他便会发狂，吃了焕儿。你胡说八道！不肯说是吗？那不如让我来猜猜你这么做的原因。那个与慕容明月有染的人就是你吧？你见东窗事发，你想杀了焕儿，以此来将这件事情彻底平息。月星辰，你若再敢胡说一句，便跟你拼命！莫无痕，要不然我们赌一把。到底还想干什么？只是莫老夫人之前拜托过我，在给你治好身体的同时，要给你治脑子。我得按照她说的，将你的脑子治好了再说。若非是月清晨很欣赏莫老夫人，他才不会多管这些闲事。将我的脑子治好？月清晨，那就劳烦你给无痕治脑子了。莫老夫人，这个丫头在胡说八道啊！她非但侮辱了我的人格，更是侮辱了莫家满门呢。你敢说你给小少爷驯服的狮子没有动手脚？天地良心，我乃青云城鼎鼎有名的驯兽师，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倒是你一来，这狮子就要发狂，要害死小少爷，肯定是你惹怒了灵师。是吗？既不是你，那不如让狮子自己说说到底是谁。哈哈，月清晨，让狮子说话，你这是在异想天开吗？小狮子，告诉我是谁要害你？月清晨使出了驯兽符，与他沟通着。去指认他。才不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个男人也很恐怖。放心，只要你说了实话，我可以帮你突破一个等级。老夫人，这臭丫头在胡闹呢，她……畜生，离我远一点！只要指认了他，那个女人就会帮我晋级。畜生，你滚啊！这灵师中了邪了，老夫人救我！莫长安，这狮子现在这样，算是指认你了吗？你胡说！你看，你不承认，惹怒了这狮子呢。我现在保命要紧啊！我说实话，我可能不小心在驯服狮子的时候哪里弄错。那与慕容明月有染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不，我不是故意的，莫老夫人，当初是慕容明月。莫长安，你说什么？我不是故意的，当初慕容明月找上我，让我跟他生个孩子，以此来巩固他在莫家的地位，一切都怨不得我，是那个女人太有心计，只要我跟他生了孩子，那个孩子便会是莫家唯一的种，等哪日老夫人驾鹤西去，整个莫家变成那孩子也便是我的。他的好兄弟与最爱的女人双双背叛于他。莫长安，
我要杀了你！我杀了你！无痕都过去了，母亲，儿子糊涂。你能想开了就好。月姑娘，多谢你治好了无痕的脑子。老夫人，之前的丹药服下，莫家主的身体应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薛清晨，之前是我误解了你，抱歉。无妨，解决了就好，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我祝莫家主早日再寻良人，多子多孙。事情已了，那我便不久留了，告辞。母亲，是儿子之前识人不清，都过去了啊！你要记好，这辈子永远都不要与岳清晨作对。为何？难道连母亲你也忌惮于他？他只是一个从苍兰国来的小人物。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金凤出，皇女现，天下和。回想着这个古老的预言，我们墨家这些年倒是安逸的够久了。母亲，儿子不明白。你且知道，无论如何要相助于他就是。好强大的气息！舅母，您确定那个人在这里？是的，我追踪到了，他就是来到了这里。舅母，按你所说，我那表哥应该是龙都之人，怎会一直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也不知，龙思觉在那个方向。好，我会帮您将表哥带走的，您放心。双儿，这次就麻烦你，此番我就不出面了。之前几次，龙思觉已经对我产生了极大的戒备。您多次出面已经惹得表哥不快了，他若是见了您，怕是又要反抗。此番前去，我定会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或许他会愿意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离开龙都，随您前去圣域呢。好了，双儿，我便将你送到这里，若是有问题，你随时呼唤我。娘亲，你好久没给我们讲故事了。对，听故事。好，要听什么？让我想想。不如我给你们讲讲两个儿子一个妹妹的故事。好耶，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从前有两个小家伙，晚上从来不打扰他们娘亲和爹爹睡觉，然后他们就有了妹妹。不打扰爹娘睡觉，就有了妹妹。有了妹妹的他们日子很幸福，他们觉得他们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没有打扰他们爹爹娘亲睡觉，因为如果那两个孩子一直打扰他们的爹爹娘亲，那么他们就永远没有妹妹，这个故事就永远都不会发生了。怎么样，还想听别的故事吗？不听了，爹爹娘亲，从今天起我要自己睡到隔壁房间去了。妹妹事关重大，先让我当了哥哥再说。龙阡陌，你赶紧走呀。我想跟娘亲一起睡。你都多大的人了，还缠着娘亲？你不能自己睡吗？你不是哥哥吗？哼，胆小鬼，还不如之前就让我当哥哥呢。哼，谁说我不敢自己睡了？早知道就早点用这个法子。龙思觉，你放我下来，你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时间你说要做什么？当然是睡觉。龙思觉，你敢胡来？相比于龙思觉这个名字，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叫我龙大。登徒子。龙思觉紧紧地抱着岳清晨，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下了他们二人。他从龙思觉的怀中挣脱出来。你再想动老娘一下，信不信老娘废了你？我什么都不会做的，放心，我说到做到的。他是我的珍宝，只要他不愿意，我绝对不会做些什么。这是怎么了？龙思觉的目光顺着岳清晨所言落在了手腕的刀疤上。行走在江湖，谁还不受点伤？你可是堂堂龙都之主，谁能上你这么重？睡吧。龙思觉看着怀中的女子，只觉得自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娘亲，清晨起来了，都怎么了这是？娘亲，这里是不是已经有小妹妹啦？还要等多久能出来？这都不知道，要等9个月才可以见到她。9个月，那正好是要过年的时候。对，正好一起过年。行了，别瞎想了，先过来吃饭吧。龙思觉人呢？尊上很早就起来了，说是出去处理点事情，他交代了我不要打扰你，让你多睡会。清晨，这是百花灵蜜，你多补补，这个也好，我一早起来就炖了。那个莫姨，没必要这么隆重的。那可不行，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听小叶小莫说了，你可是要准备生宝宝的人。你之前生那2个孩子的时候呢，伤到了身子，这第3个你可得好好补补。哎呀，好了，赶紧吃吧。他手腕上的金凤图腾突然再度剧烈的闪耀出了耀眼的光芒。莫姨，你照顾好小叶小莫，我得出去一趟。怎么了？有一株天级药材出现了。听说这天级药材千年开花，千年结果，瓜熟蒂落，只有那半炷香的时间存活。如果那半炷香的时间没有将药材采摘下，它就废了。不错，所以这次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前去守着那药材。好，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拿到那个药材。这罗盘不知怎的，好像失效了。罗盘毁坏，这可如何是好？万一被人先行抢走那药材该怎么办啊？这群人是天水宗的。不如这样，大家兵分3路前行。那好，扶苏师兄，我跟你一起，你们2个去那个方向，还有你们2个
了，去那边说是寻到天机药材，就释放出讯号，我们会赶过来。好，你是何人？竟敢在此偷听我说话？路过，你给我滚下来！姑娘，你确定是我在此偷听你说话？难道不是？叶琳琅，你休要过分！你若再次伤及无辜，必不饶你！难怪古都师兄出手阻止我，是因为这个女人。你故意在此偷听我说话，甚至还蓄意勾引我辅佐师兄。第一，是我先到达，也不该是我在此偷听你们说话，而是你们打扰了我休息。第二，我与你们素不相识，麻烦收起勾引那个词。第三，今日我倒是见识了，堂堂天水宗的人，原来就是这般素质。第四，这位姑娘，既然人家公子都说了他不喜欢你了，你又何必纠缠？你知道吗？死皮赖脸的样子可真难看。名为扶苏，他登上了风华榜第2。你还要走？休想！我让你嘲笑我，让你嘲笑我！我不想打这个女人，怎么打到了我自己的脸上？知错就改就行，不必对自己下这么重的狠手，打得重点也好，能让自己记住。大家快逃啊！天毒蜂是杀人蜂，一旦被天毒蜂盯上，必死无疑呀！姑娘，前方有天毒蜂，你最好还是先不要过去的好。多谢提醒。只可惜呀，那姑娘模样看着不错，脑子不好使，明知有天毒蜂还敢前去。老大，我们要不要前去帮那个姑娘啊？你是猪脑子吧？现在有人送上门来，要给我们吸引天毒蜂，是天大的好事儿。现在没什么人，等我们绕过了天毒蜂，就一定可以拿到那些天级药材。有了天级药材，我们圣魂军团一定能够发展壮大。可是老大，那只是一个姑娘呀。你这么同情她，那你自己去啊。别看了，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团，应该在青云城数不上号。难怪心术不正，活该只能屈居18线小军团。哎，姑娘，你别一个人去了，天毒蜂不是好招惹的。无妨，我不怕。会死人的。我不怕死。一株天级药材，至于搭上命吗？没什么至于不至于的，只是就那么点困难，就临阵逃脱了，不去尝试怎知不行。那我跟你一起去，有2个人应该也会好一些。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连一个小姑娘都比不过。那个小军团配不上你。虎子这是疯了吗？他要去送死就去吧。哼，这么愚蠢的人不配待在我圣魂军团之中。圣魂早晚有一日会成为青云城3大军团之一的。怕可以现在回去。当然不怕，姑娘你放心，我娘亲教过我要乐于助人。不怕那就走。我好像不该来，好像没有我这个姑娘应该更加方便。天毒蜂，我无意与你们作对，所以还请你们让一让。我没听错吧？这丫头竟然跟天毒蜂商量。看来这姑娘果然是个脑子不好使的。姑娘，这些天毒蜂不近人情的，我们得想法子与他们周旋。哦，那是一只毒蜂王，我去先将那毒蜂王引开。这天毒蜂是来者不善了。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考虑，是找死还是让开？我数到3，你们自己做决定。这姑娘是在开玩笑吗？大家准备好，等一会儿天毒蜂被那2个人吸引了过去，我们就找准时机冲进去。3、2、1，那些天毒蜂已经要攻过来。天毒蜂要么让开，要么找死。我给过你们选择了。金色的符咒将那天毒蜂完全笼罩在其中。爆！刹那，眼前所有的天毒蜂竟全都消失不见了。姑娘，行了，解决了。这个姑娘随随便便一出手就解决了这些天毒蜂。天了，这些天毒蜂可是连黄阶乃至地阶的高手都无法解决的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郭虎。知道赤羽军团吗？知道。好，我问你，可愿意加入赤羽军团？赤羽军团那是5年之前被青云城主认定为叛军的一支军团，这姑娘怎么会？我不强求，你若愿意加入便继续跟着我，若不愿意，这颗丹药算是今日给你的谢礼，我不白接受人的帮助。我愿意加入。好，从今以后你便是赤羽军团的骨干。你知道成为赤羽军团的人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吗？就是之前欺负你的人你都欺负回去吧。你之前说谁是蠢猪？我再问你一遍，谁是蠢猪？我知道是你自己就好。徐团长，你们往日那般欺负我也便不多跟你们计较了。从今日起不再是圣魂军团的人，以后希望互不干扰。若是再敢前来招惹，我定会不客气。老大，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人？连到郭虎那个怂包竟然敢那般要挟于我。我听闻最近邪山的那位邪王新收了一位义女，我猜那个丫头应该就是那位妖女。什么？徐芳眯着眼继续胡编乱造。我前几日听说了，那个妖女出来了，肯定是她。
不闪，虎子怎么好端端的敢那么对我说话？既是妖女，那咱们赶紧通知其余的人，一同前去围剿她。好，咱们就去告知其他人，邪王的义女妖女来了。那这青云城那么多人想杀那位邪王，妖女现世，定能引起天下公愤。少爷弟弟，你确定娘亲在这里？是的，我听到娘亲跟莫姨的对话了。这青云山脉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娘亲过来找宝贝了。咦，哪里来的灵歌？龙千墨微微蹙眉，看着那灵歌，再度启动了授予符。有人在故意要陷害娘亲，想让娘亲被千夫所指，被万人不容。糟糕了，娘亲这次有麻烦了。走，咱们也去赤峰崖。金凤图腾提醒岳清晨，山崖之下有宝。姑娘，这是一个山崖，是死路。我知道，你不会是要下去山崖吧？是的，你去远处3里地守着，这里有几个防御符，记好了。如果有人要闯破结界来，就阻止住他。即将要出世的天级药材就在这个山崖之下，而那天级药材十分的脆弱，不容许任何动静震到它，否则极有可能掉落枯萎。好，姑娘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冰雪莲天级药材果不其然在这里现世了。而此时外面，大家此番前来可是为了那天级药材？的确如此，可现在听闻邪山的老头收了一个义女，那妖女今日也来此，想要将天级药材取走。若真是那妖女，我第一个不干。我也是，那我们必须先杀了她。你说那个妖女抢了天级药材，此事当真？唐少爷，原来是您，是真的，邪山的妖女来了。就在他们抵达一处的时候，眼前猛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屏障。好强的结界，看来是有人已经进入了赤峰崖。这一定是那妖女搞的，大家冲啊，一同前去杀了那妖女。在这一群人合力的攻击之下，摇摇欲坠的结界终是破开了一个口。郭虎开始念着符咒，金色的光芒从符咒之上闪耀出来，朝前去，再度挡住了那群人前进的步伐。该死，是那个妖女！好你个郭虎，你果真是被那妖女蛊惑了，竟敢在此埋伏于我们！郭虎低头继续操控着手中的符咒。郭虎，你到底要做什么？还不停下！别念了，郭虎！郭虎口中的牙齿都被打落了，却依旧不敢停歇。该死啊！怎么回事？唐少爷，这跟那妖女是一伙的。既然是一伙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砸落在了郭虎身上，直将他拍飞了。郭虎却始终不忘念那防御符，却这般不知悔改。是娘亲的符咒，看来娘亲在里面。这个人有娘亲的符咒，看来是跟娘亲接触过了。这个人好惨，我们去帮他一把吧。好，正好，他们竟然喊娘亲是妖女，那我们就变成妖童，吓死他们。那就从那2个跳得最厉害的人下手吧。对，就先教训他，不许滥杀无辜！现在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简直不要脸到极致！再说一次。徐芳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出这番话，可是徐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意识。你耳聋了吗？要是我是你，我现在还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哪里会像你这样丢人现眼？敢散播娘亲是妖女的谣言，该死！小子，你看到了吗？停止符咒，否则你的下场将会跟他一样。不可能！答应过月姑娘要给她拖延时间，冥顽不灵，找死！果然是你！岳清晨已经从赤峰崖下将天级药材采摘完毕。唐少爷，好久不见！看着那鼻青脸肿的郭虎，眼底冷光散射。呸！妖女，我知道你是那邪山的人，又是那邪王和那老东西的义女，便是我青云城的罪人。你该死！诸位，今日大家都在此，那我便给大家做个表率。我唐家乃城主的亲戚，更是不能容忍任何祸害青云城的人出现。今日我唐聪就要在此跟大伙一同剿灭了这个妖女与她的同伙。支持唐少爷，支持唐少爷！乖乖俯首，否则我先杀了你这个同伙。你说我是妖女，你有何证据？休要狡辩，你就是那邪山无恶不作臭老头的义女。好吧，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妖女，那似乎我也拒绝不了这个称号了。啊！你竟然敢打断我的手臂！不是你喊我妖女的吗？我若是不为非作歹、无恶不作，那岂不是辜负了唐少爷你的期望了？大家快上，杀了这个妖女！谁要是能够给我抓了这个妖女，唐家就会奖励他一颗8品丹药。
我这有一颗9品丹药，谁要是能前去杀了唐聪，这一颗9品丹药就给谁了。听到9品丹药，那些本来要前去杀岳清晨的人全都顿住了脚步。9品丹药怎么可能？这是一颗9品回转丹，若服用，实力可突飞猛进，军阶以下的实力能够快速提升一个大等级。没错，是9品丹药。只要杀了唐宗就能得到9品丹药，嘿，这么天大的好事，我怎能错过？我也要9品丹药。他是骗子。唐聪还想要再说些什么，却已经有一个人急速冲上前来，一拳死死地砸在他脸上。唐聪才刚缓过神，又是一刀刺在他的胸膛，直至最后唐聪彻底的断了气。等唐聪死后，那群人齐步前来，想要找岳清晨要药。丹药在此，你们自己拿吧。底下人群再度一阵轰乱，开始争夺起丹药，群人哄抢一片。这一刻，他们一个个的几乎头破血流。走吧，扶苏师兄，你看到了吗？慕容扶苏顿在原地，神色晦暗不明。竟然还上唐宗！师兄，这下子别说是我天水宗了，便是城主夫人唐清代也都不肯放过他的。小叶弟弟，咱们赶紧回去。好，不然娘亲回去了，又要给我们加大修炼任务了。你是谁？舅母曾经说过，龙思觉有一个儿子，我也曾经看过那个孩子的画像，似乎就是长得这般。我是拿着水晶球追踪龙思觉的气息追踪到此的。眼下这水晶球在触碰到这2个孩子的刹那，释放出了剧烈的光，足可显示这2人身上有龙思觉的血脉。莫非这2人都是龙思觉的孩子？2个小公子，你爹让我来接你们啊？你是何人？我爹？是的，龙主尊上临时有事，让我前来接你们去一个地方。竟然会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可是爹爹让他来接我们，这绝对不可能。要知道，爹爹身边从来没有一个女侍从，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或许遇到麻烦了，而且还是大麻烦。真的吗？爹爹现在在何处？龙主临时有事，要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回不来了。2位小公子，赶紧随我走吧。好呀，那我跟你走。有了龙思觉的2个儿子做筹码，纳兰霜就根本不担心龙思觉不会跟他走了。漂亮姐姐，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啊？放心好了，你们的父亲在一个地方等着你们，现在我带你们前去。纳兰霜现在要将这2个孩子带到青云城的最南端，那里正是他来到青云城的通道，那个通道如今还没有关闭上。只要我带着这2个孩子去了那个通道，这2个孩子便会送到舅母那里。哎呀，可是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爹爹之前好像说会在另外一个方向等着我的。漂亮姐姐，你是不是记错了呀？你们记错了吧，2位小公子？才不会记错，除非你是人贩子。是我记错了。无论如何，得先稳住他们再说。毕竟从他的2个儿子下手，可比对他下手要简单的多得多了。就是这里吗？这位姐姐，说吧，你到底是谁？你想对我们做什么？小公子，你们真爱开玩笑，属下乃龙都之人。是吗？那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们当然没有见过我，从前我没有近距离伺候过龙主，我是刚刚被派遣过来的。哦，那你以前应该见过我们了。他只见过其中一个孩子的画像，现在这个情况，纳兰霜可真是什么都不敢多说，只是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当然了，2位小公子，你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远远的见过你们了，只不过你们不认识我罢了。你撒谎！一阵符咒的力量笼罩在了纳兰霜的周身，说到底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是龙主的侍女。你们想想，若我不是龙主的侍女，我怎么会认识你们？这个女人说话破洞百出，明明小叶弟弟从来没有在龙都生活过，可是这个女人却说见过我们俩，实在是可笑的很。哎呀，龙千墨，也许我们真的误会他了啦。你们是把我当成骗子了吗？当然不是，这么可爱的姐姐怎么会是骗子呢？你们不是说尊上在这里等着你们，怎么不见他的人？爹爹一会儿应该就会来了，我们约定的是中午时间。舅母承诺我了，等龙思觉被带回去，完成了舅母的计划之后，她便允诺我可以嫁给龙思觉。2个小家伙看着纳兰霜那一脸的花痴样，已然知晓了纳兰霜的意图。虽然不知道这个纳兰霜到底是什么身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爱慕着爹爹。漂亮姐姐，你是想给我们当娘亲吗？你们不要胡说，我爹爹不喜欢你这种类型哦。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啦，我爹爹对气味很敏感，他最喜欢那种身上有清香的女人。哈，姐姐你不知道吗？你不是我爹爹的侍卫吗？我只能远远的看着尊上，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哦，原来如此。这样吧，既然我们有缘，不如我帮你一把吧。
我就静静地看着月小叶这么胡说八道，也不拆穿他。好，你说说我该怎么办？纳兰霜满脑子都是如何能够吸引龙思觉的注意力。这是我爹爹之前送给我的一瓶有味道的灵香水，若是将它洒在身上会香香的哦。爹爹说，当初他就是闻到了娘亲身上有这个气味，所以后来才会有了我们的。月小叶继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那认真的模样饶是边上的龙阡陌几乎都要信以为真了。事实证明，纳兰霜也信了，他完全没有将2个4岁的孩子放在眼中，对他们丝毫没有防备心。你们是说你们的娘亲就是图了这个，所以龙主尊上才跟他生了你们？好，谢谢你们，谢谢2位小公子。算时间，爹爹应该也快来了。漂亮姐姐，你要不要先涂一点这个灵香水在身上？或许一会儿爹爹来了，会直接对你侧目相看呢。一般人我是不告诉他这件事的哦。纳兰霜的心底愈发的激动，一张脸上更是因为兴奋变得绯红。好，你们放心，等以后我成了你们的娘亲，我一定会好好待你们的。纳兰霜再是忍不住将灵香水倒出，纳兰霜没有任何顾虑，将灵香水泼在了自己身上。眼看着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月小叶跟龙阡陌对视了一眼。漂亮姐姐，我内急，我先去旁边一下，一会儿再来，爹爹马上要到了。纳兰霜闻了闻自己身上的气味，发现这味道的确很好闻，味道清新又不失甜美，让纳兰霜自己闻的都不觉沉醉于其中了。眼下他几乎已经完全的放下了戒备。快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月小叶跟龙阡陌迅速的窜到了后头的草垛子里。小叶弟弟，你给他的是什么？哼，这个坏人把我们骗到这里，还想要嫁给爹爹，当然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了。想来今日远处那个人惨喽。好了，不说了，咱们赶紧走吧，万一被娘亲发现我们偷偷跑出来，到现在还不回去，娘亲真的要生气了。纳兰霜下意识的转身，想要看向那2个小鬼所在的方向，却发觉后头的草垛子里哪里还有2个孩子的影子。纳兰霜瞬间暗道一声不好，他的内心生出了一丝不好的预感。他正准备起身前去寻找那2个孩子，远远的山林之中确实又传来了一阵又一阵野兽的叫唤声。纳兰霜实力不低，却如何奈何得了这些野兽？他瞬间吓得仓皇逃窜。龙阡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啊？看她那样子，应该是认识爹爹的。我想到了，之前我曾经偷偷看到有一个老妖婆手中拿着这个水晶球，想带走我爹爹。小叶弟弟，咱们赶紧回去告诉爹爹和娘亲，这一次似乎有大麻烦了。月小叶跟龙阡陌在甩开了纳兰霜之后回到了住所，龙思觉跟岳清晨也才刚回来。此时龙思觉的容颜似乎有一些凝重，而岳清晨自从摘下天级冰雪莲之后，整个人体内的玄力不住的翻滚着，仿佛随时都要有突破的样子。岳清晨的心底是激动的。自从上次突破到了军阶6级之后，岳清晨的实力就止步不前，他炼制的丹药对自己也没有多大用处。可是今日他竟然似乎要突破了。娘亲，你要突破了吗？是的，我先去闭关，这2日先不要喊我。好。等岳清晨入了屋子闭关起来，岳小叶跟龙阡陌对视了一眼。爹爹，你过来，我想跟你谈谈。爹爹，我们再来一次男人与男人的对话吧。你说。龙思觉简直是要被岳小叶这般给逗乐了，这是他第2次见到岳小叶露出这样的神色，第1次是在刚刚拆穿岳小叶身份的时候。爹爹，我问你，你之前回去隆多是不是被这娘亲拈花惹草了？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个丑八怪，心心念念要嫁给你。若是我没料错，全天下的女人都想嫁给我。哼，不要脸。爹爹，那个人拿着一个紫色的水晶球。龙思觉的眼眸猛地一暗，神色之中似乎也透出了些许警惕。他想带我们走，到底还是找来了。爹爹，那个女人是谁？不认识。哦，原来如此。那个人如今在何处？应该被野兽围绕了吧。干得漂亮，儿子。龙思觉伸出大掌，掌心之中一阵玄力闪耀出来，落在了龙思觉跟岳小叶的周身，瞬间就将这2个孩子身上所有的气息全都收敛起来。他们到底是龙思觉的血脉，难免会遇到麻烦。爹爹，是不是很麻烦？放心，有爹在，任何人都不敢欺负你们。好。整整2日的闭关时间，岳清晨竟然从军阶6级直接突破到了地阶境地，连续突破了3个等级，直达地阶。哇，娘亲，你好像又变美了呢。臭小子，娘亲以前不好看吗？我娘亲天下第1美。他们人呢？报告娘亲，莫姨说
出去有东西要采购，他要开始筹备赤羽军团的事情，还有郭虎哥哥也一同去了。至于爹爹，最近他好像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先出去了。对了，娘亲，这2日青云城主在外面张贴告示，发出了娘亲你的画像。他想请娘亲你前去参加城主府的宴会。不去。他们说您是什么协山什么老东西的义女，说您身份尊贵，想让您前去。岳清晨知道这个身份的由来，完全是当初那个小军团的徐芳为了对付他故意编出来的说辞。那城主府的人必是非奸即盗，以后这些消息无需理会。月姑娘不好了，出事儿了！郭虎，是你？怎么了？莫姨出事儿了！到底怎么回事？莫姨本是想要前去买一些东西，结果与人发生了争执，现在被城主府的人在殴打呢。一阵怒意刹那之间直冲岳清晨的天灵盖涌了过去。带路。岳小叶跟龙千墨2个小家伙眼下脸上的表情也不太好看，他们纷纷站起身来想要跟过去，却被岳清晨喝止住了。你们在家乖乖的等着，不得出去。你们在家乖乖的等着，不得出去。今日的莫姨为了防止身份暴露，出门之前是易了容的，并没有人认出她的身份。可即便是如此，还是无法阻碍莫姨惹怒了城主府的人。让你辱骂城主夫人，让你对城主夫人不敬。这么多年来，唐清代唯恐有人在外面说他一声不好，他在外面培养了不少巡逻的护卫，一旦发现有人敢对唐清代不敬，就会前去狠狠的责罚。果不其然，今日遇到了一个，虽然他满身的经脉早已经恢复了，可是如今莫姨的实力还是不够。当年被唐清代他们挑断手脚筋，留下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眼看着那几个侍卫不住地殴打着自己，莫姨却根本不愿意屈服。唐清代不过只是一个卑鄙小人罢了，没想到原来他这么害怕外面的人谈论他，竟然派了这么多的走狗在外面寻摸。心虚的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放肆！城主夫人温柔贤良，乃我青云城之福，如今更是突破到了8品丹师，你不过只是一个没用的普通人，也敢在此胡说八道。温柔贤良，这可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呀！跪下，朝着城主府的方向磕响头认错，我们便可饶了你。说我不愿意跪，不愿意，那就跟方才那个臭小子一样，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若不想道歉也行，今晚陪大爷们乐呵乐呵，我们一高兴了就放了你，否则你得罪我们城主夫人，这后果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呸！不要脸的狗东西！唐清代与他的走狗都是一个德行，给脸不要脸！好大的胆子，连我的人你都敢动！哥几个，看来今日咱们有福气了。先是一个半老徐娘，现在又来了一个年纪轻轻的丫头。你好大的胆子！我们是城主府的侍卫，代表着城主府的威严。城主府又如何？敢在这里欺负我的人，便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照打不误。你滚！城主府只是个屁，你这话未免也太过狂妄。这几个人他们侮辱城主夫人在先，属下想给他们一个教训，他们却砍断了属下的双手。城主大人，夫人，求你们给属下做主呀！你们敢侮辱城主夫人？至于身后的莫姨，在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之后，几乎快要绷不住了。岳清晨大掌附在他手上，以旋律传音：别怕，我在这里，不会有事。他也认不出你，有我在，他们不会好过的。你要沉住气。莫姨听了命的将自己身上的气息收敛起来，垂下眼，隐没于人群之中。唐清代的手猛地一颤，陈哥，他们竟然断我们府中侍卫的双手，他们好生残忍。说，你们到底是何人，竟如此大胆，来我青云城作祟？城主大人，若是有人当街要调戏城主夫人，你会怎么做？赫连景晨一愣，诸位，方才你们也都看得真切，这城主府的侍卫是不是妄图对我们不轨？没错，的确如此。听到了吗？这便是城主大人你们教育的好下人，非但当街随意打人，看见女子就想掳走，这样的下人难道不欠教训吗？赫连景晨再度无言。当然了，城主府的侍卫是不可能如此的，想来我们遇到的不过只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考虑到城主大人您素日公务繁忙，应该无暇顾及这些事情，所以我就顺手替你教训了他们，解决了他们。城主大人您不必言谢。赫连景晨索性低下头来，
将所有的怒火对准了那个断了手臂的侍卫。你好大的胆子，仗着我城主府名声，在外面胡作非为！不是的呀，城主大人，属下都是听从夫人办事的。夫人说过，一旦有人对她不敬，必当好好教训。可是侍从的话才到喉咙口，还没溢出来，赫连景晨已然是剑眉一皱，手起一剑狠狠地贯穿了侍卫的身体。城主府的声誉也由得你来玷污？那侍卫生生的断了气。唐青黛站在一边，似乎很害怕的模样，他下意识的往边上，吓得扑倒在了赫连景晨的怀中。陈哥哥，我好怕，他死了，流了好多血。赫连景晨最是喜欢唐青黛的单纯，紧紧的抱住了她。放心了，没事，这侍卫该死。哦，对了，我忘了，戴尔你最怕鲜血。二人旁若无人的举动，看得边上众人不住啧舌。瞧瞧，都已经是8品丹师了，他还是如此善良单纯，实乃难得啊。最怕鲜血，莫仪现在简直忍不住的想笑。 5年前是唐青黛命人斩杀了我墨家门门，5年之前也是唐青黛亲手挑断了我的手脚筋，我居然听到了最怕鲜血这4个字。岳清晨再度捏了一把莫仪的手，拉着莫仪。城主大人，既然误会已解，那我们先离开了。姑娘，今日这件事是我们城主府的人唐突了姑娘，本座向姑娘你赔个不是。姑娘前几日在山脉之中得到了天级药材，当真那天级药材是戴尔心心念念想要的，是又如何？不知姑娘可否割爱？本座愿意花重金与姑娘交换。不好意思，不卖，这天级药材我也有需要。唐青黛站在一旁，一张柔美的脸上全是委屈而又胆战的神色，唯独她眼眸深处闪耀着他人无法看到的怨毒。陈哥，既然姑娘不愿意割爱，便算了，我只是可惜呀，那是一株天级药材呀，只有最好的丹师方能让它发出效用，放在普通人的手中，完全是糟蹋了好东西呀。唐青黛不着痕迹地说着这些，话里话外全都是鄙视。岳清晨无所谓的耸耸肩，可是莫仪眼下已经彻底不服气地上前一步，他抬起那张已经易过容的脸，故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看来城主夫人是觉得您才是这世间最好的丹师了。赫连景晨对上莫仪那双有些锐利的眸子，竟是不自觉地心下漏了一拍。这双眼睛，这样的眼神，让赫连景晨忍不住从灵魂深处生出了一丝奇异的感觉。赫连景晨抓着唐青黛的手，不由得微微紧了紧，整个人略略失神。赫连景晨这般反应被唐青黛完完全全地捕捉到了，唐青黛的眸色之中生出了嫉恨。这该死的女人竟敢在大街之上如此明目张胆地勾引城主，实在是罪不可恕。虽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子，可是只看着她没来由的厌恶感。我当然知道我不可能是这世间最厉害的，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呀。我知道有很多比我厉害的人，我很崇拜他们呢。唐青黛整个人俨然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当年唐青黛就喜欢故作这种表情，用这与世无争岁月静好的态度，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注意，不知道骗了多少人，这其中就有莫仪。那城主夫人您自己也知道自己技不如人，既然如此，这天级药材更不该交到你手上了，否则给了你才算是真真正正的糟蹋。唐青黛陡然愣住了，她的内心翻滚着怒意，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人如此堂而皇之的与她唱反调。哦，你的意思是你比我更厉害？我是不行，但是他可以。阁下的意思是这位姑娘乃9品丹师？怎么您不信？且不瞒你说，9品以下的丹师在我们眼底都只算是垃圾，如此垃圾，你们城主府竟然还准备大肆的给他举办宴会，真是可笑。他竟敢说我8品丹师是垃圾！陈哥，我知道我的实力比不上别人，看来这次宴会我们没必要举办了。唐青黛满脸都是委屈。好啊，既然你说你是9品丹师，不如明晚上的宴会你们一同来参加，我倒是要看看9品丹师会是何等的能耐。既然您是9品丹师，身份何等尊贵，那明晚一起来吧。好，岳清晨答应过莫仪，会与他一同报了当年之仇，以此作为对岳清晨救命之恩的答谢。他们转身就欲离去，身后的赫连景晨却是看着莫仪的身影，觉得愈发的眼熟。站住！赫连景晨盯着莫仪，我们是不是见过？这个贱人远远的看着，竟有几分那个女人的感觉。这个女人跟莫思雨一样，让人厌恶。岳清晨前来挡在莫仪
仪跟前。原来城主大人也喜欢用这样老套的方式跟人搭讪。赫连景晨却依旧死死地盯着莫仪，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想要伸手拽住莫仪，一道气息从他周身溢出，将赫连景晨毫无防备地往后打了过去。城主大人，若是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先离开了，明晚我们定会准时赴宴的。陈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陈哥也觉得那个女人有些眼熟吗？赫连景晨猛地一愣，我也觉得那个女人的模样与莫姐姐有3分相似。唉，提起莫姐姐，我就惋惜，当年明明陈哥你对她已经足够仁至义尽了，可她非要带着赤羽军团叛变，还险些害了我的性命。不要提那个贱人。陈哥，也许当初莫姐姐是有苦衷的。唐青黛眼神闪了闪，眸子之中全是说不出的窃喜。好了，不说了。戴尔，你总是这么善良，这么善解人意，你不可继续这样了，否则容易吃亏的。没事的，陈哥，有你在，我不会吃亏的，有你保护着，我什么都不怕。我算是见识过了，城主夫人原来是一朵硕大的白莲花。清晨，对不起，方才是我太过激了，把你也拖了进来。不用说对不起，你没看到吗？他们也是来势汹汹，也是冲着我来的。即便没有你的那一出，有些事情也避免不了。不过明晚的宴会可当真要去，城主府守卫森严。再者，城主府内有一支新崛起的军团，力量不容小觑。去？为何不去？这种场合可是整个青云城的人都会前去。不错，这种宴会规模，应当整个青云城的贵族都会到场的，还有3大宗门也会前往。那感情好，他们想给我们来个瓮中捉鳖，那我们就给他们来个上门打狗。今日是青云城城主宴请全城的日子。姐姐，君皇突然落在了他的跟前。君皇原本下意识的想喊媳妇姐姐的，可是一想到龙思觉那残暴的行为，生生的将到嘴边的话改口了。你回来了，好久不见了。他人呢？你说龙思觉吗？他有事，先行忙碌去了。是吗？他不在，那我就方便多了。方便？什么方便？他总觉得若是君皇继续这么放飞自我的话，只怕后续还会很惨。叶姑娘竟然在此遇到你了。莫无痕一扫前几日的颓然，在看到岳清晨的时候，神色还显得有些许不自然，只是朝着岳清晨微微颔首。莫老夫人，几日不见，您精神是愈发的好了。当然是好了，如今无痕的身体已经痊愈，我心头的一根刺算是彻底的被拔去了。对了，丫头，今日老身听到些许传言，说你是从那邪山出来的。邪山是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就说邪山那老头子怎么可能会有你这样的义女。岳清晨神色一凝，正欲问话，莫老夫人却是笑着催促着岳清晨。好了，天都快黑了，咱们呢就一同进去吧，正好我们数日不见，一会儿进去好好聊聊。好。姐姐，我也要跟你一起走。姐，他来了。淡定，哼，你这么沉不住气，能成什么大事儿？可是姐，哥就是因为他而死。哼，我自有法子。他们今日既然赶来此处，我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戴尔，原来你已经过来了。陈哥，我是想提前过来，有没有我需要帮得上忙的？你就安心歇着吧，这场宴会你是主角，8品丹师实属难得，实在是我城主府之光，是我赫连景晨之荣耀。陈哥，我就觉得会不会太铺张浪费了点？放心了，只要是为了戴尔你，一切都是值得的。君皇死皮赖脸的非要紧靠着岳清晨而坐。你是君家的小子吧？那你父亲他们可是坐在那边，你这是第一次参加如此场合，你不与他们坐在一起，怕是他们心中会有怨气。放心了，老夫人，我父亲巴不得坐在这边。莫老夫人一挑眉，显得有些疑惑。君皇笑了笑，有些话他想说但又不敢说，因为他爹爹巴不得他赶紧拐个儿媳妇回去呢。唐青青落在了君皇与莫老夫人跟前。君公子，莫老夫人，你是唐家的姑娘。莫老夫人，原来您还记得我。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老夫人，我方才远远的瞧见您让这个姑娘跟您坐在一桌，所以特地想过来提醒你们一下。你说这个姑娘她是邪山的妖女，莫老夫人，你们断不可被这个人人喊打的邪山妖女给骗了。邪山妖女？是的，莫老夫人，这个妖女到处行骗，到
到处杀人，你可千万要小心。还有您啊，君公子，这个女人有些姿色，很是喜欢靠着姿色四处勾人的，您可要小心一些。你说的对，他的确跟你不同，那您赶紧远离他，别中了他的招。我的意思是，你说的对，他的确是有姿色，不同于你，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丑八怪。你说说，你既然知道自己长得丑，是个丑八怪，为什么要出来吓人呢？这长得丑啊，不是你的错，毕竟你整个唐家上下都长得这般丑陋难堪。可是长得丑也就算了，非要出来吓人，你说你要是吓坏了别人怎么办？君家这小子果然不错。唐青青欲言又止，还想说话，可这时还留在这里做什么？你不怕丑到我们饭都吃不下？哎，你说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这么丑，非要出来膈应人，你这不是不将我们放在眼底吗？哎，好个唐家的人，竟然故意如此侮辱我们！小爷我生气了！君皇说罢，猛地拍案，动静之大，瞬间吸引了四方注意力。皇儿，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我有点生气，唐家的人竟然敢如此不将我放在眼中。君问海瞬间愤怒了，姓唐的，你什么意思？竟然敢公然瞧不起我君家的人！君兄，有什么话好说好说呀！你女儿看不起我儿子，你说我什么意思？青青，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的，我没有看不起他们，是这位公子，他嫌我丑，我不是。君兄，你听到了吗？没有的事儿，我女儿被我教育得很好，不可能看不起你君家。君兄，你看，都是误会，这事儿就此了了吧。自家儿子嫌唐青青丑，这皇儿到底怎么回事？他在我眼前出现，我就觉得脏了我的眼睛。好你个唐家人，竟敢在这里脏了我儿子的眼睛，实在是太过分了。唐文，你还不赶紧请你女儿走？我儿子的眼睛是你们能脏得起的吗？这护短还真是没有下限了呀！唐青青被怼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一张脸上表情精彩纷呈。这君兄，你是认真的吗？明明是君问海的儿子，在这羞辱我女儿，反倒变成了我女儿看不起他，这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怎么看你这个样子，是我跟我儿子联起手来在欺负你？难道不是？哼，不如大家评评理，今日这件事儿到底孰是孰非？老身也觉得是唐姑娘不地道，君家小子说的没错，本来老身正与人聊得好好的，这唐姑娘如此不知礼数的冒出来，脏了老身的耳朵，老身的眼睛。唐文武的脸色黑了又黑，岳清晨忍俊不禁，哼，你们觉得呢？是的，莫老夫人说的对，君家主说的也没错。好了，都跟你说了，别出现在我们跟前了，你怎么还不走？你要是再敢这么脏了我的眼睛，我可就要出手。我虽然不喜欢打女人，可是我也是有底线的。像你这样的丑东西，以后还是躲在家里的，出来吓到别人，真的是你的罪过了。青青，还不先回去？爹！最终，唐青青心有不甘的转身离开。好了，堂兄啊，既然你们知错就改，那我就不跟你们多计较了。莫老夫人，您说是吧？不错，君家主言之有理。唐文武内心憋着一口气，几乎也要一口老血喷出来了，咬咬牙，随后离去了。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沉不住气，你还不信。可是姐，我不服。好了，你放心，她由我来对付。是吗？可是她是邪山的妖女啊。无妨，本夫人最不怕的就是这种刺儿头。我连当时的第一大家族都能血洗，连5、6年前那位女战神都能击杀，我还有何不可？难得啊，今日我们大家伙儿能够在此一聚。诸位，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戴尔如今突破了8品丹师，27岁的8品丹师，这在咱们青云城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便是我谢绝的与有荣焉啊！城主夫人果真是厉害，可不是嘛？咱们城主夫人又美又善良。哎，有这样的城主跟城主夫人，我们青云城必当会蒸蒸日上。27岁的8品丹师的确是厉害的，真没见过世。我的媳妇儿姐姐早已是9品丹师了。君皇与其余人不同，或许是他本就契约着火凤的缘故，在见到岳清晨的第一眼，君皇就完全的知道了岳清晨的所有实力，知道了岳清晨如今非但玄力达到了地阶境地，更是一位9品丹师以及符咒师。莫无痕猛地噎住了，最终他闭上了嘴巴，不准备与君皇多争。毕竟莫无痕方才就已经见识过了君家这小子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水平了。这样的人，我觉得
得我惹不起，惹不起。姐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寻来的一株圣级药材。妹妹，你有心了，这圣品药材很难寻的吧？应该耗费了你不少精力吧？没什么，毕竟姐姐如今都已经是8品丹师了，自然要配上最好的。谢谢你，妹妹。戴儿，青青这么有心，你就收下吧。只可惜姐姐，本来我们能够寻到一个天级药材的，却生生的被人给抢走了，而且哥哥还因此丧了命。罢了，妹妹，也许那个人也不是故意的。不是，他就是故意的。他自己明明只是一个废物，却非要与我们作对，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见不得姐姐。你如今已经是8品丹师。好家伙，重头戏来了。是谁抢走了那天级药材？该不会是你吧？你觉得呢？我猜到是你了，毕竟在我的眼中，这天底下能够配得上天级药材的人也只有你了。小君皇，我发现几日不见，你越发的油嘴滑舌了嘛，现身开怼唐青青，现在又是一连串的彩虹屁。如今的君皇啊，可再也不是那日在苍狼国见到的那个8岁的小孩子了。那你喜欢吗？我说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放肆？原来是喝醉了，不清醒了。君皇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挡住了眼眶下的阴郁。什么人啊，这么大的胆子，竟然跟城主夫人抢药材！听说是邪山那妖女，那妖女可真是胆大包天，竟杀了唐家的公子。嘘，别说了，那妖女今天也在场。而唐青黛则已经开始了她的表演。青青，你说的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你想多了？或许她真的很需要天级药材呢，不可以用坏心思去揣度人。本来就是，姐，你就是太善良了。你说几个废物而已，需要天级药材何用？还不是为了恶心你？可是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一脸的天真与无辜的神色，看在众人的眼底是那般的我见犹怜。赫连景晨看着这样的唐青黛，整个人的心几乎都要碎了。而底下岳清晨已然是彻底的吃不下饭了。我要吐了。青青，你说的那个人是谁？我不信，我要去当众质问他。唐青青的眼眸子之中油光暗闪，就是她就是邪山妖女，她当着很多人的面杀了我哥哥。不仅如此，她还抢走了天级药材。唐姑娘，你确定你所言属实？对，就是你。胡说八道！君皇，你住手！臭东西，小爷我方才就警告过，不要来脏了小爷我的眼睛。可你偏不听，现在还变本加厉，简直欠揍！君家小子，你实在是狂傲至极。君文海，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是吗？你也觉得我儿子很好吗？看来咱们不愧是好兄弟呀，连见解都是一样。我也觉得我这个儿子好得很，深得我心。唐文武的内心憋着一口气，堵在心口，一时之间是喘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好了，够了，君少爷，念在你是初回青云城，尚不知青云城的规矩，今日你的举措我可以原谅。我为何要你原谅？我只是在清理脏了我的眼睛的东西罢了。难道城主大人你觉得你也脏了我的眼睛？亦正亦邪的声音响彻四方。放肆！君问海到底是怎么教育你儿子的？君问海并不忌惮赫连景晨，毕竟这青云城内城主府是由4大家族约束的，不管有什么重大的决策，一定需要4大家族的同意方可施行。4大家族的存在不比城主府的地位差多少。城主大人不用动怒，皇儿并非是这个意思。毕竟方才唐文武自己都承认了唐青青的存在是什么样，所以皇儿那般教训他，也是无可厚非。那他为何口口声声维护那妖女？那妖女可是生生夺走了本城主夫人的天级药材，夺走了城主夫人的药材。那敢问药材上可有写着城主夫人的名字？说是没有，城主大人为何认定那药材是你的？莫非是觉得你是城主，所以全天下好东西只有你才能用？在我眼中，这只有清晨才最配得上天级药材。月姑娘，听君少爷的意思，你已是9品丹师了。戴儿，也就只有你才信了。陈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万一呢？底下的唐文武，他早前就与唐青黛约定过了，一旦唐青黛说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8个字时，便是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 9品丹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她就是个妖女，在外头胡作非为，不将我们青云城搅乱，绝不罢休。
休。诸位，唐人在此告诫大家，这个妖女不能留啊！她根本不是什么九品丹师，她早前就将我唐家的凤七阁洗劫一空，还故意夺了我女儿的天机药材。父亲，你不可胡说，这天机药材或许真的这个姑娘更加适合。唐文武按照之前早已经私下演示过的，我没有胡说，我句句属实。她不过一个黄毛丫头，要这天机药材有何用？那唐家的父女二人还在那儿一唱一和着，每一句话都引起了众人极大的关注，也让岳清晨彻底的沦为众矢之的。唐文武，我是不是九品丹师，你竟这么了解？我呸！你怎么可能是九品丹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要跟我唐家作对。那若我是九品丹师呢？你真以为这九品丹师这么不值钱，大街都是吗？我女儿才是这青云城最厉害的丹师。可惜啊，在我眼底不过是个废物，甚至废物都不如。你休要胡说八道。那不如我就给你证实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九品丹师，也给你证实一下你女儿到底是不是废物。若证实了你并非九品丹师，就说明你是故意在这里搅乱我青云城，我要你在此自刎谢罪。如果我是九品丹师，那么我要你昭告天下，城主夫人是个猪狗不如的废物，如何？岳清晨早就看不惯唐清代那种白莲花了，即便没有莫仪那一层关系，唐清代几次三番想要给他下绊子，岳清晨也不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答不答应？你若是答应了我的条件，我也答应你的自刎谢罪。唐文武终是来不及再细想，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色。他点头答应。唐清代满心都是不安，但他却拼命地安抚着自己。那黄毛丫头绝对不可能是九品丹师。唐文武，不知道您是想怎么证实？你既说你是九品丹师，身上肯定有九品丹药。好，拿去瞧瞧，这是不是九品丹药？这可能吗？这一刻，唐清代不觉死死地咬紧了牙。是不是还需要我证明一下，这就是九品的？邪山的妖女作恶多端，没想到你不但抢走了我女儿的天机药材，更是将别人的九品丹药抢走了。我儿子唐聪临死之前身上就是有2颗九品丹药，我还在想啊，为什么他的身上没有寻到？原来是到了你这里。可怜我聪儿死得好惨呐！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为何唐家兄妹3人一个个的都是这么的奇葩讨厌。原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身后的君皇已经是怒不可遏，在君皇即将要前来之际，岳清晨操控起了手中的小鼎，取出了那日在崖下取来的冰雪莲，毫不留情地将冰雪莲丢了进去。看好了，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天级药材，我就让你们看看这天级药材到我手里到底有没有用。只有8品及以上的丹师方有这个能力控制住冰雪莲，使这天级药材在炼制的过程之中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坏。可是这臭丫头竟然当众将天级药材如此随意的丢入这个小鼎。四方一阵阵的嘲讽与指责声不断的袭来，岳清晨继续操控着手中的炉鼎。没办法，不是我想高调，只不过是实力不允许啊。哼，真是装模作样。岳清晨拿炼丹的手法，我似乎从一本书籍上看到过，只不过书籍上所记载是早已失传。不行，坚决不能让岳清晨炼出九品丹药，否则今日我就丢脸丢大发了。唐清代不由得垂了垂眸子，给唐文武一个眼神，示意他无论如何都要出手。唐文武会意，后退一步，准备出招。就在唐文武准备出手的时候，那一直站在中央炼丹的女子突然猛地收回了手，从小鼎之中5颗白色的丹药滚落了出来，好闻的气息蔓延整个四方。好像真的是高品丹药啊！我曾经见过8品丹药，8品丹药的纯净度与味道都比不上眼前这个。难不成真的是9品？当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炼制出了9品丹药，这怎么可能？我们要守护的人真是值得。5颗9品丹药，果然小清晨就是最厉害的。现在服气了，这天级药材也只有在岳清晨的手中方能够发挥出这般的功效，若是到了别人手中，利用率怎么可能这么高？我家清晨是不是比你那女儿要厉害多了？记住一句话，不要狗眼看人低，不然你的老脸会很疼的。本以为城主夫人的8品丹师已经很厉害了，却没想到姑娘更胜一筹。
这原本是属于我的庆功宴呢，却生生的被这臭丫头的九品丹师给夺走了风头。城主夫人，这九品丹药你可满意？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啊！半颗天级药材炼制出5颗九品丹药，若是城主夫人您满意，我这还有剩下的半株给你，或许您能够更物尽其用，也说不定。唐清代知道岳清晨这是在故意回怼他方才所说的一切，他满心的愤怒。姑娘说笑了，我早就知道姑娘你执着于要这九品丹药，定然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看来，我真没想错。这不要脸的样子，便是岳清晨都忍不住为之啧舌。莫仪始终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听着唐清代如是言论。好了，岳姑娘，您是尊贵的九品丹师，赶紧落座吧。您放心，从现在起，不会有人敢为难你了。您便是我们青云城的贵客，如此，我也只能改变策略，以退为进。而唐文武也趁此机会，指望着这件事就此翻篇。落座之前，我还有点事要处理。唐文武，您怎么就这么快坐回去了呢？你莫不是忘记了什么了？姑娘，我乃唐家家主，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方才是你说的，如若我是九品丹师，那你就昭告天下，你的女儿唐清代是个废物。现在你知道意思了吗？你大胆！我女儿戴儿乃是青云城城主夫人，你竟敢如此羞辱于她！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承不承认你女儿唐清代是废物？是你主动承认，还是需要我帮你一把？放肆！你这个妖女夫人，岂是你能在此侮辱的？陈哥，唉，还是得需要我帮你一把呀。那我就勉为其难，继续帮你。怎么样？我这帮忙够了吗？说还是不说？你休想！看来我帮你的还不够啊。唐家这群人以及青云城城主，原来都是想要我的命的。既如此，我又何必手下留情？母亲，这个丫头到底要做什么？她怎敢这么嚣张？有个性，有脾气，我倒是挺喜欢。可她如此鲁莽，她有这个实力，鲁莽一些又何妨？更何况这唐家的，的确是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了。哼呐，你要好好学学。我知道你堂堂一个男人，比不上一个18、19岁的少女，却也不希望你跟她差距的太远。毕竟你脑子也被他治过了。还能不能好好聊天啊？有母亲这样贬低自己儿子的吗？你要做什么？赫连景琛飞身而起，就准备朝向岳清晨攻去。但这时莫老夫人出手了。莫老夫人，你是何意？城主，这是岳姑娘跟唐文武之间的事儿，外人不得乱掺和。我相信城主你是公正的，只有公正的人才能继续领导我们青云城呢。我同意。墨家与君家若是联手，极有可能会撼动我的地位。既是他们的事，自是他们自己处置。我不过是好奇，下来瞧瞧。陈哥居然没有再去干预这件事，难不成他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爹爹在此高喊我猪狗不如？哼，看到了吧，唐清代，你爱的这个男人也不过如此。对他来说，只有自己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虚他而已，不过只是可有可无罢了。唐文武，你说话不算话哦，怎么办？我生气了呢。你再不说话算话，只能轮到我来让你自刎谢罪了。妖女！你说的对，所以现在我这个妖女要来好好教训教训你。莫老夫人，你们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妖女这么对我父亲？我乐意，怎么着啊？城主大人还没有责备老身，你倒是先来了。陈哥，那是我的父亲呢。我知道，你别慌，我在想法子。城主不会放了你的，你在这里如此对我，城主定会将你碎尸万段。你这可就说笑了，城主大人跟你可不一样，你说话不算话，背信弃义，可城主大人却是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也无怪乎城主大人能够登上如此高位，这格局啊，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姑娘，得饶人处且饶人。饶人？那请问城主大人，若我不是九品丹师，今日我可能被饶恕，请问谁又能饶恕得了我呢？赫连景琛张了张嘴，突然说不出话来。更何况这本就是唐文武之前就答应过我的，这就变成了我不饶人，你说是吧？唐文武还不赶紧说。臭丫头，你不过就是仗着你是九品丹师才这么狂妄。你说对了，有本事你也来呀！你要么说，要么死。唐文武终究还是怕了，他一定能够如他所言让我死。我说
这就对了，要记住，以后要做一个遵信守诺之人，否则只会承受无望的惩罚。5年了，在唐家人前去灭了墨家后，我一直期待着能有这么一天。眼下岳清晨倒是帮我实现了这个想法。此时，莫老夫人将周遭的结界收起。臭丫头，我告诉你，我女儿与世月公子可是青梅竹马，便是世月公子都夸赞过我家戴尔，你如今却如此羞辱我家戴尔，便是在羞辱世月公子。世月公子是不可能饶过你的。是吗？那我等着世月公子前来找我算账。唐文武，老身奉劝你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否则只会让自己更加被人笑话。世月公子不是别人，正是岳清晨。莫老夫人，您不知道，或许有些人就喜欢这样演戏给大伙看。哎，唐文武，我觉得你不去演杂耍，真是可惜了。3天之内，世月公子定当会前去找你算账。世月公子是我先侄，是我看着长大的。也好，大伙儿都做个见证。3日之后，我在青云台等着你和世月公子。青云台，哇，这又是一出好戏呀！怎么，莫不是怕了？你们给我等着！好，我竟然会有这样一个愚蠢的父亲，我怎么可能认识那世月公子？看岳清晨那模样，很明显他是有备而来的。陈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原本还以为我的戴尔突破到8品丹师会给我的脸上增添光辉，可现在看来，一切不过只是一场笑话。好，为何出门还要易容？岳丫头，你的随从似乎都很喜欢易容呢。老夫人果真眼光毒辣，我的朋友不喜欢以真容示人，还请老夫人谅解。我看着他，倒觉得像极了一个故人，小雨。莫夫人，莫家当年与莫家乃是世交，而莫思雨更是年幼时经常随着父母与莫家来往。当年莫老夫人多次笑言，称2个孩子青梅竹马，以后要让莫思雨嫁入莫家，做他的儿媳妇。奈何莫依一整颗心都扑在了赫连景晨的身上，直至最后万劫不复，满门被灭。竟然真的是你！是的，是我没死。真好，真好。随我回去，我有太多话要跟你说了。去吧，我在家里等着你。娘亲，你为什么笑得这么阴险狡诈？阴险狡诈，儿子，你这用词也太欠妥了吧？不是啦，娘亲，我是在说你为什么笑得这么美若天仙、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清晨，你到底是用什么法子，上那么心甘情愿的将这些东西送过来的？他们不是要见世月公子吗？我就告诉他们，想见世月公子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清晨，你是要暴露身份吗？也未尝不可。在将礼物全部都送出去之后，唐文武很快得到了岳清晨的回应，看着那一封只写了一个好字的信件，哈哈哈，我唐家总算是可以再度扬眉吐气一把了。去向全城通报消息，明日世月公子将会与我一同出现在青云台，在此特邀全城众人前去观看。快看，那好像就是那个妖女，她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你胆子还真够大。我为何不敢前来？哼，月姑娘，你上次对我有什么误解，所以才会在城主府的宴会上那样对我。所以今日我跟我父亲特地喊了世月公子前来，想让他跟你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的误会，还请你见谅。唐清代的那一句话再度让岳清晨成了众矢之的。见谅就不必了，我跟你之间的确不存在任何误会，唯一的矛盾大概就是我是一个天才丹师，而你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废物。嚣张、狂傲、大胆！且不说戴尔是城主夫人，她更是世月公子赞许有加的人。你如今如此羞辱戴尔，便是在羞辱世月公子。唐文武，你确定？唐文武不时的摩拳擦掌，显得有些焦躁。可是世月公子始终不曾出面。唐文武家主，你不是说世月公子是你的朋友吗？不是说世月公子会过来吗？怎么还没到？还记得莫老夫人跟你说过什么吗？不要随意夸下海口，否则只会跌得更惨。承认吧，你们唐家的人不过都是一丘之貉，我就不在这里跟你浪费时间了。
大胆邪山妖女！自打你出现，先是扰乱了我青云城不说，更是当众羞辱我城主府之人。你的种种行为实在是让人不齿。今日我作为青云城城主，就要给青云城清理门户。从远处，一群人飞身而至，抓住这个妖女，能抓活的最好，实在抓不到，当场凌迟。是虎狼军团，这个虎狼军团乃城主大人亲自带领的。当初就是城主大人命令虎狼军团与唐家的人一同前去，剿灭了叛乱的墨家。虎狼军团里那2个大护卫，似乎是从前赤羽军团来的。不错，那左右2大护卫正是赤羽军团里从前最顶尖的2大高手。混杂在人群之中的莫仪看着虎狼军团的前面2位护卫，牙眦欲裂，双拳紧握。这群虎狼军团的人，他们平均的实力都已是黄阶，对抗起一般人来说绰绰有余。而那位虎狼军团为首的2个，他们的实力赫然已是军阶巅峰。曾经的赤羽军团的2大护卫，如今换了个军团，换了个主子，似乎日子过得还很滋润嘛。之前就听莫仪提起，当初赤羽军团之所以会被团灭，之所以墨家满门会那么容易的被绞杀，完全是因为赤羽军团内出了2个内奸。现在看来，2个内奸已然是出来了。2大护卫盯着跟前的岳清晨，反是对视了一眼，朝着岳清晨攻击过去。在那2人根本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竟已经被这少女身上透出来的强大气息给踹飞了。知道吗？忘恩负义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会生不如死。他们正要说话，却是突然感觉身体一阵剧痛。等他们再想要出招的时候，已经根本使不出力来了。虎狼军团的其余人一个个的都想要出招，已经突破到了地阶的岳清晨，对付起他们根本不在话下，只简单的一招就已经困住了他们。岳清晨突然朝着底下莫仪的方向说道：“你要亲自动手吗？”我来。这5年之间，我几乎都忘了杀戮是什么感觉，可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清晨，你说的对，忘恩负义之人，甚至连死都不配。虎狼军团的人早已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唐清代跟赫连景晨却一个个的吓得往后踉跄。怎么样，莫仪，找到曾经的感觉了吗？找到了。好，既然找到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应该也就顺手了。哎，唐文武，你不是说世月公子今日要来这里的吗？怎么现在都还没出现？这个女人跟她的朋友到底是什么魔鬼？你给我等着，世月公子不会放过你的。好，城主大人，这是想要杀了我？赫连景晨还沉浸在方才莫仪那杀伐果断的动作之中，在那一刻，赫连景晨终于将莫仪的身影与记忆之中的那个人重合在了一起。小雨，是你吗？城主大人，你认错人了。小雨，是你对不对？你没死，我知道是你。这2年来，我经常会梦到你并没有死。滚开，我恶心。小女为何再三的掺和我的家事？城主大人，你没听到吗？你恶心到我的朋友了。你再三的坏我的好事，我定不饶你。岳清晨根本不是善茬，非但是9品丹师，玄力也是一绝。如此实力之下，只有我亲自出招。我这一不在几天，你就给自己招惹了这么多事。清晨，你可真是不乖呀。你还知道回来？处理完事情回来了，是不是想龙大了？光天化日之下，龙思觉再度提到了龙大。岳清晨的眼角不由得抽了抽，龙思觉阴损的视线扫向赫连景晨。方才是你在说，你定不饶他，是吗？这个男人到底是何人？他的力量竟强大如此。阁下，你是何人？这个妖女作恶多端，她该死。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放肆！我乃青云城城主。哦，青云城城主又如何？若是惹怒了本尊，本尊不介意让这青云城城主换个人来做。你是世月公子，对不对？这个时间点出现了一个男人，一个这么厉害的男人，不是世月公子还有谁？龙思觉视线扫向岳清晨，岳清晨耸了耸肩，龙思觉沉默了。唐文武却是愈发断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又见那黑袍男子没有说话，唐文武只当他是默认了自己的猜测。哈哈哈哈！世月公子，我又知道你会来。原来阁下是世月公子，失敬。龙思觉闷哼一声，不置可否。世月公子果然厉害，听闻他可以活死人，肉白骨，早已是9品丹师不说，还有占卜预言功能。哎，你们看到了吗？方才便是城主大人，似乎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也没想到龙思觉会被人给认作世月公子。若是我被当作别人，或许还会不乐意，可是被人当作是自家媳妇儿，这感觉也不是特别差。而且我也想看看这群人到底要做什么。哈哈哈！世月贤侄啊，我就知道你今日一定会来这里，会给我撑场子的。
是的，好久不见了，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之前你可是夸赞过戴尔的。明明是月公子，我媳妇就在旁边。龙思觉忍不住再看了一眼岳清晨，却见岳清晨无辜的朝他眨眨眼。自家媳妇这又是在恶作剧了？你是何人？贤侄，看来我们真是很久没见了，你都不太记得我了。你忘了吗？我是滕文武，你滕叔，我们当年还在一起把酒言欢，兴趣相投的。哦，龙思觉若有所思。十月贤侄啊，咱们这么久不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潇洒呀。最近你……话才说到一半，在唐文武快要碰到龙思觉的时候，滚！老子不认识你，休要跟老子套近乎。不是说唐文武跟世月公子很熟的吗？怎么世月公子这个态度啊？唐文武这态度，如果是相熟，那你简直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啊！小清晨，咱们回去吧。唐文武，你不是说等着世月公子过来收拾我的吗？就是这么收拾的吗？要世月公子来教训清晨，就凭你？世月公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你怎可说话不算话？什么狗屁约定？本尊只知道你想伤害本尊的人，我看欠教训的是你。龙思觉得回来的确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不过这暴脾气可真是深得我心啊。小清晨，这里太嘈杂，不利于咱俩交流，咱们回去交流交流。也好，反正经此一事，唐文武跟唐清代的名声算是彻底一落千丈了。我曾经去其余几个国家周游了一圈，远远的见过世月公子露过一次面。我记得世月公子身材纤细瘦弱，身高绝没有这么高啊。声音不大，却足以响彻在四方，让众人听得真切。那个黑袍男不是世月公子唐文武。在听到这话之后，一脸愤慨地盯着岳清晨跟龙思觉。好啊，你们两个，你这妖女竟然找人来冒充了世月公子，也怪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我的贤侄，一时之间竟然认错了人。你这个妖女，你怎么敢？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城主夫人，你当真与世月公子认识？当然，世月公子曾经还与我切磋过炼丹。你说谎！我怎么可能说谎？你当然会说谎。城主夫人，论演技，这青云城怕是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你。好个大胆的妖女，居然敢在此诋毁我们城主夫人！谁人不知城主夫人是咱们青云城最善良的女人？青云城最善良的事，实乃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莫姨，你这是时候。你究竟要做什么？我当年可真是瞎了眼，竟然被这一对狗男女骗得团团转。他说的对，唐金蛋、赫连景晨，你们是这世间最虚伪的两个人。你是怎么变成了城主夫人，享受了5年的荣华富贵了？你就不认识从前的姐妹了？不可能，她不可能活下来的。没想到吧，唐金蛋，我又回来了。莫思雨，你还活着？怎么可能？是的，我回来了。我如果死了，又如何能为墨家满门洗脱冤屈？那是莫思雨，曾经的女战神赤羽军团的领导者。她不是因为叛乱被斩杀了吗？怎会到此？你们猜测的没错，我的确是莫思雨，是曾经赤羽军团的带领者，是5年之前被灭了满门的莫思雨。你们是不是都在好奇，为何我还活着？因为上千锤炼，被我的怨屈所感，不敢收我。他让我回来，杀了这对狗男女。唐清代、赫连景晨，我们的账该好好算一算了。赫连景晨，当年我扶持你整整10年，助你登上城主之位，可你却赐予我一杯毒酒，趁我昏迷之际，让唐清代挑断我的手筋脚筋。唐清代，你对付我一人便是，为何要给我墨家满门安上谋反之罪？唐清代呀，你是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姐妹啊，是与我一结金兰过的，你还是我父母的义女，你怎可这般残忍歹毒？你说什么？5年前，明明唐清代告诉我，是莫思雨利欲熏心，带着赤羽军团谋反失败，自行了断，而后我才默认唐家人前去灭了墨家满门。可莫思雨现在说，这一切都是戴尔策划，怎么可能？诸位，你们不要信他的话，他是跟着这个妖女回来的，他在胡说八道啊！赤月公子一会儿就来了，我劝你们最好赶紧离开，否则一会儿要你们好看。那好，我们先离开吧。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真是假，你的同伙都已经跑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的滚出这里。我好像听到一直有人在找我。那是世月公子。我曾经远远的见过世月公子一面，却敢确定他就是世月公子。清晨这去而折返，竟凭空换了一身衣服，这速度
可真是够快的。世月公子，您可算来了，我们等您等得太久了。十月贤侄，还好你来了，不然今日我们就要被人欺负惨了。莫姑娘，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遇到了故人。故人？难道你们就是唐家的人跟赫连家的人？十月公子，我是唐文武啊，这是我女儿，也就是城主夫人唐清代。我最讨厌那些喜欢跟我套近乎的人。十月公子，你莫不是忘了，你明明答应过我的要求的。你说的是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都是从前墨家的，并不是你的。你说你求人也就罢了，竟然一点都没有诚意，这样的你让我如何来帮你？莫姑娘，这些东西是你墨家的吧？莫姨点头。既然是你墨家的东西，今日我便是为了你而来的。按照市场的价格500万两，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哦，原来是唐文武拿了宝贝去请十月公子出山。换句话说，十月公子根本跟唐家的人并不相熟，甚至他们根本不认识。对了，莫姑娘，说说你今日在这里做什么？小清晨玩心大起了，我来讨一笔债。讨债呀？我收了你墨家的东西，那这笔债我替你讨吧。岳清晨手指轻轻一动，似乎在算着什么。原来是一笔血债呀！唐文武呀，唐清代，你们可真是狠！当年竟然能够诛杀墨家满门，给墨家安插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更是灭了整个赤羽军团。世人都知世月公子拥有一身占卜的能力，可以知过去观未来，是以现在根本没有人怀疑他的话。唐清代为了登上城主夫人，对自己曾经的好姐妹下那般狠手。众人都说城主夫人温婉大方，我这一算可真是吓到我了呢。莫姑娘，你说说这笔债要怎么讨？我要他们认错，还我墨家满门清白，然后血债血偿。好，啪啪2声，认错。2个巴掌分别砸落在了唐文武跟唐清代的脸上。陈哥，他打我！堂十月公子竟然不分是非黑白，随意殴打一个女人。莫思雨，你可真是一如既往的恶毒。你谋反在先，如今又联合十月公子如此对付戴尔，你到底居心何在？你说的对，我就是恶毒。赫连景致，我恨他，恨我当初花了整整10年扶持了一条狗。此刻见赫连景晨又要动手，他正愁没有机会来试试地阶3级的力量呢。在释放出地阶力量之余，更是使出了一道高品符咒，生生的将赫连景晨困在了一旁。这是地阶以上的气息，还有那符咒，若是不错，当是8、9品符咒师。从前早就听闻十月公子是9品丹师，没想到连符咒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嘿嘿，果然是厉害！主人现在变成世月公子的身份，我不能跟过去，只能在这里跟这个臭男人一起远远看着。臭男人。你能听懂我的意思？喵喵，这世间只有契约主才能听懂契约兽的心思。龙思觉轻眯着眼睛，2只手突然抓了过去，拽住小白前面2只爪子。你要干什么？原来是白虎神兽，是公的。堂堂龙都龙主竟然公的还敢跟我媳妇靠那么近，小白虎记好了，以后不许那么黏着我媳妇儿。我根本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啊！这个男人不仅实力已经到了圣者的境地，他好像还有其余更厉害的本事。可是我是主人的契约兽嘛。或者你等着被阉了，一只被阉了的雄兽就不算是公的。后2只爪子下意识的死死夹了起来，他害怕，过来，摇头拒绝。这是个恶魔。过来。小白不甘心的往前走去。记住了我们的约定，不可告知任何人，记住了吗？小白狠狠一颤，忙不迭的点头。这才乖。唐家的2位，赶紧跟莫姑娘认个错吧，或许莫姑娘心情一好，还能够饶了你们。休想！那就怪不得我们了。莫姑娘，接下来就交给你了。他们不肯认错，我也没辙。唐清代，你们的好日子结束了。生生的断下了唐文武的一臂。你怎么敢？他当初竟然敢跟唐宗一起率领军队杀了我墨家满门，我如今为何不敢断他一臂？别说是断他一臂，便是杀了你，我今日照样敢做。来人呐！来人呐！这个女人以下犯上，她是曾经的逆臣。我看谁敢！世月公子，你到底为什么要护着这样一个逆臣？没办法，谁让城主夫人你长得就让我讨厌呢？唐清代，你当初灌了我毒药，让我变得丑陋不堪，年老垂暮，又断了我的经脉，碎了我的丹田，你说我该从哪一个先还给你呢？
莫思雨，你敢动手一下试试？我记得了，唐清代，当日你剜去了我弟弟的眼睛，只因为你说我弟弟的眼睛跟我长得很像，让你觉得讨厌。莫思雨说罢，长剑刺入，鲜血出。唐清代死死地捂住自己的一只眼睛，痛得失声尖叫。莫思雨，你为何要伤害戴尔？当年是谋反在先。赫连景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早就跟唐清代暗度陈仓，所以在你寻到了有除去我的机会后，你连想都没想就顺水推舟，默认唐家人杀了我，是不是？你胡说，分明当年是你伙同墨家谋反，这个毒妇就是不肯放过戴尔。戴尔那么善良，曾经还是你的好姐妹啊，竟也下得了手。那就让你的戴尔告诉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唐清代还捂着眼睛，痛得蜷缩着身子，说仅剩的一只眼睛跟前再度出现了一把闪烁着银光的剑身。小雨，我错了，真的是误会啊。说说你从前都做了些什么，告知众人，或许我愿意留你一条狗命。说，我错了，小雨，当初可能是我搞错了，我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你要谋反，我不是故意的。突然再一抬手，长剑刺入了唐清代的另外一只眼睛之中。说实话，唐清代黑暗之中的他完全崩溃了。对，是我又如何？莫思雨，当年的确是我害得你这么惨，你现在这么嚣张，又有什么用？你以为我不知道？如今的你几乎还是一个废物，你今日不过是仗着世月公子那个的相助罢了。至少我已经当上了城主夫人，享受了5年的荣华富贵，享受了5年陈哥的呵护。而你呢？你为陈哥出生入死10年，最后落得那般下场。告诉你，我没有输给你，没有。这样的实话满意吗？啊，这一剑是惩罚你辱骂世月公子。唐清代，我墨家73口性命，今日你便一一还清吧。一剑两剑，剑剑入骨，疼痛难挨。唐清代痛得蜷缩在地上，身子不住的颤抖。他知道了，莫思雨这是要砍他73刀，是要将自己折磨得生不如死。陈哥，你快救我呀！当年的事情，其实你是心知肚明的，对不对？我知道你早就忌惮于这个人，你忌惮于他的赤羽军团，所以你将计就计，默认了我父兄做的那一切，对不对？我的确忌惮于赤羽军团与墨家，一有机会便将他们连根拔起。可我一直以为唐清代一直都是个不谙世事的天真小女，所以这么多年宠着她，呵护着她，却万万没有想到唐清代竟然利用了我，算计了我。唐清代这个你竟如此歹毒，竟敢联合你唐家害死本城主最得力的干将。陈哥，你忘了吗？当初是你与父亲提过，你想端了赤羽军团。闭嘴！唐清代枉我这么多年来真心待你，原来是你跟唐家合谋，污蔑了墨家与赤羽军团。赫连景晨是要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岳清晨眸色微微一动，将困在赫连景晨四方的力量削弱了几分。陈哥，明明是你默许。可是还没等唐清代的话说完，原来是你害得我处决了赤羽军团跟墨家，你死不足惜。小雨，我不知道你没有死，怪我错信了别人。如今你回来了，我好高兴，我会处决了他，我们重新回到过去，好不好？陈哥，恶毒的女人，我嫌你脏。这一掌砸下，唐清代彻底断了气。小雨，好久不见了。滚！当年的事我完全不知情，是唐清代他骗了我。一旦东窗事发，就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人渣！城主大人，你如今也肯承认我墨家与赤羽军团是无辜的了？自然，我也是被奸人蒙骗。大家听到了吗？我墨家是无罪的，赤羽军团是无罪的。九泉之下，墨家的人终于能够得以安息了，赤羽军团的兄弟姐妹们也能够闭眼了。周遭死一般的沉寂，无人敢言一句话。城主大人，多谢你还了墨家与赤羽军团的清白，还手刃了那个歹人。我可真没想到，城主大人连自己的夫人都敢杀，可真是让本公子刮目相看。如此大义灭亲的气魄，可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可怜景晨握紧了拳头，突然就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了，莫姑娘，你的事情也解决了，那这事儿可以了吗？清晨现在还不想太过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这戏还是要做足的。多谢世月公子。这世月公子最后竟然成了来索他唐家命的厉鬼。一口老血从喉咙之中溢出，唐文武也完全不受控制的晕死了过去。小雨，当年原来都是误会，现在误会解除了，回来吧，回到我的身边吧。城主大人，我们两清了。赫连景晨眼底透出了杀戮。如今的莫思雨愈发的难以控制了，但他既攀上了世月公子，那就还是有价值的。小雨，城主夫人的位置还是你
你的。我昨晚吃的饭都快被吐出来了。莫思雨会如此当众服我的面子，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怨言，我给你时间考虑。不必了，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小雨，城主大人，你这又是何必？世月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何必强人所难？此乃本城主的家事。本公子收取了莫姑娘的银子，莫姑娘以后的日子就由本公子罩着了。世月公子这是在明晃晃的警告我，不能对莫思雨动手，否则便是在与他作对。世月公子，多谢，我们先行离去吧。莫仪怕他再多留1秒，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跟赫连景晨拼个鱼死网破。城主大人，那本公子也先行告辞了。岳清晨闪身至一个无人处，迅速换回了一身女装，半空之中却突然传来一声悠悠的笑声。有趣有趣呀，一个女娃娃竟然就是世月公子，还敢冒充我的义女的身份。是谁？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世月公子会是一个女娃娃呀，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看着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娃娃呀，鲜血一定很好吃。就凭你还想吃我的血？你如此胆大包天，在外头冒充老头我的义女，你说说啊，该不该孝敬孝敬我呀？原来你就是那传说中的邪山邪王。哎呦，女娃娃，原来你认得出我呀，我再好不过了。邪王老头说完，再度冲了过来。岳清晨眸色一动，邪王老头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捆在了誓约鞭之中。你想吃我？老头，不是我冒充你的义女，是别人让你来冒充我的义父。你既然冒充了我的义父，是不是要给点意思？你是谁？你不是知道？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是谁，是什么人，是什么身份？你认识誓约鞭？誓约鞭？你给他起的名字还挺好听啊。你又是谁？老伙计，好久不见呐。誓约鞭竟像是感觉到了邪王老头的气息一般，眼下突然松开了。说，这灵鞭为何会到你的手中？否则我吃了你！岳清晨一翻手，袖中一把粉末洒出，岳清晨纵身而去，拿回了鞭子。他居高临下的看着瘫软的倒在地上的邪王老头。你还想吃了我？你如何认识这鞭子？誓约鞭是同那金凤空间一起，早在我去往23世纪的时候便一直跟随着我。按理来说不应该有别的人认识他，可是邪王老头非但认识他，甚至还能号令他。那是我主子的。你主子是何人？臭丫头，你放开我，否则你休想从我口中套出一句话。那我就行使一回占卜功能。神识才刚刚查探到那邪王老头身上，却被一股奇异的力量生生的反弹了回来。小丫头，就凭你这点本事，还想窥探老头我的身份，简直是做梦。是啊，我是没什么本事，不过我还有其余的方法，休想放开他，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誓约鞭是通晓灵性的，他顺着岳清晨所言，带着那邪王老头从此离。娘亲，这个丑爷爷是谁啊？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先解决一点事儿。邪王老头落在地上，看着跟前的鲜血，全身都在不住的颤抖。臭丫头，你怎么知道我？邪王老头必须要以吸食鲜血方能存活，这是20年前的一场纷争之后他所中的毒。你中了一种蛊毒，我知道你必须要定期吸食鲜血。这次你从邪山出来，你就是来找血缘的，对不对？臭丫头，你放了我！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认识誓约鞭的，我怎么放过你？他突然往后一仰头，随手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可就是这动作却叫邪王看直了眼。主子，你说什么？小丫头，李新梅，是你何人？难怪灵鞭会认你为主，原来你是我主子与李姑娘的女儿。主子啊，没想到当年李姑娘给你生了个孩子呀。谢天拜见小主子。你说什么？小主子？岳清晨还是免不了震惊了，将誓约鞭收起来，同时将软骨散的解药撒下。没错，你是小主子，是我主子与李姑娘的女儿。
我就说嘛，怎么第一眼看你就觉得有些眼熟啊？原来你是长得像李姑娘。小主子，我说的没错，对不对？你的母亲叫李新妹。果然呐。小主子，谢天方才对您失礼了，还请小主子责罚。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何人？你的主子又是何人？他正要说话，他突然浑身一阵抽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血！岳清晨出手替邪王封锁了经脉，随后金凤图腾闪烁，阵阵玄力灌入了邪王的身体，这才让体内那些肆意躁动的血骨稍稍平息下来。岳清晨试图想替邪王将蛊毒逼出，却都失败了。这血骨已然是扎根生长在了邪王的骨髓与经脉之上。小主子，看来你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我记得岳战也当初新婚之日将我娘亲送给了别人与他交易，那人可就是你的主子？不是他，那母亲怎么会怀上我？如果你主子是如此肮脏之人，那抱歉，我不认识你，更不认识他。当然不是，我主子才不是那等小人。李姑娘的确是被一个狗东西抓了去，可是半途是我主子冒伤救下了她。当日是李姑娘与我主子双双重要，不得已才……为何我从来不曾听娘亲提起？你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一切。当年在出事之前，主子就已经意识到事情不对，抹去了李姑娘的记忆。如若让李姑娘知晓她被姓岳的那狗东西送给别人，以李姑娘的脾性，她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那你主子人呢？主子如今身陷囹圄。他怎么了？挟天欲言又止。小主子，我这辈子最大的心病就是不能去将主子救出来。不过既然你出现了，那就好了。刹那，一道巨大的结界将这后院笼罩起来。小主子，我有东西交给你。我可以拒绝吗？当然不可以。随后，那个白色的晶莹剔透的石头被挟天一下子丢入岳清晨的口中。邪王老头，你找死！小主子，我保存这个东西保存了许久了，如今你出现了，那就交给你吧。它曾经是主子的，如今理应是你的。眼下，岳清晨只觉体内的血液不住地翻滚着，他心下一突，盘膝坐在地上。邪王老头，你到底给我吃的什么？岳清晨感觉自己随时都要突破。看来昆仑石效果果然是厉害呀。昆仑石？方才那个老头的实力分明在胜者境地，岳清晨怕不是他的对手。小叶、小莫，你们先待着，我过去看看。可是爹爹，娘亲之前说过了，不许任何人过去。龙四觉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匆匆往后处的方向而去。龙四觉怒不可遏，他长袖扬起，朝那结界撞去。又是一个胜者境的强者。还不等挟天回神，那黑袍男子已经破开结界，直朝挟天过来。你是何人？想做什么？哼，哪来的狗东西，关你屁事！没看见我小主子在突破吗？你家小主子到底怎么回事？是昆仑石，小主子吞了昆仑石。你是何人？你要害死他是吗？不，我当然不可能害他，他理应承受这一切。昆仑石那是昆仑境的至宝，如今生生的被岳清晨吞了，一般之人根本无法承受昆仑石的力量，稍有不慎甚至会被反噬，被昆仑石吞噬。龙思觉不住地朝着岳清晨输送着玄力，阵阵玄力落在岳清晨的身上，助他突破。小姑娘，神阴阁以后便交给你了。等岳清晨再度回过神时，整个人正从地阶3级往地阶5级越级突破。在岳清晨睁开眼的那一刹那，我就说小主子一定可以，他成功了，我家小主子就是厉害呀！闭嘴！龙思觉继续帮助岳清晨突破。方才岳清晨的神识已经被昆仑石吸入了，如今终于回来。龙思觉释放着玄力，继续朝他体内输入。终于，当岳清晨的神识彻底的归位的那一刹那，龙思觉最后加固了一道力量，稳住了岳清晨的玄力。等做完这一切，没事了，小清晨将昆仑石融入了。岳清晨只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片舒畅。地阶5级，不错，地阶5级，小清晨你晋级了。小主子，你将昆仑石吸收了，这昆仑石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让他吃了昆仑石？对呀，对呀，老家伙，好在清晨无事，但凡他少一根头发，我现在就要了你的
的命。小主子，我没事，他不是坏人。说说你是谁？我是小主子的属下。是吗，清晨？他是我的属下。小主子，你放心，以后我定为你马首是瞻，对你忠心耿耿，说一不二。若有异心，天打雷劈。好了，我知道了。一个连世月边都信服的人，我有何理由不信？邪天，这几枚丹药你先拿去，1天1颗，可暂且压制住你体内的血骨。小主子，你是说我可以暂时压制住血骨？那我是不是短时间内不用吸食鲜血了？对，但是还不能彻底治愈，想要根治还需要时间。够了，我邪王老头也终于可以活得像个人了。到底当年发生了什么，竟会让邪天变成了这般？我的小媳妇儿好像有些奇特的秘密啊！清晨，记好了，昆仑石这件事断不可与任何人提起。我知道，龙思觉，你为了我浪费了好多玄力，若非是有龙思觉在外相助，我怕也不会轻松的与昆仑石融合。一点玄力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你安全就好。你过来，我有个礼物要送你。龙思觉不由得心底有些期待，朝着岳清晨靠近2步，跟前的女孩突然踮起脚尖，在龙思觉的脸上重重的啃了一口。这算是奖励你的。龙思觉却反手抓住了岳清晨。邪天本来正兴高采烈的盯着手中的丹药，等一抬头却看到了一对相拥的男女。怎么回事啊？当众虐我这个老人家吗？滚！再看一眼，豁了你的眼珠子！清晨，你知道吗？这是我这辈子至今最美妙的时刻。今日你耗费的力量不少，得先休息休息。无妨，不如再多给几次礼物。年轻可真好啊，不过总觉得那个黑袍男长得有点丑，看来呀，改明儿我得给小主子多物色几个帅小伙，让主子继续挑挑。龙都那位龙主就不错，也比这个黑袍男强多了。这个男人把我拍飞的仇，我记下了。不知过了多久，岳清晨先行离去。出来！邪山邪王竟然成了小清晨的属下。对，邪天，我不知道你与清晨有何渊源，但是我要提醒你，若是你再敢将他置身险地，我必不饶你。一点也不可爱，来给小主子找个更好的势在必行了。我得赶紧去找龙都那位龙主的行踪。一只灵鸽从空中飞过，岳清晨伸手接过灵鸽。3大宗门竟再起纷争，神风宗如今势力位居3大宗门之末，另外2大宗门竟然联手围攻神风宗，神风宗岌岌可危。无奈之下，他只好写信求助于岳清晨。岳清晨旋即起身，朝着神风宗而去。郑成没机会试试这神烟的传承，如今总算是有了机会。这么多人围在神风宗，请问阁下是要做什么？这赫然是岳清晨岳姑娘。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奉劝你不要插手我天水宗的事，否则有你好看。天水宗，不错，正是天水宗的宗主。那日在青云山脉遇到的叶琳琅，她便自称是天水宗宗主的女儿。如今一见这天水宗宗主，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听闻天水宗宗主此番前来，是想吞了这神风宗。不错，所以姑娘，识相的话，你还是赶紧滚。本宗主可不保证是否会伤及无辜。不过你要吞了神风宗，那怎能不先过我这关？神风宗早已经被邪坤送给我，如今我既然来了，自是不允许这一切发生。臭丫头，就你？不错，就是我。晶莹剔透的指尖随意地拨动着紫阳琴。装神弄鬼的臭丫头，凭借着一把破琴也想在这里装模作样？吴老弟，你在这里看守着他们，待我杀了这个弹着破琴的臭丫头再说。破琴？那我就用这破琴打得你满地找牙。岳清晨话落，一个个音符从脑海之中掠过，再从指尖倾泻了出来。猝不及防的攻势之下，叶震山被打得连连后退几步。看来你也不过如此。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相信这个丫头会是神阴阁的后人。我是谁你不用管了，叶宗主，给你个机会，现在带着你的人从神风宗滚出去，非请不得踏入。叶宗主，听到了吗？给我滚出去，否则我家姑娘不会放过你的。还有你，顾宗主，你这个走狗，圣严宗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到了这一代传到了你的手上，最后竟要被你卖给别人，我呸，真是不要脸！你们就不怕你们老祖宗从地里跳出来把你们拽过去吗？
姑娘，我不知道您是哪位大人，竟然愿意相助于神风宗。可是您要知道，神风宗如今便是拖累我宗门的存在。神风宗2位大弟子已死，根本无人了呀！这样的宗门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况且此番前来收服神风宗，我们是告知了城主大人的，城主大人已经同意了。城主大人来了又如何？我若不准，没人能说服得了。姑娘，你说了不算，不说其他的，便是1个月之后的3大宗门的比试，神风宗都不可能派出弟子了。这样的情况，这神风宗留着还有何意义？神风宗被吞并是早晚的事儿啊！所以姑娘，这注定是一个没有用的宗门，你又何必如此护着他呢？我乐意。再说，谁说神风宗必败的？若1个月后派出了弟子，赢得了比试呢？不可能。好，叶宗主，那我们就等一等。如若1个月后我们当真败了比赛，那就悉听尊便；可若是1个月后我们赢了，那还得烦请你臣服于我们神风宗。月姑娘，我们知道你厉害，可是大话不能这么说呀！这么说不是要毁了神风宗吗？这不是故意在给我天水宗找一个吞并神风宗的理由吗？这个我倒是可以答应。可是姑娘，你确定能够代表神风宗？不错，我也同意。好啊，这样好。这样吧，谢宗主，咱们既然立下了这个赌约，不如立下契约如何？毕竟这有关宗门吞并之事。谢坤还在犹豫，答应他。好，我答应你。谢宗主，那我等着1个月后的比试了啊！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太失望。等这次回去之后，一定会禀明城主大人，届时城主大人也一定会亲自前来参观这场比试。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叶宗主，您就准备好，收拾好东西，并入我们神风宗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必久留了。顾宗主，咱们走。月姑娘，这个赌约可怎么是好？怎么没信心？不是没信心呐，实在是我们神风宗没什么人了呀。没人？怎么会？不是还有我？你，姑娘，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规则。我们每隔3年的宗门比试都是要派出至少10个人参赛的，并且这10个人的年龄必须要在12岁到18岁之间，代表着宗门的新生力量。咱们神风宗还真没这么多弟子。神风宗以前的弟子呢？我的几个弟子几年前在一次历练之中就没有回来过。那你呢，谢宗主？你可是一宗之主，连拿出手的弟子都没有。月姑娘，你忘了我最得力的2个弟子不是早被你……谢坤欲言又止，岳清晨扯了扯唇。他想起来了，谢坤的2大弟子柳飘飘跟杜腾飞都被他顺手给解决了，那只能现招了。什么？现在招？姑娘啊，这可行吗？怎么不可行了？神风宗毕竟是3大宗门之一，总不能连人都找不到吧？这神风宗可真是不地道，这个档口来招人，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对，大家可千万别报。现在如果入了神风宗，1个月后神风宗肯定会被天水宗吞并，到时候神风宗的人地位肯定在天水宗连狗都不如，要么死，要么地位连狗都不如。谁要是报谁就是傻子呀！谢宗主，我原本想着你那日那般风光的队伍不让我儿子入内，还以为神风宗会让众人挤破了脑袋进来。月姑娘，这个时间，谁敢报？放心啦，你看那不是有人在报名吗？谢坤抬头看向那边，等看到那里留下来的几个人之后，他简直一口气喘不过来，差点背过去。那现场仅存的几个人，赫然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就他们了。什么？月姑娘，咱们再等等吧，怎么着也不能这么饥不择食呀。既然谢宗主不愿意，那只能继续再等等，也许等个10天半个月，会愿意来1-2个人。可他们终究只是乞丐，凡事不能只看表面，乞丐又如何？我听闻曾经开辟5洲大陆的无声大帝，从前也是乞丐出身，切莫瞧不起乞丐。可是这场比试不能输啊，若是输了，神风宗将永远不复存在了。你放心，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神风宗陨落的。你别忘了，神风宗
可是听我号令的。好。岳清欢是最近才来到青云城的，无意间通过青云城白晓生打探得知，青云城的城主在找一个会弹琴的白衣面纱女子，那个女子的身份极有可能是神阴阁的后人。若是我能得以借此身份入了城主府，得了刚刚丧偶的城主大人的青睐，还愁对付不了岳清晨。也不知这些乞丐到底有没有用？谢宗主。老爷爷，好久不见啦！嘿，这两个小家伙简直就是小恶魔。月姑娘，这些小弟子们都已经被安置妥当了。好，您确定这些人真的可以代表神风宗参赛？他们眼下可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放心啦，1个月的时间充足的很。我相信名师出高徒。什么名师？不错，我们家龙大绝对的名师，他训练出来的人肯定不会差。本来以为岳清晨这一大早拽着我过来是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没想到竟然是为了这个。我可以帮你训练。我知道，不过我还要一个礼物，就是上次在后厨里的那种。上次我亲了一口他，那个礼物吗？娘亲，什么礼物？我们也想要。对，我们也要礼物。娘亲不公平，好久没给我们礼物了。娘亲，你竟然偷偷给爹爹礼物，我们要生气了。这礼物只有我才能得到，你们没有。娘亲，你是有了爹爹就忘了我们吗？我们好惨啊，连礼物都没有。停，好，回去给你。好，回去之后1天1个起步，不然我不交。好，如果不是龙思觉已经到了圣者境地，比我更厉害，更会磨练人，我才不会让龙思觉出马。清晨，你说你要训练到什么样的效果？配合我的丹药，在1个月的时间内，战斗力锻炼到王阶以上。我记得之前在青云山脉遇到的叶琳琅，不过也堪堪如此实力。想来只要能够达到王阶以上的实力，应该就足够了。好，1个月的时间到王阶，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就在谢坤张口想要问话的时候，岳清晨与龙思觉却已经开始了他们的魔鬼训练。好，我愿意追随于神风宗。这1个月，不管如何，我们都不怕。对，我们都不怕，我们势必会在1个月后打败天水宗。我们会为神风宗赢得属于神风宗的荣耀。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她就是有这般不同于寻常人的力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整整1个月的时间，岳清晨与龙思觉都在神风宗内训练着这些小弟子，眨眼之间便已经到了与天水宗打赌的1个月的时间。试炼场上，3大宗门的宗主早已就座，赫连景晨坐在上方，眼看着底下众人。碧波仙子，今日是3大宗门的试炼，你愿意来，当真是我青云城之幸。岳清欢依旧是一身白衣，硕大的斗笠与面纱遮住了他所有的模样。无妨，也是我的荣幸。不过碧波仙子1个月前帮助神风宗对抗天水宗，不知是为何。岳清欢眼眸一缩，随后胡编乱造着，因为本座曾经欠了神风宗一个人情。那这人情可算还清了？还清了，本座不会再与神风宗有任何瓜葛的。那就再好不过了。碧波仙子，今日之后，我想迎娶你为妻，不知你可愿意？好，赫连城主，您决定就好。这一刻，他整个人那叫一个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碧波仙子，你过来，坐在我身侧。城主大人，这位姑娘是叶宗主，看来你记性真差。1个月之前，他不是刚刚击退了你？1个月之前在神风宗，那很有可能是神阴阁的少女将我打退，这就是那个姑娘。当然，可怎么都感觉不对呀。碧波仙子，哎呀，这么难听的名字，这么俗气的女人，竟然在这里假装是清晨姑娘呀，可真是不要脸呐！哎呀，这个城主实在是愚昧至极，看样子可真是应该换人做了。小白怎么了？最近突然不愿意跟我靠近了？或许他觉得男女有别，定是龙思觉威胁了小白了。我发现这个男人如今真是变得愈发的霸道，可我习惯了小白的手感了。龙思觉眉头一扬，大掌伸出，将岳清晨的小手抓住，放在了自己怀中。那就摸一摸我，多熟悉的手感。少儿不宜啊！邪王老头邪天愤愤然盯着岳清晨与龙思觉互动的景象。不行，我得赶紧托关系找到龙都那位龙主，我家小主子可千万不能被一头猪给拱了呀！哎，快看，城主大人身侧多了一个女子啊！我没看错吧？城主大人竟然抓着那女子的手！我之前听到小道消息说，城主府内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女子，
想来就是他了。明明1个月前，赫连景晨还在这里跟唐青代上演着深情的戏码，今日竟又换了个女子。小叶弟弟，你快看，那个女的像不像岳清欢？果然，那白衣女子不是岳清欢还有谁？听闻这个白衣女子叫碧波仙子，是神音阁的后人。天啊，神音阁后人，那可比唐青代厉害多了。城主大人可真是厉害啊，连神音阁后人都能征服。神音阁传人，亏岳清欢想得出来。不得不说，这岳清欢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娘亲，碧波是什么？可能就是不要脸的意思。哦，原来那个丑八怪把名字改成了不要脸仙子了。哼哼，等有机会，我跟龙千墨一定要再去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岳清欢。也不知道这时隔数月，脸上的王八被洗掉了没有？诸位，今日本城主十分荣幸能够在此主持这场盛大的3大宗门的比试。在比试之前，本城主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今日比试之后，本城主将会择吉日迎娶碧波仙子。恭喜城主大人！看，我到底还是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青云城城主夫人，这也不错。抱歉，占用了大家一点时间，现在就正式开始比试吧。天水宗的阵法竟然生生的被神风宗弟子们大刀给砍破，以不变应万变，不错不错。龙大，这些时日你的训练很有成效。那是当然，本尊培训的弟子不会差。如何，叶宗主？看来你们天水宗也不过如此，这阵法竟然一击就被破开了。继续击破！弟子们再度变换了第2个阵法攻击过，但是结果依旧跟第一次一样，还是被那些小乞丐们再度轻轻松松的击破。天水宗的弟子们怎么会连这些小乞丐都比不上？我若没记错的话，这些小乞丐们才入了神风宗不过1个月，1个月的时间就能将天水宗的人这般击退，看来不是神风宗厉害，而是天水宗太无能啊！现在轮到我们神风宗的弟子们上，为了神风宗的荣誉，上吧！他们几乎使出了自己全身的力量，无所畏惧地攻击过去。天水宗的弟子们看着神风宗那群人，吓得浑身胆战。他们好可怕！我不打了，我不打了，我怕死。我也是，我认输。什么？这一届的弟子们竟然一个个的这么没用！叶震山正准备发号命令，天水宗的几个弟子却早已经吓得跳出了试炼场的围栏。神风宗竟然赢了！神风宗赢了，天水宗输了，还押了1000两银子，谁来赔我的银子啊？我也是，这天水宗如此没用，简直是个废物，连神风宗都对抗不上。叶宗主承让了，好了，现在比试应该算是结束。圣炎宗比试之前就已经跟你们认了输，而我神风宗又胜过了。这么说来，我神风宗是不是此次比试的第1名？既然我们是第1名，那我就不客气了。叶宗主，从今以后，你们天水宗将并入我们神风宗了。从今以后，这青云城就再无天水宗和圣炎宗了，有的只有我神风宗1个宗门。放心，叶宗主、顾宗主，我会好好安置你们的，会好好让你们养老的。神风宗的弟子竟敢在比试中作弊，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叶震山，你枉为天水宗宗主，竟对我神风宗的弟子们下手，你还要不要脸？谢坤灰色的身影急切前去，挡在了叶震山跟前。谢坤只堪堪接了叶震山一掌，整个身子就已经随着叶震山的力道急速往后砸去。我可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娘亲，谢爷爷好像受伤了。天哪，娘亲，那个坏东西要出手了。那个坏东西的实力最起码在低阶4级。要出手？我来。巨大的力量之下，将叶震山整个人往后踹飞出去。叶震山，天水宗宗主，胆敢不接受赌约的规定，妄对神风宗弟子痛下杀手，如此藐视天地规则之人，实在是该罚。龙思觉已经了然，他配合着岳清晨的话语，隔空又是一阵力量砸去。叶震山，你到底愿不愿意归顺于神风宗？叶震山还没有认输，天地规则不可能这么快应验。得
是谁？谁在装神弄鬼？给我出来！龙思觉指尖再度轻轻一弹，叶震山的脑袋不其然狠狠地往地上一砸，额头上砸出了一个血窟窿。城主大人，碧波仙子，救我呀！碧波仙子，我知道你是神阴阁的后人，求你救救我呀！神阴阁后人，若是这位尊贵的神阴阁后人今日能够在此为你说话，那我便放你一马。碧波仙子，求求你救救我，只要你能够救我，从今以后我天水宗将会听您碧波仙子的号令。岳清欢正想要拒绝，碧波姑娘，不如答应他。赫连景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神风宗胜利，否则那即将到手的神器就要泡汤了。碧波姑娘，你会听我的话的，对不对？毕竟您日后会是城主夫人。我别无其他选择了，要想成为城主夫人，我今日只有顺从城主大人的话这么做。不知阁下是何方高人，还望阁下能够放过叶宗主一马。实不相瞒，叶宗主乃本座好友，希望阁下您能看在本座的面子上，放过叶宗主一马。碧波姑娘，余生我定会对你好。这是我该做的。本来才刚刚放松下来的叶震山，却陡然再被一道无形力量扇了一巴掌。高人，碧波仙子已经为我求情了，您不是说只要碧波仙子为我求情，您不就会放过我的吗？碧波仙子那是什么狗东西？我说的是让尊贵的神阴阁后人为你求情。碧波仙子就是神阴阁的后人呐。据我所知，神阴阁可从来没有这么一号人，你真该死，随随便便就找个人来糊弄我，找死啊你！将叶震山直接给拍飞了出去。碧波仙子是何人？竟如此大胆，敢在此冒充神阴阁后人，装神弄鬼的东西，只会躲在背后指指点点。有本事你出来啊！碧波仙子怎么可能不是神阴阁的后人？看就是嫉妒。哦，是吗？城主大人，算了，没事。这么多年来，不相信本座的人多了去了，本座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城主大人，您说被狗咬了一口，难道本座还得再咬回去吗？小叶弟弟，你怎么这么点承受能力都没有？没办法，谁让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呢？小叶弟弟，想不想看看这个丑大婶现在长得有多么恶心？好，那石头生生的将岳清欢的斗笠给掀了，更是同时一下子将岳清欢脸上的面纱给拂去了。我勒个去，那是什么东西？我的天哪，我要被丑秃了！那好像是碧波仙子啊！碧波仙子怎么就长这个样子？看来我的药没有白配哦。赫连城主，这就是那神阴阁的后人吗？你确定吗？你不能因为这个丑八怪丑得很有特色，就断定了他的身份啊！这辈子我都没见过这么丑的人。在岳清欢准备逃离的时候，他周遭突然涌现出了另外一阵力量，生生的将岳清欢拦在里头，不让他出去了。岳清欢再次当着众人的面冒充我的身份，用我的身份在这里招摇撞骗，我如何会眼睁睁看着岳清欢逃离？听闻城主大人前些时日才刚刚丧偶，如今又迫不及待的当众要娶一个新夫人，城主大人，您这口味实在是叫我等佩服呀！赫连景晨深深的吸了口气，将所有的恶心与反胃感全都掩藏了起来。不错，阁下说的对，厉害的人都是有特色的。碧波仙子虽然模样生得如此，可她到底是神阴后人。我的确是神阴后人，我之所以是这个容貌，皆是因为神阴传承。阁下，你们若是用样貌来攻击我，那便是对我神阴的侮辱。不要脸的程度，较之于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这么大的牺牲，不如给大伙展示一番你的神阴传承。阁下，你到底要做什么？为何一再为难于我？很简单，因为你在此冒充神阴后人。胡说八道！碧波仙子，既然这样，那不如演示一下。看来我只能故技重施了。好，那就让你心服口服。伴随着琴音的第一个音符起，瞬间一道强大的力量从岳清欢的肩倾泻而出，砸向了不远处的地面。哇，这才只弹了一个音节就有如此杀伤力，更别提是整首曲子了。碧波仙子可真是名不虚传呀，神阴阁的后人可真是厉害到了极致呀。神阴后人实在是让我等大开眼界。还好我过关了，当初我不惜放低姿态才从拓跋家偷过来的龙骨，还算是有点用的。他顺手从脚边捡起斗笠，再度戴到了自己头上。城主大人过奖了。阁下，不知你可看到了？我又不是瞎子。那您是不是该对碧波仙子道歉呢？就这一下子就能当碧波仙子了，随便一个人出来弹琴都比他厉害。阁下，方才碧波仙子的音杀，全场有目共睹。人群之中肯定有人会比他好。
不可能。阁下若是对我神阴阁有意见，我们私底下解决。今日乃3大宗门的比试盛宴，无妨。碧波仙子，放心，今日本城主会在此替你证明。娘亲，那个城主大人到底是敌军还是友军？应该是猪队友。哦，原来这就是猪队友。娘亲，我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的词语啦。儿子，一会儿你还会学到一个新的词语，是什么？叫做落花流水。不用了，城主大人，我神阴阁从来不需要这样的虚名，公道自在人心。好个公道自在人心！岳清晨的灵石传出的声音是刻意改变了声线，根本让人听不出他原本的声音，猜不出岳清晨本来的身份。就不知在场众人有没有人愿意出来跟碧波仙子较量一番？这没有对比就没有察觉，不如让我来试试吧。这是岳清晨。岳姑娘，您要去？既然大家都不敢过去，又想看看神阴后人到底有多厉害，那我就带大家前去一看吧。不知碧波仙子您可愿意？这次来青云城，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岳清晨，将岳清晨带回去，丢给那个黑袍变态。岳清晨，你要来？好，碧波仙子，那你就同岳清晨试一试。这位岳清晨姑娘是个很厉害的九品丹师，本城主倒真想看看神阴后人跟九品丹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这次你不会再跟从前那般幸运了。岳清欢如今用龙骨接了断臂，在龙骨的帮助之下，他的战斗力早已是今非昔比。那试试。来了，岳姑娘来了，终于可以用那琴音大杀四方，好好的让这个冒牌货声名狼藉了。倒在地上一直在装死的叶震山，眼下也悄咪咪的睁开了一条眼睛缝，透过缝隙，他看着这里的情况。这把破琴可不就是当日神风宗内那姑娘拿的那把琴吗？原来岳清晨，她才是当初的那个姑娘。我的琴音，神阴阁的琴音，岳清欢还不配听，所以岳清晨只是随意的拨动琴弦。碧波仙子，看来需要你来教教他什么才是弹琴了。悠扬的曲子从岳清欢的琴音之中传出，为了彰显出自己神阴后人的身份，岳清欢时不时的用那龙骨断臂营造出杀伤力的景象。反观那岳清晨一直坐在旁边怔怔怔的，似乎在弹棉花，所有的人都听不下去这穿耳的魔音了。娘亲就算是在弹棉花，也还是这么好听。我也觉得。岳清欢在弹奏之际，突然再度使用龙骨，想要将岳清晨困住，却就是在这一刻，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角落，一道道凛冽的气息直逼向了岳清欢。那弹棉花一般的声音，每一声都如同大锤一般，狠狠地砸在岳清欢的身上。哎呦，这怎么回事？您这是怎么了？神阴后人不是应该很厉害吗？难道说你真的不是真正的神阴后人？我弹个棉花都能把你给弹成这样。碧波仙子，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哪里来的丑八怪。我可记得当日那位真正的神阴后人曾经来过我神风宗，我见过她，那女子那叫一个风华绝代，国色天香，怎是你这样的丑八怪能够比得了的啊？说句不好听的，就你这实力这长相，你给那姑娘提鞋都不配，还在这里冒充她，真是不要脸至极！区一个丑八怪，也敢妄图在此自称为仙子！这谢坤什么时候竟然会这么吹彩虹屁了？神阴后人怎么可能会这么弱？你到底是什么人？城主大人，本座是你即将迎娶的城主夫人，是神阴后人碧波。你个不要脸的丑东西，也敢妄图想当我夫人！这么一踹，头上的斗笠跟面纱全数掉落，再度露出的那张惊世丑颜。可怜景晨再是彻底忍不住，再度吐了出来。城主大人，您怎么可以背信弃义？您之前明明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要娶我当城主夫人的。什么东西，滚！岳清晨，都是你，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出现，挡了我的路？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就算是不可活，我也要拽着你下地狱！所有的旋律此刻全都集中在了龙骨那一截手臂上。岳清欢抬起身来，使出了浑身的力道，攻向岳清晨。龙骨的力量可真是名不虚传。岳清晨倏地一闪身，岳清欢摔倒于地。岳清晨，你……岳清欢，我跟你说过，不要再来招惹我，否则就是你的死期。城主大人救我呀！
这个月来，你说过会跟我白头偕老，你会对我好的呀。闭嘴！岳清晨，我知道你一个秘密，要是杀了我，你就永远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存在了。我并不想知道。我这么多年来被一个人当作是你抓了去，只要你这次放了我，我就告诉你他在哪里，我就告诉你你的身世如何。我并不想知道这个。岳清晨，你放了我，我将这龙骨送给你，自己会取。这龙骨也并不属于你。拓跋家族的镇宅之宝丢失后，在南离国发布悬赏令，号令各路佣兵团替他们寻找龙骨。没想到，不要，这是我的龙骨，你不可以动。剥离之痛比那断臂之痛还要痛上100倍。龙骨就生生的从岳清欢的身上剥离出来，岳清欢抖得眼睛一亮。当初那黑袍人在交给他任务的时候，给了岳清欢一个法宝，按照黑袍怪物所言，开始轻念着咒语，一阵阵黑色的烟雾升腾起来，烟雾朝着岳清晨笼罩过去。这是暗黑系的力量，暗黑系的力量早已陨落多年，可现在却出现了。眼看着就力量袭来，那是什么？不好！娘亲会打得过他吗？爹爹，我们快去帮娘亲。龙思觉垂眸，准备出手。还好这团黑影的力量不强，小主子如今地阶5级，能够对付得了他。我就说嘛，我娘亲天下第一厉害，挟天爷爷总是一惊一乍的，要吓死我们了。龙思觉动作停下，小主子是可以打得过这个黑影的，不错。可是这黑影现在出现了，说明他的主人已经露面了，只怕以后的事情有些棘手了呀。只要将岳清晨困住，将他丢到了那怪物那里，岳清晨这辈子也就完了。在岳清晨玄力的操控之下，那一道道黑暗系的力量一点点的消散无踪。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岳清晨会炼丹，岳清晨是地阶实力，岳清晨消失了4年，而世月莲也出现了4年。岳清晨，难道你是世月公子？其余的人未曾听到岳清欢的话，只有距离最近的岳清晨听了个一清二楚。恭喜你答对了。在确认这个消息之后，体内鲜血翻腾，一口鲜血彻底的吐出，整个人断了气。这个丑八怪是我目前人生最大的耻辱，我绝对不可能留他活着。他死了？怎么会？赫连景晨都没有看到岳清晨出手，可能他被他自己羞愤致死了吧？毕竟什么本事都没有，还敢在此冒充神医后人，被我自己给气死了，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哦。如此之人就该灰飞烟灭。赫连景晨说完，那火苗已经朝着岳清欢烧去。城主大人，1个时辰前，您还跟他携手秀恩爱，告诉大伙儿他会是城主夫人。本城主是被他骗了。哦，对了，月姑娘，方才那道黑影你是如何化解的？那个黑影只是碧波仙子采用的障眼法罢了，没什么杀伤力。好了，城主大人，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就先下去了。叶宗主，你到底认不认输？哪儿的话，我们天水宗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过？叶震山是不是脑子里的哪根筋搭错了？昏睡了一觉，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好了，我认输了。从今日起，我天水宗并入到你神风宗门下了。怎么回事？叶震山几时竟然变得这么好说话了？叶震山难道不是应该跟神风宗对抗到底的吗？叶震山他也想对抗啊，可是他没这个能力啊。那个神秘的声音就是岳清晨，而岳清晨又是神鹰后人，神风宗有岳清晨撑着，他叶震山怎么敢再反抗？我可真怕。叶宗主，当真？你别是要使什么诈吧？怎么可能啊，谢兄，我是那种人吗？他好像还真的就是那种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叶震山一眼就扫到岳清晨了，见岳清晨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里，叶震山心急了。谢兄，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咱们说好了，谁要是赢了就吞并了3大宗门，你们现在赢了，怎么你莫不是想要不遵守承诺？谢坤一脸懵逼。好了，这宗门玉牌你也收下了，以后我天水宗就听你的号令。谢坤目瞪口呆。谢兄，我圣炎宗以后也由你神风宗统领了。谢宗主，恭喜恭喜呀！呸，真是虚伪。城主大人，
谢宗主，如今三大宗门统一，实乃我青云城100年来最隆重的大事啊！恭喜谢宗主一统三大宗门。城主大人，场面的话就不必说了，毕竟我知道城主大人您今天才死了心上人，城主大人您肯定心里很难受的，还是赶紧回去多休息休息，没必要在这里跟大家强颜欢笑的。赫连景晨只是死死地握紧了拳头，三大宗门的比试盛宴至此便落下了帷幕。当看到画本上赫连景晨跟碧波仙子你侬我侬的景象时，太恶心了，太恶心了！你们两个小娃娃不许看啊！亲娘不是吩咐过你们不能碰这个吗？这些时日，郭虎哥哥跟莫姨还有莫家的人做了好多这种画本，还都流传了出去。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是不给我们看？哼，真是不公平！你要是不给我们看，我们就去告诉娘亲你欺负我们。不给不给！要是给你们看了，你娘才会扒了我一层皮呀！半空之中飞来了一只满身漆黑的乌鸦，他伸出手，乌鸦就顺势落在挟天的手臂上。这么开心干嘛？挟天爷爷，你是在打探龙都龙主的消息？小千莫懂兽语，怎么可能没有听懂挟天跟那乌鸦之间的对话呢？你想让娘亲嫁给龙都龙主？我知道龙主在哪里哦，你把那画本给我看了，我就告诉你龙主在哪里。就你，哎呦，小家伙啊，我知道你很厉害，可是小孩子不能随便乱说大话啊，知道吗？你不信我吗？我爹就是龙主啊！你们两个呀，不能因为他也姓龙，就把他当做龙都的龙主，知道吗？两个小家伙没想到挟天爷爷是这般反应，他们还想要说话。龙都的那位龙主啊，非但实力卓越，更是天人之资。两个小家伙点点头。可是啊，你们看看那龙大，整天脸跟个冰山似的，长得还这么平平无奇，哪里能跟龙主大人相提并论呢？两个小家伙忍不住对视了一眼。我们家的小主子肯定会是这天底下最厉害的女子，只有龙都那龙主才配得上小主子。这话没毛病。等着吧，我马上就会去将龙主找过来，给你们换个爹，怎么样？可是我爹真是龙主啊！什么？你爹是龙主？哎呦，我还是老龙主呢。哦，你是老龙主？不是，我只是打个比方。为何要打这个比方？因为他们说你是龙主，所以你就是老龙主，你想当本尊的爹？我刚才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那刚才说的话的确是这个意思呀。方才本尊还听你说你想给本尊的2个儿子换个爹。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的意思本尊听错了？我可是邪神的邪王啊！对，没有听错，龙大是吗？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你看看你这张脸，眼睛小的跟绿豆似的，那鼻孔大的跟王八似的啊，要多丑有多丑，一点都配不上我们家小主子。除了有个傻大个，你还有啥呀？跟前的龙思觉听着他的话语，周身的气息已经渐渐的冷冽下来。小叶小莫吓得缩了缩脑袋，全都不敢多言。我家小主子可是那般风华绝代之人，能够配得上我家小主子的，唯独那龙都的龙主大人。龙思觉一挑眉，本来还要发怒的，瞬间却平息了下来。你说说你，你说说你跟那龙主大人怎么比？龙主大人天人之资，而你呢？哎呦，小伙子等那龙主大人来了你就知道了，同样的姓龙，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后头的岳小叶跟龙千墨已经是捂着眼睛不敢多看。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龙思觉这一次竟然没有多余的反应，深深看了一眼挟天，似乎就不再理会了。小叶小莫，随我走。本来挟天都做好了龙大会痛揍自己的准备了，没想到龙大竟然没有反应，挟天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看心虚了。对，就是他龙大自己都心虚了。我们发现岳清晨、岳姑娘与莫思雨住在一起，而且如今他们似乎在重新组建赤羽军团。想重新组建军团，那也要看本城主
不给他这个机会。对了，城主大人，我们还查出那世月公子如今好像已经不在青云城了。世月公子走了，那我就完全不需要再有任何忌惮了。虎狼军团听令，集齐所有的人，随本城主前去诛杀反臣。莫仪的院子之中，累，这点就算作什么？我曾经认识一个人，在短短4年的时间，从一无所有训练到了地阶，所以说你们这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信。哼，所以这就是你们的格局，你们连想都不敢想，又怎么能够成功呢？想要多大的本事，就得遭受多大的磨练。如果想做一只猛虎，那就都得勤奋起来，否则只会是一只爬虫。清晨，你受苦了。还好，清晨，有我在，以后你不会这么苦了。叶清晨靠在龙思觉的怀里，莫名的感到一阵心安。好，龙思觉看着怀中的女子，满眸子都盛满了笑意。小叶、小莫全身在他们旁边，再这样下去，妹妹的出现真的指日可待了。虽然龙大丑是丑了点儿，不过也还行。周遭的气压突然变得低沉起来。娘亲，好像有人来了。好像来的人还不少。怕是找事儿的来了。你继续靠着，我来。什么人竟如此大胆，敢来这里叨扰了我跟媳妇儿的清静，简直是找死！清晨，尊上，来人应当是冲着我而来的，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处置吧。好，赫连景晨，什么事情竟然能够劳烦你亲自兴师动众，大驾光临呢？莫思雨，有人给本城主递交了证据，说你如今正与人在策划谋反。谋反？赫连景晨，你是说我在谋求你这个城主之位吗？你忘了5年之前的我实力并不弱于你，若是我愿意谋求这城主的位置，你以为5年之前这城主还轮得到你来做？果然如我所想，你早有了这种心思。如此看来，当年唐家的人并没有做错，你们真的该死。赫连景晨，你可真是连一个畜生都不如啊！畜生尚且知道报恩，可你呢，简直恶心到极致。赫连景晨，给你一个机会，现在带着你的虎狼军团从这里滚出去，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重新整顿赤羽，亦要谋反，怎会容得下你这样的叛徒？你不累吗？连续2次指控我为叛徒，看你这意思，似乎很想让我谋反啊。好啊，那我就翻给你看看。杀！里面的人一个不留。双方陷入混战。岳清晨他看着远方的景象，欲要起身。有我在，好不容易小清晨愿意靠在我的怀里，必须得让他多靠会儿，哪怕靠整整1个晚上，我也乐意。可不等他话出口，龙思觉指尖轻轻的动，面对着虎狼军团凌厉的招式，赤羽军团几乎完全招架不得。当年的赤羽那可叫厉害了，要不是当初有人给赤羽军团那群人提前下了药，只怕我们都打不过。哎呦，可惜呀，那厉害有什么用啊？还不是被我们给屠了，更别说呀，是现在这一批没用的废物。赤羽军团，哎呀，我看要改名为赤羽挨揍团了。莫思雨，你说说，你既然还活着，为何偏要回来呢？你都消失5年了，现在还回来做什么？一切的一切，更是都不会发生。我若不回来，怎能亲眼看着你们下地狱呢？就凭你看到了吗？你的那赤羽军团不过只是这般不堪一击。有岳清晨和龙思觉在，这场战争是注定不可能输的。赫连景晨，我倒要看看到底谁才是不堪一击。远处的龙思觉已经在众人没有看到的角度出手，不过只是弹指一挥，原本还处在上风的虎狼军团的人，竟是一个个的感觉到被一道奇怪的力量束缚住了，只让他们难以继续上前。挨揍团，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挨揍团！一拳狠狠地砸了过去。莫思雨，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只是血债血偿，杀一个不留。眼下得了令，他们一个个的都放开了手，大开杀戒。虎狼军团的人一个个倒落在地。我以为虎狼军团是必胜的，哪里想到竟如此不堪一击。风残的情况下，我想前去出招，甚至都晚了。如何？这一幕幕可还熟悉？这景象是不是像极了5年前的那一幕？赤羽军团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跟你们报仇了！该死，我要杀了你们！眼看着他要出招，现在轮到我们自己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你不是要跟我算账？好啊，有本事你就自己来跟我算账，别靠着别的人。好，这件事情我自己来解决，你们不必出手。情字之中的岳清晨等人眼下全都心神一顿，莫仪根本不是赫连景晨的对手，记好，不许出手。娘亲，莫仪肯定打不过那个坏蛋城主，先不插手。那个城主他故意在激怒莫仪，娘亲，我们不能看着莫仪受伤。
不一定，莫姨不一定会输。真的吗？莫思雨，本城主给过你机会，让你回到本城主身边，可你选择了拒绝，那么就休要怪城主不客气了。莫仪不敌他的实力，不住地朝着身后的一个方向闪去，似乎在逃窜。紧随其后的赫连景晨掩饰不住的狞笑。怎么，莫思雨，现在你就只会逃跑了？一直等他抵达到了院子的角落处，莫仪这才停了下来。在这个角落处，正对放着一堆堆的小画本。看着跟前的画本，赫连景晨的眼中燃烧着惊天之怒。果真是你们，莫思雨，果然跟那邪山妖女一道，在外败坏本城主的名声，城主杀了你！可这时，莫思雨口中轻念有词，赫连景晨跟前出现了一道道无形的屏障，生生将他困在了里面。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是阵法，为你而准备的阵法。你故意引我至此，你使诈！你说错了，是你今晚自己送上门来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娘亲，原来莫姨还是阵法师，我竟然从来都不知道。所以我说不用担心。赫连景晨，你还记得这个角落？5年之前，你们就是将我的家人兄弟们放在这个角落烧死的。看啊，赫连景晨，这轮圆月是不是像极了5年前的那一晚？你想做什么？一样的夜晚，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月，你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赫连景晨的肩膀之处鲜血汩汩流出，他疼得直在原地打滚。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样的夜晚比5年前的夜晚到底少了什么呢？小雨，我错了，你放过我，我们以后还好好的。这城主夫人的位置还是你的，明日我便昭告天下，你莫思雨是我的城主夫人，是我唯一的妻。这是你5年前的愿望，我会满足你，会满足你。别恶心人了，狗东西！你这张只会讨女人开心的嘴，我现在就给你废了。莫思雨，你不能对我动手，我乃青云城城主，你根本不知道这5年来我攀附了谁，城主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势力？你若是杀了我，你……一剑落去，穿心而过。赫连景晨口中一口鲜血吐出，生生咽气。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直至最后，他只手一动，一团火焚烧在了赫连景晨的身上。赫连景晨，我们终于扯平了。莫姨，那个坏蛋死了，以后我跟小叶弟弟会给你找到一个更好的。神霄鬼大，过往的一切已经都丢掉了，从此以后我便会勇往直前，再不回头。龙千木，我们可以回去休息啦。还早呢，我想跟爹爹娘亲一起去看会儿月亮，今晚的月亮好圆的。这个龙千木一点眼力劲都没有，今晚的爹爹娘亲关系很好哦，说不定可以有妹妹出来哦。不行，你得跟我走了，我要回去休息。等岳小叶拽着龙千墨往房间回去的时候，他们跟龙思觉和岳清晨擦肩而过。岳小叶突然侧过头来，爹爹加油！二人全都忍不住的唇盘一抽。岳清晨跟龙思觉坐在门外的石头上，看着外头的月色，回想着方才所发生的一切。岳清晨忍不住唏嘘，却是这时半空之中那几道黑影缓缓的从半空落定于地。戴德感知到了赫连景晨之前出现的气息之后，好大的胆子！原来赫连景晨是死在你们手中。这群人正是赫连景晨所说的那道势力。赫连景晨早与他们之间有过交易，会将青云城交由他们带领。阁下是何人？哼，大胆的人竟敢对我们龙都之人动手！龙都？岳清晨忍不住扭头看向了龙思觉，而龙思觉在听到龙都那2个字时，眸色骤然一凝。你们来自龙都？不错，赫连景晨乃我龙都认定的人，却死在你们手中，定要给我个说法。哦，本尊竟不知那赫连景晨竟是龙都之人。你一个身份低贱之人，还敢妄称本尊，实在大胆！还有你们杀了赫连景晨，毁了我们的计划，该死！这群人来势汹汹，似乎想要将龙思觉一举拿下。龙思觉跟岳清晨皆是心神一凛，准备出招，却在这时，哎呦，龙都的人来了是吗？哎呀，让我看看是龙都什么人来了呀？原来是你，青云城邪山的那个怪物。龙大，我改主意了。之前吧，我一直觉得你比不过这个龙都的那个龙主，可我没想到啊，龙都的这群东西竟然如此不要脸。所以龙大你放心好了啊，以后我不再拿你跟龙都的那个龙主比较了。虽然你长得这么丑。只听得身后的岳清晨跟龙思觉全都忍不住黑了脸。龙都的
东西，爷爷我弄死你们！哼！我说这青云城的人怎么敢杀了城主大人？原来是有你这个怪物帮忙。他们4人掌对掌，从他们的中央倏地透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直朝着邪天而去。便是邪天也被这道力量冲得连连退去。还真是你们龙都来的？不太记得，好像是啊，我忘了。龙司爵好像是脸盲，不重要的人基本上是记不得的。天机阵，哎呦，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们龙殿的4大长老。没想到啊，你们4个东西竟然来了这里了，算你识相。赫连景臣本就该杀，如今他死了，就算是为民除害了。我们遵龙主之命前来诛杀凶手，邪山怪物交出杀赫连景臣之人，否则我们连你一块杀。龙主，亏得我之前还对他感觉不错。眼看着邪天还要再说些什么，龙司爵揉了揉眉心。你们说你们是龙主派来的人？臭小子，是不是你杀了赫连景臣？不错，是我又如何？还敢与我们龙都的人叫板，也不看看你的身份。我们生生的将那还在说话的长老从颈部砍断了。好家伙，这龙大可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啊！是得罪了龙都之人，只怕是……哎，龙大，你让开，我来教训教训他们。你跟小主子以后啊，都要好好的啊！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说说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竟敢杀了我们的人！我们乃龙都之人，我们奉龙主之命前来。你若是再敢动我们分毫，龙主不会放过你们的。龙主？哦，你们是在说本尊吗？你是尊上。眼下看着跟前的龙司爵，吓得跪倒在地。小主子，他是……如你所见。哎呦，完了哦！我怕是把龙都的龙主给得罪了。哎呦！好，你们是龙都的3位长老？是，正是属下。尊上，我们错了，还请尊上饶过我们。这4大长老都是当年老龙主跟那个女人还在的时候挑选出来的。赫连景臣是你们看中的人，不说是吗？龙司爵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其中一个人的身体甩了出去。我们说，回尊上，赫连景臣与我们达成了协议，他说他会拿到神器，将神器进贡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帮助他稳固城主之位。哼，是3大宗门一同守护的那个。终于明白为何赫连景臣会支持天水宗吞并神风宗，原来都是为了圣器。本尊记得你们4人早已经准备颐养天年，还要神器做什么？说不说，那就休怪本尊不客气了。尊上，是锦夫人。锦夫人？那个女人她怎么了？锦夫人让我们寻到神器交给她。锦夫人说了，只要我们能够寻到神器给她，她就带我们去圣域。是吗？尊上，我们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呀！他们口中的锦夫人就是那个女人，那个当年为了前往圣域抛弃了他爹的女人，那个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想要将他抓走的女人。什么锦夫人？本尊记得那锦夫人已经死了。你们既然这么听她的话，那就下去陪她吧。她没死，尊上，她这是记错了吧？尊上，她没死，您不是知道的吗？锦夫人去了圣域，而且她还……本尊说她死了，她就死了。尊上，我们错了，求您放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们也不敢跟锦夫人有任何联系了。 3个长老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断气而亡。吃里扒外的东西。那个锦夫人，龙司爵的母亲。岳清晨看着龙司爵，不觉附上了些许心疼。清晨，你会怕我吗？胡说什么？那你会不要我？龙大，过来抱。清晨，你知道吗？那个锦夫人，过去的事情提了做什么？你说的对，不提也罢。我有你，有小莫、小叶就够了。是的，有我们就够了。般配，真般配啊！一个掌风袭来，再度将邪天拍飞了出去。龙主尊上。邪天，本尊听说你在找我。龙大，我早就知道你是龙主尊上了啊，所以我这才这么放心的将我家小主子交给您。毕竟在这世间上啊，也只有你才配得上我们家小主子啊！我们家小主子如此精彩绝艳之人，只有你这般人中之龙才足以相配呀！事实证明啊，我邪天的眼光这真的不错呀！那如果本尊不是龙主呢？你是不是就想换了本尊？
不可能，嘿嘿，龙大，我之前都是说着玩的。是吗？当然了，龙大，你之前那么厉害，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你不是嫌本尊丑？嘿嘿，都是误会啊，误会。莫老夫人带着莫无痕急匆匆地赶来这里时，瞧见的正是挟天如同一个小怂包一样的景象。月姑娘，大事不好了！闭嘴！母亲，你总要给我留点面子呀！母亲总是这样，每次都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给我留一点面子。龙主尊上，您怎会在此？龙思觉朝着莫老夫人微微颔首。老身倒是糊涂了，竟然没有想到，原来一直跟随着月姑娘身侧的那个人，竟是龙主尊上。从前老身或有怠慢，还望您恕罪。无妨，本尊本就刻意隐瞒了身份。老夫人今日为何事而来？没什么，只是路过，所以过来瞧瞧。母亲，你明明是担心赫连景晨一死会给月姑娘跟小雨带来麻烦，所以才匆匆前来的。多谢老夫人关心，已经解决了。老身知道有龙主尊上在，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的。既然如此，那老身就先行离去了。啊，对了，月姑娘，这次三大宗门合并，神器钥匙应当会落在神风宗手中。若是可以的话，月姑娘那把神器还是拿过来吧。他对神器实则不感兴趣，这天下所有的神器，在岳清晨的眼中都比不上他的噬月鞭，他的小月月。拿过来吧。岳清晨还欲问话，可是莫老夫人已经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远去了。这个老夫人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身侧的龙思觉眸色一凛，显然已经动了怒。岳清晨一只手抓住龙思觉，一道结界挡在跟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这个妖女，你跟邪王那个怪物半夜抓走了我们家的孩子！你说什么？底下几个妇人哭的是悲痛欲绝。你们这群没脑子的蠢东西，不去想着找自己的孩子，来这里找爷爷我告诉你们，爷爷我还不屑碰你们的孩子。诸位，事情还没查清楚，你们怎能随意来这里闹事？再说了，如今当务之急不应该是找到那些孩子吗？君家的红衣怪物，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君家跟墨家全都护着那妖女，都是一丘之貉。今日的事情肯定也跟你们脱不了干系。你还我们孩子！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孩子丢了肯定很生气，可是你们不能空口无凭来这里闹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受了谁的蛊惑来这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在这里闹事，只能说你们太蠢。君皇说的对，你们有这个功夫，不如多去找找真相，找找孩子。谁人不知邪王以吸食人血为生，我们的孩子失踪，肯定跟他脱不了干系。你亲眼见过邪王吸食活人的血了，不过都是三人成虎罢了。你们知道人言可畏吗？可是我们的孩子呢？一夜之间突然失踪，所有人家里都留下了邪的字眼，不是你们还会是谁？大兄弟，你姓什么？我姓林，怎么了？那我现在去杀了几个人，在旁边写下林字，是不是也证明那人是你杀的？你们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东西，回头等真相大白，看我怎么收拾你！娘亲，有人在故意诬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看样子他们的确是来者不善，无妨，揪出那个人就是了。那个人是谁？能找到吗？手腕上的金凤图腾不住地闪烁出了金光。原来是你，欺负到我头上来，真是活腻了。叶大小姐，你这是要做什么？慕容伯父，多谢你了，替我抓来了这些孩子。现在我要吸收了这些孩子的元气。你说什么？你不是说你能劝说扶苏登上城主的位置，铲除墨家跟君家吗？对呀，我是这么说，所以我抓来他们，只要我吞噬了这些孩子，我的实力就能得到大大的提升，我肯定能够辅佐扶苏师兄成为城主啊！叶琳琅，你不可以这么做。放心了，少不了慕容家的好处的，毕竟这些孩子是慕容伯父你帮我抓的呀。以后慕容伯父，咱们就是同一根线上的蚂蚱了，你一定会劝说扶苏师兄娶我的，对不对？如若扶苏师兄不愿意娶我，那以后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是慕容伯父你抓了这些孩子。直到这一刻，慕容正阳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掉入了一个陷阱。慕容正阳此刻整个人的神情还是懵的，却见叶琳琅出招要伤害这些孩子。叶琳琅，我本以为你会采用正当的方式除去那妖女以及护着那妖女的墨家跟君家，却没想到你竟歹毒至私，你比那妖女还要歹毒。我慕容家坚决不容许你在我的地盘做这些事。眼看着慕容正阳袭来，叶琳琅大手一挥，将随身的毒丹完全洒落在了毫无防备的慕容正阳身上。慕容正阳瞪大了眼，他还欲说话，可是所有的声音都已经发不出来了。要不是看在你是扶苏师兄父亲的面子上，我早就杀了你了。此毒包括了吞噬孩子元气的法子，全是那前2日无意间遇到的一个黑袍人所授。
那个神秘人果然没有骗我，只吸收了一个孩子的元气，我竟然就隐隐有突破的感觉。是我能多吸收几个，那我岂不是能够轻轻松松的达到军级乃至地级？叶琳琅继续出招，准备将第一个孩子的元气吸收殆尽，却是在这时，陡的一阵剧烈的力量冲击过来。是你是岳清晨？我说是谁在外面冒充我的名声干缺德事？原来是你，岳清晨！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你下场会很惨。叶琳琅，我本想让你父亲叶震山是个聪明，却没想到生出的女儿竟然蠢不可及。且不说你此时就冲着我来，光凭你抓取这些孩子，你觉得我会坐视不理吗？叶琳琅见状，想要再施展出那毒，可是却被岳清晨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叶琳琅，看来你没有你父亲那般有眼力，为何要陷害于我？到底是何人指使你？那阵黑烟正是暗黑系的力量。救命啊！小女在这里想要害人，她把那些孩子抓到了这里，大家救命啊！爹，辅佐师兄，快救我！小女抓了这些孩子，还伤害了慕容伯父，大家快杀了这妖孽，快救我们！父亲您怎么了？是岳清晨，这个女人害得慕容伯父生死未卜，还让这些孩子们都醒不过来。闭嘴！月姑娘，到底怎么回事？月姑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叶琳琅乃在下之女，还能有什么误会？谢宗主、叶宗主，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妖女抓了这么多孩子在这里，还将慕容家主与孩子们害成这样，如今人证物证都在，她还能怎么辩驳？谢宗主，您刚才统一了3大宗门，如今城主不在，您的身份就是最大的，您必须给我们大伙做个表率，否则我们大伙不服。杀了妖女，否则我们不服。叶琳琅，你既说是我害得慕容家主如此，那不如便让慕容家主自己来指认今日之事到底是谁所为。那神秘人说他的毒这世间无人可解，叶琳琅不由得再度有了底气，只当岳清晨是在故弄玄虚吓唬他罢了。让开，我来。月姑娘，你真的可以吗？我信你。风华榜第2之人果然不错。地上的慕容正阳却是突然之间狠狠地咳嗽出了声。父亲，你醒了。还好，都没事儿。父亲，到底怎么了？是的，慕容家主，发生什么了？跟大伙说说吧。叶大小姐，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等事情？我是信了你，所以派人帮你将这些孩子抓过来。可是我绝对没有想要伤害他们呀！你怎可为了一己之私如此丧尽天良？诸位，对不住，今日这事慕容正阳做错了，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他们。叶琳琅，这件事是你做的。我没有，胡说八道，是他们在冤枉我。是吗？岳清晨的眼眸愈发的疏离，视线落在了一直在众人跟前带节奏的另外一个人。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测谎毒，说是你撒谎，此毒会让你继续全身溃烂，只有你说真话才能够减轻痛楚。那人偏不信这个邪，只是兀自狡辩着。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话才落下，只看到他脸上的皮肉一点点的溃烂。我给了你机会，你自己选择，说3次谎，你将会全身溃烂而亡。满身的恐惧下，他吓得跪倒在地求饶。是叶姑娘，她找到我跟我兄弟，给了我们1000两银子，让我们在青云城内传言，说岳清晨是妖女，说她勾结了墨家与军家，抓走了一群孩子们，意图行不轨。你胡说！月姑娘，我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我错了。说也奇怪，当他的这话落下之后，他身上的溃烂却是突然好了。诸位，这件事不是月姑娘所为啊，是叶琳琅。我隐约听她说，她要抓这群孩子，这样吸取了孩子的力量后，她便有实力突破了。声声控诉之下，人群哗然。逆女！爹，你怎么可以打我？我是你女儿啊！哼，你竟如此不忠不义，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月姑娘，是我教女无方，还请你从轻发落。我岳震山愿意以后听从于你。叶宗主，您应该知道，你女儿今日是想置我于死地吧？抓取孩子，妄图伤害这么多孩子，你说她能从轻发落吗？我可以看在叶宗主的面子上，留她一句诗，如何？多谢月姑娘。这一次的确是叶琳琅做错了，人总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姑娘，我已经如实交代了，能放了我吗？说不出人话的舌头留着也是浪费，不如割了。孩子，我的孩子中的孩子在黑雾之下，这孩子肉眼可见的开始变得瘦小，不仅是他，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糟糕，是暗黑系的力量，暗黑系的人在这些孩子上动了手脚，是我教女无方啊！定是琳琅被歹人唆使了，竟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祸事。空中的黑雾却愈发的浓重密集，孩子们依旧是处于昏睡状态，他们的身子疯狂的晃动着，直至最后这青云城虽然微小，
可到底比那几个国家厉害一点。这孩子的味道也好了不少啊，我才吸收了几个，竟然可以出来凝聚力量了。暗黑系的东西，是呀，那个人的走狗。说来，你家主子现在应该很惨很惨的吧？你怎么还在这里逍遥快活呢？老子弄死你！铁天，你家主子都奈何不了我，你以为你能动得了我？一阵黑烟却是生生的抽在邪天身上。突然，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一团团黑雾朝着龙千墨跟岳小叶而去。我竟然没发现，这里竟然有2个极品。黑雾之中的岳清晨甩开袖子，就要冲破黑雾前去。我来。那就让本尊试试。一道耀眼的金光从手中溢出，巨大的天幕之下，电闪雷鸣，山河破碎。你是何人？你还不配知道本尊的身份。阵阵金光溢出，神级符咒师，怎么可能？龙思觉继续朝着半空画着金色图腾，图腾闪烁，似乎有一条硕大的金龙从半空跃起。他张开大口，盘旋于空，亦要将那黑雾一口吞没。空气之中的黑雾已经渐渐地变得微弱。这么多年来，早就没有神级符咒师了。所以说，你的运气很差，碰到了我。臭小子，你让开！可以与你交易，若你能够与我联盟，我可以称霸整个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的王。哼，一个连脸都没有的东西，本尊看不上。你说你需要什么？只要你不阻挡我吸了那2个孩子，我都答应你。空中的金龙图腾陡然急速扬身而上，那2个孩子的体质极品，他们一个先天圣体，一个是本尊的儿子，你也敢动？那金龙飞速而去，突然张开大口，竟生生的将所有黑雾全都吞没而尽。别怕，有我在，没事的。爹爹，你怎么这么厉害？那个神级符咒师也太恐怖了，甚至比娘亲跟龙千墨使出的符咒还要厉害得多得多。两位，我们知道错了，之前的事情是我们不对，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孩子。月姑娘，我们错了，求您原谅我们。之前是我们糊涂，求求您救救我们的孩子吧！只要你能救我们的孩子，我们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知道比杀人更恐怖的是什么吗？是诛心。突然有人心一横，咬破手指，立下血誓。月姑娘，只要您能帮忙救下我们的孩子，哪怕你让我去死，我也愿意前去。我也是，月姑娘，求你救下他们，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血誓一下，他们再也无法更改。拿去吧，稚子无辜。这些孩子是中了被控制的毒药，这是一些能解百毒的丹药。百姓们感恩戴德，纷纷叩首。小清晨，告诉你个消息，整个青云城的人都想让你接任鹤典景城，担当城主呢。我拒绝。可是外头的百姓们都在跪着请求你担任城主。那由着他们跪吧，是我手中的葡萄不香吗？我为什么非要去当这城主？天知道，整个青云城的人有谁不想来当这城主？甚至于当初鹤典景城为了这城主之位痛下杀手，招来那么多祸端。可是本尊的夫人，你想让他在青云城给你们当城主？可是这城主总要有一个人来当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很合适。君皇顺着岳清晨的视线看向了远方的莫仪。说是莫仪，城民也定会信服。她是曾经的女战神，是赤羽军团的首领。最主要的，当初是莫仪扶持鹤怜景臣登上城主之位。莫仪为了青云城牺牲了太多了。当这个提议告知莫仪时，莫仪只是稍稍沉默了片刻，就答应了。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你们护了一辈子的青云城，从今日起将由我来替你们继续守护下去。3日之后，便是莫仪登任城主的大典。也就是在这大典之日，岳清晨前往了神风宗。岳姑娘，您来了。谢宗主，这神风宗如今可真是在你的带领下愈发的有模有样了。哈哈哈，还不是沾了岳姑娘你的光。对了，岳姑娘，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什么？美人师傅，真的是你，我好想你啊！我要跟着你。可是你不知道我以后会面对的什么。我不怕，
我早已经认定你是我的师傅了，不管你要面对什么，我都会全力的去帮你。好，岳清晨他们此番前来神风宗的目的，便是那个连锦夫人都想得到的神器。得知岳清晨的来意，谢坤竟然没有拒绝，将钥匙交给了岳清晨。宗门合并3大宗门的意义也就变了。这神器险些落入奸人之手，既如此，倒不如将它交给岳姑娘。只是姑娘，这只是打开藏着神器宝库的钥匙，里头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你可想好了？我知道。小豹子，你怎么了？你好怂啊！你跟我美人师傅的小猫咪同属于猫科，你怎么一点都没有人家的威武霸气呢？我当然比不上人家的威武霸气了，人家那是神兽，神兽啊！对了，美人师傅，怎么不见小白啊？以前小白最喜欢黏着你，吃饭睡觉都要跟着你的。没办法，小白不敢靠近我。林想荣微微侧目，视线落在了身后的龙大身上。这么丧心病狂吗？那只是一只猫。岳清晨微一耸肩，龙思觉闻声则是眸色微沉。不过也是，小白是一只公猫。美人师傅，你是不应该跟它靠得太近啦。龙思觉神态微松，还好，美人师傅，我是女的，以后我陪着你，嘿嘿。等他再长大一点，得赶紧给他寻个人嫁，不然看他这架势，怕是会成为我跟岳清晨生女儿路上的拦路虎。跟紧了。在宝库的最深处有一个黑色的架子，架子上方更是安放着一架弓弩。看着那把弓弩，破天弩，此乃当年开辟五洲大陆的无声大帝所使用的兵器。当年无声大帝陨落，连带着他周遭所有的一切全都灰飞烟灭。万不曾想到，这破天弩竟出现在此。破天弩，那不是传说中的那个神器？不错，我总算明白为何锦夫人愿意耗费那么大力气来寻这神器。这的确是一把不同寻常的神器。等着，我去拿来。慢着！他突然用手一挥，墙角之处几只小鼠倏地顺着他的力量被带动的往前去。等那小鼠刚刚要靠近弩的时候，从那破天弩上倏然闪烁出了一阵白光，笼罩在小鼠身上。只眨眼功夫，方才还神气活现的几只小鼠瞬间变成了墙壁上的壁画。这成壁画了！难怪这两侧墙上有这么多的兽图，原来都是这么多年不小心闯入了这里。难怪那个女人不愿自己前来取破天弩，原来她也有害怕的时候。岳清晨知道龙思觉说的是那个锦夫人，看来今日有些麻烦了，是不是拿不到了？也不尽然。无声大帝当年陨落之时，毁灭了所有的东西，却独独留下了这个。他既然留下这把弩，定有他的用处，他定是想要替弩找到新的主人的，否则他大可以带着这把弩一同陨灭。清晨，你很感兴趣，很喜欢这破天弩，如果取不了，也没必要强求。你既喜欢，我便去替你拿下。他扭头正欲拒绝，龙思觉整个人直勾勾的朝着跟前破天弩所在的方向而去。龙大，危险，快回来！龙思觉却仿若未闻，朝着破天弩冲过去。破天弩是有灵性的，眼下感觉到有人靠近，整个弩身再度释放出了幽幽的白光。身后的岳清晨眼看着这一切，想要将龙思觉给拽回来，可就在这时，异样突生。龙思觉大掌轻拨，一道道气息从他袖子之中散落出来。这一刻，气息直直的化作了锋利的刀刃，朝着龙思觉心口刺去，鲜血晕染开来。龙思觉，你在做什么？放心，没事。血一滴一滴往下落。是的，这是龙思觉的心头血。龙思觉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的心头血可以抵挡一切邪物，哪怕是无声大帝残留的这一道力量，也奈何不了他。这也正是为什么锦夫人这么多年始终想将龙思觉抓回去的原因。那个锦夫人一直都想要龙思觉的心头血。龙思觉没有说话，继续用心头血滴落在了破天弩上。果然如龙思觉所想，当他的心头血落下之后，破天弩周遭阵阵白光竟然缓缓地散去了，而龙思觉则是看着他，去，那个姑娘她喜欢你，以后你就跟着她了。破天弩是有灵性的，等听到龙思觉的话之后稍作迟疑，他是被这个男人的心头血唤醒的，理应是跟随于龙思觉，而且他破天弩不是谁都跟的。本尊不喜欢不听话的东西，哪怕你是无声大帝的破天弩。盘旋于空的破天弩倏然一顿，随后弩身闪烁着银色的光芒，破开了龙思觉方才设下的结界，落在岳清晨跟前。龙思觉从半空缓步而下，他的步伐稳健，一如往常。可是岳清晨却知道龙思觉受伤了。龙思觉，你受伤了。无妨，你喜欢的我就拿给你。只要岳清晨喜欢的，龙思觉都给他，这是龙思觉给过岳清晨的承诺，他不愿意食言，也不可能食言。心头血连通着命门，即便只是几滴，也足以大大的损伤龙思觉的身体。看，我拿给你了。
龙思觉，你这个蠢货！心头血何其珍贵，他却这么轻而易举的娶她，原因只是我想要这破天弩。快去契约了他吧，他刚被我驯服。不行，我先给你疗伤。这取心头血不太好疗伤的。放心，我有法子，别忘了我是什么人，保证你最快的时间恢复。我有更好的办法。什么？亲我一口，我的伤就好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龙思觉还这么的不正经。突然，龙思觉闷哼了一声：“怎么了？疼，再不亲，估计就得疼死了。”岳清晨扯了扯嫣红的唇：“疼死你算了。”岳清晨还是眉头浅浅一动，旋即踮起脚尖，轻轻地附上了龙思觉的唇。身后的云想容只觉得自己的心情仿佛是跌宕起伏，这感觉太刺激了！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为什么要在这里承受这样的暴击啊？人家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呀！等这短短的一吻落下，以后不可再做这样的蠢事。好，半空之中的破天弩还在释放着银光。去，以后你就跟着他。过来！一阵金光顺着金凤图腾从他掌心之中溢出，萦绕在了破天弩周遭。过来！破天弩此番再是不敢拒绝，朝着岳清晨方向而去。在岳清晨与这破天弩之间凝下了一层联系。此时青云城内，城中正在举办着莫仪继任城主的大典。皇天在上，今日我莫思雨在此立誓，必当竭尽全力带领青云城走向兴荣。城民站在下方，看着上头那高高在上的女子，内心澎湃。刚刚取回破天弩的岳清晨等人，此时也已然到场。哇，莫仪好酷啊！娘亲，莫仪当了城主了，那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了？是的，莫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是吗？可是我好喜欢吃莫仪做的饭。放心，还有我2个小师弟，我保证会将你们养得白白胖胖的哟。我们没有你这么弱的师姐。哼，小师弟什么都不重要，跟着美人师傅，这才是最要紧的。娘亲，莫仪现在都当了城主了，她的大仇也已报。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呀？去龙都吧，去看看你们的爷爷。龙思觉，我们去龙都吧。已经被缩小了当做发簪插在发上的破天弩，陡然之间往外释放出了光芒。娘亲，你的簪子在动。岳清晨眸色一垂，一股意识探去。你怎么了？岳清晨已经与破天弩契约，便已能读懂破天弩的意识。龙都我也要去。那当然，你肯定会随我前去。我要去龙都的龙学院。龙学院？为何？你必须要去，替我前去那里寻找一个人。这破天弩的架子还真大，可是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你说过的，你与我契约，会与我平等的关系。你若不答应，我就自爆。自爆？好家伙，可还真是个有脾气的。我又没说不答应你，你激动什么？闻声，小破天弩这才平息下来。龙思觉，我要去龙学院。你无需去龙学院，你是未来的龙主夫人，可以直接进入龙殿。总归是要去的，你忘了我跟老龙主的约定了，我不能走捷径，哪怕是去龙殿，我也必须要经过正常的途径。好，我陪你。不用了，你陪我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你是龙都之主，你没必要将所有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我甘之如饴。突然心口似乎抽搐了一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来，触碰到了心脏的位置。还在疼吗？再给我治疗一下，我就好了。我看看。治疗方法你知道的。岳清晨本要前去探查的手，突然停顿在半空之中，一时之间甚至都放不下来了。滚！看着岳清晨那有一些气急败坏的模样，龙思觉轻摸了摸鼻子：“爹爹，你受伤了吗？”有点。娘亲，快给爹爹治治！娘亲，你的医术天下第一，有娘亲在，什么伤什么病我都不担心。小清晨，儿子喊你给我治病，儿子的建议你不可以不听。岳清晨继续无语。小清晨，你看我们儿子这么懂事。龙思觉，你够了。此时莫仪的接任仪式已经结束了，岳清晨前去与莫仪道别。莫仪纵有万千不舍，却没有阻拦。他知道岳清晨的生命里远远不止青云城，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泪目盈盈。你去吧，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在青云城等你。我的赤羽军团是为你重新组建。第一次来到龙都，从前龙千墨跟他说过不喜欢龙都，岳小叶一直以为龙都应该很穷吧。龙都哪里穷了？主子，您总算回来了。主子不在的这么多天，龙殿内积压了太多的事情，他们多次想将主子喊回来，可是主子总是以一句天大的事情都没有媳妇儿子大拒绝了。爹爹，你有事情的话就先回去吧。你先回去，我们自己先在这里逛逛也好，注意安全。听到龙思觉这么说，龙七龙六简直是喜极而泣。
被爱情冲昏了头的主子不容易啊！尊上，龙殿的4位长老无端失踪了，不知出了什么事，被本尊随手处理了。尊上，绝命谷最近有人出国，多次前来龙殿，想要求见尊上。不见。对了，尊上，老龙主最近不知又去了何处，已经1个月余未见他了。随他。尊上，还有，竟是鸡毛蒜皮小事，挑重点说。尊上，九幽之川最近有些许动荡，怕是需要您前去平息。本尊知道了。等他们抵达龙殿，去打开炼血池。炼血池，主子，你受伤了吗？主子，您莫不是取了心头血？是不是锦夫人？主子，我要替你杀呢！龙思觉微微抬眼，冷冽的杀意让龙七跟龙六全都惊得闭上嘴巴。二人匆匆而去，前往了炼血池之地。很好。我家媳妇儿总算是接受了我了。主子居然露出了一点笑颜，龙七与龙六纷纷揉了揉眼睛，确定他们根本没有眼花。啊！主子竟然笑了，一定是太痛了，主子痛傻了。我已经到了龙学院了，你要找的那个人在何处？小破天奴此番显得甚是安逸。别急嘛，小丫头。之前着急的是他，现在说不急的也是他，确定不是在逗我？快说，不说我拿你去打野味。我听说你这样的打出来的野味更好吃。这臭丫头可真狠呐！你敢拿我去打野味，我就自爆。好啊，你自爆吧。这丫头为何不按套路出牌？好吧，是我输了，威胁无效。我说就是龙学院内有个无渊禁地，那里关押着一个人。小丫头，我要你去禁地里将那个人带出来。禁地？那我直接去给你把他拽出来就是。我就知道你这个脾气会这么做。可是那禁地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只有圣者以上的人方能从那里头全身而退，否则进入的人都会灰飞烟灭。圣者？那目前我还真不是，不过龙思觉似乎已经到了圣者。小丫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个男人的确是圣者不错，可是跟我契约的是你。小破天奴语气有些幽怨，上次他险些就契约了那个男人了，却生生的被他送给了这个丫头。不过好在这丫头也还不错，早说我就不用这么快来龙学院了，等我到了圣者再说。你没有选择余地。小破天奴又来脾气了。不过里头关押的人是谁？怎么会跟无声大帝有关联？无声大帝不是陨落多年了吗？是一个大帝欠了很多的人。我似乎嗅到了八卦的味道。但是小破天奴已经停息下来，似乎陷入了休眠。在龙学院之外，小叶弟弟，娘亲让我们好好待在家里，你确定我们要去龙学院凑热闹？当然啦，可是我们要乖乖听娘亲的话。你都跟着小叶我混了这么久，怎么还是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不开窍？你想啊，上次娘亲测试的时候，就有人敢对娘亲下手，娘亲在龙学院内肯定有人想欺负她，难道你想眼睁睁的看着娘亲被欺负吗？当然不行。那咱们也去龙学院吧。好，我们该怎么去啊？龙学院的大门只有学院里头的人才能打开，我们也不可能通过报名参加的。我知道一个法子，不需要通过大门，也不需要通过测试，就可以直接进去。什么？跟我来，就是这里。这是个狗洞。别管了，难道你不想看到娘亲吗？难道你想看到娘亲受欺负吗？罢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暂且就牺牲这一小下下。都麻利点，今天龙主尊上会来这里，大家可都要收拾好了，不能出一点纰漏。对，白姑娘吩咐了，会让院长邀请龙主尊上前来这里，到时候白姑娘会与龙主尊上来一场偶遇。我偷偷听说，白姑娘说她要嫁给龙祖尊上，我们又身为白姑娘的贴身丫鬟，那我们岂不是也会被带到龙殿？说不定我们也有机会被尊上看上。嘘，小声点，别被别人听到了。岳小叶和龙阡陌在听到这些话后，瞬间停下了脚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才刚刚爬进这龙学院，竟然就听到了这么劲爆的消息。我们去看看到底是谁。就这个丑女人还想染指我们的爹爹，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他自己长什么模样。爹爹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不会看上他的。没事，小叶弟弟，我们去找娘亲吧。也好。他们转过身就准备离开，却是这时，让你们布置好的东西可都准备好了。放心吧，小姐，都按照你说的将那些蛊虫放置好了。好，蛊虫？什么蛊虫？难不成这个丑大婶儿想要用蛊虫害爹爹啊？那些蛊虫可是绝命蛊的人给的缠情蛊，母蛊在我的身上，那些子蛊只要能够落到龙主尊上的身上，那这辈子龙主尊上必定是我的无疑了。想着以后自己成为龙主夫人的风光，白灵那几乎刷满了3斤重白粉的脸上，粉末簌簌的直往下掉落。岳小叶跟龙阡陌听着这有关缠情蛊的事情，按照龙阡陌的报
暴脾气，真是恨不得前去将那个丑八怪抓来，狠狠地狂揍2通再说。龙千木啊，你可真是冲动！那个丑八怪想要用蛊对爹爹下手，这样的人该死！我跟你说，做事情要靠脑子，靠蛮力是不行的。你说那样的丑八怪，这样杀了他是不行的。最好的方法是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你说要怎么做？咱们先去找到那些蛊虫再说。龙学院内，2个小家伙顺着方才2个侍女所说话的方向沿途寻找，终于在一个角落处寻到了早已经准备好的一个蛊虫的小瓶子，缠情蛊的子虫。龙千墨正准备出招，准备将它们烧掉。不着急哦，这些东西还有更大的用处。嘿嘿，方才我们钻进龙学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不远处有几只狗，就把这蛊放到那几只狗的身上吧。好，那几条狗是白鹤养在里头的，见到人就乱吠乱咬，却比那些凶兽还要凶狠。学院里不少人都忌惮于这几只狗，却碍于他们的主人是白鹤，无人敢有怨言。大黄狗看着岳小叶跟龙千墨的靠近，疯狂的嘶吼着，似乎想上去狠狠地咬一口他们。不要叫啦，我给你们送好东西啦！将那缠情蛊毫不留情地分别倒落在那几只狗的身上，方才还满是凶狠，此刻竟也突然安静下来，一切显得那般的诡异。哼，让你们肖想我爹爹，欺负我娘亲，我们才不会让这种坏女人破坏爹爹和娘亲的。对，没错，小叶弟弟，还是你有办法。不过这些蛊虫种在这些狗身上，后续会怎么样呀？后续我也不知道哦。岳清晨经过了龙学院的试炼，在炼心塔的锤炼之下，他更加濒临突破。一直到昨夜，岳清晨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地阶6级。在炼血池泡了3天3夜的龙思觉彻底的恢复了精血，足足3日未见岳清晨，龙思觉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再见一见他。清晨，我想你了，抱。我不在的日子，你似乎不太乖啊。身子大好了，那是自然。我是什么人？那一点小伤怎会对我有影响？下次别再犯傻了，为了一个东西伤着自己，不值得。你喜欢的都知道，只要是为了你，都值得。主子的心头血不是因为锦夫人，而是因为月姑娘喜欢的一个东西。主子，你这可是为了女人，不要命啊！龙思觉后退一步，视线落在了周遭龙学院的那群护卫队上。本尊见你们是想拿住本尊媳妇儿，是吗？媳妇儿？本尊方才听有人说，本尊媳妇儿是龙学院的叛徒。不敢，我们不敢。你说说怎么回事？尊上，是我们不小心冲撞了月姑娘，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听好了，岳清晨乃是本尊媳妇儿，乃是龙殿唯一的夫人，谁若是敢再对她不敬，就是对本尊不敬。龙思觉的大掌紧握着岳清晨的手，咱们出去说。从外头突然跑来了2个侍女。尊上，我们小姐听闻您到访龙学院，特意请您前去一叙。这2个侍女正是白灵身边的那2位。2个侍女尚且不知白鹤已经被处决了，只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前来通报。滚！本尊不认识你家小姐。尊上，小姐身子不便，她说她得了一个宝物，想呈现给尊上，那至宝只有尊上才配得上。没兴趣。尊上，您快去看看吧，若是不去的话，小姐会打死我们的。龙思觉眸色不变，一旁岳清晨却是微微笑了起来。他转身，视线一扫身后的大伙儿。好啊，那咱们一起过去看看，瞧瞧白姑娘是有什么宝贝。龙千木，听到了吗？远处好多人来了，应该是爹爹来了。等着看好戏吧！这个丑八怪竟然想要我爹爹，想拆散我爹娘，一会儿他好看的。嘿嘿。白灵站在门外，垂着头，十分羞赧地看着远方。白灵终于伸出手去，开始操控着身上的母蛊。母蛊早已经被他种入体内，之前他一直都没有顾得上去操控。这会儿他顺着绝命蛊的人给的方法，口中轻念着什么。当他开始操控着这些母蛊的时候，母蛊身上发出了一丝奇特的反应。白灵神色大喜，这个反应说明子蛊已经被种下了。参见尊上。若非是自家媳妇儿突然来了兴致，想让大伙儿一起跟过来这里，龙思觉一步都不可能踏入这里。有这个时间，倒不如让自家媳妇儿去给自己治病，毕竟一次治病一个亲亲。说吧，什么事？本尊时间宝贵的很。尊上，灵儿知道你来了，也想去大殿看看你的，可是这2日灵儿身体不适，所以无法前去。尊上，你不会怪灵儿吧？龙思觉瞅着这个惺惺作态的女人，本尊认识你吗？怎么回事？缠情
青瓷谷不是已经下了吗？按理来说，龙司爵应该已经对我情根深重了，怎么会这么冷冰冰的态度？一定是这个贱人勾引了尊上，所以这会儿缠情谷的效果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尊上，是不是月姑娘跟您说了什么？尊上放心，我不是那种小气之人，我不会跟月姑娘计较的。说完了，没事的话，本尊就告辞了。尊上，等一等，今日必须要当着所有人，尤其是月清晨的面，让他们知道龙主尊上的心里只有我。白灵微微一闭眼，心头默念着一点咒语，开始催促着缠情谷的母骨将效果发挥到最大。就在他召唤着母骨发挥出最大功效的那一刹那，不远处倏然传来了几声十分响亮的狗叫声。几条硕大的大黄狗撒着巨大的步伐飞速朝这里冲过来，他们中了缠情谷。方才在缠情母骨的催促之下，这几只大黄狗毫无意外的发疯了。随后他们像是看到了猎物似的朝着白灵过去，想要咬白灵。白灵仓皇失措，他吓得当下抬手想要杀了这几只狗。暗处的月小叶跟龙千墨，狗这么可爱，怎么可以杀了？从暗处一道无形的力量涌现过来，困在了白灵的身上，生生让白灵再度无法动弹。呵呵，让你做坏事，这下子你自己自食恶果吧。有一道诡异的力量袭来，困住了白灵全身，直让白灵根本无法动弹。白灵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几只狗发疯似的往自己身上扑，发了疯似的要咬自己。滚开，叔侄，滚开啊！缠情谷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让那几只狗更是都丧失了理智。白姑娘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任由这些狗咬？竟然还不将狗给赶走？莫非是知道院长大人被尊上处决了，所以白姑娘精神失常了吗？尊上，救我！这几只大黄狗是中了缠情蛊，是月清晨搞的鬼。月清晨在我跟狗的身上下了缠情蛊，所以这些狗现在才发了疯的咬我。他一定也在您的身上下了蛊。清晨若是愿意对本尊下缠情蛊，那本尊求之不得。至于你，倒是可惜了这些狗了。龙司爵没有半分停留。不要，尊上，求你救救我！躲在暗处的月小叶跟龙千墨赶紧离开这里，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白灵自作自受罢了。小叶弟弟，现在我们去找娘亲吧，我们替娘亲解决了麻烦事，娘亲一定会很开心的。月小叶跟龙千墨离开后不久，种在几只大黄狗身上的缠情蛊这才稍稍的平息了下来。清晨，我想你了。我这2天无事的时候，随手提炼的桃花蜜，一起过来尝尝。我不想吃桃花蜜，我想吃别的。这桃花蜜很好喝，很甜，不比你龙都的差。桃花蜜哪有你甜啊？3日不见，龙司爵如今却是显得愈发的放肆，这一吻显得食髓知味。龙司爵突然忍不住想要的更多。也就在这时，娘亲，我们来了。娘亲，我们不是故意的，你们继续，这样我才能有妹妹。龙司爵黑了脸，他放下了怀中的月清晨，转身，一双眸子几乎要杀人。这2个臭小子竟然又凭空出现了。臭小子，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想娘亲了呀，所以来了。你们怎么进来的？我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爹爹娘亲，我们之前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长得特别丑的大婶，竟然想用什么蛊虫来害爹爹，所以我们就顺手将那蛊虫下到那几只狗的身上了。原来方才那杰作竟出自这2个小子之手。臭小子，以后不许在外头随便捣乱，知不知道？知道了。但是娘亲，如果遇到有人要害你，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一定不会放过对方的。我何其幸运，竟然拥有了这样的2个孩子。清晨，要不咱们再生一个？怎么了？我现在严重怀疑是不是有人冒充了你。若不然试一试，看看我是不是你的龙大。试试。岳清晨忍不住一拳砸在龙司爵心口。岳清晨只是轻轻的一砸，龙司爵却是闷哼了一声，似乎再度吃痛了。一张俊朗的脸也刹那之间似乎变得有些苍白。怎么了？疼吗？疼。我看看。要再亲一口。在他脸颊上落下一吻。果然，媳妇儿的亲亲是最好的疗效。谁是你媳妇了？当然是你了。我们还没成婚。我知道，清晨，等我将手头的事情解决了，我会给你一个举世无双的盛大婚礼，会昭告天下众人，你是我的妻。好，我也会昭告天下，你是我的男人。我们终于要有个妹妹了。清晨，我现在得走了，还有点事情要处理。怎么了？等我回来。龙6、龙7去解决了方才那个丑八怪，另外将小叶阡陌带回龙殿，好生看护，不得出任何纰漏。岳清晨也将花红枫送来的万年海域全部都吸收殆尽。或许是他的实力早已经达到地阶8级，万年海域的力量落下之后，竟然对他起不到多大作用。岳清晨不免有一些失望。院子之中，岳清晨随手翻着里头的书籍。龙司爵，
也已经离开好几日了，也不知他的事情到底处理得怎么样了。空气之中倏然传来了一阵阵浓郁的血腥味。龙大，脏，别弄脏了你漂亮的衣服。龙思觉的黑袍挡住了血色，但岳清晨还是看得出来，龙思觉满身都裹着血。是谁？谁伤了你？是不是锦夫人？生育的那句，我去替你弄死他。我没事，清晨，我不是锦夫人的儿子。岳清晨只当龙思觉是被锦夫人伤透了心，他不配当你的母亲。我的龙大是和天下最好的。你是在变着法儿夸自己吗？不过你说的对，你的确是天下最好的。我先替你疗伤。清晨，你知道吗？我是他跟老龙主捡回来的。你说真的？我以为你开玩笑。所以锦夫人与我不过只是路人罢了。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想杀了你。也好，本来我还真以为我有多失败，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那么嫌弃自己。现在也好。岳清晨看着这样的他，满目心疼。不顾龙思觉满身的血迹，轻轻地环住了他的腰。你才不失败，龙思觉，你比任何人都要优秀。龙思觉闷哼了一声，岳清晨这才想到他身上还有伤口，我替你疗伤。岳清晨在吸收完万年海域后，积压在体内的玄力终于在那久久归一的压迫之下有了波澜，这才有了突破。我家媳妇儿突然突破到了圣者了，我家媳妇儿可真是越来越给我惊喜了。小白，怎么了？小白趴在地上，口中低低的呜咽着。小白，你难道是要突破了？是的，他要突破了。小白虽然成功恢复好了力量，但是他的品阶一直都停留在1级神兽之上。伴随着岳清晨突破到了圣者境地，作为岳清晨契约兽的小白，力量也水涨船高，竟然是要成功突破了。小白，你等着，神兽若是想要进行突破，更是要渡雷劫，雷劫的力量十分恐怖，只怕小白这一次有的罪受了。龙思觉赶到这里的时候，注目的也是岳清晨正安抚小白的景象。他怎么了？他要晋级了，你怎么出来了？赶紧回去躺着。无碍，你让开，我来。虽然你这些时日没有遵守约定，又缠着我媳妇儿，不过看在你是我媳妇的契约兽的份上，我帮你一把吧。还是要远离这个男人比较好。不等小白有反应，龙思觉已经掌心轻动，一道道力量已经顺着他灌入小白的体内。在他即将要突破之际，已然是引得半空乌云遮蔽，四下的气压骤降。他知道天劫要来了，他的耳畔突然响起了龙思觉声声的低吟，半空一道道闪电急速而来。小白此刻已经一点点的变大，化作了本体的模样。龙思觉继续负手在小白背上，口中持续的低喊，雷鸣升起，一道道的闪电轰然劈下。若是按照常理，这些闪电定会是完全劈在小白的身上，可现在这闪电竟然像是砸偏了一般，砸落在了院子的角落。也就是在闪电砸下之后，小白体内的气息暴涨，这一刻他再也遏制不住了，口中迸发出了一声低吼。啊呜！在龙思觉持续的力量之下，小白整个身子倏然大了一圈，几乎要比之前大了 1.5 倍。好了，他的额上早已是溢出了细碎的汗。龙思觉，你方才那是？岳清晨回想着方才电闪雷鸣被砸偏的景象，引劫咒。所以说，之前我突破圣者之时，也是你做的。突破圣者理应也会受到雷劫，但是那道雷劫却并没有砸在岳清晨的身上。龙思觉俊朗如柱的容颜上全是浅笑。这个男人，他才是妖孽啊！他明明还受着伤，竟然替我将圣者的劫难给轻而易举的渡了。这么吃惊，莫不是很感动？若是实在是感动，亲我一口。亲他一口？本白虎大爷还在此，不害臊！已经渡完雷劫，再度化作了一只小猫的小白。小白，你会说话了？我突破到了2级神兽，2级以上的神兽是能说出语言的。原来如此。你方才说什么？我怎么就把心中所想给说出来了？这一下子完蛋了。没有。突破了呀！现在是2级神兽了，2级神兽的话，应该更好找对象。事实从外头，云想荣带着他的花斑小豹子过来了。美人师傅，方才我看到天空有异象，你们这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小白晋了个级。哇，小白又晋级了！小豹子，你看看人家多厉害！这只豹子当属猫科。好像是。龙思觉若有所思，小白愣在原地。龙主尊上，你是魔鬼吗？你怎么可以也有这种想法？主人，我以后再也不敢靠近你3尺远了，我走了。小豹子，你看看人家都会说话了。不过微毛小白好像要吃了你的样子呢。花斑豹子一脸的茫然，看着小白那踉跄远去的身影，龙思觉忍不住微微的扬起薄唇。岳清晨突破至圣者足足2日，体内的玄力终于彻底的稳固了。就在此时，岳清晨发梢上的破天弩倏然之间摇晃了起来。小丫头，如今你已经到了圣者了呀。
不错。还记得答应我的事情吗？自然。好，没想到啊，我还真没契约错人。小丫头，你的实力可是真出乎我的意料，你怕是我见过的人类之中天赋实力最强的了。不急龙大我说的是人类不算。你什么意思？残魂再未说话，只是话锋一转，你答应我的事情赶紧前去吧，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他正欲回答，破天弩之上却是陡然再度闪耀出了一道光亮。等岳清晨再度睁眼时，他已经落定到了一片荒地之外。去吧。这是何处？无缘禁地，你再往前走去便是。月丫头，一会儿我不能陪你去禁地，在无缘禁地的最深处混着一个人。月丫头，你要帮我从那禁地之中将那个人带出来。是什么人，竟然会让无声大地的残魂如此惦念？一个我欠了很多的人。总之小丫头，你一定要小心，等入了那禁地，我就不能再出现，不能再帮你了。小丫头，你怕了吗？我这辈子还没什么怕的。那就好，我过去了。丫头，进去之后就只能靠自己了。好，斗转星移，眼前的景象竟然是岳清晨在23世纪时的种种景象。无缘禁地，难不成是跨时空的禁地？门主云家跟其余几大家族都在外头等着见门主您呢。今日是门主您的大日子，他们都准备上了厚礼。是23世纪一直以来留在他身侧的老管家刘伯，是你？这是怎么了？门主，您之前受了伤，昏睡了很久，好不容易醒了过来，其余几大家族的人全都来这里看您了。这里的确是我曾经23世纪生活的地方，但不对，这应当是无缘禁地。小晨晨，你竟然被人攻击了，你吓死我了，还好你醒过来了。这个女人是他从前最好的朋友，亦是前世岳家最要好的合作伙伴云家家主。小云云，是你？是啊，小晨晨，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在那女子要碰到岳清晨的刹那，他身子猛地一个闪烁，岳清晨倏然从自己的金凤空间内取出了一把长长的匕首，毫不留情地刺入那身穿皮衣劲装的女子体内。小晨晨，你做什么？你不是小云云。一道剧烈的气流狠狠撞向刘伯，他们化作2道青烟，彻底地消散于空中。我终于知道为何无缘禁地可怕了，因为这里会制造出让人最没有防备、心底很柔软的那一处幻境，那些永远回不去、见不到的人的过往。就在他继续往前行走时，快看，那里有个小丫头。好几年了都没有人来陪我们，这小姑娘的灵魂一定很好吃。不远之处，一道道的神魂袭来。若能吃了这小丫头的灵魂，我们便会更加强大一些，到时候夺回自己的肉身，复活自己就指日可待了。神魂冲袭而上，岳清晨眸色凝重，掌心之间金光扫射而出。生者力量的小丫头，若是吃了它，咱们力量可更加提升。对，让开，倒是个有脾气的。我无意与你们作对，我只想来此找一个人。我奉劝你们休要靠近，让我带走了我要找的人后就离开。你来找人？找谁？难不成你要找我们女王？好大胆的小丫头，我们神音女王也容得你如此放肆？神音女王？没想到无声大帝让我来找的人竟是神音女王，可是神音女王怎会在此？当初女王陛下以一己之力护住了昆仑镜，付出的代价就是她的陨落和整个神音阁的覆灭，而这群神魂全是当年神音阁的人。当初在他们陨落之后，他们的神魂全都被一道奇怪的力量带到这片禁地里。这么多年来星河转移，他们早已经忘去时间过去了多久，只知道进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弄死了一波又一波，也吓疯了很多，一直到最近很久，再也没有一个人敢踏入这里了。臭丫头，竟敢打我们女王陛下的主意，你找死！原来你们都是神音阁的人，怕了吧？既然你们是神音阁的人，就更该听我的话，都退下，我不想对你们动手。他早已经得了神音女王的传承，岳清晨允诺过神音女王会复兴神音阁，帮助他守护昆仑镜。我们为何要听你的话？因为我得到了神音女王的传承。怎么可能？
岳清晨的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把看着很古老破碎的古琴，一声清脆的鸣叫瞬间划过整个半空，传递入了整个无渊禁地。这一声琴鸣安抚住了那些还在躁动着的神魂们。那是紫阳琴，一曲琴音从他指尖倾泻而出。这是神音阁最高境界，是只有神音女王才会使用的招数。琴音一出，枯木逢春，真的是神音女王的传承。女王陛下临终之前说过，他日得女王陛下传承者将会是我们神音阁的新主人。姑娘，是我们太鲁莽，请您饶恕了我们。您是我们神音阁的新主人，是我们神音阁的新的王。都起来吧，神音女王留下的规矩不可破。哼，我等冒犯吴王陛下，请吴王陛下责罚。那神音女王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了？为何能教出这等忠诚的弟子？哪怕是神音女王已经陨落多年，不知者无罪。你们方才那么做也是应当的，不需要惩罚。都起来吧。至此，那群神魂们这才缓缓起身。女王，您是要去看仙王吗？仙王就在里头。他上前去，看着椅子上摆放着的白玉质地的骨灰盒子，轻轻作揖，三鞠躬之下，神音女王，我既得了你的传承，定会如你所言，带领神音阁重新兴起，你便安息吧。半空之中似乎响起了神音女王温婉的声音。好，那就劳烦你了，我要带走他。好，能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神音阁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他的父亲应当与昆仑镜有关系，如今岳清晨更是肩负着复兴神音阁的重任。有一个大坏蛋跟女王抢夺位置，接近了女王，灭了我们整个神音阁。哦，是的，我们神音阁原是昆仑最大的势力，神音阁地位崇高。神音女王之所以会被称作女王，是因为她是我整个昆仑镜的女王。可是有一个人为了夺走女王的位置，不惜痛下毒手，灭掉了我整个神音，上至七老八十，下至婴儿，无一放过。神音女王耗尽力气，将我们的神魄封存在此，这我们有朝一日能被复活。那人是谁？他是如今昆仑镜的主人，他很厉害。有多厉害？尊者境地。尊者，等着我定替你们屠了那狗屁尊者。有女王陛下在，我们不怕。我们相信你。我要带神音女王离开这里，等着我会回来复活你们，带领你们重回昆仑镜，重新回到神音阁。我们等着吴王归来。我们不求复活，只盼吴王带我们重振神音，替先王复仇。等着我。当岳清晨闪出无渊禁地的刹那，破天弩上那道气息重新跃出。这么快？月丫头，你确定已经从无渊禁地出来了？出来了。那我要的人呢？你可是要找那神音女王？对，她死了，灰飞烟灭了。为了保护神音弟子、昆仑子民，神魂聚散，这里只有她的衣冠化作的灰尘。无声大帝懵了，灰飞烟灭了？怎么可能？他曾经给我留过话语，让我务必带着有缘人前往无渊禁地。他说他在无渊禁地等我。无渊禁地有上万道神魂。藏于岳清晨身上的紫阳琴倏然发出了一声悲鸣。月丫头，紫阳琴在你身上。原来阿姨你早就预料到未来的传承会出现在龙都。无声大帝，您节哀。岳清晨，你是神音女王亲自挑选的传承。是的，你既接受了传承，必须要肩负起责任。我知道。岳清晨，你须得完成阿音的遗愿，复活了他们。自然。你可知道吗？复活这些神魄方法。您说。岳清晨，你可知道这个世界都有什么？五洲大陆、龙都之外还有圣域，不过我知道圣域之外肯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你倒是透彻呀！圣域只是这冰山一角之中的其中一个。当初混沌初分，五洲大陆之上有圣域、灵域、妖域、魔域和天域、神域6大地方。这么多年来，各自相安无事，互不干涉。你可知道这个？所以呢，这跟复活方法有什么关系？当初为了让6域和谐，在6域划分之际，他们将一件宝物划分为6片，由6大地狱看守。你若是想要复活那群人，你就必须要拿到这些碎片，将碎片重新组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的神魄归于他们的身体。我总算是知道我给自己招揽了一个什么任务呢？去6大域找回那碎片，可真是长
长路漫漫啊。月丫头啊，你莫不是怕了？不，我是如今的神野女王，这是我该做的。好，月丫头，我也存在够久了，如今总算可以功成身退，破天弩就交给你处置。我要走了，我要去陪阿音了。我不该让阿音一个人在底下等我的。对了，月丫头，你的眼光不错，龙思觉他可是拥有神域的血脉，不过神域的血脉为何落到龙学院来？这点连我都很好奇呀。神域，他张开嫣红的唇，想要再问些什么，但是不等他说出一句话，无声大地那道白色的幻影已经散去，全然消失不见。月清晨的院子之中，娘亲，你去哪里了？娘亲，你是不是生我们气了？怪我们这些天不听话。没事，娘亲出去有点事情，解决了罢了。娘亲，你脸上怎么这么脏？远处一道黑色的身影倏然闪现而至。龙大，你知道神域吗？龙思觉很是温柔地将他脸上的尘土擦干净。知道，怎么了？那是什么存在？神域，那是比圣域还要厉害的地方。龙大，若是有机会，我倒是想去神域看一看。月清晨想看看到底是谁抛弃了龙大，想看看那神域到底是个什么存在。好，我陪你，不管你去哪里，哪怕是上天入地，我都陪着你。月姑娘，不好了，圣域来人了！圣域又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圣域的，我倒是要看看他们这次还想玩什么把戏。谁是月清晨？是我，请问有何贵干？遵圣上旨意，月姑娘实力卓绝，堪称我辈典范，特赐予月姑娘进入圣殿的权利。月姑娘跪下接旨吧。我拒绝。月姑娘，您是在开玩笑？这天底下谁人不想进入圣域？谁人不以进入圣域为荣？你竟不想去？谁说我不去的？我只是不想通过圣皇前去罢了。你这是不将圣皇放在眼中？回去告诉你们的圣皇，不需要这道圣旨，圣域我自己可以前去，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人。他何尝不知那狗圣皇根本没有安什么好心，之前才派了人前来杀他，现在又想让他去圣域，这居心简直不要太明显了。你月清晨，谁给你的胆子，竟敢抗旨不遵？本尊给的。你又是何人？本尊乃龙都之主，回去禀告圣皇，需要打清晨的主意，否则本尊誓不罢休。还不滚回去！记得告诉圣皇，月清晨是本尊的人。传旨之人，他正欲离开。什么？你们要对月清晨做些什么？回去告诉家言那老东西，小清晨是我罩着的，他要是敢伤及小清晨一根汗毛，老子定会去烧了他那狗屁圣殿。等传旨之人离去之后，月丫头，你怎么好端端的招惹上了圣域呢？龙思觉此刻表情如若冰山。嗨，月丫头，你别理会龙思觉那小子天天就一副臭脸对着我，你应该也受不了这小子吧？你别管他啊，他就是那副德行，一直冰山脸。老龙主，我那儿有上等的好酒，可愿随我前去？好啊。老龙主已经随着月清晨前往了他的院子。院落之中，老龙主对两个小家伙喜欢的紧，对他们又是亲又是摸。我儿可真是出息了，竟然播种一播就是俩。哎呦，瞧这话说的，怎么听着这么怪异？哎，月丫头，酒呢？酒呢？老龙主喝了一口，恼然。这哪里是酒啊？不过还挺好喝的呀。这是我特地为您炼制的，对您当年身上的伤是有好处的。你这丫头倒是机灵得很呢。您忘了，我说过会替您重新回到实力巅峰的。哎呀，我儿的眼光真是好啊。老龙主，龙思觉去过圣域了。什么？他去圣域做什么呀？他见了锦夫人。您应当知道，这么多年来，锦夫人一直都追杀龙思觉。我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疯子，她疯了。为何一个女人可以残忍到这样的境地？只因龙思觉是我收养的孩子吗？月清晨稍一探究，就已经探查出了老龙主的心思了，继续淡淡的说道：锦夫人已经告知了龙思觉他的身世实情了。什么？他说了？是的。片刻之后，这件事儿到底是瞒不住了呀。可我宁愿这辈子呀，他都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以龙思觉的性子，他定会去刨根问底，他定会去寻找他的身世。月丫头，你能帮我劝劝他，不要去找自己的身世吗？这怕是不可能。且不说其他，龙思觉的身世关乎神域，这么说来，小叶小莫的血脉也关乎神域了。便是我，也
也得了解一番神域，来防止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老龙主，您知道龙思觉的身世吗？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定非是凡人。思觉3岁的时候，龙都的花草枯萎了，他不小心割破了手指，一滴血就将那些花草全部复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不是一般的血脉。思觉5岁的时候，实力已经达到了军阶，5岁的军阶呀，何其的恐怖！所以我就知道他不需要我操心。我知道他5岁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将整个龙都交给了他。8岁的时候突破到了地阶，说来也惭愧呀，8岁他就比我厉害喽。月丫头啊，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喜欢留在龙殿吗？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一看到他，我就想起自己连他都不如。我虽然是心底也很骄傲，却总会想到自己是个废人了呀。岳清晨心下了然，他抬头看了一眼坐在远处树上的龙思觉。所以你们渐渐的越来越疏远，龙思觉还只当你很厌恶他。怎么可能？他是老子的骄傲。老子之所以不想留在龙殿，完全是因为自愧不如啊。停留在树上的龙思觉倏然起身，往远处而去。这么多年来，横在老龙主跟龙思觉之间的心结，应该可以解开了。不过月丫头，你务必要劝说龙思觉，若是他的实力一日达不到尊者，万不可探查他的身份。他像是被人蓄意丢弃的，而且他从小展现出来的天赋如此卓绝，足可见他的来头并不小。若是贸然前去寻找身世，只怕会是很危险。我知道他定不是我们下3域之人，这是当初我收养龙思觉的时候安放在他身上的，我一直都好生保留着。我本想保留一辈子，永远不交给龙思觉，现在看来也是不可能了。老龙主从身上取出了一个锦囊，老龙主这些年来也曾经想要将这锦囊打开过，但是锦囊的封口处封印着一层力量，老龙主根本打不开，怕是圣者力量的人也都无法打开，所以老龙主断定这锦囊的主人实力几乎已经达到了尊者呀，如此的实力，下3域几乎是无人抵达，整个6域只怕也只有上3域的人才有机会抵达尊者呀。岳清晨伸手接过锦囊。好，岳清晨，我方才似乎听你说你要去圣域。岳清晨微微颔首，原本他就想着前去圣域会一会圣后的，想着他将龙思觉弄成那般模样，岳清晨便怒从心起。如今又听无声大帝提起6域之事，我不得不去圣域了。哎呀，我原本以为我会有3个孙子的。放心，小叶小莫永远都是您的孙子，而且我们又不是不回来了。哦，真的吗？当然，您是龙思觉的父亲。岳清晨，那我等着了，等着你给我生第3个孙子。岳清晨又是忍不住的扯了扯唇畔，以后不要喝那么多酒，伤身。在我前去圣域之前，给你多酿造一些桃花蜜，留在这里。你若是想喝了，随时来取。小孩子不太喜欢酗酒的爷爷。岳清晨说的是小莫。岳丫头，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努力滴酒不沾，你可千万别一气之下不给我生第3个孙子啊。这第3个孙子还能不能过得去了？圣域跟龙都之间存在一道无形的屏障，若是实力抵达圣者，便可以自由来往于圣域与龙都。娘亲，我们要去圣域打老巫婆吗？我们去圣域事情有点多。还有什么事情啊？我陪着你，不管你去哪里，我都陪着你。龙大，你龙都事务繁忙，我一人去便是。10个龙都都比不上一个你。再者，这2日父亲回到了龙殿，会替我处理龙都事宜。岳清晨听到他提及父亲2字，龙思觉心里的那根刺彻底的拔掉了。那好，我们一起去圣域。娘亲，我们也要去。娘亲，我们可以去吗？当然可以。圣域虽是比龙都还要高一级的存在，但是圣域的各种格局看着也与其他地方无异。一家4口穿过结界来到集市上。娘亲，这里的空气好好闻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前来圣域的原因。圣域内的很多资源是外面没有的。比我们龙都还要厉害吗？不错。难怪那个老巫婆非要来圣域，原来是因为她很贪婪。再提到锦夫人，龙思觉仿佛真的只是听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罢了。不错。小叶小莫，天色不早了，咱们先去
去找个落脚之地。娘亲，我饿了，行吧？咱们过去吃点东西。好。少年清楚地记得，自从他出生以来，他便一直被视为低贱之人。这么多年来，他受尽族人冷眼相待，受尽各种屈辱。后来，少年从族中逃跑了出来，无意之间流落到了炼狱森林，并且在无意之间被人抓住，当做了怪物。少年本是将岳清晨当作自己的一根救命稻草，却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自己世界里的一道光。纳兰羚羊不敢不信岳清晨的话，唯恐再遭受反噬，他十分热切地打着招呼，一边说着，还一边吩咐手下将那少年送走。我不回去。不行啊，公子，你若是不回去的话，那可怎么办？我们将你从炼狱森林带出来，就有责任将你带回去。少年听着纳兰羚羊的声音，略一皱眉，却是再不看他一眼，而是慢慢地迈开步伐，坐在了岳清晨的跟前。谢谢。举手之劳。灭。什么？我的名字。那少年竟是自己斩下了自己额前的一根角。你做什么？少年却没有说话，而是将那根染着鲜血的断角用自己的衣服擦了又擦，随后将断角递了过去。岳清晨正欲拒绝，那少年却已经将断角放到了岳清晨的怀中。姑娘，以后我的命是你的，这个断角象征着我的忠诚，不管你在何处，只要你往这个断角上输入力量，我便会感受到，我便会到你身侧。我现在还有其余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先走了，多谢。眼看着少年离去的方向，看着自己掌心之中的那一根断角，嫣红的薄唇微微的抿起。娘亲，他好可怜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着角？我知道了，我之前在龙都的藏书阁内翻到一些书籍，好像在我们人族之外还有其余的种族。娘亲，刚刚那个叔叔长着角，想来应该是妖族或者魔族吧？爹爹，我说的对吗？不错，妖族跟魔族他们都在各自的地方，那里距离圣域很远。可是他为何会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妖族或是魔族的人怎么会到圣域来？哎呀，我知道了，刚刚那个叔叔看着又像人又不像人的，一定是他是2个域的人生下来的。龙阡陌那一日曾经翻阅过一本书，当时他看到了一些有关6域的消息。那本书上记载，6域皆是独立存在，不得相通，男女更是不得通婚，若是男女通婚生下来孩子，都会受到十分严重的惩罚。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龙阡陌还似懂非懂地询问了身边的龙七叔叔，龙七叔叔只是简单地告知他，跨种族不得通婚，否则容易生出怪物。所以现在想着之前那个少年奇怪的模样，以及这么悲惨的遭遇，龙阡陌瞬间猜测到了这一些。哇，小莫哥哥，你懂得真的好多呀！那是当然，谁让我是哥哥呢？说者无意，听者却是有心。岳清晨听着小莫说的这些，微不可见的眼底透出了些许波澜。跨域不得通婚，否则将会遭遇巨大的惩罚。龙司觉他有神域血脉，而我……岳清晨看向小叶小莫，这一刻指尖微微发凉。经过方才的事情，岳清晨吃着这些饭菜却是味同嚼蜡。这些饭菜不合胃口？还好，娘亲，你不喜欢这些饭菜吗？不是，没什么食欲，你们赶紧吃吧，不用管我。龙阡陌却像是突然之间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怎么了，小莫哥哥，你又知道什么了吗？娘亲，你是不是吃饭咽不下去？岳清晨扫了一眼儿子那突然满脸释放出来的兴奋，有些不明所以。是不是总想吐啊？岳清晨正准备回答，娘亲，你肯定是给我们怀了弟弟妹妹了。之前龙六叔叔的媳妇儿要生宝宝的时候，也是像你这样子，嚼不进去又吃不下。岳清晨几乎要一口水喷出来。天啊，娘亲，你连喝水都在吐，说不定这次又怀了2个，甚至是3个啊！嘿嘿，放心，儿子，没有，要有弟弟妹妹还早。那为什么娘亲食欲不振？娘亲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子的。没有，只是想到刚刚那个少年，替他觉得可怜。小叶小莫，娘亲永远都会保护好你们。娘亲，你今天突然变得好温柔，好多愁善感哦。龙司觉将母子3人完全的抱住。不要怕，万事还有我。好，无论何时，只要我们一家4口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是事儿。另外一边，父亲，3弟所中之毒是来自其余几家家族的毒，我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我之所以不敢宣传出去，是害怕父亲您去找他们算账，到时候您自己的安危也岌岌可危啊。你说的是真的？对。哼，好啊，他们竟敢联起手来要毁我穆家，毁我儿子，带上我的拜帖，
去寻找今日大街上那位公子和姑娘。3日之后，我穆家将会举办一场宴会，诚邀他们前来。老爷，您说宴会是什么宴会啊？3日这么匆忙？这老夫人2个月后的60大寿宴会，我现在决定提前给老夫人举办了。老爷，您确定吗？这件事这么突然啊？还不快去！穆宁染闻声，终于等到这一日了。娘亲，穆家要大办喜事吗？不错，那娘亲，我们要过去吗？可是那个穆大婶好像不是什么好人，要不咱们就不去了吧？去？怎么不去？今日不少圣域的权贵都会到场，圣殿甚至都有人会去。无声大帝说，这6个碎片分别释放在每个域内，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线索。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前去搜寻线索，去接触更可能多的人。我已经损耗力量给金凤图腾下达了任务，一旦接触与我的目标有关联的人，便会闪烁出光芒。所以这场宴会我非去不可。姑娘公子啊，你们总算是来了。穆家主盛情相邀，我们自然会前来捧场，怎可扫了穆家主您的兴？对了，令公子的身体可曾好些？姑娘，那日你给犬子的丹药，他都按时服用了，这身子骨的确是好了很多呀。那就好。这么说，那白衣女子就是将穆三少爷治好的人。等一会儿我得去找她，让她替杨儿治脚。纳兰双眸色怨毒地盯着岳清晨。道听途说的消息不可信，爹，那个女人出身低微，竟然只是个骗子罢了。你怎么知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怎么可能医术比穆宁染还高？爹，你别忘了，穆宁染是圣域公认的最年轻优秀的医师。纳兰双不认识岳清晨，也没见过岳清晨，但是看着龙思觉看向岳清晨闪露出来的柔情，纳兰双几乎要极度的发狂了。今日到场之人几乎都是圣域的大家族，岳清晨不着痕迹的用金凤图腾的占卜功能一一从他们身上掠过，想要搜寻出些许与碎片有关的信息，但到最后却是一无所获，神色略显失望。你不喜欢这些歌舞？一般般。若是不喜欢，我们便先回去。岳清晨微微侧过头来，正欲回答。三弟你怎么了？人群之外，穆宁染他的怀中正紧紧地抱着一个孱弱的身子。到底怎么了？爹，三弟方才站在那儿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倒下了，满脸起惊。穆振江握紧了拳头，而穆宁染突然看向岳清晨。方才三弟就是吃了一颗你给的丹药后就倒下了，您的丹药到底是什么？岳清晨轻轻叹息一声，准备前去替穆思成探查一番，却见穆宁染却死死地抱着穆思成的身子。岳姑娘，我穆家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非要这般的针对我们呢？我们原本以为你是真的要救三弟，现在才知道你是蓄意要毒害我三弟。穆宁染的一句话再度将岳清晨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人群之中，纳兰双看着这一幕，幸灾乐祸地扬起了唇畔。爹爹，你看到了吗？我就说这个人不过是个骗子罢了，骗得穆家家主将他视作了恩人，骗得龙思觉对他万般呵护，竟敢在圣域如此招摇撞骗，如今敢在本君主的眼皮子底下这般伤人，你这是不将本君主放在眼里？不错，纳兰双正是圣域的清廷郡主，他的母亲乃是圣皇陛下的亲妹妹。郡主殿下，您今日在这里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求你要替三弟做主啊！本郡主原本是看在穆老夫人的面子上前来参加穆老夫人的寿宴，谁能想到竟然会遇到这档子事。来人啊，将这个不知好歹的贱民抓起来，他在众人眼皮子底下竟敢行如此恶毒之事，实在是该死。你们想抓我？退下！我坚决不信这岳清晨会害我的成儿，否则当初大可不救穆思成，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呢？清平郡主，这是我穆家的家事，还希望郡主不要掺和。本郡主这是在替你们穆家抓人，你竟然如此不识好歹！清平郡主，对不住了，都给我退下！谁若是敢动岳姑娘一下，就给老子滚出穆家！纳兰双咬着牙冷哼了2声。岳姑娘，请你再救救我儿。好。穆宁然眼看着岳清晨走过来，你让开，别碰我弟弟！岳清晨随意地看了一眼穆宁然，长袖微微一动，将穆宁然的身子往外打退，一道金色的力量落在穆思成的上方。等岳清晨探查到了些许，岳姑娘，我儿子无碍，能救活。那好，那劳烦岳姑娘了。害我儿子的人，今日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岳清晨还在继续替穆思成治疗，这一次的毒是从头部入内，直接侵入脑部。下毒之人手法十分的精妙，对方几乎精确的算准了毒发的时间。摸约是半刻钟功夫，那毒素终于被逼出来。等这一切完成的差不多了，穆思成再度悠悠的转醒了。醒了，哎呀，醒了！岳姑娘，多谢多谢啊！穆老爷，现在信了我的话了。穆三少爷的病不是先天原因，他是中了毒。来人呐，将纳兰家跟明家的都抓起来，敢害我儿子，老子跟他们拼了！是的，今日这场宴会不过只是瓮中捉鳖，纳兰家的人跟明家的人全都大惊。穆家主，你这是何意啊？哼，一直以来对我儿子下毒，你们以为我不知道？穆家主，你胡说八道！虽然穆思成没死成，可是今日这3个家族到底还是动乱了。眼看着穆振江即将跟纳兰家跟明家的人抗争，穆家主，你还不知道吗？你抓错人了呀！穆振江，你这是什么意思？穆振江，之前我就说你怎么提前给穆老太太准备寿宴，原来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对我们下手。这岳姑娘啊，您这是何意呀？不如你问问她，你的好女儿做的好事，她自己应该知道。薛姑娘，我知道你一向看不惯我，我自问没有得罪你，难道只是因为圣皇陛下夸赞了我几句，能让你如此憎恨吗？父亲，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我是你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会做些什么呢？这一句父亲叫的可真是好啊！穆宁染，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你当女儿的姿态，就是将整个穆家推入万劫不复之地，就是将穆家的人残杀致死。你胡说什么？难道不是吗？穆宁染，一直以来穆三少爷的毒是你下的，原本你做的龌龊事我根本不想理会，与我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你错就错在3番5次将我拖下水。你休要污蔑于我！父亲，他在胡说八道！父亲，他嫉妒我，故意陷害我啊！这岳清晨，他乃龙主尊上看上的人，如此之人怎可嫉妒于穆宁染呢？穆宁染啊，我养了你18载呀，你为何要对我穆家下如此的狠手？父亲，我没有。住嘴！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早该怀疑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你给思成看的病。你既然发现思成中了毒，为何这么多年来从不想着给他解毒？穆宁染呐，枉费我多年将你当作亲生女儿看待啊！你口口声声说是会感恩，到头来就是这么感恩的吗？我真的没有啊，父亲，是他。娘亲，他怎么还在狡辩？他还口口声声的将事情都推到你的身上，真是讨厌。娘亲，你等着。随后一道无形的符咒掠过半空，束缚在了穆宁染的周遭。你们做了什么？哼，丑大婶儿，娘亲说了，小孩子不能说谎的。穆家主，现在你可以仔细询问了，这个丑大婶儿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穆宁染，我要听真话。穆宁染下意识的想要继续狡辩，可是不知为何，这一次他的嘴巴竟然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一般。没错，是我做的。穆思成身体里的毒，这么多年来是我下的，也是我故意挑唆你跟其余家族的关系，想要你们内乱。当真正听到这话从穆宁染的口中说出时，他整个人还是忍不住的一阵踉跄，几乎往后摔去。一直以来一直被大家当作神医的穆宁染，竟会是如此之人。为什么？你为何要这么做？哼，我穆宁染永远只要做唯一。父亲，你当初既然领养了，为何还要继续生呢？你为何要继续生下妹妹，再生下3弟呢？我既然要做唯一，我当然要一个个的铲除了他们。穆振江口中一口腥甜吐出，他断然没有想过，连穆二姑娘之死都与穆宁染脱不了干系。什么？妹妹也是你杀的？当然，那个妹妹一出生就瓜分了父亲母亲你们对我的宠爱，我当然要杀了他们，不然我怎么样才能做成穆家的唯一呢？可是啊，你们都该死！我杀了我那个妹妹后，母亲竟然没多久又怀孕，没办法啊，我只能将母亲跟3弟一起都铲除了呀。毕竟有人告诉过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还给了我毒药，那毒药只有纳兰家跟明家的人才有。穆宁染丝毫不觉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脸上甚至已经挂上了阴鸷歹毒的笑，这才是他的本性。周遭众人此刻一个个的议论不断，上头的穆老夫人早已经承受不住，被下人带回房间了。穆振江握紧双拳，恨不得当场杀了穆宁染。纳兰家的人跟明家的人也从未想过，一个丫头
竟然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存了这么歹毒的心思。穆夫人死的时候，这穆宁然应该才只有10岁左右吧。穆宁然，我们穆家到底哪里亏待过你？你好狠毒的心呐！你们没有亏待我，只是我要做人上人，我要做穆家最耀眼的存在。他们的存在是我的拦路虎，他们必须死。气急攻心之下，一口鲜血从穆振江的口中吐出。这便是人性，人性原来可以冷漠至此。穆宁然，方才说是有人教你的，那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你说是谁？穆宁然依旧是嘴巴不受自己的控制，就要脱口而出。他是。孰料正是这时，长空之中划过了一道尖利的声响。有东西破开长风而至，竟是直直的朝着穆宁然的喉咙刺去。龙思觉起身往前，生生将那道力量打偏了。看着那一道泛着黑色的烟雾，龙思觉垂眸，眼底缓缓溢出了几分杀戮与危险。而不远之处，一个背后挥舞着硕大翅膀的少年正半悬于空。没想到我这么多年来培训的，竟然只是一个废物，可惜呀！在龙思觉转头看向那里的刹那，本来悬空的少年身子微微一顿。龙思觉果然来圣域了，好，一家子都来圣域了，那就让我将你们一网打尽吧。这圣域是我的，圣域的天该换了。清晨，我去就回。好，等龙思觉离去之后，说到底是谁教你的？是谁给你了这些毒药？穆宁然很想求饶，很想拒绝，奈何他根本不能按照心里所想的说话。是一个神秘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是告诉我，只要我能够成功的挑起几大家族的纷争，他便会帮助我突破到地阶实力，会让我的地位在整个圣域尊荣无上，无人可比。穆宁然竟将我穆家人残害至此，该死！来人呐，将穆宁然拖下去！他亦要残害他的弟弟，杀死他的妹妹与母亲，如此之人，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拉下去处以死刑！这也算是报应了。小莫口中轻喃之余，小手微微一挥，将笼罩在穆宁然周边的那些真化符全都撤退。没有了真化符的穆宁然，终于可以畅所欲言了。不要，父亲不要啊！不是我做的，方才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有人控制了我。父亲，我怎么可能做那些事情？穆振江却是不愿意再多看一眼。这一刻的他，仿佛一下子老了10来岁一般。没想到，原来这么多年，竟是我们引狼入室了。穆家主，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就不用再想了。至少穆三少爷还是安然无恙的。月姑娘，这次多亏了你了，若非是你，穆某至今还被歹人所蒙蔽呀！还有成儿，若非是姑娘你，那成儿早已丧命，我们穆家便会家破人亡啊！也算是我跟穆三少爷有缘，所以才让我几次遇到他。不过穆家主，往后须得擦亮了眼睛，明辨是非。好，我知道了。这场寿宴原本是穆振江为了与纳兰家跟明家对抗而设下，最终的结果却是以穆宁染被抓告终。等纳兰家跟明家的人都离去，穆振江到底忍不住跪倒在院子之中，他看着西南方向，眼眶泛红，泪流满面。娘亲，权势真的这么重要吗？竟然让人迷了心智。明明穆家的人对那个大婶儿好到了极致，但是那个大婶儿却还是恩将仇报。不重要，但是人心可赌，不可尽信。小叶小莫，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叫《农夫与蛇》。好呀，我最喜欢听娘亲讲故事了。龙思觉紧紧地追上那道远处窥探的气息，嘉帘扑闪着硕大的黑色羽翼，急速地掠过长空，往远处而去。龙思觉还欲再追赶，但是在嘉帘跟前却是生出了一道黑色的漩涡。不等龙思觉靠近，嘉帘已经被那道黑色漩涡裹紧了进去，无复踪影。暗黑系的力量。想着嘉帘背上那硕大的黑色翅膀，再又想到景夫人一直想取自己的心头血来灌溉嘉帘，嘉帘莫非当真与暗黑系有关系？岳清晨为了探寻回魂灯碎片，
几次前去穆家，没有了穆宁染毒素的干扰，穆思成的身子倒是很快的好了起来。不仅如此，他的心智竟也逐渐的在恢复了。仙女姐姐，你又来了，这2日身体如何？已经好多了。仙女姐姐，你真厉害，我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这是我的宝贝，一般人我不会给他的哦。看着这个暗红色的锦囊，再看着穆思成那宝贝到极致的模样，他正准备拒绝，但穆思成却已经将那锦囊塞入岳清晨的怀中。岳清晨的手触及到那锦囊的刹那，金凤图腾瞬间闪烁出了极为耀眼的光芒。本来要归还锦囊的手，这一刻猛然一顿，回魂印的碎片有线索了。仙女姐姐，这是以前一个哥哥交给我的，他说里面有宝贝，至今都没舍得打开，要不我们一起打开吧？好，打开之际却是看到里头是一个印章啊，原来只是一个小木头啊。仙女姐姐，看来不是什么宝贝，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不是木头，这是上等冰玄木制作的印章。是吗？那你喜欢吗？喜欢。疾风，若是不错，应当是疾风佣兵团。金凤图腾闪烁的愈发耀眼，那架势就好像在迫不及待地向他宣示着什么消息一般。这是疾风佣兵团的印章。疾风佣兵团，我知道啊，那是我们圣域几年前最厉害的佣兵团。奈何在3年前的一场任务上，疾风佣兵团众人全都发生意外，非死即伤。一夕之间，曾经在圣域风光无量的高品兵团彻底的败落，成为了无人问津的低品兵团。岳清晨在离开穆家之后，便直接前往疾风佣兵团。我们愿意追随于你，只要能恢复兵团往昔的荣耀，要我们做什么那都可以的。岳团长，这印章您是如何得来的？你们老团长离世之前，将这印章交给了我的一个朋友，让他寻找有缘人。我一定要替老团长报仇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昔日最大的佣兵团怎会沦落至此？是其余的佣兵团，他们想联手，要吞并，还要想夺走疾风印章。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的消息，说疾风印章之内存有了部分的藏宝图，所以沈福话还没有说完，岳清晨总算是明白了，原来一切都是冲着这印章而来。原来如此，3天我会让你们恢复如常。就是他，母亲，就是他，是他，他抢走了你心爱的男人。不错，就是他。好，母亲会帮你。这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你。哪里来的野丫头，竟擅自闯入纳兰府？长公主殿下，是老爷让小的前去，请月姑娘前来给少爷。吓人的话尚未说完，混账东西，敢打断本宫的话，该死！今日乃纳兰老爷请我前来，长公主殿下并不欢迎我。既然如此，那我不留也罢。放肆！你竟如此藐视本宫，你好大的胆子！跪下，向本宫恭恭敬敬的磕个头。让开！你在开玩笑吗？本宫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本宫数到3，你若是不跪下，就休要怪本宫了。纳兰双他还假惺惺的说着，叶清晨，赶紧跪下跟我母亲道个歉，不然你的后果会很惨的。喂，纳兰双，赶紧让你母亲离我远一点，不然你母亲的后果也会很惨。你既如此冥顽不灵，那就别怪我之前没有提醒你。哼！3、4、5、6、7、8、9，长公主不用在我跟前卖弄，我知道你会数数，还劳烦您让让，您挡住了我的去路了。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硕大的身影撕碎阴云，踏空而来，那是一头硕大的七彩冰渊。母亲的七彩冰渊乃是一只最顶级的圣兽。母亲，让七彩冰渊杀了他！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先是勾引了我的龙主尊上，如今还对母亲您这般无礼，我不想再看到他。你的龙主尊上？我当然认识龙主尊上，他是我的表哥。小时候我们办过家家酒，他说过他会娶我的。叶清晨挑挑眉，会娶她？看来我得回去好好盘问一番龙思诀了。此时正在院子之中指导着小叶小莫修炼的龙思诀，冷不防的打了一个喷嚏。爹爹，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打喷嚏了？是不是感冒了？没事，你们娘亲想我了。真的吗？当然，还不加紧修炼，等你们娘亲回来了，看到你们实力突破了，肯定会很高兴的。那是不是娘亲一高兴了，我们就有小妹妹了？好像是这样，没错。小叶和小莫一听，两个人再也不敢偷懒了，继续投入到了修炼之中。龙思觉看着小叶小莫继续修炼的样子，不觉悄然扬起了唇畔。纳兰府，纳兰双高仰着头喊出了这么一句话。他本来以为自己喊出这句话后，对面的岳清晨会嫉妒，会有所反
反应，但怎料岳清晨却只是似笑非笑的挑起眉来。可惜啊，真是可惜。可惜什么？可惜你小小年纪竟就得了臆想症。纳兰霜，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就你这样子，你觉得龙思爵会看上你？看来你该去治病了。母亲，还在等什么？杀了他！快杀了他呀！冰儿，去抓住他，本宫要亲自处置。嘶吼之下，七彩冰渊抖得扑腾起了翅膀。这一刻，赤红色的火焰从他口中喷出，熊熊烈火将岳清晨完全的笼罩住，将他困于其内，让他不得往外踏出一步。可是母亲，这样会不会烧死他？我还想着把他扒光了丢到大街上去呢。好，我会留下他一口气。冰儿，先回来。那烈火却是越烧越旺。冰儿，别再烧了，先回来。烈火还在继续熊熊燃烧。七彩冰渊停顿在原地，仿佛没有听到长公主的话。够了，冰儿，回！却在这时，半空之中划过了一道猛烈的风。之前那燃烧在岳清晨周遭的熊熊烈火，陡然之间汇聚起来，幻化作了一道硕大的火龙。火焰竟调转方向，朝着长公主跟纳兰霜而去。怎么会这样？你在做什么？七彩冰渊顿在原地，他很想出手，很想动作，可是不知为何，从七彩冰渊的跟前，一道奇怪的力量扑面而来，几乎将他整个身子都包裹住，让他无法动弹。该死，该死！他见七彩冰渊还是没有动作，彻底的气急败坏了。掌心之中一道光芒闪烁，朝着七彩冰渊身上劈去。被劈了的七彩冰渊停在原地，浑身依旧是在颤抖。放心，冰儿，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公主不会再伤害你。去吧，本公主相信你一定可以抓住那个臭丫头。七彩冰渊的身形颤抖2分，他有些忌惮地看了2眼长公主。圣者，根本奈何不了他呀！养了你这么多年，竟还是养不输。眼下看着长公主那道惊雷斩的力量，七彩冰渊彻底的惧怕了。但是与往常那般撕心裂肺的疼痛不同，取而代之的是长公主那声痛苦的嘶吼声。方才正准备对付七彩冰渊的母亲，却是被那道惊雷斩再度反噬了。母亲，母亲！你竟敢反噬我，我要弄死你！七彩冰渊他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长公主那道攻击正欲再度落到七彩冰渊身上时，怎么，长公主殿下还没吸取教训吗？还想要被再反噬一次吗？他们只当岳清晨被烈火围困，根本翻不出什么花来，所以方才一时之间没顾得上岳清晨。可是这一刻，这烈火对他而言仿佛完全不存在一般。原来是你搞的鬼！岳清晨看着七彩冰渊，疼吗？我可以帮你与他解除了契约，你可愿意？你胡说什么？岳清晨则是目不转睛，继续看着七彩冰渊。但是若是想要解除契约，需要经受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你若愿意，我现在便可帮助你。七彩冰渊几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又如何？这么多年来，我什么苦没受过？好，你难道不知道契约受判主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本公主将你灰飞烟灭，想永世不得超生。长公主口中开始念着这口诀，口诀并未生效。在岳清晨的阻挡之下，七彩冰渊却一点事情都没有。怎么会这样？这个白衣女子似乎很不好惹的样子。一只兽一旦与人类契约，那么非死不得解除这个契约。但是岳清晨无意之间却是得到了一种功法，只需将体内的血液逆行，只需将每一根骨头重组，将灵魂进行洗涤，那么契约自然可以消除。只是这个过程将会遭受巨大的痛苦。阵阵光芒笼罩在七彩冰渊的身上，开始进行着流程。七彩冰渊因为疼痛再也遏制不住了，口中发出了撕心裂肺的鸣叫声。夫人到底怎么了？众人听令，前去撞开这结界，大家快上！谁能先破开这结界，公主重重有赏。如何？可能承受得住？继续。好，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了，你要挺住。母亲，她到底在做什么？故弄玄虚吧！你目无本公主，重伤本公主在先，屠杀本公主的圣兽在后，你该死！有本事你就一辈子待在那结界之中，永远不要出来，否则你出结界之日便是你的死期。岳清晨方才闭着眸子在净化七彩冰渊的灵魂，这一刻他已经将七彩冰渊的灵魂净化之后，让他重新归位。四周的结界这一次破开了，方才看似还奄奄一息的七彩冰渊缓缓地从地上飞身，盘旋上了半空。七彩冰渊的身上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别嚷了，我出来了。岳清晨高高在上，整个人站立在七彩冰渊的身上。
冰儿，去吧。七彩冰渊似乎真的脱离了母亲的控制，母亲怎么办？竟然想对我的恩人下手，简直不可饶恕！长公主猝不及防之下，急速往后退去，七彩冰渊却是紧追不舍，一只爪子从地上拽起长公主的衣领，另外一只爪子则是拽起了纳兰霜。宁童叔叔，救我们！如虹的剑气闪耀而出，直刺向了远处的七彩冰渊。七彩冰渊见状，急速闪身后退。纳兰霜跟长公主全数被七彩冰渊手中救下。宁童叔叔，这个畜生疯了！这个畜生在对我们下手！怎么回事？宁师兄，冰儿她脱离了与我的契约了。这怎么可能？到底是何人所为？七彩冰渊听到纳兰霜怒骂岳清晨，愤怒的再度扑扇着翅膀。他虽然未曾与岳清晨契约，于七彩冰渊而言，岳清晨便是他的再生父母。竟然真的脱离了契约了，听话的畜生就不该留下。宁师兄，杀了他吧，他这么不听话，留着也没用了。也好，正好我需要一颗圣兽的晶石来助我修炼突破。他使出龙吟剑，直冲七彩冰渊的命门。七彩冰渊以为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了，一道力量砸落在龙吟剑之上。这七彩冰渊是我护着的，谁敢动他？师兄，就是他将我伤成这样。他将母亲的七彩冰渊解除了契约，还害得我们差点身败名裂。你要为我们报仇呀！好生狂妄的野丫头，哼！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大叔，你确定要跟我比能耐？宁兄啊，此事怕是有什么误会。臭丫头，今日我要取你双手前来谢罪。迷雾缭绕，挡住了里头二人的景象。母亲，那畜生现在身受重伤了，可以去杀了他了。这次没人能救得了你了。却是这时，从身后的迷雾之中，倏然出现一根银色鞭子，迅速将长公主完全的裹住，直叫长公主再也无法动弹。怎么会这样？宁师兄他可是地阶巅峰啊，他怎么可能不是那野丫头的对手？你竟弄坏了我的衣服，要被取走双手谢罪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你敢断了我的手啊！可惜了这上好的料子啊！这个衣服算是龙思觉送给岳清晨的礼物之中他最是喜欢的。看着这衣裳破了，他满是心疼。你说你的10根手指赔得起吗？好大的胆子！我乃长公主殿下的师兄，是炼兽堂未来的传人。哦，你是说那个被我困着的女人吗？不好意思，你那长公主殿下我还不放在眼里。今日便是圣皇来了，敢触犯到我都照打不误。至于你炼兽堂，你倒是提醒了我了。你若是安分守己，今日之事或许我便既往不咎，若不然，那我就去你炼兽堂找赔偿。此刻七彩冰渊身上的伤已经更加的重了。跟我走，你愿意吗？他忙不迭地点着头，宣示着自己的主张。好。岳清晨将药物洒在了七彩冰渊的身上，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那伤口竟然缓缓地结了痂。小冰，我们走。长公主殿下记好了，万事因果循环，什么样的因造就什么样的果。岳清晨言下之意是，今日这完全是长公主自食恶果。思及方才纳兰峰替他说了2句话，我这人一向恩怨分明。纳兰家主，你不是要想让我替你儿子治腿吗？这瓶药粉按照上头的说明撒在你儿子的腿上，你儿子会慢慢恢复的。他到底是谁？到底是何人呢？我也不认识，师兄，他的实力怎会在你之上？这丫头不容小觑。那该如何是好？我知道他靠着手段迷惑了龙都的龙主尊上，母亲为今之计只能求助于圣皇陛下了。这就是七彩冰渊，这只圣兽的实力几乎已经在圣兽的巅峰了。好漂亮的羽毛，跟彩虹一样。小莫，你喜欢吗？喜欢呀，这只小鸟好好看。好，冰儿，你可愿与小莫契约？七彩冰渊分明有些迟疑了，他真的是怕极了契约。曾经与长公主契约的那些年中，他几乎遭受了有生以来最恐怖的虐待。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小莫与那长公主不一样。你不愿意跟我契约吗？为什么呢？是小莫不讨人喜欢吗？所以你不喜欢我？小莫，不是的，冰儿之前被人类伤过，所以他有些不相信人类，他不是不喜欢你。真的吗？那小鸟，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会把你当做我的亲人的。七彩冰渊往后退去2步。算了，娘亲，小莫不强人所难。龙思觉站在一旁，眼看着儿子十分的难受，指尖忍不住动了动。若是按照他的性子，定会上前去强迫七彩冰渊契约于小莫的。却是这时，那一直定定的
地看着小阡陌的七彩冰渊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等走到了小陌的跟前，轻轻地舔着小陌的小脸。冰儿，你肯契约了？七彩冰渊点点头。是的，我肯契约了。第一次遇到能够愿意跟我平等对待的人类。好，开始替小阡陌跟七彩冰渊契约。等与七彩冰渊的契约落下，小叶弟弟看到了吗？我也有契约兽了，我的是一只小鸟。有我这么小的鸟吗？小汪，你以后有玩伴啦。我记得这鸳鸯是一对儿，我们如今七彩冰渊在此，那七彩火鸯呢？小汪的心底大为疑惑，却也只是刹那，所有的疑惑全都被他们的喜悦给冲散了。圣域的城中，那还请杨会长恢复我们疾风的任务资格。这件事乃工会各位长老一同决定的，我即便是会长也无法断绝。况且这整整3年，疾风未曾接过一个正常的任务，无人信服疾风，除非什么？除非能完成一个我们工会指定的任务。说说。炼兽堂发出了一个任务，炼狱森林有一只神兽蛋，想让我们前去探寻，但是这任务不少佣兵工会都接了，都失败了。若你们能够完成此任务，非但有高额的赏金，我们工会便会昭告天下，恢复你们5大工会之一的资格。杨修林，你在故意为难我们。神兽蛋这个任务已经被发布有将近5年，5年之内无数人前去炼狱森林深处寻找，要么无所收获，要么发生意外。我们3年之前便是因为这个任务才变成这样，你如今是故意刁难，这是我们工会的规则，无人可破。他们还要说话，一旁好，这任务我们接了。神兽蛋即便不是为了这任务，我也得去瞧一瞧。我们若能完成任务，必须要恢复疾风佣兵团的身份。姑娘，你且放心，我定会昭告天下，称你们疾风佣兵团接下了炼兽堂发布的任务，有天下人作证，我们不会出尔反尔的。杨修林的脸上挂着些许怪异的笑，岳清晨扫了一眼他，却也不拆穿。杨修林是笃定了我们完不成任务，如此好，一言为定。月姑娘，你为何要答应他们？那炼狱森林恐怖得很呐！有多恐怖？那很多人有去无回，众人只敢在森林浅处行动，所以那森林被称之为炼狱森林，因为它就像炼狱一样啊。像炼狱而已，还不是真正的炼狱。更何况便是真正的炼狱，若是有我想要的东西，我也不怕。疾风众人原本还想要劝说一些什么，但是在看到岳清晨这般模样之后，所有的话都戛然而止。哦，对了，月姑娘，这2日我能够隐隐约约的看见光了。我也是，身上的伤口竟然开始发痒。好现象，再过2日，你们的伤口会慢慢恢复，会让你们变得跟常人无异。跟常人无异？众人闻声，一个个的心潮澎湃着。好好养身子，炼狱森林我自己去闯，未来的路还很长。以后誓死追随月姑娘，誓死追随她。龙思觉垂着头，看着怀中的女子，忍不住一阵心猿意马。可是他再度想到了什么。清晨，这么多年委屈你了，这5年苦了你了。你一个人带着小叶，怕是受尽了冷眼。还好，没人敢对我冷眼相待。我怎么就忘记了？小清晨他可是诗月领主，谁人敢冷眼小瞧了他啊？清晨，从圣域回去，我们成婚吧。我等不及，想要给他们生弟弟妹妹。弟弟妹妹？龙思觉察觉到了岳清晨的异常。怎么了？你不愿意？岳清晨淡淡摇头，不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好，我等着你。龙思觉欲言又止。龙思觉一直觉得这些时日他似乎有些心事。告诉我，我们一起承担。好，你还记得小莫说的6域吗？龙思觉挑眉。若我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域呢？如今我的身世尚且不明。原来你在担心这些。你且放心，你若是魔，我会为你堕魔；你若是神，我必为你努力成神。不管我们身世如何，清晨，你要记住，我永远追随于你。地狱之分永远不可能是我们之间的阻碍。他真的固执的可怕，他甚至可以为了一个破天弩去取出他的心头血，只因我的一句喜欢。好，我也是。龙思觉是神族血脉，那我也会努力修炼，让我自己有踏入神域的一日，让我为神域所容，与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让小叶小莫也光明正大的存在于世间。龙思觉低着头，轻轻低下头去，在岳清晨的额上落下了一吻。爹爹跟娘亲可能不是来自同一个域吗？所以暂时不给我们生妹妹了。对了，明日我要去一趟炼狱森林，你在这里陪着小叶小莫，我去就回。我随你去。小叶小莫2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爹爹娘亲，你们快去吧，不用管我们。看着突然弹跳起来的2个孩子，岳清晨忍不住的扯了扯唇。真的，爹爹娘亲，你们不用管我们了，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娘亲，我的实力已经到了地阶，基本上无人能够奈何得了我们了。岳清晨摇头，他自是不敢将他们放在家里。这样吧，爹爹娘亲，你把我们送到穆家吧，我想跟穆斯城玩也好。炼狱森林之行极其的危险，岳清晨
不可能将小叶小莫带去，若是放在穆家，倒也让他放心了。那爹爹娘亲还等什么？我们赶紧去穆家呀！叶清晨安置好了小叶小莫，便与龙思觉一道往炼狱森林而去了。看来前来这炼狱森林的人还是不少。不错，走吧，咱们进去。龙思觉怀抱着小白一路往前，等突然踏入炼狱森林之后，小白猛然之间精神抖擞起来。小白可是感应到了那颗神兽蛋？对，的确是有神兽的气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我知道，是什么？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只小母猫。这些天来，我一直都想跟着主人，可是龙思觉这个我不敢啊！我啥时候可以跟着主人啊？也未尝不可。真的吗？太想念主人的怀抱了。那臭男人有什么好的？还是主人身上香香。小白正要钻进去岳清晨的怀抱，现在可以考虑给你动个小刀子，你就可以了。小白下意识地夹住双腿，悻悻然地回到了龙思觉的怀中。魔鬼啊！什么人呐，这么不长眼，竟然半路来劫杀，好没意思啊！看着突然出现的他们，等很久了吧？这群人正是杨修林派出来的人马。人都到齐了吗？应当是来齐了，也好，省得浪费我的时间了。只看到一阵阴风掠过，不过是一会儿的功夫。说是何人派你们前来？是佣兵工会的会长啊！杨修林，好得很。我说姑娘，饶了我，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啊！好，我给你个痛快。此时此刻是杀戮。哎呦，原来是杨会长。杨会长此次大驾光临，不知有何事情啊？穆家主，不瞒你说，此次前来我们是为了找2个人。哦，这2个孩子今日会长要带走。杨会长，您怕是误会了，这2个不过是奶娃娃罢了，杨会长要他们干嘛呀？这么说你不肯？哎呦，杨会长，这2人乃是我穆家的贵客，若是……一群人将整个穆家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杨修林，这2个只是孩子，你到底要做什么？我警告你啊，今日只要有我一条命在，你休想将他们带走。叔叔，你不要伤害穆爷爷，我们跟你们走就是了。穆真江一惊，就想要说些什么，但小莫却在这时以神识传话过去：穆爷爷，你别怕，我们不会有事的，听我们的。这2个小公子不是一般人呐，这是。思及此，穆真江决定静观其变。到底只是不谙世事的奶娃娃，过来，否则我现在就杀了周边的人。叔叔，你确定不会伤害穆爷爷跟其余的人哦？当然了。那好吧，我们跟你们走，你让四周的这些人退下吧，他们好恐怖，我们好害怕。龙千墨看着小叶弟弟这般装模作样，忍不住想笑。好，过来，你们随我走。 2个小公子啊，我……周遭的杀手瞬间朝着穆振江涌过去。穆振江到底是实力不敌那群人，只3两招之下就已经败落，眼看着那些杀手们就要出手。穆爷爷，对不起，我们先走了。小莫缓了缓神，再度传声而去。放心吧，穆爷爷，我们只是想去看看这个佣兵工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完好无损的回来的。这佣兵工会我们尚且不放在眼底，放心，不要担心我们。怎么突然觉得我的关心似乎是多余的呀？想到这里，往后退去2步。这才识相，穆振江，你会知道的。不与我们佣兵工会为敌，这是一件多么明智的决定。炼兽堂很快就到了，林大师，人已经带到了。杨会长亲自出马，果真是名不虚传。此时的宁通10根手指已经全部被接上了，虽然还未完全痊愈，但看着已经好了个七七八八。宁大师，您不是说要杀了他们吗？赶紧的吧，我巴不得他们死得很惨，看他们那娘亲伤心欲绝。别着急，咦，这怎么可能？宁大师，了。若是不错，这2个孩子竟然有一个是先天圣体，至于另外一个，虽然看不真切，那体质似乎也是极其罕见，万年难得一见呢。我正愁想要练出一个高级圣品的法器缺少原材料，现在看来你们倒是很合适啊。所谓炼兽堂，表面虽然是驯兽工会，
实则以宁通为首的一小部分人，背地里却是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抓来圣兽，不但取走他们的晶石，更是抽出他们的脊梁骨或者是其余骨头，以此来炼制出法器，随后又将这些法器高价售出，以此来谋得暴利。臭小子，你们的娘亲断了我10根手指，你们就以自己的命来赎罪吧。可就在他快要靠近2个小家伙的刹那，从他们的身上陡然传出来一道奇怪的气流，将宁通阻挡住。想拿我们的命来赎罪，想拿我们的骨头来炼器，就凭你吗？小莫哥哥，你说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呢？好巧，我也会炼器，但是还从来没有试过用人骨来炼器呢。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想尝试用他们的人骨来炼器？岳小叶故意夸张地惊呼道。龙千墨不置可否，我现在就好好教教你怎么才是炼器。在宁通攻击过来的刹那，小莫的2只胖嘟嘟的小手悄然一挥，宁通所有的动作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什么？这小家伙实力竟已在地阶？这2个小家伙未免恐怖到了极致。如何？我的符咒可还能奈何得了你？如今小莫的符咒师水平亦是可以轻轻松松的与宁通的地阶3级对抗。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你方才说你的10根手指是被娘亲斩断过的。你想做什么？娘亲既然将你的手指斩断了，你这样贸然将手指接起来，若是被娘亲看到了，娘亲会不高兴的。你要做什么？你别过来！我放了你们，今日之事当从未发生过。你们走，走啊！一道气息从小莫身上闪烁而出，朝着宁通的食指前去。10根之前才被接好的手指，这一刻尽数斩落。杨修林下意识地转身，想要离开。就这么想跑吗？不可以哦！道符咒围困在杨修林跟宁通的周身，将那2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大功告成！冰儿，你怎么出来了？自从跟小莫契约之后，七彩冰渊就已经化作了一只小鸟，藏在龙千墨的袖子之中。这里就是曾经困了我很久的地方啊！当年是宁通抓了我，后来为了讨好长公主佳姐，宁通将我送给了佳姐，一送便是这么多年。当年七彩火渊被一同抓来此处，火渊他还在吗？冰儿，你在找东西吗？冰儿忙不迭地点着脑袋。别着急，我陪你去，慢慢寻找。这些树竟有了灵力，不是灵气，是妖气。妖气应当是存在于妖域的，好端端的这些树竟染上了妖气，带有杀伤力。藤蔓再度抽枝过来，不偏不倚地朝着他们冲过来。退后，休要招惹我们，否则后果你们承担不起。一群树枝竟然调转方向，全部都奔向岳清晨。放肆！原本还肆无忌惮地上前的树枝们全都被炸开。若是不怕死，你们大可以继续过来。空气之中残留着阵阵的滋滋滋的声响，几乎是这一片所有的树木全部都伸出了枝外。不知死活的东西，一黑一白2道身影背靠而战，他们双手皆扬起，掌心之中滔天的气息闪烁，朝着四方而去。藤蔓们见岳清晨与龙思觉袭来，意欲抵抗。巨大的爆破声之下，那一棵棵树却是从根部被砸开了。随着前方数10棵树木的轰然倒塌，身后的一群树妖全都停下动作，他们染了妖气，都有了自己的意识。让开，我不喜欢别人挡道。原本还嚣张到极致的树妖，眼下急速地往后退去，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道。正当这时，岳清晨手腕上的金凤图腾释放出了很是耀眼的光芒。发现神兽蛋了吗？不，有一道很奇怪的力量。岳清晨正要询问，却是此刻半空之中一道强力直冲而来，红光漫天，将这整片树林全部都遮蔽住。是妖之力，在那里，妖之力是从那个方向传来。走！不知不觉，他们抵达了一个洞口，妖树与妖草都见有人前来，就欲前去对抗。让开！竟是吓得那妖树们亦是连连后退。岳清晨与龙思觉步入山洞之内，随着有人靠近，妖心之魄的力量愈发的强大了，甚至于在岳清晨他们继续靠近的时候，从那妖心之魄的源头之处突然释放出了一道妖火。眼看着妖火覆盖在他们周围，龙思觉却也不恼，刹那之间，跟前竟然是一道道冰块从半空之中凝结起来。元素师，龙大，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那一块块的冰块已经将妖火全部覆盖住了，明明是遇物化物的妖火，却被元素冰块封印住，再也无法往外溢出。我会的还很多，你都会见识到的，毕竟我是你的龙。妖心之魄还在持续发力，但到底是力量不足，被龙思觉的元素之冰封印着。妖心之魄到底停止住了红光。里头那玩意儿好像挺有意思，你喜欢吗？若喜欢，我去给你拿来。不用，我自己去。去吧，你喜欢的取回来。龙思觉说完，仿佛在命令妖心之魄。休要再胡来！岳清晨颔首，步步前去。龙思觉与岳清晨在取到了妖心之魄之后，便不愿久留。
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个妖心之魄对于他们来说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或许是妖心之魄的力量被收回，周遭那些方才吸收了妖力长得巨高的参天大树回到了方才初见的模样。这妖心之魄有何用？妖心之魄只有妖域的人方能将之吸收，不过它似乎跟你有缘。龙思觉虽然用元素力将妖心之魄驯服，但是那妖心之魄对岳清晨未免也太过友好了一些。是吗？确定不是欺软怕硬的东西？透明的妖心之魄上猛地往外散射出了极其耀眼的红光，从里头一个长着2个小触角的小东西钻了出来。才不是，人家从来不会欺软怕硬，人家只是喜欢美女罢了。嘿嘿，你是我这么多年，不管是在妖域还是在圣域，见过的最好看的活物，所以我愿意跟你走。唉，感情这小玩意儿还是只颜控。至于龙思觉，他冷厉的眸子化作了刀子一般射了过来。这个男人的元素力可以控制住我，好恐怖。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公的还是母的？什么是公，什么是母呀？你喜欢我是公的，那我就是公的；喜欢我是母的，那我就是母的。美人，你喜欢我是什么呀？不管你是公的还是母的，不许亲。龙大，你吓到人家了。你是本尊的，无论任何人、任何物种都不能这么靠近你。你的脸、你的身子都是本尊的。不亲就不亲了，好爸爸。没事，别怕，他开玩笑的。小家伙迅速地跃上岳清晨的掌心。你是谁？我是妖心之魄凝结成的妖灵体，你可以叫我小妖。美人儿，你是公的还是母的？唉，瞧这话说的，我家主人当然是女子，天底下最美的女子。女子，那就是母的了。美人是母的，那我也要做母的。小妖的身形猛然一阵旋转，而后小小的身子重新落定到了岳清晨的大掌上。以后我就跟美人一起都是母的啦，我也会跟美人一样漂亮的。母的灵体乃是世间最纯的力量汇聚而成的活体，可以自己选择属性。在确定它变成了一只雌的灵体之后，龙思觉眼中的警惕稍稍散去几分。美人，我可以一直跟着你吗？瞧着岳清晨头上别了一个破天弩幻化的簪子后，他灵机一动，红艳艳的花瓣显得是那般的妖艳。美人，我美吗？好看。美人夸我了，美人夸我了。美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呀？我们来找神兽蛋。神兽蛋，我知道，那颗蠢蛋都在那里放了好久了，这么多年来跟吃死蛋一样，我都快忍不住把它给炖了吃了。你知道神兽蛋在哪里？当然知道啦，你跟我来。是青龙蛋。没想到在当年历经劫难之后，青龙竟然重新回到了元婴形态，变做了一颗蛋。青龙肉一定很好吃，那我还是等它孵化出来烤龙肉吃吧。你敢？烤猫肉应该也蛮好吃的。本白虎大爷不跟小屁孩一般计较。神兽蛋似乎还暂时没有出世的迹象，岳清晨将神兽蛋丢入自己的金凤空间内，转身带着小妖等准备离开。走吧，去穆家接小叶小莫。诸位，此番前去，不论生死，势必要将那2个小公子给我带回来。是。2个小公子，小叶小莫怎么了？小叶小莫人呢？出事了。哎呀，月姑娘，你回来了。哎呀，是我不对啊，我没有阻止2个小公子，任由他们被佣兵工会的人给带走了。好个杨修林，我本想饶过你一命，可你竟敢对我的儿子下手。月姑娘，我们随你一道过去。不必，我自己的账我自己去算。正当他们即将抵达佣兵工会的时候，半空之中一道七彩的光芒倏然之间闪烁而来。小兵，你也来了，是不是小莫出事了？小兵，快，最快的速度抵达小叶小莫所在之处。那些是什么？是各种兽类的内脏与骨头。小莫哥哥，我们出去吧。小叶看着周遭的景象，只觉得自己内心很是不适，阵阵扑面而来的腥味几乎让他作呕。小莫正要应答，目光却是瞥见了远处一个笼子之中的东西。小叶弟弟，你看那只大鸟像不像冰儿？好像，真的很像冰儿啊。小叶弟弟，你快看，这只鸟跟冰儿真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脖子上的皮毛不相似啊！难道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双生子？不对，他们是一对儿，自古鸳鸯是一对儿出现的。若是没错的话，它应当是冰儿的另外一半。冰儿是有一个配偶的，我好几次都看到她黯然神伤。真的吗？那我们把她带出去吧，她是冰儿的媳妇，冰儿看到她一定很开心的。好，龙千墨跟小叶说罢，
开始呼唤着地上的七彩火秧，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叫唤，七彩火秧都陷入昏睡，苏醒不过来。这七彩火秧的晶石已经被取走，非但如此，七彩火秧满身都是伤痕，下腹之处肋骨被取走了数根。此时的他不过只剩下了一口气，苟延残喘。冰儿带着爹爹娘亲回来了，爹爹娘亲来接我们了。宁通，你竟敢动我儿子！宁通，我给过你机会了，你却如此不知好歹。哼，你不能杀我，你若是杀了我，你那2个就再也出不来了。哼，一个破笼子罢了，还能永远关着人？美人儿，那2个特别好看的小孩子是你的儿子吗？我去给你帮他们把笼子打开。那被宁通自认为世间无人可破的笼子，却生生的被小妖从一圈割了开来。美人，我厉不厉害呀？七彩冰渊站在远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鸣，随后飞入了已经半破的笼子之中。那是七彩火秧，是我以前的配偶。娘亲，那是冰儿的媳妇儿，火秧受了很重的伤，快不行了。娘亲，她会死吗？放心，有娘亲在，她肯定会没事的。好，其余各个笼子之中，所有的兽类情况都不太好，手段残忍如斯。宁通，你禽兽都不如。哼，弱肉强食，这些不过是一堆畜生罢了。而你连畜生都不如。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你要做什么？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是炼兽堂未来的堂主，你岂敢动我？你自己尝尝这滋味吧。你敢！自己制作的笼子怎么能够自己不体验一番呢？不要啊！龙大，带孩子们跟火秧先出去。此时的宁通已经被笼子之中各种残忍的方法全都经过了一遍，奄奄一息。不关我的事，月姑娘，不关我的事啊！杨修林，我把神兽蛋给你带回来了。月姑娘，你放心，我会替疾风佣兵团证明我们之间一笔勾销了。你把我儿子抓来这里的事情这么简单就可以勾销得了吗？姑娘，我不是诚心的，请你放了我。道歉有用的话，要律法做什么？娘亲，好了吗？好了。离行之际，小妖的口中喷出一把烈火，灼灼烈火将挂在笼子上的宁通烧了个精光。是月姑娘，月姑娘回来了。哎呀，月姑娘，这些事给你们带礼物回来了，这些兽类人手一只，等他们身子大好，契约了他们吧。送给我们的。这些兽类虽然都受了伤，但是他们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品阶不低的灵兽，还有好几只圣兽，那简直是天大的恩惠呀！这一刻，沈福等人无比的庆幸，自己竟然跟随了岳清晨。别担心，冰儿，娘亲会治好火秧的。他怎么样？断裂的肋骨已经被我接上了，但是他的心脏被挖了。心脏被挖了？那怎么办？娘亲，没有了心脏，他还能活得过来吗？倒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除非能有人给他1颗或是半颗心脏。不远之处的七彩冰渊猛地扑动翅膀往前扑过来。冰儿，你要给他一半心脏吗？七彩冰渊认真的点了点头。鸳鸯本就是一对儿，一旦一只死后灵魂消散了，另外一只也会随着灵魂消散，与其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他们。好，冰儿，我答应你。来吧。好家伙，我不会让你们死的。娘亲，好了吗？好了。娘亲，我感觉我的力量好像深厚了。因为冰儿给了火儿半颗心脏，所以他们2只都是你的契约兽了。娘亲，冰儿疼吗？疼，但他却是心甘情愿的，他很开心。不过半颗心换过去后，冰儿的战斗力削弱了1半了。冰儿好勇敢，牺牲好大啊！总有一天，你们也会遇到一个能够让你们这么勇敢、这么奋不顾身的人，也会遇到一个为了你们这么奋不顾身的。才不，我们永远都要跟娘亲在一起。傻孩子，等你们长大了，你们都要娶媳妇。媳妇，我才不要娶媳妇。臭小子，等你们长大了就另当别论了。诸位此次突然来访，所谓何事？月姑娘前往炼狱森林，将神兽蛋取回来了。我们疾风佣兵团的任务完成了。丁会长还请麻烦将我们佣兵团的名号写上工会名册。一切还是等杨会长回来再定夺吧。岳清晨将那袋子往前一丢。你说的是他吗？看着地上的头颅，杨会长，如今你们会长已经被我带回来了，还需要等他来定夺吗？若是实在需要他来定夺，那我倒不介意送你们过去跟他相会。何人如此大胆，敢在我们佣兵工会如此放肆？是谁杀了我的女婿？
是你杀了杨修林？不错，他抓获我儿子，意图杀死我儿子，他该死。你是疾风佣兵团的人，是又如何？老会长，这臭丫头得了疾风印章，还趁炼狱森林解封前去拿走了神兽蛋。交出疾风印章与神兽蛋，我可饶你不死。美人，你是要打这个人吗？岳清晨一挑眉，颔首。哇，难怪美人你要打他，这个老东西好丑好丑啊！吓死宝宝我了！吓死宝宝了！我要打死他！小妖这是生气了，生气后的小妖十分的残暴呀！丑东西！哪里来的小畜生，老子非撕烂你的嘴，非宰了你！好办法呀！你这个丑东西还想这么对我？你又吓到我了！半个巴掌大小的身子毫不留情地盘踞在老会长的脸上着。你还想撕烂我的嘴？宝宝生气了，我要先撕烂你的嘴再说。小妖似乎终于解气，后退一步，他眯着眼睛，笑嘻嘻地盯着跟前被自己扯花了嘴的老会长。嘿嘿，这样好看多了，丑东西的脸变成了红色，好看。嘿嘿。老会长听着这话，干瞪着眼。美人，这样够吗？还要继续打吗？岳清晨似笑非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他手腕上的金凤图腾悄然闪烁片刻。老会长，你说呢？够了吗？眼看着老会长仿佛不知所措，又想到方才金凤图腾探测到的东西，索性岳清晨也给了他一个台阶下。若是能多一个朋友，也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只要老会长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可以保证会替你将你女儿的病治好，让她苏醒过来。你怎知我女儿有病？方才面对老会长之际，他就已经悄然动用了占卜的功能。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好，我答应你，若你能治好我女儿的病，今日之事我可当作没发生过。你们的神兽蛋我也可以不要，甚至能让你们疾风重新回到工会名册之上。好，令千金如今身处何处？你现在就要过去，我准备准备。不必了，早点解决，早点完事儿。你若真能治好阿莹，我奉你为贵客，否则便是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不会放过你。你随我来。会长夫人啊，她在何处？会长夫人，你说那个残废？老会长面露狠厉，突然扬袖，一道气流。会长夫人在何处？说。他被关入了柴房之中。会长大人说，他只是一个废人，用不着那么好的住处。他突然无比的后悔当初竟然让刘莹嫁给了这样一个畜生。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昏暗的柴房之内，杨修林，你到底对莹儿做了些什么？对待自己的发妻，竟也都能薄情到这般地步。等他醒来，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杨修林此人，你杀得好，姑娘，他那颗头颅一会儿可能给我，我要拿他那颗脑袋去喂狗。好。地上的刘莹是在与杨修林成婚的第1年突然被人攻击的，彼时杨修林声称这些都是疾风佣兵团做的，所以老会长在愤怒之余便默认了杨修林对疾风所做的一切，但他却万不曾想到今日会看到这样的景象。等岳清晨仔细地在替刘莹检查之际，如何？莹儿身子怎么样？放心，只是中了毒，他自己身体无恙，毒素让他一直昏睡，让他醒不过来。那个畜生！岳清晨叹息一声，随后从金凤空间之内取出2颗丹药，以玄力逼入刘莹的腹中。刘莹的每一个毛孔之内都渗透出了黑色的汗水，衣裙都几乎被染成黑色了。这是他这几年来积累的毒，还请姑娘救救他。若是姑娘能够救他，别说让疾风重入名册，便是这整个工会，无论有什么要求，您都可以提。好，记得你说的话。岳清晨又开始使着金凤图腾的力量替刘莹疗伤，摸约持续了半个时辰，所有的过程终于结束了。莹儿，爹，你的脸怎么了？没事儿，爹爹长得太丑了，所以特地让高人给我重新整了一下，改了个容貌。身后的岳清晨闻声，忍不住微微的扯了扯唇。爹，杀了杨修林，那个畜生，他跟别的势力勾结在了一起，他整合了工会内的杀手以及其余好几个奇怪的势力，准备在圣婴之时对圣域出手。我无意间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后，他就对我下杀手。爹，杨修林当年骗了我，他蓄意接近我，让我嫁给他，以此来逃脱疾风兵团的惩罚。杨修林不能留啊！
刘盈一声声的控诉，听得老会长恨不得抽死自己。是爹不好，爹没给你把好关，让你嫁给了这样一个畜生。你放心，他已经死了啊，已经死了。圣阴之日，这是每一个甲子才会出现的一天，而这一次的这一天，60年才会出现的一天呀，恰巧就在几日之后。夫人，你可知与杨修林密谋之人是何人？好了，是你，莹儿，是他救下了你，别害怕。不是，你走，你快走，你若是留下会很惨。为何？我看过一个画像，那群怪人说了，他们要找到画像上的人，要。刘盈的声音颤抖，话到最后竟然是说不出来了。不过看刘盈的模样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无妨，刘盈被治好了，老会长倒也没有食言，认真的履行了他的诺言，同时还宣告了杨修林的背叛。一时之间天下哗然。月姑娘，圣皇殿下特地差我们来，想让您明晚前去圣殿。回禀圣皇，我身子不太舒服，就不准备去了。月姑娘，您就别难为我了，您这看着生龙活虎的，哪里像不舒服啊？我最近手痒，特别想打人。若是我去了，我不敢保证到时候会不会出手打人。您放心，圣皇陛下说了，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给您一家子准备了欢迎宴，不小心揍了圣皇也行。陛下之前说过可以。娘亲，他们是来找我们去圣殿的吗？你们想去？我只想知道圣域有没有好吃的东西。有啊，小公子，圣殿的厨子是整个圣域最好的，保证您能吃到别的地方都没有的美食。哇，那不是比严爷爷做饭还好吃？当然，不信的话，小公子可以自己前去看看。娘亲，听到有好吃的，小叶和小莫扬着小脑袋，眼巴巴的看着岳清晨，他怎么就生出了这样2个吃货儿子呀？好吃的，我也要吃好吃的。好，得了岳清晨的应允，侍卫大喜，他再度匆匆的丢下几句话，就直往圣殿而去，回去报喜。圣皇陛下，月姑娘跟龙主已经都到了圣殿门外了。好，快随本皇出去迎接。这就是圣殿吗？不错，你们跟着爹爹走，不要害怕。小妖，你不可出来。为什么？你是妖心之魄，今日来人众多，你若是随意出现，会凭空招惹是非。可是我也想吃好吃的耶。放心啦，小妖，一会儿我会偷偷的把好吃的丢给你的。一听到自己也能吃到好吃的，随后他心甘情愿的重新将脑袋缩回去。几位，你们总算来了，快请进，圣皇陛下已经在等候你们了。好，我倒是要看看那个抢了老龙主女人的人到底是何等人物。龙飘哥，龙大，这个女人之前说她是你以前办过家家酒的未婚妻。胡说，我不认识他。龙表哥，你忘记了吗？我是纳兰霜呀，你应该认识我的，我们见过的。本尊脸盲，很多人记不太清楚，尤其是丑东西，本尊更加记不得了。来，张嘴，这颗果子比之前那几颗长得要好。龙思觉若无其事的将那果子继续递给岳清晨。来，今日人都已经到齐了呀。圣皇舅舅，你总算是来了。这个野丫头如此不懂规矩，竟然吃掉了您所有的灵香果。你就是岳清晨？正是，阁下便是圣皇。舅舅，这个贱人对你这般不敬，你可不能这么轻饶呀。圣皇陛下，我现在心情不太愉悦了，我特别想打人，你说怎么办？纳兰霜还不赶紧向岳姑娘道歉。舅舅，你说什么？是岳清晨偷吃了你的灵香果，不是我呀。这灵香果本就是本皇替岳姑娘跟觉儿准备，他们爱吃多少吃多少，怎么算是偷吃？岳姑娘乃是本皇的贵客，你竟如此唐突了。怎么会是贵客？舅舅，您忘了吗？您说过你会帮我跟母亲报仇。住嘴！我说圣皇陛下怎就这么殷切的请我们前来？原来是要来个瓮中捉鳖，想让我们有去无回。哎，这都是误会啊，都是误会。岳姑娘，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是吗？圣皇忙不迭的点着头。好，圣皇陛下，方才我说我手痒想揍人，不知我可否去揍一揍？不劳烦你动手，我来啊，我来。纳兰霜这个蠢货的确该揍。好，来人呐！纳兰霜在殿内口出狂言，叨扰了本皇的贵客，按照圣殿规则打30大板。岳丫头啊，怎么样？现在解气了吗？尚可。
想来大家伙应该都好奇，今日我为何会让大家来此？实在是本皇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位月姑娘，她乃本皇的贵客，往后她在圣域之内所及之处，代表着本皇。谁若是胆敢对月姑娘不敬，那就是对本皇不敬。我明明记得我跟圣皇应该是有仇的，怎么现在好像这么不自然？圣皇陛下，月丫头，你是龙思觉的媳妇儿，是龙大宝的儿媳妇儿，也便算是本皇的半个儿媳妇儿了。我仿佛闻到了八卦的味道。原本以为当年是圣皇陛下抢走了老龙主的女人，可现在看来，或许还有些许隐情在内。圣阴之日，黑色的漩涡正急速地朝着他们的方向而来。漩涡之内有几道身影倏然而至，看着岳清晨那张脸的刹那，你果然在此。来人的实力十分强大，前来的3个人当中，甚至已经有2个人实力到了圣者。不知阁下是何人，来我圣域有何贵干？站在人群中央的3个黑袍人直勾勾地盯着岳清晨。当初那张画像上画的就是这张脸，主人说了，务必要将此女击杀。 3个黑袍人就直冲着岳清晨前去。不等岳清晨跟龙思觉有所动作，圣皇已经匆忙迎上。你们是何人？好大的胆子，胆敢来我圣域捣乱！阁下究竟是何人？原来你是圣域的圣皇，圣皇陛下不过堪堪如此。这千百年了，区区圣域可真是没有一点长进。圣皇陛下敬你们来者是客，特地让着你们，你们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果真不愧是那个女人的孩子，真与她长得一模一样。他们想到了祭司大人的预言，若是让此女存在，天下局势会大变，灵域女王的位置会被取代。今日乃是圣阴之日，灵域通向圣域的结界之口力量薄弱，我们特地的通过了那结界入口，赶往了这里，只为了击杀这个女子。3人再度身形化作幻影，急速前来。龙思觉朝着那3人打起。谁敢？在这小小的圣域，这样一个看着年纪轻轻的少女，实力竟已到了圣者，如此造诣，可实在是让人心惊啊！我倒是李氏后人，能有什么样的本事？原来不过只是躲靠在男人身后，靠着男人威风的女人罢了。本尊乐意，你有何意见？龙思觉也正欲出手。龙大，你先让开，让我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天高地厚。好，小心点，别弄脏了自己的手。觉儿，这月丫头能行吗？龙思觉未有言语，那3个黑袍人对准方向直攻向岳清晨，眼前哪里还有岳清晨的半点身影？你们是在找我吗？扑面而来的却是一道道凛冽的掌风，不偏不倚地砸向他们。3个黑袍人竟砸落在地。如此年纪的圣者，便是圣域也都不存在呀！娘亲真棒！娘亲，打倒他们，打倒这些坏人！嘿嘿，美人好棒，不愧是我的美人！摆阵！3人的防御阵落下，杀！站在阵法最后头的人手中竟是多了一把长笛。当长笛取出，音乐奏响的刹那，四方气压骤然降低。他看着跟前那奏响铃笛，让四周众人置身痛苦的人，几度要冲上前去，却屡次被防御阵阻挡住，根本无法上前。月丫头，这可怎么办？岳清晨倏然一抬手，一道强大的结界从他掌心之中落下，笼罩在了四方，挡住了那攻向众人的音乐声。岳清晨似乎是在安静地听着对方的音乐，在揣摩着什么。月丫头，月姑娘她一定有法子，一定有的。岳清晨是吗？休要再负隅顽抗了！你若再反抗，今日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替你陪葬。我若是不呢？杀！杀了四方所有的人！铃笛之音倏然变得尖锐刺耳，直穿四方。想象之中的痛苦并未袭来，反倒是他们的耳畔响起了一阵阵十分悦耳动听的琴音。那个女子所弹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应对着我的笛，每一个音符全是在破解我的铃笛。我偏不信这个邪。黑袍人继续加快了速度，操控着铃笛。就在他吹起死亡之音的第一个音符时，还想玩吗？好，我奉陪到底。只看到在防御阵法之后的3个黑袍人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攻击了一般，他们彻底的被击得溃散，铃笛更是随之彻底的爆破。看到了吗？你们的铃笛不过如此罢了。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不知道我是谁，就敢来杀我？不可能，我乃魔音的后人，怎会被你所攻？除非你是……可是这不可能。说，你们到底是谁？谁派你们来这里？为何要杀我？他们3个人都受了致命之伤。女皇到底是低估了你的实力啊！我们到底是低估了你的实力啊！金凤传承的力量果然恐怖，没想到没了一个李新妹，又来了一个你。果然，他们认识李新妹。说，只看到半空之中那方才高速旋转的漩涡，却是在一点点的变小，直至最后消散无踪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他们都自爆而亡了。金凤图腾的力量对灵域的一切竟都探寻不到蛛丝马迹。他们是何人？他们来自灵域。灵域女皇那是何人？灵域女皇曾经是灵域的圣女，20年前从3大圣女之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女皇之位，成为了灵域的主人。灵域的3大圣女分别是从灵域的3大家族人之中选出，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身怀至宝。如今的女皇，她随身带着一件上古神器。3大圣女分别是何人？有关灵域的事情，本皇知道的不是很多，不过本皇听闻那3大圣女多年前失踪了2位，最后这仅存的1位这才登上了女皇。那位女皇是3大圣女之中资质最差，传言多年前3大圣女之中资质最好的1位圣女随身有一个至宝，那至宝据闻是一只凤凰图案。可惜啊，因为灵域女皇记恨她的天资，生生的将她迫害致死，消失无踪。凤凰图案，圣女。原来我的母亲李新妹竟是从前灵域的圣女，灵域女皇竟然是逼死我母亲的罪魁祸首。岳清晨等人往回而走。娘亲，那3个坏蛋到底是谁？放心，没事，灵域女皇而已，我并不记得。美人儿，好饱，好饱啊！正说着，美人，怕怕？别怕哦，小妖，我们跟娘亲都保护着你。来人，满身的妖气很盛，我本就是从妖域来的一个妖灵体，是受制于妖域的。妖心之魄，还不随本王速速离去？才不，我才不回去！好个妖心之魄，还敢反抗本王！你不过只是一缕神魂罢了，本王必要带你回去，带你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我才不回去妖域，不回去，那里好冰冷，我不喜欢那里。我要跟小叶、小梦还有美人在一起，永远跟他们在一起。你不乖哦。他不愿意，你没听到吗？此乃我妖域之事，你休要掺和。美人，我不要回去，不回去嘛。好，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离开的。女人，你休要多管闲事。小妖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想带走小妖？好，那先过了我这一关。妖心之魄乃我妖域之宝，你却一再的挡我，那就休怪本王不客气了。是妖王之力。酒不吃吃罚酒，明明只要你乖乖将小妖交出，本王便可饶你一命。可现在是你们自己送上门，要与本王一同前去妖域。妖王的力量，妖域都无人可挡，更何况是这圣域之人。想将他们带去妖域，你也不问过本尊同不同意。一道道金光将那些漩涡包裹住。速战速决吧，休要浪费本尊的时间。冰冷的空气之中，所有的水元素全然凝结成冰，一条硕大的冰龙从半空呼啸而过。阁下是何方大能？还望阁下给我行个方便。行个方便？不错，若阁下愿意行个方便，我妖域便算是欠了阁下你一个人情。哼，你不是想要带走他们的吗？很不巧，本尊乃他的夫君，乃他们的父亲，你心心念念要伤害本尊的家人，还妄图让本尊给你行个方便，你觉得这可能吗？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是你的孩子，你怎会与圣域的人类生出2个孩子？眼前的男子拥有一双金目，他定来自神域，神域之人怎会与人类结合，还生下2个孩子，还未曾遭受天谴？从本尊跟前滚出去，否则本尊不客气。燕修皱眉，他紧紧地盯着岳清晨与小妖，野心勃勃。龙思觉见此，他的指尖从半空一扫而过，燕修被那紫色力量击中，轰然后退数步，他身上俨然负伤。本王竟不知，原来神域之人也自甘堕落到了这般地步了。就是不知神域内的其余人知不知晓阁下如今的所作所为。别人知不知道本尊都无所谓，不过本尊知道，今日你完了。巨大的气压砸下，燕修急速往后退去，
该死！但却在这时，燕修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几百年前的燕修无意间围观过几个神域之人的战斗，彼时其中一个人便是念着那个咒语，将另外一个实力比他强大100倍的人给击溃了。自那之后，他便将那个咒语牢牢地记在心底。口中的咒语落下，龙思觉在听到这个咒语之际，浑身的玄力也像是被定格住，再也无法使出来。妖心之魄，你若再不乖不随本王回去，本王便会屠了他们所有人。若是回到了妖域，我便会被放在那个冰冷的台上，直到被人吸光了所有的力量。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力量留给美人。妖心之魄，你做什么？他轰然飞身往前，可是这一刻，岳清晨的身上释放出来一阵强大的力量，生生的将燕修整个身体往外砸落出去。岳清晨的周身竟是缓缓的溢出了红色的光芒。不可能，怎么会融合妖心之魄的力量？这不可能！妖心之魄的力量只能够被妖域的种族所吸收。原本应该排斥这股异域力量的岳清晨，却是在金凤图腾的相助之下，将妖心之魄的力量吸收殆尽。我家美人就是最厉害的，美人想要将力量都给你。强大的气息从岳清晨体内炸开，将燕修彻底的往外撞去，撞倒在地。哼，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跟你回去。岳清晨体内的妖心之力跟玄力还在剧烈的碰撞着。你把力量都给了我，那你怎么办？小妖，你怎么了？小妖，你别吓唬我们呀！小妖，你会死吗？我没事的，我不会死的啦。我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着美人，陪着你们。我的力量全都到了美人的体内，以后只要美人在，我就在，我会陪你很久很久哦。哪怕是以后你轮回了，我的妖心之力也还会一直伴着你。这样可比在妖域被无数人吸光力量要好太多了。他整个身子再度化作了一如初见的一颗圆形的舍利子一般的石头。妖王，你方才说你要屠了我们所有人，你融合了我们妖域的至宝，你可当真出乎本王的意料。不过你既融合了本王妖域的力量，那便换作是你随本王一道，以后你就去妖域给本王当婢女。一道道鳞片从空中砸下，亦要再度攻去。哼，想让我做你的婢女，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远处的龙思觉在燕修撤走咒语之后，也倏地恢复清明。黑色的身影猛然袭来，不偏不倚地将燕修完全困住。岳清晨见此，便大手一挥，银色的誓月鞭从掌心之中跃起，朝前而去，将燕修完全的捆绑住。该死！妖域之王原来也不过如此。女人，你最好放了本王，本王乃妖域之王。哦，妖域之王啊！若非是你，小妖怎会将力量全都给我，自己却失去了妖灵体的状态，陷入了沉睡？女人，你敢！龙大，你说该如何处置这个人？随你处置。好，妖王，妖域之王，你应当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吧？这鞭子好生眼熟啊，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但是一时之间我却又想不起来，到底想怎么样？我也不是强人所难之人，念在你身份特殊的情况之下，我就留你一条命，以后你就做我们的仆人，听从我的使唤，算是给小妖赔罪。而小妖的力量又在岳清晨的身体内阵阵的恳求着他不要击杀妖王。到底这是妖域之王，是曾经领导着小妖的力量，而且若是当真击杀了妖王，只会给我自己树立麻烦。一整个妖域的力量啊，那可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若是不做仆人，那你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你休想！本王乃妖域之王，绝不能任由你去世。好，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我记得你是蛟族，不如就一根一根拔掉你的鳞片吧。燕修瞪大眼睛，一副视死如归的景象。喂，妖王，你就答应了吧，娘亲拔起鳞片来会很疼的。也罢，本来还想着，若是你能够屈服于我，做我的仆人，我便能给你治好隐疾的。不过现在看来，算了。你说什么？你知道本王的隐疾？是又如何？不过你已经快要是个死人了，不对，你快要是个死蛟了。不信你知道本王的隐疾，就算知道了，本王也不信你能治好。若你能治好，本王就答应你做你的仆从。那试试，堂堂的妖域之王应当会遵信守诺，不会说话不算话的哦。没错，本尊也听闻妖域之王一言九鼎。清晨，妖王既然与你有了约定，你快履行吧，别让妖王久等了。我什么时候跟这个女人有了约定？难道不是这个女人故意在诓我吗？
妖王，你每到月圆之夜，体内的力量会涣散，不知我说的可对？你如何得知？所以很多人会挑那个时辰前去刺杀你。是妖仙之魄告诉你的。岳清晨不置可否。很简单，你只是体内有一缕妖魄出了问题。我若没猜错，妖王当年受过伤，妖魄离体过。妖王顿时沉默了。我说了，我有法子治好你的隐疾，自然有途径知晓。你是我第一个敬佩的人类，你答应了？我答应你，若你能治好本王的隐疾，本王这3个月内任由你差遣。记住，只有3个月。好，双方都做了各自的让步。你叫什么名字？燕修。好，会做饭吗？做饭这等下等的活计，从来不需要本王来做，本王当然不会。不会做饭啊？那会洗衣服吗？洗衣服，本王更加不会做。女人，你莫不是要本王给你洗衣做饭？对啊，你不是仆人吗？既然是仆人，那就要有仆人的样子。什么都不会做，那可还得了？能让妖王跟随，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却没想到他来真的了。唉，什么都不会做呀，那不是等同于一个废人？我还得养着他，还得浪费一个人的粮食。草率了，罢了，不会做也没事，一会儿回到住处，有人教你。燕修啊，你既然能够当上妖域之王，学起东西来应该会很快。我发现我真的掉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了，就3个月，很快3个月就过去。你要做什么？聊聊。好，你知道我的身世？怎么想考本王？本王这点还是知道的。你有一双金色的眸子，你是神域之人，只有神域的龙族才有金色的眼眸。不过你堂堂神域之人，怎会来此？神域乃是上3域之首，素来对其他域不屑一顾。这么多年来，几乎无人见过神域之人的真容，即便是燕修，也只不过是当年侥幸见过一次。神域与其他域之间更是几乎不通的。本尊不认识神域，本尊只是清晨的夫君，2个孩子的父亲。燕修微怔，难不成我判断错了？可是这不可能啊！2、3日的时间已过，这2天燕修可谓是度日如年。原本细皮嫩肉的他，不过是2、3天的摧残之下，已经变得有些粗糙感。唉，燕修叔叔可算也是经历了社会的毒打呀！活该，谁让他非要抓小妖，害得小妖从妖灵体变回去了。娘亲，小妖还会回来吗？小妖一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知道3天后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难道是娘亲要给我们造妹妹的日子吗？胡说八道，那是什么日子？3日后是你们的5岁生日，以后你们就是5岁的大孩子了。5岁？娘亲，生日是什么？小莫哥哥，生日就是生辰之日啊！以前爹爹没给你过生辰吗？我没有生辰，爹爹说不知道我的生辰是哪一天，所以从来没有过。好孩子，以后每年生辰，爹爹娘亲跟小叶都一直陪着你过。好。小莫有什么愿望吗？娘亲会尽量满足你。那就给我们生个妹妹吧。叶清晨扯了扯唇，2个小公子，圣皇陛下见小公子爱吃凌香果，特地找人寻来了整个圣域内的最后几颗凌香果，还希望小公子喜欢。我们把凌香果都吃光光了，那圣皇爷爷吃什么啊？圣皇陛下说了，只要2个小公子喜欢，想要什么，陛下会尽量满足你们的。对了，小公子，圣皇陛下得知2位过2日生辰，特地让属下前来告知于你，陛下会替小公子摆下宴席，还请小公子笑纳。圣皇老爷爷未免对我们也太过殷切了。替我多谢圣皇陛下，他们不过只是2个小孩子，过个生辰无需如此隆重，还请阁下帮我回了圣皇陛下。不，届时会有惊喜的。月姑娘，您难道不想见到您曾经在龙都与苍兰的故人吗？龙都与苍兰的故人，好，待我谢过圣皇陛下。那好，月姑娘，那属下就先离开了。稍等，不知圣后如今何在？圣后，您说的是锦夫人吧？不瞒姑娘您说，锦夫人虽然表面上是圣域的圣后，实则并不然。她与圣皇陛下的关系不似外界所想。哦，锦夫人不是圣皇从老龙主那里抢来的吗？难道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到手的就不香了？侍卫猛地一愣，有些不知该如何接话。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圣皇也不外乎如是。月姑娘，有些事情不似表面那么简单的。月姑娘，那我就先去回了陛下，让陛下早做准备。大猪蹄子是什么意思？岳清晨正准备回答，我知道，肯定是很好的词，以前娘亲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过爹爹的。岳清晨刚要说出口的话，倏然间卡在喉咙口，说不出来了。要给这闲得发慌的小朋友多
多加点修炼的任务，最好送去上学，给他多点事情做。哦，是吗？这么说，我也是那大猪蹄子。大猪蹄子就是说对方风趣幽默，善解人意，忠贞不二。叶清晨面不红心不跳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着。以龙思觉的脾性，若是知道了大猪蹄子的真正含义，怕是我就惨了。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上再度裂开了些许弧度。大猪蹄子真是个不错的词，以后我就是那最大的大猪蹄子。此刻在听完龙思觉这话之后，他再是忍不住了，呛出了声：娘亲，你怎么了？没事吧，清晨？没事。好啊，以后你就是最大的大猪蹄子。身侧的龙思觉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小叶、小莫，你们先出去。还想不想要妹妹了？想不想要生日礼物了？加油啊，爹爹娘亲！屋子之中恢复了一片宁静。龙思觉坐在一旁，抬头似笑非笑地看着岳清晨，他颇为炽热的眸子盯着岳清晨。倏然他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朝着岳清晨走去。清晨，大猪蹄子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正准备瞎编着鬼话呢，却见男人那双如同能够洞悉世间一切的眸子认真地看着他。算了，就不骗他了，不是什么好词，别上赶着给自己揽过去。所以我在你心底就是不好的形象吗？当然不是，那是以前啦。龙大，我若觉得你不好，早就把你踹得远远的了，何至于等到现在？当真？当然，我们既已互相认定了彼此，便是彼此生命之中最重要的存在。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背叛彼此，我们永远都是各自生命里最好的存在。小叶、小莫要过生日了。我知道。那小叶、小莫的礼物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小叶、小莫迫不及待地想要妹妹了，他们5岁的生辰，我们总要满足一下他们，不能让他们失望。龙思觉10岁之位，只是这浅尝辄止根本不够。龙思觉拼了命的想要克制住自己，奈何他根本克制不住。从门外突然有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闯了进来。月姑娘，今天中午吃什么呀？而后一道极其剧烈的声响毫不留情地撞开房门。等燕修站定在门外，看着屋子里头的景象之后，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龙思觉的一张脸已经阴沉黑到了极致，整个人的周身酝酿着滔天的怒意。眼看着门外燕修捂着眼睛慌张的找不到方向，龙思觉一掌砸过去。滚蛋！燕修一跳脚，急匆匆的闪躲开来。我勒个去，龙思觉你来真的呀！还好本妖王足够强大，否则本王早已死在了你圣者3重的战斗力之下了。不对，圣者3重，你已经到了圣者3重了，你是真的用圣者3重的力量想要砸死老子？若是不错的话，龙思觉的年龄才不过只20余岁吧。燕修想想自己这个活了200多年的老东西，战斗力竟然几乎都比不上龙思觉。我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妖孽呀？砸死了正好。你不是在问中午吃什么吗？那中午吃红烧焦肉，你堂堂妖王的焦肉应该不至于那么难吃。我忘记了，处于这个时期的男人最是恐怖，最是惹不得的。那月姑娘，既然你们说不出中午想要吃什么的话，那中午饭我就随便做做了，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嫌弃，不要挑剔。燕修说完，手中拿着一个勺子跟一个铲子，灰溜溜的从这里离开了。这妖王还真变成了一个合格的厨子一般。龙思觉发誓，如若燕修再多待上半刻钟，他定会毫不掩饰的出手剁了燕修。龙思觉再转身想看一眼身后的岳清晨，可是原地哪里还有岳清晨的身影。儿子，生日快乐，我的小寿星们，以后你们就是大孩子了。娘亲，我之前听莫姨说，我们出生的那一日你差点死掉，是不是？没事，娘亲，爹爹昨天也说了，我们的生辰就是娘亲你的受难日，娘亲你当初生我们受了很大的苦，所以今日是娘亲你的节日哦，不是我们的节日。娘亲，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这是娘亲，这是我跟小莫哥哥亲手替你制作的哦。对，燕修叔叔前2天教我们练气了，说是用来弥补我们没有吃到烤焦的遗憾。所以你们用2天的时间学会了练气，还是3品灵气？娘亲是嫌弃3品太差了吗？放心啦，娘亲，我们一定会认真的练气，修炼出世间最好的东西送给娘亲的。我一直未曾教2个孩子如何练气，是因为觉得他们年纪太小，生怕他们学的东西太多，身体负荷不了。毕竟他们才5岁，小叶已经是高品的丹师，小莫则是符咒师，又是地阶高手。但现在我的担心好像有些多余了。娘亲，娘亲不嫌弃，娘亲很喜欢他，你们送给娘亲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岳清晨看着手腕上的镯子，突然有一种2个儿子长大了的感觉，一时之间有些恍惚。真不知道等以后这2个
小子娶媳妇的时候会是什么景象？岳清晨将他们松开，从金缝空间内取出2套衣服。你们爹派人给你们做的，今日我们都穿新衣服。等他们穿衣完毕，前厅，岳姑娘、尊上2个小少爷，圣皇陛下让我们来接你们。他们会来吗？您过去看看就知道了。娘亲，谁会来啊？放心，一会儿有惊喜给你们。圣皇此次倒是好大的阵仗哦！这青龙台乃是圣皇陛下登基之地，过往数年只用来迎接从其他各域来的贵客，圣皇这才竟在此设宴。那老家伙太客气了，罢了，回头我得对他好点。如何？龙都与南离的人可有接来呀？陛下放心，暗卫们都已前去，定能将他们带回，并且暗卫们都已明说，今日乃2个小公子的生辰，他们断不会拒绝的。龙都的人呢？回陛下，老龙主与绝命谷主也答应前往了。那就好，那就好啊。20年前，他们3人乃是拜把子的兄弟，可最终却是落到那般光景。今日圣皇特地设宴在青龙台，一是为了彰显出自己对他们所有人的重视，二则是希望能有一个契机，将当年的一切误会都解除。青龙台啊，这里可是非同寻常之地。景夫人说了，只要将那一家子骗到青龙台来，她便有法子对付他们，让他们在此处死无葬身之地。想想就很是期待呢。岳清晨带着小叶小莫入了青龙台。月丫头啊，你们可算是来了。小叶小莫啊，怎么样？爷爷给你们准备的凌香果喜欢吗？谢谢爷爷，娘亲说过了，无功不受禄。圣皇爷爷，这是我跟小莫哥哥一起炼制的一个小东西，送给爷爷吧。圣皇讶异的接了过去。哎呀，什么时候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家业也能够从龙学院赶紧回来啊，给我生2个孙子玩玩就好了。嘿，清晨丫头，外公、舅舅，嘿，我的乖外孙女啊，好啊，短短半年不见，外孙女真是越来越好喽。小清晨最近过得如何？小舅舅，你实力突破了地阶了。我的外甥女都如此优秀，我又怎能给你丢脸？梦瑶，你不是一直喊着要见你表姐的吗？现在见到了，怎么不说话？我才不想见到他，他是个骗子，明明你自己就是世月公子，你为什么要骗我？一想到从前他傻兮兮的在岳清晨跟前丢下无数要嫁给世月公子的豪言壮语，李梦瑶就尴尬的恨不得满地找。我有说过我不是世月公子吗？我不跟你计较了，我要去找我的2个小侄子玩。圣皇陛下，您有心了。怎么样，月丫头，高不高兴，意不意外呀？多谢圣皇，我很开心。开心就好，开心就好，这只是一部分，一会儿还有更多的人来呢。岳清晨微微颔首，这个圣皇老头子此番倒是转了性了。清晨，小叶小莫的5岁生辰，怎能少得了我们？莫姨也来给我们过生日啦！莫姨，小叶好想你哦。莫姨也是。莫姨，你可以留在这里陪着我们吗？小叶想你，天天都想你。是想我做的饭菜吧？君臣啊，再苦不能苦了孩子。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好好的给他们准备饭菜啊？你看这2个家伙瘦成什么样了？是吗？瘦了吗？那看来我回去得再好好找我家那大厨算个账了。莫姨不能留下，虽然莫姨也很想要陪着你们呢。为什么？莫姨身负着整个青云城，青云城离开了我不行。小叶小莫，莫姨在青云城永远为你们留着住处，等你们娘亲有一天累了，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你们随时可以回去。那好吧，莫姨现在是很厉害的人，那小叶就不跟青云城那些百姓们争了。但是莫姨，你这次要在这里好好陪我们几天哦。好，诸位，今日乃岳小叶和龙阡陌的5岁生辰，在座的都是小叶小莫的亲人和朋友。岳丫头又算本皇半个儿媳妇，小叶小莫也是本皇的半个孙子，所以诸位也是本皇的亲戚好友了，大家无需客气，都随意。嘿，家言，你个老不死的，谁是你半个孙子啊？谁是你半个儿媳妇？你说说，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家言啊，是不是只要我的你都得跟我抢啊？当年是，现在也是。龙大宝，淡定淡定。我呸！被抢的又不是你孙子跟你儿媳妇，还有老子是你大哥，
再喊老子全名，老子弄死你！嘿，家言，本来老子不想来的，但是想了想，还是必须要过来跟你强调一下啊，孙子是我的，儿媳妇也是我的。你若是要想对他们动半点歪心思，老子跟你拼命！大哥，这许久不见呐！老龙主所有的话语都戛然而止。爷爷，你好凶啊！哎，你们听好了啊，你们只有我这一个爷爷，别的不许乱叫，知道吗？这么大好的日子，怎能少得了本宫？老龙主手中的杯盏倏然砸落于地。她便是锦夫人，我一直都想着去找锦夫人算账。今日锦夫人倒是自己来了，也好，龙大的仇我来报。花若锦，你怎么还有脸来此见我们？本宫乃圣谕圣后，为何不能来此了？圣皇陛下，您说是吗？滚出去！别在这里碍着众人的眼。虽不知花若锦到底是怎么从结界之中挣脱出来的，但是现在圣皇陛下只要一看到花若锦，就觉得十分的厌烦。圣皇陛下，您怎可这么对我呢？花若锦，你是什么身份？你应该知晓的一清二楚。家言，你困了我这么多年，也是该对我做出补偿啊。今日我要你这皇位，你是给还是不给？是谁？是谁竟敢打本宫？若是不出来，本宫发誓会将你们所有的人千刀万剐。就凭你，锦夫人，你未免也太高看得起你自己了。你是何人？你不是在找是谁打你的吗？是你。打你就打你了，难不成还要我挑日子挑地方？今日乃我儿子的生辰宴，你的到来让我很不高兴。识相的现在就滚远点。放肆！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殴打堂堂圣后？本皇给的胆子又如何？家言，你是来真的？你都想要本皇的皇位了，本皇又何须再给你脸？月姑娘，这个女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一切随意。明明当年家言带走了她，好，龙大，这么多年来你受的苦，我会给你讨回来。不必，都过去了。我的龙大怎么可以受人欺负？谁若是欺负了你，我一定要给你欺负回去。你是我的男人，我不容许我的男人受半点委屈。好，别弄脏了自己。锦夫人，你是不愿意现在就滚出去？原来你就是双儿口中所说的那个贱女人。你既不愿意自己滚出去，那我就帮你一把吧，滚吧。嘉莲，带着你的母亲滚出这里。这就是那个孩子吗？当年锦夫人是在发现怀有身孕之后，告知他们她怀了嘉言的孩子，自此他们兄弟三人彻底闹掰了，而锦夫人也跟着嘉言回到圣域。母后，我原本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呢，原来不过如此。哎呀，可惜了，看来所有的一切还是得靠我自己呀。莲儿，你说什么？看来我真是选择错了，竟然选择了你作为我的诞生的宿主。明明当年的你算是龙都最厉害的女人，到了圣域也算是最厉害的，却没想到你竟这般不中用啊！不可能！圣域圣皇，你这个位置我要，你给不给？一道黑色的雾气从他身上释放出来，嘉莲的整个身形犹如一只巨大的鹏鸟从半空掠起，黑色的羽翼伴随着暗黑者的气息。圣皇是知道这一切的，可是他到底念在锦夫人是故人的份上，留下了嘉莲的命，将嘉莲与锦夫人一同囚禁。你只是一个怪物，还妄想要本皇的皇座，简直是做梦！嘉莲的一只手中陡然多出了一颗水晶球，与这青龙台的制高点上的琉璃瓦片相契合，瞬间青龙台的最上方一道道的黑色烟雾释放而下，将在场几乎所有的人都完全的笼罩住了。岳清晨与龙思觉亦是被这突然而来的黑色雾气所攻击，一时之间全都迷了眼睛，被迫顿在原地。方才我说了，这位置我要。嘉莲急速前去，与圣皇对上。这黑色的水晶球吸收了青龙台上的力量，暗黑系的力量觉醒，嘉莲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他的攻击之下，圣皇竟是直直的被撞飞出去。圣皇陛下，我的儿子果然是世界最优秀的，莲儿，你是母后的骄傲。从今日起，圣域
将由本皇主宰。你算是哪根葱，也敢自称本皇？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让开！该让开的是你。月丫头，这件事儿让我来处理。算了吧，你若是有能耐，还会被他打成这样。这小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暗黑系的力量啊！找死！手中的水晶球再度闪耀出了更强大的气息。真的是暗黑系的力量！家妍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小子不是你儿子吗？不是你跟花若锦的儿子吗？他不是我儿子。嘿，不是你儿子，那谁儿子呀？老子怎么知道他是谁儿子？跟老子没关系。锦夫人是我的亲姐姐，多年之前，在她抛下龙都的一切之后，我几乎就不认这个姐姐了。但是现在，花若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当年不是说怀了家妍的孩子吗？花若锦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儿子，杀死他们，杀死他们所有的人！从今日之后，我们母子两个便是整个圣域的主宰，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在我们之上，更别说再在我们头上。孽畜，还敢在此撒野！一条条硕大的金龙在这黑烟之中奔腾。龙思觉，我说过我会想尽办法要了你的命的。道道凛冽的气息闪耀而出，再度攻向了龙思觉与周遭众人。取本尊的命，你还不够格！金龙持续呼啸，嘉莲的身形倏然被撞得连续后退，口中一口鲜血溢出。龙思觉，今日你必输无疑的。青龙台的阵法，这小畜生竟然知道！我儿果真厉害！娘亲，你爹被困住了，你爹不会有事。至于那阵法，你爹更加不会放在眼底。哦，竟然还有2个漏网之鱼。不，我们不是别人，我们是圣后的人。不信，您问圣后，是我们替您将东西放在了青龙台的最高处，求你不要伤害我们。是吗？不错，你们倒是听话。若非是你们，莲儿也不会有现在的胜利。本宫可以承诺你们，只要你们安分守己听话，待得我儿今日登上大宝之后，绝对会保你们性命无忧。谢谢舅母，谢谢舅母。不必谢我，要谢就谢我儿，他乃是未来的圣皇。纳兰霜倏然朝着嘉莲的方向跪拜下去，多谢圣皇。很好听的称呼呢，本王喜欢听，再多喊几声。圣皇陛下千秋万代，万寿无疆。纳兰霜，你好大的胆子！舅舅，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也别怪我。纳兰霜，本王对你太失望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日之后，你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圣皇了。你别想着对我失望，倒不如想着怎么保住你的性命吧。不过，或许你求求我，我会考虑让圣皇放了你。毕竟你是我的舅舅。你说，失败的人活该付出代价。没错，叶清晨，所以你活该。好啊，那你自己付出代价吧。叶清晨，你敢杀本宫的女儿？纳兰霜背叛圣域，投靠了嘉莲，视为不忠。他逼迫他的亲舅舅向他求饶，视为不孝，该杀。嘉莲，杀了他，杀了他！岳清晨，你这么厉害，那就从你开始吧。老龙主以及莫仪等人纷纷冲上前来，亦要与嘉莲一决高下。而岳清晨那试试，竟是直直的从结界之中破出，嘉莲的身子被猝不及防的往后撞去。他竟然真的破开了这阵法了！岳清晨，你去死吧！这是暗黑系力量的绝杀招数，一条硕大的金龙再度呼啸而起。剧烈的金龙毫不掩饰地冲上前去，陡然张开大口，将那些黑雾全部吞没了。不可能，岳清晨与龙思觉，他们怎么可能都是这世间最顶尖的阵法师？那暗黑球竟是在那雪白的猫的啃咬之下，彻底的裂成2半。好恶心的球啊！太臭，太恶心了！不，暗黑球被破的刹那，四方黑雾全都一点点的散去。不，龙思觉，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败给你？你还不配做本尊的对手。圣皇，这个人的命本尊要了，你可有异议？他与本皇毫无关联，随你怎么处置。好。龙思觉下足了杀意。龙思觉，你敢动他？你敢？那你看本尊敢不敢？母后，母后，莲儿好疼啊！母后，救救莲儿！龙思觉，你胆敢伤莲儿，我就杀了你儿子，杀了你2个儿子！然而他还未曾触碰到小叶跟小莫，岳清晨将锦夫人的整个身子往远处踹了出去。锦夫人，正好，我也准备跟你好好算算账了。为何要出现？你们该死！
不好，他在自爆！别是死，我要拉上你跟龙四绝！你要死就自己去死，我不奉陪。怎么会？怎么可能？话如今，这么多年来，本皇没有问过你，嘉莲到底是谁的种？告诉本皇，或许本皇会求月丫头给你痛快的死法。我也不知道，当年我从龙都前往底下几个小国历练之时，已经经过了一个山门，一个奇怪的人掳去之后，我便有了身孕。所以回去后你就给本皇下药，皇城那孩子是本皇的。为何要这么做？为何非要找到本皇？当然，因为我的亲生儿子一定要成为圣域之主，而我也要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老龙主转过身来，仿佛再也不愿意看到这里的一切。莲儿，别怕，我知道你是最厉害的，你会成为圣域的统治者，母后会给你寻到法子的。没用的蠢东西，你活了这么40年，竟连一个黄毛丫头都打不过，废物到极致。这么多年来，我暗地里暗示过你那么多次，让你去杀了龙思觉，取了他的心头血，你不是都失败了吗？唉，我可真后悔竟然寄生到了你的体内。莲儿，你休要胡说，你是我最骄傲的儿子。儿子？我才不是你的儿子，就你这样的蠢女人，怎么可能让我做你的儿子？你只是我重新诞生的宿主罢了。金夫人，早知道你这么没用，我就该选择其余人，可惜呀，我本来选择的人是李心妹，我却没找到她，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你了。本来见你想方设法去往圣域，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却原来不过尔尔。不，莲儿，不可胡说！废物！直至这一刻，他终于发觉，似乎他这一生都是一场笑话，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月姑娘，给他个痛快吧。好，看在圣皇的面子上，我给你一个痛快。废物，就是该死！你这个畜生都不如的东西，这个怪物简直猪狗不如。如何处置？直接杀了吧！这种怪物，必当要让他魂飞魄散。熊熊烈火燃烧着嘉莲，一道符咒落在嘉莲的周身，此乃销魂符。罢了，龙思觉，输给你我也不亏，毕竟你乃神域之人。长公主仓皇逃离。圣皇陛下，方才老臣途经青龙台，远远的感觉到了青龙台有异，可是出了什么事？老师，这个月清晨跟龙思觉，他们不知道施了什么手段，竟迷惑了我皇兄。你一定要替双儿报仇啊！双儿年纪轻轻就遭遇如此毒伤，若非是老师你及时赶到，只怕我也命不久矣了。断剑帝师，你想动他是吗？那好，先从本尊的身上踏过去，否则你休想。还有我们也是。老师，你都看到了吧？所有的人都被这妖女给洗脑了。老师，您一定不要手下留情啊！跟前的断剑帝师乃是圣者4重境，龙思觉自己都只是圣者3重境罢了，连他都不确定是否真的可以在断剑帝师眼前全身而退，更何况只是圣者1重的月清晨呢？我来。不，龙大，你先退下，还有你们都让开，让我来会会这位所谓的帝师。正巧我也向你讨教讨教，你所谓的师者到底是什么样子？本帝师乃3任圣皇的老师，更是圣者4重境的高手，你不过一个野丫头，凭你也配与本帝师讨教？实力再高又如何？师德败坏、是非不分之人，不配为帝师。你竟敢质疑帝师？月清晨，你这般对帝师不尊，该死！聒噪！我跟你说话了吗？黄毛丫头，如此嚣张，本尊必得好好教训你。月清晨自从那日融合了小妖的力量之后，无论是在力量还是感官以及速度方面，都较之以前提升了数10倍不止。妖心之力以及金凤图腾的力量，迅速将周遭所有的攻击全都吞没。断剑帝师顿在原地，倏然一怔，他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奇异的景象。周身的红光再度溢出，生生将方才断剑帝师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一点不落的完全释放出来，还了回去。断剑
剑帝师的身形跳跃于空，闪烁着些许白光的符咒图案从断剑帝师身上跃出。是符咒，老师最拿手的符咒。剑人，你就等死吧！符咒呢？野丫头，本帝师决定就不要你的命了，只要你乖乖的跪下，给本帝师以及静儿赔罪，本帝师便做主，对你从轻发落。老师，断剑帝师扫了一眼长公主，再未多言语。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可是我偏不呢。葱白的指尖在周身结印，当那浅金色的符咒出现之后，这怎么可能？浅金色的符咒，那可是我此生都在追求的境界啊！可是足足300年了，我都从未追寻到，更何况那只是一个看着20余岁的年纪轻轻的野丫头。不可能！金色的符咒已经悉数将断剑帝师浅白色的符咒全然吞没。当岳清晨释放出来的金色符咒全然朝前落在断剑帝师周遭之际，断剑帝师再也遏制不住了，口中吐出一口鲜血。老师，他竟敢这般对你！杀了他！杀了他！您乃圣者4重，杀了他轻而易举。本帝师算是败了。断剑帝师，你是非不分，听信谗言，该责罚。古往今来，所谓师者乃隐者，更是明者。你一上来就武断的下定结论，你并非明者。断剑帝师从前是教过嘉靖的，所以下意识的信了嘉靖的话，将岳清晨当做了妖女。现在却发觉，或许他真的搞错了。断剑帝师再扭头看着嘉靖，只看到他满脸的怨怒。到底怎么回事？帝师，现在终于愿意仔细的了解前因后果了吗？他们意图叛乱，这等叛乱者该不该杀？老师，月丫头说的没错，是嘉靖他们叛乱在先。老师，我没有，是岳清晨这个贱人，他蛊惑了皇兄，他自己想要夺得圣皇之位。圣皇之位？抱歉，我不稀罕。若是我真想要这圣皇之位，帝师，您应当知道，以我的能力，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嘉靖，你在利用本帝师，本帝师要听实话，否则嘉靖，本帝师的手段知道的。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本帝师最讨厌别人的利用，这野丫头说的对，所谓师者乃明者，应当明辨是非。嘉靖，你叛乱在先，又在此利用本帝师，你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实在是死不足惜。不要！兔崽子，你怎么不告诉老师这丫头的身份，害得老师差点生了这丫头？老师，我倒是想说呀，可你不听啊。更何况老师，你伤得了月丫头吗？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了？兔崽子，都怪你，害得老师我竟误解了这丫头，差点破坏了我跟这丫头之间的情谊。我们之间有什么情谊可谈吗？罢了，怪本皇啊，都怪本皇。老师啊，您说的都是对的，您说啥那就是啥。黄毛丫头，你哪里学来的符咒，竟有这般造诣？帝师，此乃我的私事，不方便透露。还有，我们之间毫无情谊可谈。怎么就没有情谊了？咱们明明是不打不相识，这是过命一般的情谊。本帝师看你实力不错，不如也给你指导几番。你确定你能指点得了我？我承认你厉害，符咒一绝，体内那道奇怪的力量也是一绝，但是你真不考虑一下吗？你可知我如今的身份？什么身份？很牛逼。早在很多年前，本帝师已经前往了灵域，得到了灵域的通行资格，并且是灵域内几大学院的老师。若非是本帝师曾经受到过前任圣皇的恩惠，断不会经常来这圣域担当帝师一命。你若是能尊喊本帝师一声老师，本帝师可以给你前往灵域的资格。灵域的人就这么弱鸡了吗？虽然不知道弱鸡是什么意思，不过听着就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儿。如何？考不考虑？灵域内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是圣域内没有的，而且以你的资质，别说是灵域了，便是神域也当给你留一席之地。断剑帝师说喊你一声老师，便有机会送去灵域的学院。不错。断剑帝师，你们灵域的学院最低收几岁的弟子？超过5岁，只要资质通过，
便可入学。好，5岁了，大孩子了，该上学了。娘亲在想什么？要送我们上学吗？小叶、小莫过来，来拜见帝师。丫头，你这是？这是我的2个儿子，他们刚巧今日5岁生辰，不如就跟着帝师前去灵域的学院吧。总会有一日，小叶、小莫会去到神域，不如现在就开始做准备。哦，本帝师不是什么人都收的。放心，他们天资聪颖，非常人能及，不信帝师可以测试。这2个孩子的体质竟如此奇特。哈哈哈哈，不错不错，2个小家伙过来吧，喊我一声老师，老师不日会带你们前去灵域。不，帝师爷爷，我们不能耽误你，您是鼎鼎有名的帝师，我这个哥哥从小脑子不好使，我又眼睛不灵光，我们还是离你远一点，不然会坏了你一世英名的。无妨，本帝师有法子给你们调理好。本帝师最喜欢的是挑战各种不可能。我们每顿饭吃的特别多，会吃穷了帝师爷爷的。哈哈，巧得很，本帝师也爱吃，日后可以与你们一同吃遍天下。帝师爷爷，实不相瞒，我们还有很多奇怪的怪癖。怪癖吗？那真好。实不相瞒，本帝师专治疑难杂症，知道吗？当今的圣皇的怪癖便是被本帝师治好的，你们无需有太多的担心。不信，你们大可以去问圣皇。这老家伙又在说我什么坏话呀？这个帝师爷爷为何如此怪异？兔崽子，够了，不许装傻，休想逃学！若不拜入断剑帝师门下，我就去给你们找其余的老师。娘亲，我们不要离开你。行了，月丫头，他们既不肯前去学院，那就不去了。我2个孙子永远都是天下最棒的，更何况我们不需要那些历练。乖孙子，爷爷的龙都随时由你们来继承啊！小叶、小莫，你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男子汉的，所以你们必须要学会独立，不能永远只黏着娘亲。那我们不要长大。胡话！小叶、小莫，你们不是很想一直保护娘亲的吗？2人点了点头。你看，你们觉得以你们现在的力量能够保护得了我吗？爹爹，我同意你们娘亲的话，男子汉就该有男子汉的样子。5岁了，长大了，该独当一面了。只有修炼得更强，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更高。更何况这2个小兔崽子是我与清晨之间最亮的电灯泡，每天晚上2个小家伙都非要缠着清晨。若能去上学，那可真是一举2得的事了。思及此，拜见老师。好啊，好，这2个可是你的师弟呀。我乃小莫小叶的爷爷，圣皇陛下既然是小叶小莫的师兄，这辈分上，你喊我一声爷爷也未尝不可。圣皇陛下的脸色青了又青，似乎言之有理。圣皇陛下的内心是崩溃的。罢了，若是龙大宝高兴，那就由着他去吧。对了，老师啊，您都隐居了20年了，如今怎么会来圣域？还魂斩碎片有异，灵域内的还魂碎片今日生出了异动，直指圣域的碎片有异。还魂碎片？你来寻还魂碎片？对，6大域同时守护了一个东西，便是这还魂斩的一片。至于圣域的那一块，或许是圣域内力量不够，根本镇不住他，以至于他才到了圣域就消失无踪了。我得寻到他，镇压他。好了，丫头，我先去寻还魂碎片，等处置完毕事情，我再带着2个小家伙离开。帝师，我随你一同前去。如此也好。龙思觉亦是紧随其后。帝师，怎么了？无事，那个男人像极了那道身影。迎面而来的却是一道刺鼻的瘴气，3人心神一顿，纷纷屏息。这是毒药，是迷倒了疾风兵团内所有人的毒药。什么人？滚出来！我道是谁？原来是断剑大师啊！是你，新姑野。新姑野当年乃是上3域之人，却因在上3域犯下滔天大罪，被逐出上3域，自此流落于灵域。这么多年来，新姑也一直暗中都跟随着断剑寻找圣域的那一块还魂碎片，在断剑得到了还魂片的位置之后，迫不及待地赶至此处，却是扑了一个空。倏然，新姑也身上的铃铛清脆作响。小姑娘，还魂碎片在你身上吧？还魂碎片在我身上，我怎会一无所知？还魂碎片莫不是疾风印？小姑娘，将还魂碎片给我，可饶你不死。若不然，你这漂
漂亮的小脸蛋儿可得被我抓花了。是月鞭在他脸上落下了一鞭，留下一条血痕。抓花我的脸，倒不如看看谁先弄花谁的脸。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长得好看的人。小姑娘，原本我只打算弄花了你的脸，可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你死！新姑爷，你休要胡来！段剑，你这200年来在这圣域当帝师，已经是天大的笑话了。现如今，你已经在此维护一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剑，特别是你跟这臭丫头有一腿啊！本尊的女人也容得你亵渎？不对，定是巧合。神域的天龙一脉怎么会出现在这小小的圣域？小子，你敢打我！一阵阵灼热的火焰从他周身跃起。新姑爷，你若再敢杀人，你将永远回不去上三域了。谁说我回不去上三域？只要我拿到了还魂。龙思觉在身前结下了印记，一阵阵的冰点凝聚在一起，幻化做了一条硕大的冰龙，朝着新姑爷周身的火焰而去，将那阵阵火焰彻底的冰封住了。这不可能！元素石只有神域才有，不可能！你敢羞辱本尊的女人，你该死！大片的冰元素朝着新姑爷的身体汇聚而去。怎么可能？小子，你放开我！这就是你得罪本尊的下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妖孽呀？这个男人可真狠呐！有我在，他休想动你分毫。这小子，你是神域之人？不是。哎，不对呀，你应当是神域之人呐！只有神域之人才有修习元素之力的能力。小子，你是不是从上三域来此历练的？还是说偷偷从上三域跑出来？你放心，不会告诉别人。知道吗？本尊认识一个老人家，已经活了上万岁了。上万岁？果然，神域的隐世高人就是厉害。他是如何做到的？快告诉我，也让我好吸取一些经验。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所以不会被打死。不多管闲事，不会被打死。断剑帝师，你们莫非是来寻这个玩意儿？这是什么？不是，我来找的是还魂碎片。疾风印章在岳清晨的掌心之中骤然碎裂成沫，里头多出了一个如同花瓣一般晶莹剔透的白色琉璃片。天哪，竟然真的是还魂碎片！断剑帝师，这东西是我的。胡说，还魂印不属于任何人。整个疾风佣兵团如今都是我的，疾风印章也是我的。这东西是疾风印章里头的，你说它是不是我的？好像很有道的样子。断剑帝师，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无非是害怕还魂印被别有心机之人取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天害理之事，而且我也会好好保护好它。丫头，还魂印之前之所以未曾被人发觉，是因为还魂碎片外头包裹着特殊的材料，可以隔绝有灵性的东西，暂且镇压住了还魂碎片。如今外头禁锢的东西已经散去，还魂印重新现世的消息定然会引得四方皆知。圣域乃是下三域之末，其余各地方众人都对圣域虎视眈眈。你还是将还魂碎片交给我，若是出了什么状况，我怕你招架不住。遇到状况，断剑帝师，你就能招架得住了吗？丫头，你可真是气死人不偿命。说来，你这性子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当年的他天资也如你这般。哦，何人？算了，你也不认识。很多年前他就已经从圣城出去了，20年前他便被圣域内的一大隐族所看上。小青龙，你总算准备出来了吗？可需要我帮你一把？岳清晨将一道道的玄力顺着指尖传入蛋壳之中，那原本要破壳出来的小青龙却一下子沉寂下来。他伸手探了过去，好家伙，里头这小东西竟然在我玄力的温润下睡着了，可真是个大懒龙啊！罢了，你既要睡觉，就好好在里头睡吧。旋即他再度将青龙蛋丢入到了金凤空间之中。外公，我想问你一件事啊？什么？我的母亲不是您的女儿吗？为何会与灵域的圣女扯上关联？清晨丫头啊，谁跟你说的这些呀？所以我的母亲真的是从前灵域的圣女，对不对？灵域有人前来杀我。什么？他们发现了你？
是的，清晨丫头啊，你的母亲是从灵域来的大圣女，她叫李新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我的夫人曾经是大圣女身边的侍婢，在与我相识之后，大圣女偷偷将她从灵域放出来，放到了圣域与我成婚。你该知道的，不同域之间是无法通婚的，所以啊，圣女她是与我夫人的恩人呢。然后呢？然后她与另外一个圣女相争了数年，40年前，另外那个圣女对她痛下毒手，让她七魂六魄飞散。好在呀，有一个神秘高手出手相救，替她挽回了3魂2魄，且将她送到我身边，以婴儿之样一点点的养成。本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了，还是被那个圣女发现了。20年前，那个圣女为了斩草除根，对大圣女再度出手，至此大圣女不知所踪，而那位圣女却是登基成皇，成了灵域的女皇啊！她在你身边时知道前尘过往吗？她不知，她忘却了从前的记忆。我们为了保护她，隐瞒了她。若是她知道，当初她就不会被岳战野那个畜生蒙骗了。我知道了，不会解决的。清晨丫头啊，你要做什么？你想怎么解决？自当是血债血偿。清晨丫头，危险！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的。另外一边，小豹子，你怎么了？小豹子，你回来！远处那趴在严清华肩上的小蛇，他看着被自己引诱了扑上来的那只花斑豹子，口水几乎都要流出来了。我会替你杀了它，等你吃了它，你就能帮助我彻底突破圣者了。好，小蛇的声音传在严清华的脑海之中。大胆畜生，竟敢冲撞我！被砸落在地的花斑豹子神识总算是恢复了清明。畜生，去死吧！姑娘，对不起，花花不是故意要冲撞你的。既然花花也接受了教训了，那我就带她先走了。伤了我就想走？美人师傅，今天真的不是花花的错，花花没有碰到她。我知道，没事。不知是我的徒儿做错了什么，竟然让姑娘你如此大动干戈。严清华乃是逍遥族的族长之女，更是被逍遥族人吹捧为逍遥族第一美人。可是今日见到岳清晨，严清华竟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自惭形秽。你的徒儿契约的灵兽伤了我，定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哦，伤了你何处？伤到哪里就无需告知你了。我要他的命。我若是不肯呢？你怕是还不知我的身份吧？你若是不肯，今日这事儿便不会罢休。一道掌风朝着严清华撞了去，膝盖之处剧痛袭来。你好大的胆子，你竟伤我！不是你说的吗？这件事该有个公平的了结。你打伤了小豹子一条腿，我再弄伤你一条腿，一腿换一腿，公平。你好大的胆子！只让你给脸不要脸。我原是想给你点面子，这件事就此了结，可你却不肯罢休，那我只好不客气了。岳清晨的视线落在那蛇身上，那蛇赫然是一只顶级的凶兽，一个人类却与顶级凶兽契约，足可见跟前之人并非善类。莫非他就是岳清晨？青龙神兽上！青龙神兽？我怎么记得小青龙还躺在我的空间内睡大觉呢？哦，神兽青龙。小蛇忍不住吐了吐信子，若是吃了它，我的实力能提升多少？或许我能一跃而上，能够幻化作其他形状也说不定。不错，此乃上古神兽青龙。来吧。什么？让我看看你肩上这条畜生到底有什么能耐，竟能被你这么眼瞎的供着。你杀了他！那小小的身体闪身出来的刹那，周遭刮起了狂烈的风。我要吃了你！畜生，还想吃我？八蛇也终于打量完了岳清晨，他发现他居然看不清这个小丫头的实力。你以为长得跟龙差不多就可以把自己当作是龙吗？长鞭呼啸砸向八蛇，八蛇见此陡然一扫尾巴，八蛇无暇顾及两侧，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掌。就你这样还想吃花花？想吃我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鬼样子，你配吗？八蛇的周身全然笼罩满了黑色的瘴气，这是凶兽特有的
本事。丑东西，要放屁回去放去，别在这里乱放屁，脏了我们的地儿。八蛇重重的砸下。青龙神兽，你怎么了？冒充青龙神兽，你不可饶恕！八蛇偷偷的吸收着严清华的力量，八蛇陡然再度神清气爽起来。岳清晨站在对面，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他吸收了严清华的力量，眼下一族的，我好心劝你一句，离他远点，那不是一般的凶兽。岳清晨，你在嫉妒我？此乃神兽青龙，怎会是凶兽？一人一兽急速的对撞，岳清晨站在八蛇身上，脚下旋力闪烁，逼迫的八蛇砸落在地面上。这不可能！岳清晨，那是青龙神兽，你怎敢动它？是谁一直在喊我，打扰我睡觉呀？好讨厌！这声音好像是从我的金凤空间内传出来的，莫非是……本来龙宝宝我睡得好好的，还能再睡个200年。是谁？是谁打扰了本龙宝宝的睡眠？唉，这小懒龙可真能睡。青龙幼崽视线落在了岳清晨脚下的八蛇身上。好丑的东西！我一出来就看到这么恶心的东西，真是辣到本龙宝宝的眼睛了。神兽青龙，你到底怎么了？上啊！杀了岳清晨这个贱人，还有这个信口雌黄的畜生！黄丑的人类，你瞎吗？这只丑蛇哪里像本龙宝宝了？哪里有本龙宝宝可爱？你竟然把它当做本龙宝宝，简直是在羞辱本龙宝宝！果然本龙宝宝不发威，你把我当成小野蛇了。龙宝宝生气了，气死了！瞪大了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你的那只畜生能跟本龙宝宝比吗？冒充本龙宝宝，还在外头玷污本龙宝宝的名声，让世人以为本龙宝宝长得如你这般丑陋。你该死，该死，该死，该死！岳清晨已经从八蛇身上挪开身子，却不料神兽青龙猛地一爪子朝着八蛇的脑袋一下子拍去，八蛇便脑浆崩裂。气死我了！没想到你这么脏，早知道本龙宝宝就不亲自动手了。与八蛇契约的严清华浑身猛地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似的跌落在地，旋即那硕大的身子再度变成了小小的模样，重新落在岳清晨的手上。娘亲，坤坤，娘亲，你说还要怎么惩罚那个坏女人，打扰了本龙宝宝的睡眠？岳清晨继续风中凌乱。圣皇陛下到！圣皇陛下，我乃严清华，逍遥一族之人，但岳清晨竟敢如此待我，实乃对我逍遥一族的不敬。莫非你就是外人所传的那位德行兼备的严清华？回陛下，正是小女。陛下，那岳清晨竟……传言果然不可信呐！世人都说严清华德行兼备，没想到却不过尔尔。果然无信谣不传谣啊！月丫头，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未曾想这青龙神兽竟到了你的手中。娘亲，龙宝宝怕怕，这个人类长得凶神恶煞的，吓到龙宝宝了。龙宝宝胆子小，经不起吓。怕吓到他了，这是认真的吗？圣皇陛下，您可还记得，您还欠我们逍遥一族一个承诺。当年他初登圣皇之位时，圣城之外的各大种族动乱不安，是逍遥一族暗地里协助他平定了外乱。彼时他给了逍遥一族一个承诺，一个条件。是这样，不错。好，那我现在代表我的父亲母亲，要求您履行您的承诺，您必须让岳清晨将神兽青龙交予我，我要与他契约，随后杀了他。严清华，你休得放肆！怎么，陛下，莫不是您要食言？你别忘了，您的承诺至今还在圣谕的册子之上，您若是食言，您将会万劫不复，灰飞烟灭。严清华倒在地上，只能任由一道怪异的力量压在自己身上，巴掌一巴掌的打着他。打我！是你在打我！不错，小青龙跟我方才给你的教训似乎还不够。既如此，那我就不介意再多教训你几把。月丫头，饶他一命。他说的对，本皇欠他逍遥族一个人情。好，我给圣皇这个面子，并且愿意帮圣皇这一把。不过圣皇陛下，你欠的只是一个条件，那就从他的2个条件之中选择一个吧。他不是叫你让我将神兽青龙交给他吗？你说啊。未曾想这丫头竟然在玩文字游戏。月丫头，你就将神兽青龙交给严姑娘吧。不给。为何不给？你问我要，我就该给吗？严姑娘，你也看到了，本皇已经尽力，已经帮你要了，可是月丫头不给呀，那本皇也没有办法。
本皇答应你一个请求，已经做到。燕姑娘，从今日起，本皇与你可谓是两清了。在他声音落下之后，那记录在册的圣皇与逍遥一族之间的一个约定，一点点的消散了。圣皇陛下竟是伙同岳清晨在戏耍他。严清华倒在地上，几乎牙眦欲裂。美人师傅，这神兽青龙是公的还是母的呀？你要不要让它离你远一点？我有点害怕以后可能会有很血腥的场面。我记得美人师傅身侧那个冰山一般的男人可是个粗坛子，那个粗坛子很恐怖。休要挑拨离间，我是当地最乖的龙宝宝，你再说我打你哦。云想荣陡然感觉到一阵冷风袭来，吓得他再也不敢言语一句。娘亲，好困哦。困了你就睡吧，你刚从蛋壳之中出来，耗费了不少力量，先去睡觉吧。可是娘亲，宝宝饿了。你要吃什么？宝宝想吃各种好吃的。娘亲，你有什么呀？一颗颗的丹药掏了出来，龙宝宝一大口一大口的吞着眼前的丹药。娘亲，这些丹药很好吃，是专门给龙宝宝炼制的吗？那些丹药都是给小白的，不知道小白知道这些会是什么反应？他们怎么了？这么努力？他们说要尽快变得厉害强大起来，等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你了，就不会离开你了。是青龙，主人，青龙是不是出事了？谁啊？怎么每次到了一个地方都有人打扰我睡觉啊？真的是好讨厌啊！万年了，没想到万年之后我们竟然还能再相见。咦，好丑的猫！娘亲，为什么你身边臭东西这么多？不过这个男人还不错。青龙，万年不见，你不认识老子了？不好意思呀，本龙宝宝只喜欢长得好看的人。娘亲，这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是谁啊？还有那两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娃娃，他们都是谁啊？看到了吗？那家伙缠着主人，你不是最不喜欢别的东西粘着主人吗？赶紧将他甩开！小白满眼都是幸灾乐祸。青龙这家伙惨喽！娘亲，这么说，那个长得好看的男人是爹爹喽？不过小青龙喊我一声娘亲的话，那喊龙思觉一声爹爹也未尝不可。哇，爹爹，我就说嘛，为什么本龙宝宝会这么潇洒可爱？原来是有同样潇洒威风的帅气爹爹和同样漂亮的美人娘亲呀！龙思觉定在原地。潇洒威风的爹爹，漂亮的美人娘亲，这话听着还蛮舒服的。他是神兽青龙，不错，还蛮可爱的。小白整个石化了。我现在终于发现，原来青龙这厮是个心机婊。尸体爹爹，初次见面，这是龙宝宝送给你的大礼。我不吃。那只有我自己吃了。那是我的食物啊！不行，我一定要想个法子，好好挫挫青龙的锐气，让他知道什么是先来后到。自从小青龙来了之后，每天小白都在跟青龙拌嘴。怎么了？这么苦恼，在想什么？没事，在想什么时候能去灵域。去了灵域，小叶小莫就要上学了。上学了也好。对，男孩子总归是要磨练磨练的，不能一直留在父母身边。虽然我也很舍不得，等他们走了，就无人可以打扰我们了。说来，咱俩从来没有过一次二人世界。我在考虑人生大计，龙思觉却在考虑二人世界。对了，清晨丫头啊，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你一件事儿。什么？你娘，我总觉得还没有死。何以这么觉得？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你外祖母是你娘亲第一世身边的侍女，她拥有你娘亲的随身之物。在外界传你娘去世之后，我们未曾找到你娘的尸体，用她曾经的衣物做了衣冠冢，并企图焚烧，但是足足3天3夜都烧毁不尽。清晨丫头啊，未来的路外公帮不了你了，只能让你慢慢走了。外公放心，还有我。还好有尊上在你身侧，外公我呀也便放心了。爹，李义生皱着眉从一旁走来，有他在，你应该更加担心才是。怎么？龙思觉，我知道你乃龙都之主，世人皆畏惧于你，可我不惧。清晨当年受了那么多的苦，他为你生下2个儿子，承受了那么多的非议，这足足4年，你在何处？这李家的人胆子可真大。小舅舅教训的及时。龙思觉，我们李家虽然在你眼中算不得什么，但是总归是清晨的娘家，若你对他有半分的差池，便是拼了我这条命，折了我整个李家，我们也定会闹得你龙都天翻地覆。小舅舅放心，他不敢欺负我，你外甥女没那么好欺负。李义生没有应答，继续满面严肃地盯着龙思觉。众人都在此，我便在大伙的见证下，以我的灵魂起誓，从很久之前开始，我的生命便属于清晨，往后
后的日子，我会护他、爱他，只有他一人。若有半分负他，我将进入阿鼻地狱，承受锥心之苦，永生不得轮回。这是以灵魂起誓，甚至比那血誓还要恐怖。一旦誓言落下，但凡有半分违背，灵魂都将消散。嘿，不愧是我的儿子啊，果然有原则。爹爹总喜欢突然告白，真羞羞。好，我信你了，爹，我们走吧。金晨未来前行的路，我放心了。清晨，你娘家人都认可我了，看来我们是时候抓紧时间生二胎了。滚！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那你如何报答我？在龙思觉的左脸之上轻轻地吻了一下。不够。远处，燕修盯着这里二人的景象。喂，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哎，你们这是在干嘛？当众虐本妖王吗？滚蛋！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明明知道本王是一只万年单身老妖，竟然还在这里公然虐我！已经过了1个月了，再过2个月就要彻底的释放了。到时候，老子一定要狠狠的报了这个仇。岳清晨，本尊郑重的跟你说一件事。再过2个月，小叶小莫就得跟着断剑帝师去上学了。到时候是该给小叶小莫生个妹妹了。我考虑一下。真的吗？龙思觉竟是将岳清晨当地抱了起来，在原地转圈圈。好了，先放我下来，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走，咱们回去告诉小叶小莫，他们马上就要真的有弟弟妹妹了。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再过了2个月。燕修他负手而立，仰着头看着半空之中的一切。燕修叔叔，你怎么啦？你的表情怎么这么难看？燕修叔叔，你便秘了吗？你们如何知道？来至圣域快3个月，我的肚子总是怪怪，好像水土不服了。燕修叔叔，我们可是娘亲的儿子，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们这儿有药，要不你吃吃，兴许能好。好啦，你爱吃不吃，我们先走啦，娘亲还在找我们。小叶弟弟，那真的是专治水土不服的药吗？真的，比珍珠还真。那就好，燕修叔叔还蛮不错的，这3个月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给咱们当仆人。对啊，所以我决定跟他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了。小叶弟弟，那水土不服也是你干的？谁让他建议娘亲送我们去上学的，就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娘亲，青龙宝宝为什么还不被契约？我乃高级别的神兽，想要与我契约，须得达到尊者阶段，否则契约不到。还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小白也是神兽呀，很早前就跟娘亲契约了呢。可能因为本龙宝宝太强了。青龙，你再厉害又如何？现在又不能跟主人契约。美人娘亲，小白欺负宝宝。没有，小白跟你开玩笑呢。我决定了，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升级，赶紧的超过了青龙这只新级表。小叶哥哥，小莫哥哥。小青龙在喊岳清晨美人娘亲之余，又甜腻腻的对着小叶和小莫喊了声。小叶跟小莫显得极其受用。青龙宝宝，你一定要等娘亲哦，不可以跟别人契约，不然我一定会宰了你。当然了，我最喜欢美人娘亲了，外头的那些丑八怪配不上本青龙。好啦，小叶小莫，娘亲喊你们过来是想测试一下你们修炼的成果。报告娘亲，小叶现在已经到了军阶巅峰了，只要再努力便可以冲到地阶。还有丹师，小叶已经升到了8级丹师，小叶一定会继续努力，赶超小莫哥哥。不错，你们如此实力，娘亲也总算放心，让你们独自去上学了。孩子总是要长大，长大了该飞了，哪能一直跟着娘？月姑娘，我在灵域等你，我希望能够早日看到你们到来。半空一道金色的漩涡高速的闪烁着，下一刻，断剑帝师带着小叶小莫闪身入了那金色漩涡。清晨，咱们先回去。龙思觉，你好像现在很开心，你很希望2个儿子不在身侧。没有，我当然很舍不得，但是当爹的不能束缚着他们，得让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儿子走了，可以跟媳妇过2人世界了。是吗？那你刚刚怎么在笑啊？我觉得欣慰，儿子终于出息了。儿子走了，没人碍事了。可是你好像巴不得儿子走。我这是担心灵域的人再来闹事，如今结界松动，谁知道灵域的人会来做什么？儿子走了，可以跟媳妇安排起2胎了。岳清晨很认真地扫了一眼龙思觉，也是，先回去再说。清晨，上次你说考虑的如何？龙思觉，要不咱俩先比划2下，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看看谁的实力在上。只要你愿意，你一辈子都能赢过我。好个狗男人，什么时候竟然说起了这些骚话了？好啊，咱们就比比。我倒还真是想知道，现如今我跟龙思觉的实力到底有多大的差距。龙思觉此人也总是给我太多
想不到的惊喜。我说了，你可以一直在。岳清晨被龙思觉紧环着腰肢，落在他身上，根本无法动弹。放开我！不如来重温一下5年前的那一晚。放开，我们打一架先，打赢了我再说。你说的，我打赢了你就能生2胎了。一道力量从龙思觉的身上透出，已是将岳清晨击得无法出招。如何？我可是赢了。这个男人竟以恐怖如斯，我几乎都不能在他手中过下一招。龙思觉，你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哎，人类呀，果然不可信。前一刻还在卿卿我我，这一刻就兵戎相见。月姑娘，你别怕，有本妖王在，龙思觉不敢欺负你。燕修，这是最后一次，你若是再敢贸然出现打扰本尊跟清晨，本尊定捏爆你的焦头。2招过后，燕修落在岳清晨身侧。岳清晨，3个月的时间已到，本王已不再是你的仆人了。不过念在了你融合了妖心之魄，本王一定会保护住你的性命。行了，我跟龙大闹着玩呢。是吗？可是闹着玩至于这样打架吗？小王，你真是不解风情，那是他们之间的情趣啊。你看本宝宝就很乖，在这静静的看戏不说话。大爷了，竟然忘记青龙还在这儿了。帅气爹爹，美人娘亲，你们继续呀！看着龙思觉那张泛青的脸，燕修忍不住捧腹大笑。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龙思觉如此吃瘪的模样。哼，这感觉实在是爽爆了。燕修可以滚了。没事了，来跟你们告别。本王也该走了。龙思觉、岳清晨，这3个月是本王这辈子度过的最难忘的3个月，本王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且等着，本王肯定还会再回来的。下一次回来时，本王一定会打败你。不可能的，小王，你尚且连本神兽都打不过，还想打得过本神兽的娘亲跟爹爹？好了，妖王，你要走就赶紧走吧，我得赶紧赶跑燕修，这样我才能继续看爹爹娘亲秀恩爱呀。狂风呼啸而至。小王，你的效率很高啊！让你走，你现在就走。那不是本王打开的结界，是灵域。灵域有人来了，身过流花，翩然雪海，那是灵域女皇。岳清晨，快看，灵域女皇来了！那只小青龙实在是太扎眼，只一下就吸引了灵域女皇所有的注意力。青龙神兽，未曾想到竟会在此遇见你。你是谁呀？本龙宝宝认识你吗？青龙神兽，圣域不符合你的身份，随本皇前往灵域吧，灵域才配得上尊贵的你。哇，美人娘亲，就有丑八怪想要迫害本龙宝宝，一定是青龙宝宝长得太可爱了，总是招惹一堆丑八怪，才走了一个年轻的，现在又来了一个老的。美人娘亲，宝宝好害怕哦。这小家伙可真是将白莲花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不过我喜欢，别怕，没事。这位姑娘，本皇来自灵域，乃是灵域女皇，还烦请姑娘将神兽青龙交给本皇，本皇必当重重有赏。岳清晨背对着灵域女皇。是吗？重重有赏，不知灵域女皇想怎么赏赐于我？天才地宝任由你挑，甚至本皇可以将你带到灵域，让你侍奉在本皇左右。就这？那你还想要什么？姑娘，赶紧将青龙神兽交于本皇，本皇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得去找那个叫做岳清晨的女人，赶紧将她击杀，以免留下祸患。只看到那白衣少女缓缓地转过身来。灵域女皇，那如果我想要你的命呢？是你就是岳清晨。哈，是想要来这里击杀了我？不错，是我。你不是要我的青龙吗？用你的命来换吧。李心妹的女儿竟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你那贱人娘亲尚且都斗不过本皇，就凭你能做些什么？你就去陪你那贱人娘亲吧。一团团红艳的花簇凭空倏然出现，此乃拈花诀，是灵域女皇修炼了足足几百年的绝活。周遭空气骤低。岳清晨，你怎么回事？得罪了灵域女皇？怕吗？怕的话，现在就走。哎呀，还真不愧是你岳清晨，得罪的全是大人物。罢了，岳清晨，既然你体内有本王的妖心之魄，本王就勉强跟你一起对抗一下吧。毕竟你要是死了，妖心之魄也就没了。3道身影急速腾起，当年灵域女皇便是因为拈花诀被灵殿使者选为圣女，从那首当其冲的黑袍男子身上陡然释放出了一层强大的金光，拈花诀被破，灵域女皇整个人被击得重重往后砸去。这怎么可能？这2人竟然都大有来头。
李新妹的女儿果然是不同凡响。我说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底气，竟然敢与本皇对抗？原来你竟是攀上了神域和妖域的人。岳清晨，你果然跟你的娘亲一样的会勾搭男人，你可真是不要脸至极！天哪，美人娘亲，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妖婆来势汹汹的想要杀你了。原来她是嫉妒美人娘亲你的青春美貌。毕竟像这样的老妖婆，就算脱光了，也没有一个男人愿意多看她一眼。若是可以，我真想扒了这神兽青龙的皮。我发誓，若是这神兽青龙不愿随我前往灵域，我定抽了他的神骨。你说的没错，我是勾搭上了神域之人。怎么，灵域女皇，你有意见？有本事你也去勾搭一个过来，给你撑撑腰。神域和妖域这么多年来跟灵域一直相安无事，和平共处。本皇劝你们最好不要掺和本皇的私事。本尊乐意，你管得着？灵域女皇，你怕是弄错了，不是月姑娘勾搭上了我们，是本王心甘情愿的愿意当月姑娘的仆人。神域的小子，本皇与你神域之人也算是有几分交情，你若执意与我灵域作对，我必当如实告知神域，必不饶你。妖域之王若是让妖域知道你堂堂妖王却对一个人类点头哈腰，你该颜面何存？那要看你今日可有命回去。龙思觉陡然扬手，一道攻击砸去。岳清晨只靠一个男人，本皇真瞧不起你。老女人，你不是想激我吗？激我跟你单打独斗吗？好，我成全你。龙大、严兄，你们退后，薛要出手。清晨，岳清晨，你打不过他的，他现在实力已是圣者巅峰，他快要突破尊者了。我的仇我自己报。岳清晨在吸收了妖心之魄的力量之后，体内的玄力一直在很是不平稳的波动着，足足3个多月了。他想要突破晋级，却总是十分的困难。灵域女皇或许能够帮助我突破，可是燕修急切的想要出声，甚至想冲上前去。一旁龙思觉握紧拳头，挡住了燕修的去路。好，你小心。好一个有骨气的丫头！好啊，那本皇倒是真的想要看看今日的你想要如何报仇。四方再度风起云涌，隐约的白色光芒从岳清晨周身闪烁。一个圣者一重境而已，简直找死！飞花们瞬间化作花雨落下，跟前银色的鞭子自岳清晨掌心甩开，将一片片花雨全都击穿。不可能，我可是圣者巅峰，即将踏入尊者，我的拈花诀竟然未曾将一个圣者一重的臭丫头一击毙命。灵域女皇，你杀我娘亲，辱我娘亲，今日我们好好算算这笔账。这鞭子仿佛在哪里见过，臭丫头，找死！结束了。李新妹啊，你千辛万苦的将金凤传承给了你的女儿，可是你看呐，你那女儿只是一个废。最后的几个字尚未说出来，一道无形的气流从那高速旋转的漩涡之中穿破，直指灵域女皇的心脏。灵域女皇，原来你也不过如此。破天弩，你竟得了破天弩！我说你怎敢嚣张，原来是有破天弩撑腰。是，我要用破天弩取你狗命！一记长剑穿云而起，一道剧烈的冰旋罡罩笼罩在他周遭，此乃灵域的至宝，乃是防御性质的神器，为历任灵域女皇所继承的宝物。冰旋罡罩的表面已经被破天弩砸弯，灵域女皇藏身于冰旋罡罩之内，3个月才能使用3次的破天弩，你应当已经用完了机会吧？就凭你也妄图来与本皇对抗，没有了破天弩，你什么都不是。灵域女皇的双臂当空而展，她素手翻飞，再是使出了圣者9重的力量，直直的攻击而去。岳清晨体内的玄力开始翻滚，现在知道怕的不敢动了。岳清晨依旧是垂着头，没有半分动作。岳清晨，等等，龙思觉你在干什么？岳清晨怎么可能打得过圣者9重？他会死的，会死的呀！龙思觉极力的隐忍住了前去的冲动。再等一等，岳清晨这是在借力突破，他不会死，他现在更加不能被打扰。当圣者9重的力量环绕在他四周之后，岳清晨体内数月前吸收的妖心之魄骤然再度有了异样。哇，好香的力量啊！美人，我好喜欢这力量，你先让我吸个够哦。以神识探入。小妖，好久不见，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美人，我一直都在呀，我已经被你融合了，我如今就是你的力量。美人，我好喜欢圣者9重的气息，还想再多吸一会儿。当我吸饱了，我才能有很大的突破。可是，美人，你能承受得住吗？圣者9重的力量压迫之下，岳清晨的每一根筋脉几乎都在被压迫着，几乎都要被撕裂了。好，竟然还能顶这么久！大团的飞花再度从他另外一只手上跃起，龙思觉眉头骤然一凛。
他急速掠起身，冲向那花瓣雨，掌心元素之力跃起，就欲将那片片飞花冻结。却就在这时，从不远处的圣者九重的力量之下传来一道异响，只看到那萦绕在岳清晨周遭的圣者九重的力量突然之间像是被完全吸收了一般，消散不见了。而那片片飞花亦是在快要靠近岳清晨之际消散无踪。龙思觉的动作倏然顿住，燕修脸上的表情亦是僵住，而灵玉女皇则是身形猛地颤抖两下。我的攻击的力量突然消失了，这怎么可能？这是咋回事？清晨吸收了对方的攻击力量，吸收了对方的气息。小妖，吃饱了吗？啊，饱了饱了，美人，我好久没吃的这么饱了，一吃饱了我就有力量干活了。你这个贪吃鬼！嘻嘻，美人，我吃饱了，现在我要将方才我吸收的力量传输给你，你要看好了。灵玉女皇终于发现事有不对，再不敢乱来。倏然，她掌心一顿，手中不知何时已经多出了一把长枪，朝着岳清晨刺去。我便是要趁着岳清晨突破，将他击杀。一道惊雷倏然砸落而下。你是知道我突破了，要经受雷劫，所以你特地赶过来替我承受这个痛苦吗？多谢。想用长枪刺我，你自己先试试。灵玉女皇膝盖受伤，倒落在地。你就这等实力，怎配当上女皇？若非你使诈，让本皇被惊雷所劈，我怎会输给你？磕头吧！你说什么？我娘被你迫害成那般，你难道不该向我娘磕头道歉，认个错？本皇乃是灵域之主，怎会随意磕头？灵域之主啊，那更要彰显出自己的诚意了。娘，女儿今日在此给你报仇，也算不负你的期望，不负你的传承。他一记凛冽的掌风砸下，就要将那灵玉女皇置于死地。畜生！你若是杀了我，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娘的下落。不可以杀我，你娘还没死。你若是杀了本皇，你永远都不会见到你娘。她没死，没死，她只是20年前被我囚禁起来了。本皇可以与你交换，你放过我，我将你娘交给你。放过你？你觉得可能吗？你娘在我手里，你不能动啊！灵玉女皇的话甚至还没有说完。灵玉女皇，我娘与你无冤无仇，只因你的嫉恨，你追杀了她2生2世，甚至于到最后，你还囚禁了她20年，2生2世与20年的囚牢之苦，这滋味也该让你自己来尝尝了。你永远也不会找到你那贱人娘亲的所在，永远也不会。符咒，岳清晨伸手一抬，便已将符咒贴在女皇的后脑勺，说：“我娘亲在何处？”她被我囚禁在灵殿，他们的魂魄被我囚禁在里头。好，岳清晨只手一抬，将真化符撤走。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岳清晨，你要做什么？你囚禁我娘20年，我自然也要将你囚禁20年了。我会让你活够20年，让你好好尝尝被囚禁20年到底是什么滋味。女皇残缺的身子直勾勾的被丢入笼子之中，旋即被岳清晨连同那笼子一同丢入金缝空间的角落里。岳清晨好大胆，他刚才那样子让我觉得他好像在宰一只鸡。过往3个月我杀起鸡来也不过只是这般，可那是灵玉女皇啊，她竟然就这么眼睛不眨的跟杀鸡一样搞残了灵玉女皇，这也太他娘的恐怖了。所以你现在知道你是有多幸运了。惊惧之下，燕修竟是下意识的狠狠咽了一口口水。解决了。岳姑娘，你还收徒弟吗？你想当我徒弟？燕修点头。当了岳清晨徒弟，这样岳清晨铁定不会对我出手了。想想之前岳清晨宰杀那只小鸡的样子，燕修觉得自己满身的鳞片都在疼。不过燕修，3个月的时间已到，你自由了，不是我的仆人了。不，岳姑娘，一日为仆，终身为仆，你休想与我撇清任何关系。岳姑娘，你永远都是燕修我的主人，我们之间情谊深厚，不可更改。这确定还是那位妖王燕修吗？龙思觉眼眸一暗，前去大腿一伸，将燕修踹得远远的。滚蛋，别乱套近乎。我说的是真的，岳清晨、龙思觉，咱们都是共患难的关系了，咱们之间情谊深厚，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能对朋友做些什么。开玩笑，岳清晨之前斩杀灵玉女皇那么潇洒，我妖域肯定不是岳清晨会放在眼底的，所以我必须要提前打好关系，表明立场，若不然得罪了这2尊大神，那就完了。
放心，你妖域与我无冤无仇，你怕什么？严修，通往妖域的结界应当也被打开了。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有别的事情要做吗？你可以走了。真的吗？当然，你如果想继续留在这里洗衣做饭，也不是不行。严修闻言稍稍松了口气。对了，严修，妖域有一枚还魂碎片，不知可否临时借给我？刚刚松了口气的严修，眼下那口气又憋在喉咙里面出不来了。还魂碎片，月姑娘，您可还真会挑东西。那玩意儿，即便是本王也根本碰不到啊！哦，哎，一言难尽，妖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且看圣域这么小小的地方这么复杂，你就知道了。我知道了。走了，月姑娘，通往各域的结界即将关闭。好，严修，后会有期，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再见的。月姑娘，本王在妖域等你。我们也走吧。灵域乃是下三域之首，在下三域之中算是最厉害的存在，而灵域也是前往上三域的唯一途径。这么多年来，只有灵域的人方有微弱的机会踏入神域，也只有灵域与神域之间有些许来往。别怕，有我在，我会与你一同找到你的娘亲。未来我会好好给丈母娘尽孝道。龙大，披在灵域女皇身上的那道惊雷也是你所为吧？如何？可符你心意？那道引雷让我的手都痛了。他竟不知龙思觉几时竟也变得这么爱撒娇了。从前冷若冰山的龙主尊上，若是让外人瞧见了，只怕会大跌眼镜。岳清晨踮起脚尖，在龙思觉脸上亲了一口。手还疼吗？还有一点点，再来一次。不许看！你们谁若是敢偷看，本尊就挖了谁的眼睛。小白跟青龙宝宝原本都瞪大眼睛，想要看着眼前的景象，刹那之间，一虎一龙一个个的吓得浑身不敢动弹，纷纷转过身去闭上了眼。啊！该死恋爱的酸臭味啊！小白猫，你什么时候也去找个小母吗？胡说八道！你才什么？你一家才什么？我乃堂堂神兽白虎大爷！好吧，小白虎，你啥时候去找个母老虎？不然你这只单身虎整天跟在美人娘亲后头，也太寂寞如雪了吧？你怎么不先去找个？人家还是个宝宝。白虎，想不到几万年不见，你竟然变成了这样，竟然想这么霍霍本宝宝。美人娘亲，小白接过本宝宝。这两个活宝连日来实在是不消停，不过火道也习惯了他们的相处方式了，他们一日不拌嘴，怕是就累得慌。灵域呀，没想到终有一天我们还能回到这里。怎么了？主人，我们万年前来过这里，这里埋葬着我们以前的朋友。好，我带你们去看你们的那位朋友。美人娘亲，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去灵殿。大街之上人来人往，几乎人人都在商讨着要选拔圣女之事。选圣女？看来那老妖婆出事的事情已经被灵殿的人知道了。不错，莫说是灵域，便是圣域，都有属于每个地方每个皇帝的独立印章。一旦所持印章之人出事，相应的印章就会破裂。难怪。不过此次灵域选圣女的事情，对于灵域来说，的确是石破天惊之事。龙大，要当灵域的圣女，可有什么别的条件吗？哦，你有兴趣？灵域圣女啊，我娘从前不就是灵域的大圣女吗？我要去当上那圣女，甚至搏一搏那女皇之位。等我将娘亲解救出来，再将位置重新归于娘亲。好，你去，我相随。啊，哇，好香好香啊！小家伙馋了？美人娘亲，前方10里地有好东西哦，你一定会喜欢的。小主人，真的是好东西哦，若是用来炼制成丹药，会有奇效，是美人娘亲你这么多年来炼制的最厉害的丹药哦。灵安堂，这是灵域内最大的药材铺子。灵安堂的大堂之中，血汁正摆放其中。10万年血汁已经炼出了自己的灵魄，难怪众人都无法靠近它。已经第3日了呀，再有3个时辰，没有一个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过来，我就会毁掉了这里。现在连一个药材都这么狂妄了吗？没办法，这血汁活了10万年，吸收足够了天地精华，所以有了自己的意识。再者，他生性孤傲，更是看不起人。老子休息的好好的，好不容易修炼了10万年，结果就被你们这么生生的给毁了修为。站在门口的2个人，你们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尊贵的人，若是你们愿意将我带走，我便跟你走，总比留在这肮脏的地方跟这群凡夫俗子为伍要好。2位，那就劳烦你们将这10万年血汁敬献给女皇陛下了。这是100两银子，算是灵安堂给你们的跑腿费。岳清晨扫了一眼那100两银子，稍稍皱眉。哎，知足吧，
这可是给女皇陛下做事，100两银子不少了。哦，哎，我说小丫头，你别蹬鼻子上脸啊，150两啊，不能再多了。我说了不算，不如你再问问那血脂是否愿意被我们送给女皇陛下。兴许方才是他说错了呢。老子才不要去那什么女皇呢，老子要跟着你们走。喂，那穿黑的衣服的男人，白的衣服的女的，你们到底带不带老子走啊？不带老子走，老子就毁了这里。夏茂盛拿着银子的手也瞬间顿在半空之中。临安堂的堂主听到了吗？不是我不愿意将他送给女皇陛下，是他不愿意呀。那10万年血脂明明是我要送给女皇陛下的呀。喂，带不带我走啊？这地方我待腻了。堂主，您瞧着。夏茂盛眼眸一垂，眼看着整个临安堂几乎要被毁掉，最终他别无他法。此乃10万年的上等血脂，姑娘你也瞧见了，这血脂已经炼制出了自己的灵魄，若是能够用它入药，必然不同凡响。这样100万两银子您带走。堂主，现在剩2个时辰了，您确定100万？哎，50万，不能再少了。堂主这就错了，这10万年的血脂怎么可能价值50万两？您这是误会我的意思了。姑娘，您的意思是500万？不，5000万两，1分不能少。5000万？姑娘，您是认真的？那是当然，我还是懂市场行情的。这10万年的血脂，若是低于了5000万两，那就是瞧不起他。老子是无价的。不过既然姑娘你说5000万，那就5000万了。好。那姑娘，您随我来这里付钱，5000万现银，这一般人可不能随身携带吧？要不要需要几天的时间来凑齐了啊？不错，那3天吧，3天的时间凑5000万也可以。好。那姑娘今日就打个欠条啊，我给姑娘一点时间来筹齐银两。哎，敢问姑娘您芳名是？岳清晨。好。岳清晨接过字据。夏堂主，怕是搞错了吧？啊，不是5000万两吧？你莫不是要反悔？话既然都已经落下了，那就不能改变了啊！众人今儿都在这里见证呢。你过来看看，这里写错了，不是我欠你5000万，而是你欠我5000万。什么？你说什么？我给你将这个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带走，保住了你整个临安堂，5000万两，难道不划算吗？公子，既然是公子看上了这血灵芝，我便不与公子争，全当是我送给公子您的。公子切莫忘记，我乃灵玉二公主夏子英。远去的岳清晨脚步骤然一个踉跄。怎么感觉这个什么公主是个戏精啊？二公主夏子英。我就说我堂堂二公主身份尊贵无比，这位俊美的如同天神一般的贵客已经记住我了。公子，夏子英尚未说完，我媳妇嫌你烦，你若再开口说一句话打扰了她，我便取了你的性命。被岳清晨拿在手上的10万年血灵芝此时也怒了。大言不惭，老子跟你没半点关系，也轮得到你来送，真是不要脸。被打得满脸通红的夏子英好不容易终于从地上站起身来。岳清晨与龙思觉此刻已经带着10万年血灵芝扬长而去。10万年的血灵芝吃起来味道一定很好。没人娘亲，龙宝宝饿了。这玩意儿是青龙，嘿嘿，会是花的血灵芝，一定很好吃哦。滚蛋，老子不好吃。哎呀，就一口，你就让我咬一口。滚开！岳清晨与龙思觉临时寻了一个落脚处住下。美人娘亲，我什么时候可以塞牙缝啊？女人，你既然带走了我，你就对我负责。放心，少不了你的吃的。血灵芝在这里，你会有很多吃不完的东西的。对，我会给你滋养出很多好吃的药材的。你要是吃了我，你以后就没这福利了。那好吧，既然你能当长期饭品，那本龙宝宝就先放过你一马。10万年来，我第一次这么卑微啊！临安堂殿内，夏堂主，3天时间已到，我来收银子了。怎么没凑到？若是没凑到银子，那就拿临安堂的房契地契来吧。虽说这临安堂在我眼中不值几个钱，但总归聊胜于无吧。岳姑娘，这可是女皇陛下的产业，你怎敢胡来？是啊，女皇的产业，所以即便不值钱，但我还是念在女皇的面子上，愿意勉为其难的收了它。大公主、二公主、蓝公子，你们都来了。10
是的，来人正是这灵域的第一天才蓝奇远，以及女皇陛下最珍爱的大公主夏子宁。蓝奇远与长公主可谓是整个灵域的一段佳话，是无数人羡慕钦佩的对象。姐，就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3日前在临安堂敲诈勒索，非但骗走了那极其罕见的10万年血灵芝不说，现在竟然还想将临安堂一并取走。姑娘，还请您看在本公主的面子上，行个方便。那10万年血灵芝，您取也取，还请姑娘适可而止。女皇陛下如今尚在闭关，无法出面处理这些事情，只能交由本公主来定夺。姑娘若是实在觉得不忿，我可以答应姑娘3个条件，用以抵债，如何？姐，你这对她也太宽容了吧！子英，得饶人处且饶人，更何况你我都是公主，当以女皇陛下为榜样，要大度谦让。这长公主殿下可真是有女皇的风范啊！这个夏子宁还是一如既往的惺惺作态，要不是我知道她10年之前干的事情，我还真的要被她给骗了。蓝阡陌未曾应答。那个女子，她的身形与声音像极了记忆之中的师父。师父当年身为大圣，终年戴着圣女面纱，所以我从未曾见过师父的长相，但是我却认得师父的声音。大哥，你在看啥？你是看上那白衣姑娘吗？你要是喜欢，我替你抢过来。走吧，我不愿意与那2个畜生呼吸一样的空气，先办正事要紧。却是这时，那临安堂的大厅内，你的3个条件，实不相瞒，就算是100个条件，在我眼底也只算个屁。原本要远去的蓝阡陌与蓝子玲脚步全然一顿，二人讶异的转身。喂，女人，你怎么能够说她条件是屁？这回你搞错了，你快收回自己的话。那便是夏子英口中所说的10万年的血灵芝。血灵芝没事，本公主不计较。在老子的眼底，1万个条件也都比不上一个屁。女人，你别侮辱了屁。小雪，淡定，有些话不能瞎说。本来就是。姐，你可看到了，这女人何等嚣张！阁下，你身份那般尊贵，怎能容许这样一个粗俗的女人在你身侧？她的存在简直是侮辱了您。他什么样子，本尊都喜欢，何至于你在此多嘴？一道劲风砸下，就要将夏子英当场击毙。蓝奇远他匆忙抬手对上，那男子如此强大，他不过只随意的一招，我几乎花了90%的力量才接了下来。本来就是，阁下，您乃神域贵客，他这般粗俗难耐，空有一副皮囊，他根本不配待在您。一阵掌风闪烁，夏子英的舌头当即被割了下来。四方众人此时一片寂静。舌头没了，却吵不到你。坐在风口冷吗？叶清晨摇头，别动到了。我还没那么娇弱，不怕动。不行，冻坏了你，我会心疼。地上的夏子英狼狈至极。大公主决定好了吗？要么给钱，要么给房契地契。我的耐心有限，你可得尽早做决定了。夏子宁有些求救地看向蓝奇远。蓝奇远乃是灵域的第一高手，体内更是有着当初从蓝阡陌身上夺回来的玄根。如今他不过区28岁年纪，就已经到了圣者5重境，如此实力在圣域来说实在是无人可敌。但是蓝奇远朝后头退去了2步，仿佛置之身外。蓝奇远方才被龙思诀那一招震得双臂还在作痛，再眼看着夏子英那样的下场，他如何敢出手？若是当众落败，那么他这么多年苦心营造的好形象就彻底毁于一旦。大公主，这位姑娘说的没错，白纸黑字在这里，的确是临安堂欠了她在先。我建议临安堂还是要信守承诺。夏子宁有些不明所以，不过他脑海中倏然接收到了蓝奇远的神识传音。子宁，这临安堂这几年来都是处于亏损状态，他们既然要，那就先给了他们，总好过被讨1个多亿要好。夏子英说那男子来自神域，想来应该不会假，我们犯不着现在就跟他们闹僵。圣女大选在即，你若能与神域之人攀上关系，对你很有益处。一切等圣女大选结束过后再说。夏子宁听着这些话，面上浮出了微笑。是啊，看来都是误会。姑娘，临安堂既欠了你这么多银子，那我们就一定会想法子归还。如今1个多亿的确做不出来，那就在女皇尚未出关之前，这临安堂暂且交由你们管理吧，还不快将房契地契都给他们。月姑娘，你要讨的债也讨回去了，这是女皇陛下的产业，您看啊，您与我们是不是两清了？妹妹年纪小不懂事，得罪了你们，但是呢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还请2位饶了佳妹的性命。叶清晨他只是撕碎了那一张欠条，夏子宁这才松了口气。本公主知道阁下身份尊贵，如今女皇陛下闭关，冲刺尊者，灵域大小事宜都交由本公主来处置。阁下若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呢，可以前来找本公主。是的，阁下，我乃蓝家的接班人，未来的家主。阁下若是有空，也可前去蓝家做客，我们蓝家定会好好招待。女人，快把这群凡夫俗子都赶走，尤其是这2个人，一直在这里污染空气。他们要是再不走，我又想要打人了。听到了吗？
么，公主殿下、蓝公子就不需要我亲自送你们出去了吧？姑娘，玉皇陛下如今……眼看着那夏子宁一脸惺惺作态的样子，真聒噪，夹杂着他们的身子往外砸了出去。大哥，那个女人跟那个男人好生野蛮彪悍。蓝阡陌暗暗摇头。走吧，那个女子怎可能跟师傅有关系？师傅那么温柔，生出来的女儿想来也是温柔有加的。阿玲，走。大哥，你确定不继续留一会儿吗？我看你对那姑娘明明挺感兴趣的，你不去问问人家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吗？先去蓝家。那好吧。蓝阡陌整个身子重重的砸倒在地上。大哥，是蓝阡陌。多年前，她是大圣女唯一的弟子，在大圣女败在女皇陛下手中之后，蓝家对外宣称，这位蓝家从前的天之骄子竟然背叛了蓝家，意图谋反。从此，蓝阡陌被蓝氏一族的长老们放逐到了荒境，这么多年来都未曾得以归来，如今却是出现在此了。蓝阡陌，那不是从前那位大圣女的唯一弟子？临安堂内，女人，那是大圣女唯一的弟子，那男人身上的气息也蛮不错，不过好像快死了。糟糕，他真的快死了，他的玄根没了，能撑到现在真的是个奇迹了。灵魄一道浅淡的红光随意的探测在外头的男子周身，这个人是大圣女唯一的弟子，他不会死的。药！蓝子玲在找玉神医给的药，但一只手挡住蓝子玲的动作。你要给他喂这玩意儿？让开！我大哥病了，我得救他。这药丸的确是上等的丹药，但是里头却是掺杂了一味很奇怪的药材，那药材会让人上瘾，那药物如同23世纪华夏的毒物，一旦服用将会终身依赖，若是离了这药将会生不如死。你方才我还只当你是女中豪杰，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卑鄙小人。岳清晨封住了蓝阡陌的穴道。你住手！如果想他死在这里，你大可以继续在这里乱吼，可是不想他死就滚开。可是我大哥他，我会救他，你若想他死，那我也没办法。可惜了，这个男人从前应该是很厉害的，怎会被人给折磨成这般？这个男人从前遭受的苦难甚至于比我还要多。姑娘，你真的可以救他吗？女人，你真的可以吗？这人可快死了呀，这玄根被挖，经脉重组，体内还有最剧的毒，还有……小雪，你也变得聒噪了。去滋养这些药材，一会儿我要用，算是对你的惩罚。青龙宝宝，你去监督小雪。小雪，你快点滋养，你要是不完成美人娘亲给的任务，我就吃了你！哈哈哈哈！血灵芝吓得再也不敢多言一句，他默默地在角落处滋养着那一堆药材。他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方才听闻，他之前是大圣女的弟子。是啊，大哥以前是大圣女唯一的弟子。姑娘，大圣女不是传言之中的恶人，大哥也是好人，我看出来了，你是真的有本事的，求你帮忙救救他。你若真能救下他，或者等到帮忙撑到玉神医砍过来，我蓝子玲愿意替姑娘你做任何事情。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恶人，他身上的经脉怎么回事？我看他玄根也被挖了。大哥曾经是大圣女最器重的弟子，是整个灵域内的第一天才，他先天身有千年一见的混沌玄根。大圣女去世之后，大哥被蓝家众人陷害，蓝家众人连同女皇陛下一起将混沌玄根挖走，给了蓝七远，帮助蓝七远成为了灵域的第一天才。就因为我大哥是大圣女的弟子，女皇觉得我大哥不好被掌控，生怕我大哥成为她的威胁，加上蓝七远那畜生和夏子宁的耳边风，大哥沦落至此。又是女皇与蓝家人，正所谓成王败寇，可是灵域女皇未免也做得太绝了。她非但在登上皇位之后胡乱捏造大圣女的罪名，更是将大圣女身边的人全都陷害至此，该死！地上的蓝阡陌总算是悠悠地转醒过来。大哥，你醒了！大哥，是这姑娘救了你。多谢阿玲，咱们该走了。不行啊，大哥，玉神医给的药全都没了，现在走，万一大哥你再发病怎么办？死不了。你这样走会真的死在外面的。我知道你是想报仇，不过报仇不在这一朝一夕。你这身体常年累月的病症，若是再不加以好好调养，别说是报仇了，怕是连蓝家的大门你都踏不进去了。跟你无关。你进入过我临安堂，是我经手过的病人，怎就与我无关了？我不会让你死在外头。我临安堂还缺个掌柜的，留下来，我保证半个月的功夫将你身体彻底治愈。大哥，我们离开这里。这姑娘竟然想让你当掌柜的，实在是对大哥你的侮辱。嘿，我之前还觉得这姑娘与众不同。大哥，你别担心，我这就传信给玉神医，让玉神医马上过来。好，那大哥，我们走。好，我给你当掌柜的。大哥，我不会让你死在外头，让
他想到了自己的师傅。蓝阡陌幼时因为混沌玄根被坏人追杀之后，与师傅第一次相遇时，师傅也曾经对他这么说过。这蓝阡陌还不算太木讷，10万年血灵芝果真是名不虚传。一侧的小青龙则是吃着被滋养过的药材。哇，小喜，青龙宝宝决定了，以后你就是青龙宝宝我最好的朋友。我信他的邪，没吃的就追着咬，有吃的就好朋友，这突如而来的友情也太塑料了吧！小青龙这个心机婊真是没救了。岳清晨却是看着手中一个白色的药丸陷入思索，那药丸正是之前那白瓶子之中的一颗，他特地留下准备好好的观测一番。别看了，这药材里加了一味很邪性的药，若是服下只会让人对它上瘾。岳清晨点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呢，竟然要那二傻子一直吃这个，得亏他们遇到女人你，若不然还不知道以后怎样呢。岳清晨邪眸，随后将那丹药摧毁。等等，怎么啦？拿去，按照方子上所写，给你大哥煎药去。这真的可以吗？御神医之前的药材不是这些。你很相信你那个御神医，既然如此，那你就在这里等御神医过来吧。既然大哥现在信你，那我也暂且信你。不过我告诉你，算算时间，御神医就这2天就会到达了，到时候你休想再使唤我大哥了。好啊，我也想看看你所谓的御神医到底是何人。他可厉害了，他乃是天一派的传人，是如今天一婆婆的关门弟子。岳清晨，等着吧，等御神医到了，看你怎么嚣张。算了，只是一个心性不稳的小屁孩。如何，龙大，消息可都放出去了？你交代的，我怎么可能不会完成？那好，那我们就在这临安堂等着收银子吧。女人，你又做了什么？笑得好阴险狡诈，没文化，乱用词语。那你想骗谁的钱？自然是蓝家。唉，也不知小叶小莫如今在做什么。那2个小子有断剑帝师带着，不会出事的，让他们在学院内磨练磨练也好，不必担心。等这些事情解决了，咱们再去看看他们。这话本上说风青青老祖宗是小孩，还专吃妈宝男，真的假的？这话本可是我苦心编写的，就是为了吓跑小叶小莫，没成想还真的奏效了。龙大，你都干了什么？与我无关呢。来，天气凉，喝点东西。岳清晨的眼角忍不住抽搐了2下，已然是猜到了一些事情。我以前怎么没发现龙思觉还有这种胡编乱造的本事？就在此时，岳姑娘，龙先生，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蓝七也来了。好，知道了。岳姑娘，我大哥的病还没好，若是被他发现我大哥如今在这里，只怕啥？这是咱们自己的地盘，还怕外头来的狗？把那2个面具戴上，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关门打狗了。蓝阡陌，给你个机会，光明正大的欺负回去。曾经别人怎么欺负你的，你如今就怎么欺负了回去。好。门外，阁下，我乃是蓝七远，此次特地前来向灵安堂求药。大门被打开了。阁下，听闻灵安堂内有一株培元草，所以今日我特地前来，想买下它。不错，我们日前收拾东西时，的确发现了一株培元草，还请姑娘将培元草卖给蓝某，蓝某愿意以重金相购。哦，这是什么？姑娘，这是1000万两，是我们购买培元草的钱，至于多下来的，全当孝敬姑娘与公子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值10两银子？岳姑娘，您误解在下的意思了。怎么，你还觉得我是傻子？灵安堂的培元草明码标价999万9990两，你拿多余的10两银子孝敬我们，那不是在打发叫花子？蓝家的人竟觉得本尊与媳妇这么不值钱吗？劲风砸落而下，竟逼迫的蓝七远一下子往后踉跄后退好几步。阁下，我不是故意的。原来教训人还可以这么胡编乱造个理由来，好在面具挡住了他们此刻的表情，否则他们怕是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这个蓝奇远如此羞辱我们，羞辱我们灵安堂，小玲子他就交给你们好好处置了，用我们灵安堂的新堂规处置。岳姑娘，您不能这么对我，我乃是蓝家的少爷，灵域的第一天才啊。好啊，那本尊倒是要去蓝家问问，是不是蓝家的人让你当代表来羞辱本尊的，本尊定要去蓝家讨个说法。我不能让龙思觉前去蓝家，不能让蓝家的人知道我得罪了神域的人，否则我就完了。是我的无心之失，还请阁下惩罚。若是能让阁下消气，随您怎么惩罚。这么说来，你愿意接受我灵安堂的处罚规则？既然是我冒犯了阁下，我会承担责任。小玲子、小千子，你们还不去施以灵安堂堂规？小玲子、小千子，是跪下！蓝奇远，你竟然敢做出那等混账之事，我杀了你！你做什么？蓝奇远的身子是无法动弹，大刀落下，几乎将蓝奇远的一臂给砍下。
不错，蓝公子可真不愧是灵域第一天才啊！做错了事情，愿意主动接受惩罚。我们堂规的第一守则就是做错了事情要被断掉一臂。蓝公子真是信守承诺的君子。我似乎被这灵安堂的人戏弄了。蓝子玲还欲前去，想击杀蓝奇远。先留他的性命。大哥，现在不能杀了蓝奇远，若让蓝奇远死在这灵安堂内，灵安堂便会成为众矢之的。蓝家那群人都是不好惹的，我不想给月姑娘招惹任何是非。哎呀，好，就这么让蓝奇远死，也未免太便宜他了。惩罚完了？是的。那行吧。月姑娘，这不是培元草啊？是吗？可是我昨天刚给他起的名字就是叫培元草啊，你怎么可以否决我起名字的能力？蓝奇远，你若是继续质疑本姑娘起名字的能力，那本姑娘又要不高兴了。我现在终于明白，我这是被灵安堂给耍了。拿去吧，虽然你不尊重我们在先，却也得了教训。现在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多谢了，蓝公子，你算是本姑娘开张以来的第一个生意。这样吧，我再给你打个9.99折，这10两银子你拿回去。我彻底被捉弄了，还等着做什么？还不将你家公子带回去？难不成还想继续在这里接受我们灵安堂的堂规？小侍卫吓得够呛，只等蓝奇远走远。月姑娘，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培元草，那是啥？哦，那个呀，我刚随便从路上摘下来的一个狗尾巴草。我发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子过。同时，惹谁都不能招惹月清晨，否则下场会很惨。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去整理药材，药材还没有整理完毕，我过去了。没想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蓝子玲，竟被这丫头吓得这般怂了，有意思。姑娘似乎不是灵域之人。我从南离国来。南离那是何处？圣域之外的一个小国家。原来如此，看来是我产生了错觉。我之前一度觉得你与我师父有关系。蓝阡陌，其实……可话才到嘴边，大哥，月姑娘怎么可能跟大圣女有关系啊？不过，若是月姑娘真的是大圣女的女儿，那就有意思了。我记得大圣女从前好像想认你做女婿的。月清晨的话语戛然而止，身后一直没有说话的龙思觉猛地转过眼来，全是杀意。什么意思？这怎么了？本尊问你方才是什么意思？大圣女当年允诺了大哥，若是她生下女儿就定下婚约。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茬，只是一句玩笑。没事，我怕现在告诉了蓝阡陌我就是大圣女的女儿，蓝阡陌会被龙思觉给拍死。灵安堂有人吗？大哥，是玉神医，玉神医来了。玉神医啊，那是治疗了大哥10年的恩人。哎呀，玉神医，你可算来了。怎么了？不是给了你们药了吗？够你们用一阵子，怎会这么焦急？阡陌，你怎么了？是又发病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是吗？我看看。玉神医，大哥现在怎么样？你之前不在，药又没了，所以大哥一直在吃月姑娘给的药。似乎这么多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全都被这个丫头给看穿了。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竟还有如此本事，还好有姑娘的药，暂且压制住了阡陌的病情，多谢姑娘了。蓝公子身上的病已有10年，这10年都是神医诊治的。不错，10年之前，蓝公子意外被我们天医派所救，便是由我来给他控制病情。是的，月姑娘，玉神医可是天医婆婆手下最厉害的弟子。天医派呀，阡陌，这次的丹药你还没吃，先吃下，不然病情又要反复了。一手将那白色药丸夺来，再度拍得粉碎，四下骤然一阵安静。姑娘，你是何意？难道不是？这丹药根本不是给他治病的，对吗？一派胡言！我天医派岂容得你这般质疑？天医派那可是天医婆婆所创立的，她是名副其实的神医，甚至于曾经她被神域相邀前去给神域的人治病，足可见天医婆婆的本事。只不过10年前在救下蓝阡陌之后，天医婆婆就已经出去云游四海，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踪迹。还不是你自己有辱门楣？天医婆婆如若知道自己最厉害的弟子不过如此，怕是要气的从外头回来打断你的腿了。放肆！月姑娘，你不可以污蔑玉神医啊！大哥是玉神医从鬼门关救回来的呀。龟蛇胆、黄龙草、水仙神流、飞花明果。岳清晨每次说出一个药材的名字，玉玲珑的脸就会煞白一分。玉神医，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岳清晨所说的正是那丹药的成分，这些个成分全是世间极其罕见的药材，放眼整个灵域，也只有天一阁内会有这些药材。这里头还有最后2味药材，需要我说出来，重新帮你回忆一下它的作用吗？没想到姑娘年纪轻轻，竟然这么厉害，造诣颇深。我方才瞧着阡陌的身子已经好了不少，定是姑娘调理得当。这样吧，天医派最近
正好在招收新弟子。姑娘如此精通医术，不如随我一同前往天一派，由我作为引荐，你可直接加入天一派。若是现在撕破脸，一切就完了。10年了，眼看着就要成功，我怎能悔之一旦？不如以此来拉拢月清晨。月姑娘，快答应，快答应啊！天一派只能教出你这样的弟子，不好意思，我不感兴趣。你们这是从哪儿认识的臭丫头，如此信口胡言？阡陌、阿玲，我们走。抱歉，我不走，我答应了月姑娘，会给她当掌柜。阡陌，你说什么？玉神医，若是你要走，你自己离开吧。月姑娘，这个本子上的药材清点完毕，你看看。好，10年了，我一直以为蓝阡陌是不会笑的，可是那笑不是对着我。早在很久很久之前，玉玲珑就已经心系蓝阡陌。彼时，蓝阡陌还是灵域名副其实的第一天才，是蓝家的掌权人。玉玲珑几次靠近都没有结果。后来，蓝阡陌出事了，被救回天一派。玉玲珑以为从此他有希望了，却没想到蓝阡陌依旧对他没有半点好感。无奈之下，在药之中下了自己的迎香草。迎香草会让蓝阡陌变得愈发的依赖他，直到最后彻底的属于他。却没想到这10年终究是白费了。玉玲珑简直怒不可遏。阡陌、阿玲，你们若不随我走，事情会很严重。这丫头不是善茬，她不是什么好人。玉神医，您误会了，月姑娘是好人，所以我跟大哥才心甘情愿愿意留在这里。阿玲，难道你们就不疑惑，为什么这丫头就有法子能治蓝家的人给你们下的毒吗？这毒甚至连我都只能慢慢拖着。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丫头跟蓝家的人勾结在了一起。阿玲、阡陌，你们若是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落入她的圈套啊。她不会，月姑娘她是好人，她跟蓝家的人不同。阡陌，你才认识她多久？你怎么就知道她是好人了？蓝阡陌，这么说来，你宁愿相信她，也不相信我？我只信我自己的判断。玉神医，这10年来麻烦你了，不过我们也不亏欠，我在天一派该还的都还清了。现在我蓝阡陌是大圣里的唯一弟子。当年刚到天一派时，蓝阡陌就跟天一婆婆做了交换，她会教导天一派内的新弟子们修炼。蓝阡陌虽然悬根被挖，但是各种理论知识却是过硬的。整整10年，他帮助天一派的弟子们学习了不少的功法。玉神医，您若是要走，请便。这个贱丫头，你给阡陌灌了什么迷魂汤？休怪我不客气。凛冽的掌风落下，杀意一览无余。玉神医不要，月姑娘是好人啊！但是还不等他们靠近，两掌相对，玉神医整个人砸得往后退去2步。阿玲、阡陌，你们看到了吗？我就说他是跟蓝家人，亦或是那女皇一伙的，否则以他小年纪，怎会有如此实力？蓝阡陌挡在岳清晨跟前。玉玲珑，你休得动他。蓝阡陌，你还护着他，我照顾你10年，竟比不上这臭丫头照顾你3天。今日我偏要动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柳叶飞刀，这飞刀看似其貌不扬，实则却是当年天一婆婆从神界得到的赏赐，是一把初级的神器。柳叶飞刀，身后的龙思觉眉头淡缩，想杀我？来，你试试。玉玲珑抬手，那一把飞刀一个接着一个从她手中飞了出来。天一婆婆传承给我的柳叶飞刀，这么多年来还从来不曾失过手。这个臭丫头，今日定然能够死在那柳叶飞刀之下。岳清晨挥舞着鞭子，一道道的符咒自他口中吐出，生生将那些快要刺入他眉心的飞刀们都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哎呦，还好，月姑娘没事儿。玉神医，你真的是误会了。玉神医，快将飞刀们撤走吧，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从来不是自己人。柳叶飞刀从来都是刀无虚发，不见血，他不会回头。柳叶飞刀上！可是柳叶飞刀却仿佛被冻住了一般，完全不听他的指挥。岳清晨操控着符咒之余，不见血不回头。玉神医，我就说你是一个庸医，你还不信？什么都不懂的你，到底是怎么成为天一婆婆的大弟子的？我现在就让你看看，不见血他能不能回头。在身前结下了印，隐约之间竟真的有要回头的趋势。不可能！柳叶刀们倏然调转方向，刀尖笔直地对准了玉玲珑。柳叶飞刀们，去见点血吧！刀尖直往玉玲珑刺去。为什么这个丫头竟然能够操控起柳叶飞刀？滚开，别靠近我！大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快让月姑娘停手啊！再这样下去，玉神医要受伤了。他先要杀月姑娘的。可是玉神医是好人，是他先要杀月姑娘。他们是有误会的，大哥。玉神医若是出了什么事儿，以后你的病怎么办？月姑娘虽然这2天给你调理的挺好的，到底玉神医最了解你的身体啊。是他要先杀月姑娘的。大哥，你就不会说别的话了吗？既然想要动手，就要付出代价。重新坐回到了柜台上，继续核算着手中的东西。
只看到那8支柳叶飞刀，其中2个刺入玉玲珑的手臂，另外6个则是擦着玉玲珑的手腕过去。沾染了鲜血的柳叶飞刀终于停了下来。柳叶飞刀果然是要见了血才停下呢。玉玲珑倒在地上。岳清晨，你怎么敢这么对我？你使出了歹毒的手段，让阡陌信任你，不得好死！我才是阡陌的救命恩人，我才是啊！敢同我抢人，你该死！岳清晨抬起脚来，一脚踩在玉玲珑的手上。玉玲珑，让我猜猜，你是用哪只手炼制丹药的？玉玲珑，告诉他们，到底歹毒的人是谁？月姑娘高抬贵手呀！玉神医他这10年一直在给我大哥看病啊！蓝子玲，你闭嘴！你活了这么多年了，你是猪脑子吗？好人坏人都分不清了吗？月姑娘，你自己问问他吧，他所谓的看病到底用的什么药材？阿玲，别信他，替我杀了他！他要害死阡陌，杀了他！说，你用的是哪只手下的毒？下毒啊！不错，蓝子玲，你一直以来崇拜的玉神医，这10年来一直给你大哥下一种让他上瘾的毒。一旦离开了玉神医的药，你大哥的病会越来越不受控制。不可能！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10年期间，你大哥的病开始发病的越来越频繁了？蓝子玲沉默了。不会的，是吧？可笑吧？玉玲珑，你打着神医的幌子，看似在治疗蓝阡陌，实则却是一直为了一己之私。你对他这般下毒，就你好意思说你在救人？你胡说！是吗？到底我是不是胡说？咱们再来试试。玉玲珑，我要听实话。对，我施下了一点毒药，但是我是为了阡陌好啊。那药对他的身体并无多大损伤，只是会让他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只有我才最适合他。阡陌只有一直留在我的身边，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有什么问题吗？你这个贱人，你为什么要出现？你若是不出现，阡陌便一直都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听清楚了吗？蓝子玲如若被惊雷击中，停在原地。蓝阡陌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落在玉玲珑跟前。玉琳琅，你错了，我从来不是你的。阡陌，我不叫玉琳琅，我叫玉玲珑。10年了，蓝阡陌竟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连我的名字都叫错了。你叫什么名字不重要，过往的10年不过只是一个笑话，我所有的精心筹谋，原来不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知道了。一掌砸在自己左手臂上，彻底粉碎。你不是问是哪只手炼的丹吗？就是这只。蓝阡陌，我以为我的毒会控制住你，如今看来是我错了，对不起，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月姑娘，阡陌就交给你，我看得出来他对你不同。10年了，我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一个女子流露出那般的表情。岳清晨几乎是下意识的狠狠地扯了扯唇，身后的龙思觉眼下一双眼眸已经如同刀子一样落在蓝阡陌身上，而蓝阡陌也是若有所思，似乎想说些什么。月姑娘，请你照顾好阡陌，这是我往年给他看病的册子。岳清晨讶然地看着突然大彻大悟的玉玲珑，你能想清楚最好，不过你怕是误会了，我与蓝阡陌没有特殊的关系。若无特殊关系，你怎会如此竭力帮他？边上的龙思觉周身气压已经低沉到了极致，他是我母亲唯一的弟子，便是我的师兄，我的师兄受伤，我如何能不救？什么？你是大圣女的女儿？原来你是师妹。师兄你好，我是你的妹夫，以后请多关照。没想到清晨还有个遗留在外的师兄，之前是我疏忽了。师兄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清晨的，定不负你所望。哦对了，师兄你还不知道吧，你还有2个很可爱的小外甥，如今也在领域，相信过不了多少时日你就能见到他们了。他们不仅在一起，他们还有孩子了，真好。这个男人他是神域来人，他的实力无比强大，若是有他一直在师妹身侧，那我就无憾了。终究是我不配，记好了，好好对待他，如若不然，我定跟你同归于尽。自然。原来那个丫头竟是大圣女的女儿，难怪。月姑娘，之前全是我不对，还请您见谅。家师曾经受惠于大圣女，所以天一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便是以大圣女为尊，所以当年才会救下阡陌。过去10年来是我做错了事，现在我已知错了，还请月姑娘原谅我之前的鲁莽与冲动，我以血为誓，方才我的所言毫无半点虚假。这条命您若是现在要，大可以前来取走。家师曾说过，那天一派若是大圣女想要，就是大圣女的，换言之，这天一派也是姑娘你的。
你能知错，那是再好不过了。掌心之中已经有一道莹润的力量落在玉玲珑断臂之上，之前被自己震碎的手臂经脉竟已有30%痊愈了。玉玲珑，这是治疗你断臂的药，你拿回去用吧。月姑娘，您竟已是单寿？应该是。多谢月姑娘。这灵安堂似乎还缺个人打理，不如我留下来帮你一起打理，也许我还有一线希望。也好。经过之前的事情，玉玲珑绝对不敢再对蓝阡陌做些什么了。好，他虽不愿看到我，那我就一直在有他在的地方吧。蓝家长老们得知你们来此，特意宴请你们晚上前去。好，回去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会如约前去的。是时候该报仇了。蓝家大宅之外，那是大公主的伴驾。哦，她也来了。对，那个大公主最是表里不一啊！当年就是她建议蓝家各位长老挖去大哥的玄根，将玄根安置到蓝奇远的体内的。10年之前，那大公主也不过只是个孩童吧。所以说，有的人生性歹毒，不过也是蓝奇远哄骗的好。他与蓝奇远一拍即合，10年之前就谋划了这些大事了。若不是清楚的知道这一切，只怕只看夏子宁那恬静的长相，还真的无人能够想象得到他会是如此宵小之辈。尊客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这区区蓝家竟将清晨的师兄破坏成那般，还惹得清晨这2日那般不快。不是说喊我们吃饭吗？这在外头来吃空气吗？请！在看到那水袖冰丝裙的刹那，戴着面具的蓝阡陌脚步骤然一顿。那是这衣服。这衣服乃是水袖冰丝裙，是当年大圣女的衣服，如今被我穿上了。那大圣女虽然声名狼藉，为人不堪，可本公主惜物，便将她收下了。夏子宁竟敢当着我的面诋毁我的师父！原来这是大圣女的衣服。不错，既然大圣女那般名声不堪，公主若再穿她的衣服，岂不是自己都掉了价了？本公主不在乎这些细节，只是觉得将她丢掉甚是可惜。别，公主殿下不必这么自降身价，连我都看不下去了呢。一个区区夏子宁，如何能配得上我娘亲的衣裙？长长的鞭子正中夏子宁腰间的系带。薛清晨，你做什么？别怕，我是在帮你。他3下5除2的将夏子宁外头的冰蓝色长裙完全的包了下来。薛清晨，你竟然当众脱下了我的衣服，你这是对本公主的大不敬，你果真是好大的胆子！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肖想，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就不要勉强拥有。我之前提醒过你了。岳清晨，这裙子乃是用最上等的冰丝制成，烈火不化。他指尖突然簇起一团烈火，焚烧在冰丝长裙之上。你做什么？消毒啊！你玷污了这件衣服，不消毒怎么行？其中一个长老将自己的外袍取下，覆盖在了夏子宁身上。消毒是什么意思？但是却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岳清晨，你敢如此羞辱本公主？哦，公主殿下突然往前走了几步，你想让我给你消消毒？一团烈火再度从岳清晨掌中落出，往前而去，萦绕在夏子宁周身。尊客，你乃神域之人，你难道就不能管管这个女人吗？她如此野蛮无理，对本公主如此不敬，说是母皇在，绝对不会任由她这般胡作非为的。怎料那个黑袍男子从方才到现在都背着身子。尊客，您听到我说话了吗？您快看看，这个野蛮无知的女人将本公主弄成什么样子了！龙大喊你呢。眼看着身后的夏子宁还在急不可耐的要说话，龙思觉发怒了，陡然一抬手，一阵力量朝着自己后方而去，将后头的夏子宁直接拍飞了。好大的胆子，竟敢怂恿本尊转头去看脏东西，也不怕本尊回去了长针眼！该死！